为了妻子入狱3年，当我满怀期待的和妻子见面时，没想到她竟和别的男人在滚床单。然而等待我的是离婚和无情的抛弃。我看着眼前的离婚协议书，这怎么可能？3年前，我可是为了救沈家才去顶罪入狱的呀！我不信这是若冰的意思。沈若冰呢？你让她来见我！我满脸的不可置信，大吼出声。冯晴一脸厌恶道：“楚风，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就你还想见小姐？一个刚刚出狱的劳改犯而已，和路边的垃圾没什么两样，你根本配不上小姐，赶紧签了字，滚蛋！可是我坐牢都是为了你们沈家呀，现在反而嫌弃我坐过牢了，天底下凭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我眼中满是怒火。要离婚可以，沈若冰，你亲自来跟我说。此时，沈若冰走下轿车，见到我的那一刻，脸上冰冷一片。楚风入狱3年，你还没有认清现实吗？门不当户不对，我们是不会有未来，还是离婚吧。他的话语好似一把尖刀，狠狠地插在了我的胸膛。我心中唯一的一丝希望被彻底击碎。我捂着胸口，面如死灰，大口地喘着气，一股钻心的疼，痛，太痛了。3年前的海誓山盟好似还萦绕耳畔。明明说好了，等我出狱之后，要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补上婚礼、蜜月旅行等一切遗憾，然后再孕育爱情的结晶。1个不嫌少，3个不嫌多。可现在怎么就要离婚了？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这到底因为什么？冯晴嘲讽道：“你心里没点逼数吗？还问小姐，为什么像你这种一无所有的穷逼，什么都给不了小姐？不像小姐现在的男朋友王少，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豪车，还愿意动用家族能量帮助沈氏集团发展。”我心中一震，沈若冰有新男朋友了。为了妻子入狱3年，他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逍遥快活，还给我戴了一顶大绿帽。我们还没离婚呢，我难受的想要嘶吼出来。难道就是因为那个姓王的有钱？沈若冰冷漠地盯着我，随便你怎么想，这婚事离定了。原来真的只是为了钱，我感觉可笑无比。要钱你和我说呀，你却因为那个王少的蝇头小利就弃我而去，何等的荒谬！他冷声道。冯晴拿50万给他作为坐牢3年的补偿。冯晴急了，小姐怎么能给他这么多钱？我看5万不对，3万就够了，给他。冯晴只好拿出一张50万的银行卡扔给了我，这是小姐赏给你的，3年赚50万，你赚大发了。我看着手中的银行卡，眼神复杂。我和沈若冰的爱情最终只值碎银几两。我闭上眼长叹了口气，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名字，睁开眼后目光已满是冷漠。我将离婚协议书交给了沈若冰，冷冷道：“我爱的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你只让我感到恶心。”沈若冰看着我冰冷的目光，感觉心口像是被千刀万剐，难受得快喘不过气来。我收起离婚协议书，飞快地上车。再多待1秒，我都担心自己会露馅。冯晴瞪着你，对小姐说话，客气点，如果再让我听到，我叫人打断你的腿。好了，走吧。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听到有关楚风的事。站在监狱门口，我有些茫然。离婚，这就离婚了吗？忽然，一条长长的豪车车队驶来，停在了我的身边。一名老者带着上百名手下走下车，看着面前的我，面露激动和恭敬之色。老朽张半城恭迎楚先生出狱。老者身后的上百名黑衣手下同时跪下，声音如山呼海啸，恭迎楚先生出狱。我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老者笑道：“小张，你这几年发展的不错呀。3年前他被人陷害入狱，我看他可怜，帮了他一把，暗中扶持，让张半城一举成为江州首富。”他的眼神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多亏了楚先生。做人不能忘本，我因此推了所有的工作，专程前来为您接风洗尘。张半城见过我在狱中的神威，他始终坚信跟紧我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楚先生，我遵循您之前的吩咐，已经为沈家准备好了一项优质的房地产项目。我摇摇头，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再帮助沈家了。我和沈若冰已经离婚了，就在刚刚。什么？张半城不淡定了。沈若冰虽然是江州第一美人，但能嫁给你绝对是高攀，现在竟然主动提出离婚，他怎么敢呢？沈家竟然如此绝情。楚先生，要不要我为您出气？我摇头自嘲一笑，算了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拿出一张银行卡和一把钥匙，递给了我。楚先生，卡里有1个亿，这把钥匙则是御府别墅区的钥匙，小小心意，不成敬意，有心了。我坦然收下。相比自己帮助张半城的，这点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让他送我到了小区后，我便让他离开了。走进单元楼，打开了熟悉的家门，这是我和沈若冰的婚房。我走到母亲的灵位前，我点香插入香炉之中，跪在灵位前，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娘，孩儿不孝，时隔3年才来看您。对不起，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而这座婚房是母亲生前送给我的，也是母亲唯一的遗产，因此再豪华的房子，在我心里也永远比不上这座温馨的小家。刚祭拜完母亲，门口忽然有开锁声传来，我心中一动，难道是沈若冰来了？大门打开后，来人却是沈若冰的母亲，身后还跟着2个保镖。傅姨，你来我家什么事？她高傲地看着我，我就知道你这个劳改犯出狱后没地方去，一定会回到这间婚房。既然你回来了，那正好，把房产证拿出来吧。你收拾收拾东西，立马给我滚蛋！我皱起眉，看向妇联的目光满是不善。这个婚房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凭什么给你？妇联冷哼一声，房产证上还写着若冰的名字，怎么就成你的了？房产证到底放哪了？赶快交出来！我被气笑了，简直是在胡搅蛮缠。当年我和沈若冰结婚的时候，你们要求我必须有一套全款房，是我母亲卖了祖宅，四处筹款才凑钱买了这套房子，从始至终没用过沈家的1分钱。然后你们又说必须在房产证上写上沈若冰的名字，才能让我们结婚。我没有多想，写上了。原来你们为的就是金钱。说着，我的目光一厉，锋锐无比。但我告诉你们，这婚房是我的财产，谁敢抢，我就剁了谁的手。妇联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但很快回过神来，心中恼怒无比。你现在竟然敢瞪我，凶我，真是反了天了。他嘲弄地说道：“楚风，
你说话给我过一过脑子，想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我身后这2位保镖可是高薪聘请的高手，一个能打好几个。你要是不好好配合，那我只需要一声令下，就能把你揍得体无完肤。我瞥了一眼2名保镖，有些不屑。好啊，你可以试试。妇联狠厉道：哟呵，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打死他！2名保镖恭敬地应了一声，调转矛头指向了我。其中1名保镖狞笑道：楚风，我认识你。曾经沈家的姑爷，但那是3年前的事了。现在你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劳改犯、大穷逼。今天我就给你好好尝尝记性，以后看见我们沈家低着头做人。另一个保镖语气更加恶毒：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敢看不起我们，马上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前者的话我没往心里去，但后者的话让我的目光立刻冰冷下去。我盯着那名保镖，眼中浮现出一抹杀机。你说谁？那名保镖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到严重性，叫嚣道：说的就是你，有种你让我闭嘴啊！我缓缓道：这可是你说的，装你妈的装，找死！2名保镖对楚风的态度感到格外的不爽，挥舞着拳头直冲他面门而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拳头在接触到鼻子的前一秒，我突然一侧身，以毫厘之差躲过了保镖这一拳。2名保镖还在愣神之际，我闪电般出拳，一人一拳，精准无比地将2人打晕过去。只听扑通扑通2声，2名保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2人，若不是怕脏了这个家，就不是昏过去那么简单了。这一幕看得妇联瞪大了眼睛，他害怕的连退了几步，惊吓地问道：你怎么这么能打？我平静道：在囚笼监狱，如果没点本事，早死在里面了。他惊慌无比道：你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就把你再送回监狱，让你牢底坐穿。我走到妇联的面前，在后者害怕的目光中拿走了他手上的婚房钥匙，平静道：你放心，报复你们根本不需要我动手，没有我的帮助，你们沈家自己就会倒霉。妇联见自己不会挨打，终于松了一口气，对我的话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没有他沈家会倒霉，真是笑话。他以为他是谁？江州首富吗？他料想我应该是不敢打他，气焰再度变得嚣张。我还听冯琴跟我说了，若冰给了你50万，那总是我们沈家的钱吧？赶紧交出来！我掏出了一张银行卡，扔到了他的脚边，厌恶地说道：拿上卡赶紧走！妇联连忙蹲下捡起银行卡，收进了包里。他正要继续讨要婚房时，忽然电话响了。接起电话一听，妇联悚然一惊：什么？张首富和咱们解除了合作？这怎么可能？我马上回去。说着，妇联脸上露出了焦急之色。顾不得我，急匆匆地走了。我闻言，心中微微一笑，这报应不就来了吗？妇联风风火火地赶回沈家，发现沈家的核心族人都已到齐。妈，你刚才去哪了？沈若冰问道。妇联闻言冷哼一声：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前夫，他偷偷溜进你们的婚房住，被我带到了。我都没有教训他，只是让他交出房产证而已。结果呢，那小子非但不肯交，说话还没大没小，差点就动手打了我。沈若冰眉头一皱：那婚房本来就是他的，让他住就行了，别找他的麻烦。哎，若冰啊，你就是心太软，给那小子一个狗窝住，已经是对他仁至义尽了。妇联苦口婆心地说道。若冰，当初是我们看走眼了，楚风不是什么好人，在监狱里边待了3年，指不定跟那些囚犯学了多少坏。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从今以后你就彻底忘了他吧。王少对你一心一意，你不要辜负了他。沈若冰心思涌动，和楚风在一起的一幕幕涌上心头，最终都被他藏在了心里。他淡淡的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和楚风已经再无瓜葛。就在这时，一声黄莺般的惊呼声响起：什么？姐姐，你跟姐夫离婚了？说话之人是一位20岁出头的绝美女子，穿着一身鹅黄色的长裙，浑身散发着青春靓丽的气息。她精致的五官和沈若冰有7分相像，就如双胞胎一样，但气质却各有千秋，一位高冷，一位活泼。正是沈若冰的亲妹妹沈灵儿。她吃惊地看着妇联和沈若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年爸爸有难，是姐夫顶罪入狱，才没有让咱们沈家垮了。3年过去，正应该是报答他恩情的时候，你们怎么能解除婚约？沈若冰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把头扭了过去。沈若冰的父亲沈天风冷漠地开口了：闭嘴！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楚风入狱3年，在捕快府留下了案底，儿女一辈子都会受到影响。难道你想让你姐姐的儿女有一个当过劳改犯的爸爸，永远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待吗？沈灵儿气愤道：姐夫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还不是为了沈家，为了姐姐吗？你们这是过河拆桥。我是没你们这些大人懂人情世故，但是我知道什么叫人在做天在看，这么对待姐夫会遭报应。沈天风厉喝一声：够了，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沈灵儿一脸的倔强，粉拳紧攥，大声说道：我就要说，沈家的报应已经来了，要我是张首富，也不会跟这种毫无道德的家族合作。此言一出，沈天风怒气立马就上来了：你个逆女，在胡说什么？说着，他扬起手，一巴掌向着沈灵儿扇了过去。够了！沈若冰挡在了2人的面前，拦住了这一巴掌。他转头看向妹妹道：灵儿，你先出去吧。沈灵儿看着姐姐，心中充满了不解。曾经姐姐和姐夫是多么相爱的一对璧人，为什么会突然分道扬镳？沈家欠楚风的必须要还，别人不去，他去。沈灵儿咬紧银牙，转身就走。他要去找楚风，替自己的家里人道歉。沈灵儿离开后，沈家2房的独子沈云笑着道：我这个堂妹啊，
就是太天真，太单纯了，竟然还相信爱情。再说了，就楚风那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废物，怎么能配得上我们的江州第一美？美人的人字还未说出口，清脆响亮的巴掌便响彻整间屋子。沈云的脸被抽到了一边，半边脸上出现清晰的红腻。沈若冰缓缓收回手，从今天起，我不想在家里听到楚风的名字。韩立大惊，沈若冰，你做什么？沈云可是你的堂哥，你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沈天雷直接找上了沈天风，质问道：大哥，这就是你的家教？你教女儿就是这么教的？沈天风感觉头都要炸了，这两个女儿是想气死自己吗？他怒喝道：若冰，快给你堂哥道歉。沈若冰淡淡道：道歉？我做事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倒是叔叔婶婶你们管好儿子，别让他那张臭嘴到处乱喷。韩立气的浑身都在颤抖，扬起手叫道：你太嚣张了，我今天就替你爸妈好好管教管教你。沈若冰直接甩出了一个冷漠的眼神，将韩立吓得连连后退。一时间，沈若冰竟然直接镇压全场。张首富的事，你们自己慢慢聊吧，我累了。说着，沈若冰转身上楼，丝毫不在意沈家众人的脸色。沈天雷等人怒火冲霄，但硬是不敢去找沈若冰的麻烦。这位一向强势的侄女，他也怕呀。而且这些年沈家的崛起还全靠沈若冰，他们还真不好得罪。沈天雷夫妻只好调转枪口炮轰沈天风，直接拿公司的问题来说事。大哥，我需要一个解释。你别怪我心直口快，但谁都能看到你当董事长的这些年，公司没少出问题啊。就比如3年前和现在，就因为你是董事长，连你女儿都看不起我们二房，敢跟我叫板。你要是解决不了这次的欠款，我看还是趁早退位让贤吧，不然老沈家的基业迟早会败坏到你的手上。这一次可没人给你顶罪了。沈天风自知理亏，憋红了脸说道：我做生意是大胆了点，但我在位期间让沈氏集团的规模翻了整整1倍。妇联替自己的老公说话，就是某些人真是不要脸，享受着我老公带来的红利，放下我还要骂娘。韩立针锋相对，那你们倒是把这次的贷款还了呀，要是还不了，沈氏集团就要破产了。此言一出，沈天风再无话可说。是啊，要是真的破产了，多大的基业都是假的，但没有张首富的支持，那几千万的贷款该怎么还？唯一的指望就只能落到自己大女儿身上。他左思右想后说道：我去和王总交涉一下，尽快举办王贤侄和若冰的婚礼，最好下周就举行。我问问他，看能不能拿下张首富手中的那个项目，交给咱们沈家来做，这样咱们就能渡过难关了。沈天雷闻言只好压下怒火，这样最好，你这女儿越来越不听话了，就应该让王少好好管教一下。第4章，小姨子，姐夫我补偿你。婚房内，楚风正收拾着家，忽然又有敲门声响起。他皱了皱眉，今天怎么这么多人上门？灵儿。他打开门，然后愣住了，看着门外的玉人，微微有些恍惚。这丫头和3年前真是一模一样，还是那么的甜美可人。沈灵儿看着楚风，满眼的心疼。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经历了3年的牢狱之灾后，变得内敛朴实无华。他赶紧收拾好心情，笑着道：姐夫，你和我姐的事我刚听说，你不能因为离婚就不认我这个小姨子啊。楚风哑然失笑：是啊，差点忘了，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姨子。和沈若冰结婚的那段时间，其他沈家人都看不起他，但沈灵儿是一个例外，真心将他当成了姐夫，总是找他来玩。3年过去了，这丫头一点没变。楚风笑着道：我当然认，只要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姐夫就行。沈灵儿很是振奋，王震是什么垃圾，还是自己的姐夫最好。他走过去握住楚风的胳膊捏了捏，鼓着嘴说道：姐夫，你瘦了。楚风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想什么呢？我哪瘦了，其实还胖了3斤。沈灵儿不信，就监狱里那清汤寡水，不饿死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胖？但他不知道的是，身为囚笼之主，楚风不说天天吃满汉全席吧，也是山珍海味不断，根本不存在饿这一说。沈灵儿来时带了好几份蛋糕，不由分说的打开，摆在楚风的面前，想着让他好好吃一顿。楚风有些无奈，但心中却是一暖，灵儿能有这份心，让他很开心。沈灵儿打量着这座婚房，心中暗暗吃惊，布局竟然和3年前一模一样，这一看就是姐姐的手笔。难不成姐姐心里其实还是喜欢着姐夫吗？但是她又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真是让人搞不懂。她看向遭到沈家背叛，现在一无所有的楚风，歉疚地说道：姐夫，我没想到姐姐和家族会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我代他们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楚风温柔地看着沈灵儿：不用说对不起，这跟你没关系，人各有志，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沈灵儿坚定说道：这不行，我们沈家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你替沈家付出了这么多，我姐姐跟你离婚是她的不对，他们不补偿你，我来补偿。楚风只当他是在开玩笑，随口问道：那你准备怎么补偿我啊？沈灵儿刚要说话，却一时语塞。对啊，自己该拿什么补偿姐夫？
金钱、房子，拿这些物质的东西做补偿，姐夫会要吗？那不是侮辱人吗？至于权力，她一个小家族的二小姐，吃喝玩乐没问题，但还真没什么能量。可是话已经说出口，要是不说个所以然出来，自己脸就丢大了。忽然，她想到了一个姐夫缺少的，但他能给的东西。沈灵儿头脑一热，脱口出道：“姐夫，你要老婆不要？”说完，沈灵儿脸色刷一下红了。但一个大胆的想法已经在他的心里成型，并且挥之不去。楚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笑着问道：“难不成你想介绍我去相亲？”不是。沈灵儿用力的摇摇头，自信满满的指了指自己：“姐夫，你看我怎么样？”听到这话，楚风终于察觉出了不对劲。难道……沈灵儿迫不及待的开口了：“没错，我们结婚吧。沈家欠你一个老婆，我就把我赔给你，这个补偿怎么样？”看着灵儿期待满满的表情，楚风的神色变得有些怪异。灵儿，你就不要开玩笑了，我是你姐夫，你是我小姨子，我们两个要是结婚，别人怎么看？沈灵儿一脸认真：“我没跟你开玩笑，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楚风摇摇头：“我只是一个劳改犯，名声不重要，但你不一样，婚姻大事不是头脑一热就能决定的，我不想毁了你的未来。”沈灵儿心中一暖，都这个时候了，姐夫还关心她，自己没看错人。见楚风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答应，沈灵儿决定激将他一下：“姐夫，不是我说你，就算你离婚了，难道就不关心姐姐的未来吗？他最近跟王震那家伙走得很近，但王震你又不是不知道，江州有名的纨绔，无恶不作，你忍心看着姐姐跳进火坑吗？”楚风闻言，心中也感觉一阵不舒服，心爱的女人即将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任谁也高兴不起来。但他还是摇了摇头：“我听说了，可他们不是两情相悦吗？那个王少还送了他那么多礼物，我又何必横插一脚？”沈灵儿美目一瞪，怒道：“姐夫，你是听谁说的？我姐从来没有收过王震的礼物，全都退回去了。她是被爸爸妈妈强拉去和王震虚与委蛇的，我敢肯定，姐姐绝对不会看上王震那种人渣。”楚风一愣，这是沈若冰的秘书冯晴亲口跟他说的呀，怎么到了灵儿的口中就彻底不一样了呢？随即，楚风就意识到沈若冰在监狱门口的话很可能是在骗自己。他不相信3年前自立自强、立志成为职场女强人的沈若冰会甘愿成为一个纨绔大少的女人。如果沈若冰真是被逼和王震结婚的话，那他可就该好好管管了。沈灵儿见自己的激将有效果，为了坚定楚风的想法，他故意道：“其实我姐姐没有放下你，我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所以啊，姐夫，你和我结婚吧，这样你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阻止这场闹剧了吗？咱们只是领个证做戏而已，又不是来真的。我找你结婚，除了补偿你之外，也有自己的原因。”楚风心思一动，沈若冰也没有放下他吗？他紧接着又是一愣，做戏，莫非小姨子也遇到什么麻烦了？沈灵儿骄傲地昂起小脑袋：“我这叫天生丽质难自弃，追我的人能从城东排到城西，让我烦不胜烦啊！”说着，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厌恶地说道：“尤其是一个叫周小辉的家伙，格外的恶心。这家伙对我死缠烂打，都已经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所以我想找一个人假结婚，彻底甩掉他。但找别人，我担心会引狼入室。而姐夫你就不一样了，人品有保证，所以我才想和你领证结婚的。”楚风算是听明白了，你这是想找我当挡箭牌啊？第5章，和小姨子假结婚。最终，楚风答应了沈灵儿的请求，结婚就结婚吧，反正只是领个证而已，正好帮灵儿解决掉一些不知分寸的蚊子。除此之外，楚风还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想离沈若冰近一点，看看他究竟对自己还有没有情意。沈灵儿见楚风终于答应，松了口气，要是再不答应，他就该怀疑是不是自己魅力有问题了。姐夫，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回去拿户口本，明天就去民政局。楚风还能说什么？只能由着这个思路清奇的小姨子乱来。那我就先走了，咱们明天见。沈灵儿兴冲冲地说着，准备回家去拿户口本。路上，他正开着车往家里赶去，忽然一辆豪车拦住了他的去路，将他硬生生逼停。一名穿着定制高档衣服的年轻男人走下车来，手捧着鲜花来到沈灵儿面前，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帅气的笑容，道：“灵儿，今晚有约吗？要不一起去吃个饭？”沈灵儿没好气地说道：“周小辉，你别用灵儿这种称呼来叫我，我们还没有那么熟。今晚我有人陪了，你别问是谁，反正不是你。”周小辉脸色一僵，晚上有人陪了？他赶紧道：“我觉得我有必要过问一下，今晚你和谁去在一起？毕竟我可是你的未婚夫啊。”沈灵儿翻了一个白眼，嫌弃地说道：“你什么时候成了我未婚夫了？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追求。”周小辉是江州二流世家周家的大少爷，虽然同为二流世家，但周家的势力要比沈家强出不少。偏偏沈家跟周家交好，他爸爸妈妈也很看好这门亲事，因此周小辉越发得寸进尺，像是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周小辉叫道：“伯父伯母已经答应了咱们两个的婚事，你过门是迟早的事，好好说清楚，今晚你要去哪，不然我就告诉伯父伯母。”沈灵儿无语了，
这家伙就知道告状，偏偏还非常管用。他灵机一动，煞有介事地说道：“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今晚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不仅如此，过2天我们就会领证。”什么？周小辉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沈灵儿见到周小辉气急败坏的神情，心里别提多开心，装作淡然的样子说道：“我和我男朋友约会，难道还会告诉你吗？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领证了，才不再隐瞒而已。你要是对我们的婚礼感兴趣，我倒不是不可以给你发一张请柬。”周小辉还是不信，用力的摇头：“不可能，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男朋友，一定是编出来骗我的。我没见你最近接触过别的男人，总不可能是跟楚风那个刚出狱的劳改犯结婚吧？”沈灵儿眨巴眨巴眼睛，该死的，还真让这家伙歪打正着猜中了。他迅速反应过来，斩钉截铁地说道：“当然不是。”那是谁？周小辉进一步追问。沈灵儿事先没有准备，情急之下只好信口胡诌：“我男朋友啊，他是省城里来的大人物，权势滔天，年少多金，一个能顶100个你。至于他的名字嘛，说出来我怕吓死你，所以就先不告诉你了。总之，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趁早死心吧。”周小辉被这番话给震慑住了。沈灵儿这说的未免也太玄乎了，他真有这样的大人物当男朋友？但理智告诉他不太可能。灵儿，你以为空口说2句话就能骗得了我吗？你说你有一个省里来的男朋友，那倒是拿出点证据啊。周小辉不依不挠道。沈灵儿没有露出丝毫破绽，高傲地哼了一声：“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等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我男朋友是谁了。又或者，你现在就可以调查他，只要你不怕死的话。”听沈灵儿说的有鼻子有眼，周小辉又有些不确定了。至于让他去调查一位省城的大人物，他可不敢，不然哪怕他是周家大少，也会惹火烧身。沈灵儿见终于把对方唬住了，心中一松，严厉说道：“还不快走！”周小辉心中哪怕再不情愿，也只能抱着花灰溜溜的离开，自己邀约不成，反而被狠狠呵斥了一顿，快气炸了。回到车上，他立刻给沈天风打了一个电话，想要确认：“喂，伯父，您知不知道灵儿她有一个男朋友？听他说还是省城里来的大人物，不知道是真是假。”“什么？您也不知道？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看起来却有其事，要不您回头问问他。”“好，那我先挂了。”另一边，沈灵儿捶了捶方向盘，扶着额头直叹气：“完了，牛皮吹得有点大了，但不这么吹嘘，肯定吓不到周小辉。”他只好原路返回，找楚风诉苦。听完刚才发生的事，楚风有些无语：“周小辉来纠缠你，你用这种办法赶走他我可以理解，但你刚才对男朋友的描述，貌似和我完全不搭边吧？”沈灵儿苦着小脸说道：“我能有什么办法吗？总不能说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就是你吧？我要是说了，我爸和我妈会打死我的。我估计现在周小辉已经打电话告状去了。”说着，他眼睛一亮道：“要不这样吧，姐夫，你来伪装成省城里来的大少爷吧，我给你办张省城的电话卡，用电话和我爸妈交流，尽量拖着不见面，等见面的时候再说。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楚风无奈：“既然我都知道了你的难处，难道还能拒绝吗？这算不算上了你的贼船？这丫头哪是在补偿他，分明是在拉着他眼无间道。”沈灵儿欢呼一声，扑过去抱住了楚风：“姐夫你最好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来，咱们先串一下口供。第6章，姐夫，你装的太像大人物了吧？”沈灵儿琢磨了一下，认真的分析起来：“姐夫，人家大人物得有人脉，得有逼格，出场方式也必须与众不同，就算装，咱们也得装得像一点。”楚风有些疑惑：“这还用装吗？按照你的标准，我本来就是大人物啊。”他无奈道：“其实我一直都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但是到如今，我只能摊牌了，我就是大人物。”沈灵儿一拍穿着黑丝诱人无比的大腿：“啊，对，就是这种感觉，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认定自己是大人物，一定要有这种盲目的自信，这样才能不被别人看出破绽。”楚风闻言哑然失笑，这年头怎么说真话都没人信了呢？自己真的是大人物啊！楚风掏出手机准备证明一下：“喂，张半成吗？给我把天府酒楼天字号包厢包下来，这段时间我随时会去。”说完，楚风挂断了电话，忽然发现沈灵儿正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哇，姐夫，你刚才装的也太像了吧！如果不是我了解你，恐怕真要被你唬住了。你是在哪磨练过演技吗？简直就是影帝级别。”说着，沈灵儿摸了摸光滑的小下巴说道：“不过你这一开口就是张首富，吹牛吹的是不是有点大啊？”楚风认真的说道：“其实张首富已经是我认识的人中身份和地位最低的一个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叫神龙店主、黑神这些人了。”不用。沈灵儿赶紧摆摆手：“你说的这些人物都太大了，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算是真正的省城大少，都请不到这些大人物。张首富就足够了，牛皮吹再大就不好收场了。”楚风古怪的说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只要我一句话，他们都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见我。沈灵儿却说道：好了姐夫，咱们现在没外人，没必要装这么像的，不过你有这么厉害的演技，我也能放心了。楚风闻言沉默了半晌，才无奈的摇摇头，自己说真话怎么就没人信呢？算了，随便灵儿怎么想吧，反正等事实摆在他面前，他肯定会相信。沈灵儿站起身，打量了一下楚风现在的穿搭，摇摇头道：姐夫，我爸妈随时可能见你，你不能穿这么土了，我去给你买身高档西服，你也去把头发理一理。楚风耸了耸肩，没必要吧，我这样挺好的，我这气质穿什么都掩盖不住我的优秀。沈灵儿翻了一个白眼，说你胖你还真的喘上了，我不管，你必须听我的，老婆大人的话就是天，你要提前适应，明白了吗？楚风无语，明明是假结婚，怎么说的和真的一样了？他一脸无所谓，行吧，你高兴就好。沈灵儿这才满意点头，不知为何，一想到马上就要和姐夫结婚领证，他的小心脏就扑通扑通直跳。他告别楚风，回到沈家，果不其然，一进门就面临着二堂会审，父亲沈天风，母亲傅莲，两人都板着脸，一副随时准备大义灭亲的样子。沈灵儿感到一阵心虚，爸妈，你们怎么都在啊？沈天风一拍桌子，别给我打马虎眼，今中午的事还没有算，你就又给我捅出了篓子。傅莲说道：你和你那个神秘男朋友的事，我已经听小辉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早点坦白，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沈灵儿没有露怯，正色道：当然是真的，我跟我男友的关系可好了，过2天我们就要领证。对了，咱家的户口本呢？我去民政局领证的时候要用。你这个逆女，真是气死我了！沈天风捂着胸口，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自己宠爱了20多年的女儿，不声不响地说自己交了一个男朋友，而这个男朋友他连见都没见过，女儿就伸手问他要户口本，要和那个混小子领证。稍微一想想，他就感觉自己高血压都要犯了。傅莲赶紧揉了揉沈天风的胸口，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沈灵儿：你就别气你爸了，小辉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去跟别的男人谈恋爱？要是你被人骗了怎么办？就像你姐，差点一辈子被个劳改犯给毁了。沈灵儿低着头，要是让爸妈知道了自己要结婚的对象就是他们口中的劳改犯，自己会不会被打死？所以绝对不能暴露。沈灵儿调整好心态，一副底气十足的模样说道：周小辉有什么好的？他就是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难道他告状的时候没跟你说吗？我男朋友可是省城来的大少爷，身世显赫无比，就连咱们市的张首富都对他马首是瞻。我跟他结婚，咱们沈家不得直接起飞喽！听着沈灵儿信誓旦旦的话语，沈天风等人都被唬住了几秒，但很快他们就反应了过来，省城大少哪有那么好见的？再说了，没见哪个省城大少藏头露尾不敢见人的，要么这个大少是假的，要么灵儿就是被人骗了，是真大少的几率不足1%，多半女儿是在撒谎骗他们，以此来逃避即将和周小辉定下的婚约。沈天风气急反笑：好啊，说的倒是有板有眼，那我问你，敢不敢把你男朋友叫来见我们？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做主让你们明天就闪婚都行。沈灵儿暗暗叫苦，她怎么敢把楚风带回来见爸妈呀？怎么着也得等领证以后再说。她心思急转，只好说道：我男朋友手底下好多项目呢，分分钟几千万上下，很忙的。沈天风皮笑肉不笑：是吗？那你问他什么时候有空，我等得起。沈灵儿又出问题道：最早也得是3天后，而且我男朋友身份那么尊贵，让他来见你们是看不起他，想见他就得你们自己去拜见。沈天风和傅莲闻言大怒，这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蹦，这世上只有女婿拜见岳父岳母的道理，什么时候有过岳父岳母拜见女婿的先例？这简直有违人伦，要是传出去了，还不得被人笑死？而这正是灵儿想见到的，她就想让爸妈知难而退，拖着双方不见面。然而她低估了沈天风的决心。沈天风冷笑一声：你越不想让我见，我就偏要见，拆穿你这个逆女的谎言。好，3天后我就去拜访这位高高在上的女婿，如果是假的，你就乖乖的去和周家公子结婚。啊！沈灵儿傻眼了，她没想到爸妈竟然真的同意了如此苛刻的要求，她只好硬着头皮说道：那好吧，我去安排安排。第7章，你们首富小张的靠山就是我。3天之后，天府酒楼门口，沈灵儿帮楚风整了整身上的灰色高档西装，满意的点点头。果然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姐夫你现在太帅了，这笔挺的身材简直是男模级别。楚风摸了摸脸上的面具，有些无奈：我面具都戴上了，你是怎么看出来帅的？而且这面具也太蠢了吧，能不能不戴？沈灵儿用力的摇摇头：绝对不行，你不戴面具直接就暴露了。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想到的好办法，既能让父母和楚风见面，又不用暴露出楚风的真实身份，自己简直太聪明了。楚风无语了，谁家正常人天天头上戴个面具啊？算了，我们进去吧，天字1号房已经准备好了。
沈灵儿愣了愣，吃惊的张大小嘴。天府酒楼的天字1号房？真的假的？我还从来没去过呢，听说光包厢的费用没几10万都下不来。能在天字1号房吃饭的人，无一不是达官显贵啊。姐夫，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楚风微微一笑，我让朋友给我预定的，做戏做全套吗？沈灵儿眨了眨眼睛，可是我记得天府酒楼是张首富的产业吧？什么朋友有这么大的面子？你猜对了，就是张首富。楚风认真说道。沈灵儿感叹道：姐夫你可真会装，简直滴水不漏啊！要不是我知道，真以为你和张首富认识呢。楚风微微一愣，无奈的摇摇头。问题我说的是真话啊。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带灵儿走了进去，亮出一张黑卡，大堂经理便亲自上阵，恭敬地将他们请进了一座奢靡无比的包厢内。沈灵儿在包厢里坐了坐，体验了一番达官显贵的享受后，看了看时间，站起身：姐夫你准备一下，我爸妈马上就来了，我去接他们一下。说着他走下楼，等了一会，一辆车驶了过来，走下3人：沈天风、傅莲以及周小辉。沈灵儿好看的眉头立刻皱起，走上前不满地说道：爸妈，你们怎么把周小辉带来了？沈天风道：小辉这孩子热心，亲自送了我们一趟，就让他一起过来了，他也是一片好心。沈灵儿相当不满：你们见的是我男朋友，他来有什么用？周小辉脸色有些尴尬，勉强笑道：灵儿，我这不是替你把关吗？最近骗子特别多，你要是上当受骗了怎么办？沈灵儿冷哼一声：行行行，既然你非要来自取其辱，我不拦着，马上就让你看看你和我男朋友的差距。说是这么说，但沈灵儿心里还是挺慌的，如果露馅了，一切都全完了。希望姐夫不要怯场啊。沈灵儿带着众人来到了天字1号房门口，推门而入。站在门口，沈天风夫妇吃惊不已。天府酒楼天字1号房的名头，他们如雷贯耳，是江州最高档的地方，难预约极了。如今女儿的神秘男朋友吃顿便饭都要在这里，难不成真是省城来的大人物？周小辉酸溜溜的嘀咕：吃个饭而已，包大几10万的包厢，和冤大头有什么区别？肯定是打肿脸充胖子。3人走进包厢，立刻被房间的豪华震惊到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坐在主位上一个气质高贵无比的年轻男人。年轻男子的上半张脸戴着黑金色的面具，只能看到那深邃的眼眸，似乎一不留神就会被吸进去。那浓浓的上位者气质让沈天风等人下意识的局促不安起来。沈灵儿心中暗赞：姐夫装的真是太像了，完全不像装的。但很快沈天风等人就反应过来，见个岳父岳母还戴什么面具，装神弄鬼。楚风淡淡开口：都坐吧。众人落座，沈灵儿坐在楚风身边，抱着他的胳膊，看起来亲密无比。这一幕看得周小辉脸都绿了。一个个高档菜上桌，沈灵儿说道：爸妈，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赶紧问吧，我男朋友可是很忙的，手头还有一大堆项目要做呢。周小辉迫不及待的想要揭穿楚风的老底，抢先说道：我是周小辉，灵儿的青梅竹马。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戴了个面具？在自己人面前没必要藏头露尾吧。楚风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周家的小角色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周小辉脸色一僵，随即露出深深的羞恼之色，就连沈天风夫妇也面露不愉。见个面连个名字都不说，这架子摆的也太大了吧。沈灵儿暗暗啧舌，姐夫这装的也太过了吧。他连忙补救道：爸妈，你们有所不知，我男朋友身居高位，如果被人知道他身在江州还跟我谈恋爱，肯定会遭到一大堆记者的围追堵截，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他的真名和真面目都是不能暴露的。沈天风不悦道：那你总得告诉我他姓什么吧。沈灵儿犹豫了一下道：他姓楚。姓楚？夫妇2人的眉头都是一皱，联想到了一个人，怎么2个人都姓楚？沈天风思索了一番，却没想到省城里有能对得上号的姓楚的大人物，要么这个人是假货，要么这个姓也是假的。不过沈天风并没有表现出心中的怀疑，微笑着试探道：原来是楚贤侄，听灵儿说你是省里的大家族出身，不知在哪高就啊？楚风想了想，认真道：我无业。无业游民。沈天风夫妇和周小辉都是一愣，这个姓楚的小子要是什么资产都没有，别说他是省城来的，就是京城来的也不好使。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穷人依旧是穷人。3人正要质疑时，楚风又不紧不慢地开口了：不过呢，我虽然无业，但手底下管着一帮人，就比如你们江州的首富小张，他的靠山就是我。此言一出，沈灵儿刚喝进嘴里的茶都要喷出来了，把张首富叫做小张。姐夫，你还能再离谱点吗？沈天风等人显然也不信，周小辉更是嘲讽道：吹牛谁不会，我还说自己是天王老子呢。有本事你去首富府，当着张首富的面说这话，保准你走不出张家的大门。顿了顿，他戏谑地说道：第一次见家长，连个礼物都不准备，你要真是省城来的大人物，能连这点礼数都不懂吗？说着
周小辉拿出了准备已久的一个礼盒，递给沈天风夫妇，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道：“伯父伯母，我们好久不见了，这是我准备的小薄礼，还请您收下。”第8章，老公你真好。看着递过来的礼盒，沈天风夫妇露出了惊讶之色。妇联笑得都快要合不拢嘴，连忙接过礼盒，打开一看，赫然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青花龙纹天球瓶。虽然妇联不识货，但也知道古董的贵重，连忙问道：“小辉啊，这瓶子是什么朝代的啊？值多少钱？”周小辉谦虚的摆摆手：“这是我从一位古玩大师手中买到的，据说是明代的珍品，值100多万呢。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位大师绝对舍不得割爱。”妇联震惊了，手都有些发抖。就这么个小瓶子，值100多万？那肯定的，这可是几百年前的古董，不过贵不贵无所谓，重要的是你们二老能够喜欢。周小辉笑眯眯地说道。这番话说的妇联舒坦极了，笑得眼角鱼尾纹都多了几条，对沈天风说道：“老公，小辉这孩子就是懂事，知道你喜欢古董，破费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孩子的一番好意，你可不能辜负啊。”沈天风笑着点点头，感觉这个明青花有点不对劲，但又一时说不上来。在这种场合，他也不好揭开问，只好将心里的不对劲压了下去。周小辉见将沈天风夫妇糊弄了过去，心中松了一口气。他家虽然有钱，但也不可能掏100多万去买一个破瓶子。这瓶子是他在旧物市场淘到的，才花了1000多。他仔细检查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拿来送礼正合适。他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说不定是淘到真货了，连沈天风都没能看出破绽。妇联是越看周小辉越满意，既懂事又知根知底，是当女婿的不二之选。至于这个所谓的楚先生，连脸都不肯露，谁知道是不是骗子，他可不想承担风险。想到这，妇联的语气不由得有些阴阳起来。周家不愧是世家，教出来的孩子就是有教养，不像某些人说是省城来的大人物，结果一点规矩都没有。周小辉愈发得意，挑衅地瞥了楚风一眼。沈灵儿心中无比窝火，周小辉这个贱人就是存心来捣乱的，想盖过姐夫的风头。这时楚风一声轻笑响起：“伯父伯母，你们眼里有些不太好啊，一个假货就能让你们高兴成这样。”此言一出，妇联愣住了，看向手中的瓶子。假货？周小辉心中一惊，生怕露馅儿，先声夺人道：“你别含血喷人，这古董是我花真金白银买的，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难道你是鉴宝大师不成？”楚风淡淡道：“不信，不信就用袖子蹭一蹭瓶底，立刻就能蹭下一层灰。”妇联下意识地试了一下，果然蹭出了一层白灰，明显不是灰尘，而是工艺品做旧时残留下来的。他就算再不懂古董，也察觉到了不对，眼中露出怀疑之色。沈天风也露出了然之色，难怪感觉这座明青花不对劲，果然有问题。周小辉额头冒出冷汗，心中暗骂这个姓楚的眼真尖。他赶紧道：“伯父伯母，都怪我没认出这是假货，但我的心意绝对是真的。”沈灵儿冷笑着补刀道：“周小辉，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我看你就是故意买假货骗我爸妈，有本事你调出交易记录我看看。”周小辉的话一下卡壳了，结结巴巴了好一会，硬着头皮说道：“交易记录自然是有的，不过一时半会也调不出来，下次我给你们看。”说着说着，他灵机一动，转移了话题：“但不管怎么说，我也送礼了，不像灵儿你的男朋友，第一次见伯父伯母，竟然什么都没买，一点礼数都没有。”沈灵儿讥讽道：“那也总比你送一个假货好。要是没我男朋友出手，你能在天府酒楼天子1号包厢吃饭吗？”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楚风语气古怪的开口了：“谁说我没有准备礼物了？”此言一出，连同沈灵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姐，老公你什么时候准备的礼物？”说完，沈灵儿的脸色猛地一红，羞涩极了。没办法，她既不能叫楚风名字，直接叫男友又太生硬，只能直接叫老公了。听到这一声老公，周小辉的脸色就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看。楚风微微一笑，身为囚笼之主，哪怕他不说，手下人也会将事情安排的滴水不漏。他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紫檀木盒，缓缓打开，红丝绒布上放着一只通体没有丝毫杂色的羊脂白玉手镯，光看卖相比那个赝品明青花强了不知道多少。沈灵儿和妇联看到这只手镯，立刻就挪不开了眼睛。身为女人，她们最喜欢这种珠光宝气的首饰。妇联立刻露出了笑容：“小楚有心了，没想到给我准备了这么漂亮的一只玉镯子。”楚风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别误会，这是给我女朋友准备的。”说着，他取出玉镯，牵起沈灵儿的手，在他发愣的目光中，将镯子戴在了他的手上。沈灵儿感觉这个玉镯入手一点也不冰，相反温润无比，不似凡物，不由暗暗称奇：这假货还挺真啊，不知道姐夫是从哪淘到的。妇联见状，脸色有些黑，她乃得罪女儿这个男朋友了，竟然摆脸色给他看。殊不知他得罪楚风的地方多到数都数不清，哪怕是逢场作戏，楚风也懒得给妇联面子，反正都是送礼，直接将礼物给灵儿不香吗？喜欢吗？楚风语气温柔地问道。沈灵儿脸色红红的点点头：“喜欢，
不过这个镯子是不是很贵啊？楚风笑着道：“也就1000万出头而已，不算什么，只要你喜欢就好。”沈天风等人都惊呆了，1000多万，这也太好了吧！只有沈灵儿以为楚风是瞎说的，心中暗叹：姐夫是真敢吹啊！看两人郎情妾意，周小辉忍不了，冷声道：“你说1000多万就是1000多万，不就是个玉镯子吗？造假更简单，说不定是石头或者是玻璃做的。”沈灵儿反驳道：“你胡说什么呢？我男朋友送我的镯子，一摸就知道是真的，有本事你造一个出来让我看看。”周小辉不依不挠道：“灵儿，我是担心你上当受骗，要不这样吧，我请一位专业鉴定师鉴定一下怎么样？”楚风看着他，语气微冷：“你是在质疑我的身份？难道你觉得我连个1000多万的手镯都送不起？要是想请鉴定师检验真假，随便你，但你如果这么做了，那么周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周小辉听到这话，感觉浑身一冷，汗毛根根竖起，他隐隐有一种感觉，对方说的是真的。第9章，你真是我的好女婿啊！周小辉不敢赌，一旦赌输，得罪的可是一位省城的大人物，周家说不定都要跟着他完蛋。他顿时缩卵不说话了。沈天风见状，笑着打起的圆场。楚贤侄不要见怪，小辉这孩子心直口快，其实也是一片好心。楚风目光淡漠，似乎不将这一切放在眼里。楚风不接话，沈天风整个人尬在了当场，让他憋闷无比。这架子摆得未免太大了。傅莲的态度却恰恰相反，自从看到楚风掏出那只玉镯后，眼神里就带上了几分讨好，一出手就是上千万的大礼，比周小辉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省城大少的身份肯定假不了，这样的大人物能看上他的女儿，可得赶紧拴牢了，自己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就靠这位好女婿了。小楚啊，你对灵儿的好，我这个做母亲的都看在眼里，把女儿交给你，阿姨很放心。傅莲言之凿凿地说道，刚才对楚风的不满一扫而空，前倨而后恭，让楚风思之发笑。势利眼就是这样的，稍微露点财力就恨不得倒贴。沈灵儿见状，虽然对妈妈的做法有些不爽，但总归是把她骗过去了，心里松了一口气。爸妈，既然我男朋友你们已经见过了，是不是应该商量领证的事了？咱家的户口本呢？沈灵儿趁热打铁问道。傅莲正要答应，却被沈天风拉住，后者微笑着道：“这个不急，领证不差那1天2天。下周你姐姐就要和王少举办婚礼了，当天你们领证，岂不是双喜临门？对了，楚贤侄要不要来参加灵儿姐姐的婚礼？”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让沈灵儿都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没说不让结婚，只是晚几天，如果非坚持要马上结婚的话，肯定会引起怀疑。当然，这些都是小事，他最担心的是楚风得知姐姐下周结婚后的反应。说实话，这件事他都很震惊，姐姐才刚和姐夫离了婚，过了不到1周就和别人结婚，这不纯纯搞姐夫的心态吗？他很担心楚风的精神状态。下周结婚？楚风轻声呢喃，表面上虽不动声色，但藏在桌下的手指节已被捏得雪白。想到心爱之人即将和别的男人走进婚姻的殿堂，心头就一阵难受。但听灵儿说沈若冰是被逼无奈，是真是假，亲眼看看就能知道。如果能腾出时间，我会去。楚风压下万千思绪，平静地说道。傅莲笑呵呵的道：“太好了，那到时候小楚你可一定要来啊。”吃过饭，沈天风看了看时间道：“时候不早了，楚贤侄你忙吧，我们就先走了。”说着带着傅莲和周小辉就要走。楚风淡淡点头，沈灵儿站起身道：“爸妈，要不我送送你们？”傅莲赶紧摆手道：“不用送，你好好陪着小楚就行了。”天府酒楼外，沈天风先把傅莲给送了回去，看向身边闷闷不乐的周小辉，问道：“小辉，你觉得那个姓楚的年轻人怎么样？”周小辉心里很想发火，问我这个是存心羞辱我是吧？但这种想法肯定不能显露出来，他老老实实道：“我就算说他不行，又能如何？人家可是省城的大人物。”沈天风神秘一笑：“你真觉得他送灵儿的那只手镯值1000多万？”周小辉猛地一愣：“沈叔叔，您的意思是？”沈天风摇摇头，模棱两可道：“我也不好说，毕竟那个镯子在灵儿手上戴着，珍贵与否咱们都看不出来。但我总觉得里面有一定的猫腻。”周小辉越听眼睛越亮：“是啊，灵儿不知道听信了姓楚的什么花言巧语，对他死心塌地，肯定分辨不出玉镯的真假，自己就不应该被吓住。如果请鉴定师的话，姓楚的早就被揭穿了。”想到这，他迫不及待道：“沈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找个办法试探出那小子的斤两，让灵儿认清他的真面目。”沈天风笑着点点头，目光深邃，三言两语之间就把周小辉这个傻孩子忽悠去跟那位弄不清身份的楚贤侄作对。这样一来，如果灵儿的男朋友真的是省城大少，他不会得罪人；如果不是，也可以直接借周小辉之手除掉他，省得灵儿怨恨自己，而他只需要坐收渔利就行。天字1号包厢内，沈灵儿摸着手上的玉镯，惊叹道：“姐夫，你从哪弄来这么逼真的玉镯子？
简直跟真的没区别了。不过这么做危险太大了，要是遇到珠宝鉴定师就暴露了，以后还是不要戴了。楚风懒得解释什么了，无奈道：既然你觉得是假的，那就是吧。不过这镯子我劝你还是好好收起来，别扔了。沈灵儿点点头，珍惜的把玉镯收起来，这可是姐夫送她的礼物，她肯定会好好保存。两人正要离开之时，沈灵儿的手机忽然响起，她掏出手机一看，原来是闺蜜陈雪打来的电话，接通问道：雪儿，找我什么事？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对面传来一个清灵的女声，没好气的吐槽了一句，然后赶紧八卦道：对了，我听说你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男朋友，还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灵儿你不地道啊。沈灵儿吃惊，陈雪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随即她反应过来，肯定是周小辉那个大嘴巴，简直就是只苍蝇，又烦人又恶心。她想了想，糊弄道：让你知道还了得？那还能叫地下恋情吗？陈雪幽怨道：你这是不把我当好姐妹，再这样你会失去我的。那你说你要怎么地吧？这样吧，2天后我生日，带你男朋友一起来参加，我就原谅你。沈灵儿闻言心里犯了难，如果是别人随便糊弄糊弄就完事了，但陈雪不一样，是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她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两人之间的对话，楚风听了个七七八八。灵儿闺蜜的生日会，自己理应去撑撑场子，便点了点头。这个叫陈雪的女孩，楚风以前也见过，人挺不错。沈灵儿给了楚风一个感谢的眼神，然后一口答应了下来。挂断电话，灵儿吐了吐舌头：对不起啊姐夫，又给你添麻烦了。楚风笑着摇摇头：都是小事，而且我最近也没事做，就当是去散散心了。2天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到了陈雪生日当晚。在出发之前，楚风忽然接到了张半成的电话：楚先生，您今晚有时间吗？我在帝豪酒店设了宴。楚风看了看行程，发现巧了，陈雪生日会订的酒店也在帝豪，不过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你自己吃吧，今晚要参加朋友的生日。是吗？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张半成遗憾地叹息了一声。挂断电话没多久，灵儿来了，楚风戴好面具，和他一起赶往帝豪。第10章，揭穿楚风真面目。帝豪酒店大厅，楚风和沈灵儿赶到时，正好看到一帮西装革履的大人物正簇拥着一位老者上楼。虽然只是背影，但沈灵儿还是认出了对方，吃惊的张大小嘴。是张首富，他也来帝豪用餐了吗？他有些感叹，能和张首富在一个地方吃饭，咱们真走运。楚风挑了挑眉，这算什么走运？刚才小张请我去，我都懒得去。沈灵儿赶紧捂住楚风的嘴，惊慌道：姐夫，这回你就别拿张首富吹牛逼了，要是被他或者他的手下听到了，咱们就完蛋了。楚风拿开他的小手，认真道：我没开玩笑，就算被听到了又怎么样？最多就是张半成拜见我的时候会比较引人注目而已。沈灵儿彻底无语了，姐夫，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楚风心中无奈，灵儿为什么就不信呢？难道要自己拿出证据才行？这时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灵儿！两人循声看去，一个穿着火辣有着魔鬼身材的美女走了过来，她就是陈雪。虽然名字带了一个雪字，但性格却与名字截然相反，热情开朗，是个十足的辣妹。雪儿，生日快乐！沈灵儿迎上去抱了抱好闺蜜。陈雪没心思跟她腻歪，看向一旁的楚风，直入主题：这就是你的那位神秘男友？果然神秘，竟然还戴了面具。灵儿，他到底是谁啊？沈灵儿也算熟能生巧，张口就来：我只能说我男朋友的身份超级厉害，知道太多了对你没好处。陈雪撇撇嘴，没那么容易被糊弄，但既然沈灵儿不愿意说，她也不好再问，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找出闺蜜男友的真面目。她看向楚风，嫣然一笑：我是陈雪，灵儿的闺蜜，请问你怎么称呼啊？楚风正要回答，沈灵儿抢先道：我老公姓楚，你叫他楚哥就行了。陈雪没因为这个姓往楚风的身上联想，只是暗暗吐槽，灵儿把这个男朋友看得也太紧了，自己又不会抢他的。她也没多想，笑着道：先进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包间，其他人差不多都到了。好。三人一同走进预定的包间，里面坐着陈雪的一大帮朋友，看到陈雪来了，纷纷上前祝贺。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沈灵儿却看到了一个最不想见的身影，周小辉。阴魂不散，就知道这家伙将消息走漏给陈雪，没安好心。灵儿，好巧啊！周小辉上来打了个招呼，说着他打量了一下沈灵儿光洁的手腕，发现他没带楚风送的手镯，更确定了那手镯是假货的想法。沈灵儿抱住了楚风的胳膊，嫌弃地看着周小辉：别叫得这么亲密，不然小心我让我男朋友揍你。周小辉注意到沈灵儿饱满的酥胸已经蹭到了楚风的胳膊上，香艳无比，脸色不由得一黑。他追求沈灵儿这么久了，连手都没牵过呀。周小辉看向楚风的目光愈发冰冷，心道：姓楚的你给我等着，看我待会不把你那层假脸给剥下来。祝贺完陈雪后，
众人落座，戴着面具的楚风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尤其是看到他跟沈灵儿坐得那么近，引起了所有男生的嫉妒。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这位兄弟，请问你是？”周小辉阴阳怪气的开口了：“张海，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位可是号称省城来的楚少，就连咱们江州数一数二的美人沈灵儿都对他迷得不行。”在场众人听到省城大少的名头，震惊极了。他们这些小城市小家族的圈子中，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大人物。眨眼间，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带上了恭敬和讨好。然而，还没等众人的表情摆好，周小辉又道：“哎，我说的是号称，这位楚少到底是不是省城大少，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我想，要他真是省城来的大少爷，应该不会干出送女朋友假手镯的事。”此言一出，一片哗然，众人都变得失望起来，还以为遇到贵人了，原来是个骗子。酝酿的讨好的话全用不上了，这不是浪费感情吗？面对周小辉的突然发难，沈灵儿猛地站起身，怒视着对方：“周小辉，你少扯淡！我老公送我的玉镯，怎么就是假的了？”周小辉摊了摊手，诚恳道：“灵儿，不是我说，一个玉镯子1000多万，这么浮夸的话，我就是想信，那也不敢信啊！1000多万的玉镯，不说是周小辉和其他人了，就连陈雪也感觉闺蜜是遇到骗子了。她赶紧道：“灵儿，你男朋友送你的玉镯，你找人鉴定过吗？千万要分辨清楚。”遭到这么多的质疑，沈灵儿心里充满了压力，因为所有人猜的都没错，楚风不是省城大少，但她清楚，越到这个时候就越不能露怯。她大声道：“都住嘴，别吵了，玉镯是真是假？难道我还能不清楚吗？周小辉，你闹事能不能分场合？今天是雪儿的生日，你想喧宾夺主吗？”周小辉不依不挠道：“其实证明这位楚少的身份是真是假很简单，他曾亲口说过张首富是他的小弟，现在张首富就在楼上吃饭，有种的就去把张首富请来，如果姓楚的你能做到，我当场给你下跪道歉。”说着，他看向楚风，目光中满是戏谑：“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跪下给我磕100个响头，然后爬出帝豪酒店。”话音落下，包间门口出现足足4名彪形大汉。周小辉指着4个打手，恶狠狠地对楚风威胁道：“他们作为监督，你要是敢赖账，就废你4只。”一片哗然，这个姓楚的面具男竟然说张首富是他的小弟，我没听错吧？要知道，张首富的财富比大部分的省城家族都要多了，听他吹呢，一只假镯子都能吹成1000万，还有什么是他不敢说的？周少对得好，这种骗子就应该早点揭穿，当场打死，免得沈小姐误入歧途。沈灵儿听着众人的议论，气得咬紧银牙：“周小辉，你敢！”周小辉认真说道：“灵儿，你现在或许不会理解我，但这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在座的所有人纷纷附和，看向楚风这个骗子的目光带上了浓浓的鄙夷。沈灵儿有些慌了，周小辉这是铁了心要干到底，真要动起手来，他们肯定吃亏。他心思急转，对楚风小声说道：“稳住，人设不能崩，我这就去叫人。”楚风摇摇头，淡然说道：“无所谓，就这几只土鸡瓦狗，我还没放在眼里。”第11章，身份暴露了。沈灵儿焦急道：“你在胡说什么啊？周小辉叫来的那几个打手，一看就是练家子，你这个身板怎么可能是对手？”楚风无奈，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吹牛逼，但能够压服无数穷凶极恶的罪犯的他，确实没把几个打手放在眼里。只不过这些事解释起来很麻烦，灵儿也不见得会听。总之，姐夫你别露怯就行了，一切有我。沈灵儿小声说完，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站起身，气势丝毫没落下，喝道：“周小辉，你给我等着！敢为难我老公，今天不用他出手，我亲自叫人来给你尝尝记性。”说着，直接向外走去。陈雪见状，生怕闺蜜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犹豫了一下后，站起身跟了上去。包厢内，周小辉戏谑地看着楚风：“灵儿已经出去了，你还有必要装下去吗？赶紧把面具摘了，向大爷我跪地求饶，这样你最起码还能少受一些皮肉之苦。”包厢内的众人纷纷附和：“就是姓楚的你已经被揭穿了，戴个面具是想吓唬谁？真以为我们好骗啊？我告诉你，能混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是世家出身，弄死你一个小骗子跟玩一样，还不跪下？别指望沈灵儿小姐能够救你，等你的真面目被揭穿以后，最想弄死你的就是她。”面对众人劈头盖脸的谩骂，楚风只是慢条斯理地喝起了茶，看起来一点都不急。在众人快等急了的时候，楚风开口了：“你们真想见张半城？”周小辉冷笑道：“江州首富谁不想见，但你能把他请来吗？”楚风说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张半城被叫过来，看到你们如此不尊重我之后会发生什么？”众人闻言，下意识地想象了一下，随即浑身一抖。是啊，如果这个姓楚的真的叫来张首富，后者来了一看，发现众人是在消遣他，可不就把张首富给得罪死了吗？但周小辉却自认为看清了一切，根本不吃这一套，戏谑地看着楚风：“还搁着吹牛逼呢？你说的这些全都建立在你真的是省城大少的前提下，但很可惜，
你并不是。众人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差点又被唬住了，不愧是骗子，说的倒是煞有介事。周小辉一挥手，来人，给我把这小子脸上的面具扒了，我现在就彻底撕破你的伪装。是。一名打手走到楚风的身边，正欲动手，但就在这时，一道亮影慌乱地跑进了包厢，竟然是陈雪。她的衣服有被撕扯过的痕迹，步履匆匆，显然是遇到了危险。周小辉见状，先让打手停下，走过去关切地问道：陈雪，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说着，手还有意无意地往陈雪的肩膀上放，可惜被躲开了。陈雪惊魂未定地说道：我出去找灵儿的路上，被一个男人给纠缠了。闻言，周小辉顿时变得义愤填膺。什么？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连我周小辉的朋友都敢动？这种不长眼的垃圾，我一定要好好给他一个教训。虽然周小辉喜欢的是沈灵儿，但是陈雪的姿色也丝毫不比沈灵儿要差。他说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只不过陈雪的家世比沈灵儿要差一点，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但如果能同时得到两女的芳心，享齐人之福，周小辉也是丝毫不介意的。因此这种英雄救美的机会，他自然不能错过。果不其然，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语让陈雪大为感动，他感激道：那就谢谢周少出手相助了，不过你要小心，那个骚扰我的人看起来并不好惹。周小辉全然没有把陈雪的提醒放在心上，他已经被陈雪崇拜的目光给迷得忘乎所以，大大咧咧道：放心吧，我周小辉在江州都是横着走的，还从来没有怕过谁，骚扰你的那个男人要是敢追过来，我打断他的腿。他的话音还未落，就有一个戏谑的声音从门口响起：是吗？我听有人说想打断我的腿。说话间，一个穿着奢华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包间内。此人皮肤白净，长相也算帅气，但眉宇间充斥着阴戾的气息，看起来相当不好惹。他的脸色微红，散发着一股子酒气。周小辉大怒：好一个酒鬼，调戏了我朋友不说，还敢找上门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周小辉一个交代，走不出这个包间。华服男子瞥了在座所有人一眼，眼中浮现出浓浓的轻蔑，淡淡道：调戏了又如何？这个女人穿得那么风骚走在外面，我还以为是哪个陪酒小姐呢，让她过去服侍我，是她的荣幸。陈雪闻言，愤怒地看着华服男子，气得都想一巴掌扇对方脸上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他只是穿衣品味比较大胆，在个人作风上从来都干净无比。华服男子的话无疑是惹了众怒，其他人纷纷开口呵斥。周小辉厉喝道：还敢嚣张！来人，给我把这个酒鬼的腿给我打断！是。4名打手同时一应，如同4座铁塔向着华服男子压了过去。然而后者就如同没看到4名大汉一般，平静地站在原地。下一秒，一道黑影出现，几乎是眨眼之间，几拳挥出，4名大汉就应声而倒。然后那个黑衣男子就静静地站在了华服男子身边，守护左右。痛苦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包厢，让所有人看傻了眼。整整4个彪形大汉，竟然就被这么轻描淡写的秒杀了。有人脸色发白，嘴唇哆嗦。难不成这个黑衣男子是传说中的武者？武者能请得起实力高强的武者，那能是普通人？下一刻，华服男子伸手，一个清脆的巴掌就狠狠扇在了周小辉的脸上。周小辉捂着脸，恐惧地看着那位武者，一动也不敢动。华服男子抬眼看着他，冷冷问道：你不服？第12章，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一名武者站在周小辉的面前，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他敢不服吗？我服了，我服了。周小辉连忙求饶，生怕自己说慢，步了那几位保镖的后尘。他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过来，什么陈雪的崇拜，别人的吹捧都是假的，自己的小命才是真的。华服男子轻蔑地哼了一声，又看向包厢内的其他人：还有你们，哪个不服给我站出来，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护卫的拳头硬。众人缩着脑袋，屁都不敢放一个，全场鸦雀无声。不过华服男子看到其中有一个例外，戴着个面具，风轻云淡的喝茶，像是什么都不在意。但既然对方没有跳出来出头，华服男子便懒得去追究，转头一脸贪婪地看着陈雪。哪怕是他对这样的顶级美人也难得一见，这清纯的脸庞，魔鬼般的身材，无疑不再挑逗着男人的欲望。华服男子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你不是陪酒小姐，那你就是处女了？如此露骨的问题让陈雪羞愤无比，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始至终华服男子都在把她当做一个玩具看待。见陈雪不回答，华服男子也不生气，对于美女他一向很有包容心。他打量着陈雪眉宇间的青涩，笑着道：看来确实是个雏儿，你今天有福了，本大爷给你开包，让你体会一下女人的快乐。说着一把抓向陈雪。陈雪下意识的一躲，避开了华服男子的手，焦急的都快要哭出来了，连忙看向周小辉，求助道：周少，你快帮帮我。周小辉犹豫了，陈雪是他的菜，如果被别人给糟蹋的话，
他心里会很不舒服。华服青年眉头一皱，看向周小辉：“怎么，你想英雄救美，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斤两？你配吗？”周小辉吓得一缩脖子，在武者面前，他还真不配，敢强出头，只会挨一顿毒打，甚至被直接打死都不是不可能。陈雪失望地看着周小辉，刚才后者的牛皮吹得有多大，现在就有多狼狈。他又看向包厢里的其他人，一个个目光躲闪，这些昔日里称兄道弟的好友变得目光躲闪，装鸵鸟。陈雪彻底失望了，你们还是不是男人？众人都是沉默。开玩笑，华服男子的保镖可是武者呀，他们全上去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面对这种情况，明哲保身是最好的选择。华服男子看着陈雪，怪笑道：“美女，你就别挣扎了，就你认识的这些小角色是拦不住我的。我劝你还是乖乖从了我吧，这是你的福分。有多少女人想爬我的床，还没有那个门的？我不。”陈雪用力地摇着头，不断地后退着。华服男子刚一抓住她的手，就被陈雪下意识地尖叫着用力推开。这一推，差点将华服青年给推了一个趔趄。后者终于怒了：“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今天非要就地办了你！”华服男子怒声说着，目光贪婪地打量着陈雪的娇躯，伸手抓了过去。而就在这时，只听茶杯被重重放下的声音响起，让所有人都是一惊。只听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光天化日强抢民女，你是禁欲系吗？”这番略带调侃的话语让华服男子脸色一冷。陈雪等人也纷纷看向说话之人，然后都惊讶了。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被他们认为是骗子的楚风。华服男子冷冷道：“戴个面具装什么神弄什么鬼？这里没你什么事，乖乖坐那当观众，等我爽的时候也能让你一饱眼福。”包厢内的一些男人闻言，心中也不由得一动。陈雪这样的天之娇女，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染指不到。如果能近距离看看陈雪的香艳场景，似乎也不错。因此他们纷纷呵斥道：“姓楚的，你给我坐下！一个骗子装什么装？想找死去跳楼，别溅我一身血！这和你没关系，你别管。”楚风缓缓站了起来，淡淡道：“这还真和我有点关系。陈雪是我女朋友的闺蜜，她要是受害了，灵儿会伤心的。”华服男子眉头一挑：“怎么，你非要来送死？”顿了顿，他忽然眼睛一亮：“你口中的灵儿，难道是江州第一美女的妹妹沈灵儿？你是她男朋友？我给你一个机会，把沈灵儿献上来，你对我的冒犯，我都可以当没发生过。”楚风的目光微微一冷：“我也给你一个机会，为你自己刚才说的话道歉，然后滚出去，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哟呵！华服男子气急反笑，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嚣张的人。黑叔，给我废了他的四肢，扒了他的面具，让他爬着出去，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他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是，少爷。名为黑叔的黑衣武者一点头，向着楚风走了过去。敢得罪我们少爷，小子，你该死！说着，黑衣武者已经攻了过来，下手狠辣无比。这个骗子完了！看到武者出手，众人心中都涌现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然而下一秒的反转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只见这个骗子双手插兜，不闪不避，仅仅是一脚踢出，然后那名轻松潦倒4个大汉的黑衣武者就这么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到了墙上，最后落到了地上，鲜血狂喷，爬都爬不起来。这一幕几乎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包括那名华服男子。他们眼中无敌的武者竟然这么轻松地败了，这个姓楚的面具男实力是有多强？陈雪惊讶地看着楚风，刚才对楚风的质疑和不喜一扫而空，反而有一股崇拜油然而生。灵儿的这位男朋友，哪怕不是省城大少，也绝对不简单啊！谢谢。陈雪脸色微微发红地说道。楚风微微颔首，看向华服男子：“现在你是不是该向我道歉了？”华服男子畏惧地看着楚风，色厉内荏地叫道：“你敢动我？我告诉你，我爸是马新文，你要是敢碰我一下，你就死定了！”此言一出，周小辉懵了，陈雪和他的一帮朋友们也懵了。马新文的名字在江州如雷贯耳，因为此人是江州银行的行长，掌管江州大小家族的贷款资金，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他们竟然把马行长的儿子得罪了。第13章，银行行长很牛逼吗？马行长有一位独子，名为马天宝，是江州有名的纨绔大少，极好女色。据说被他看中的女人没有一个能完整的从马府走出来。一想到纠缠自己的人是马天宝，陈雪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他虽然是世家出身，但和马家相比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只需要马天宝一句话，陈家的资金流就会顷刻间崩溃，全家人都变成老赖。周小辉等人听到马行长的名号之后，眼中露出恐惧之色，比见到武者时更加恐惧。武者再厉害，最多也就打死打伤几个人，但江州银行行长之子却能兵不血刃就让一个家族家破人亡，哪个更可怕？一目了然。见所有人都被吓住了，马天宝心里都慌乱一扫而空，变得底气十足。他站直身子，趾高气扬地看着楚风：“
怎么，你很能打是吗？能打有个屁用，有种你动我一个试试。就算你是武者又怎么样，在我这样的大人物面前，也就配当一条狗罢了。楚风眼神古怪地看着马天宝，有些不解。你是银行行长的儿子又如何？这是你嚣张的理由吗？马天宝用看傻子一般的眼神看着楚风，这难道还用问吗？以我的身份，在江州谁敢动我？我劝你规矩一点，这样我说不定会看在你很能打的份上，赏你一个看大门的工作，否则就别怪我出手把你碾死了。说罢，他不再理会楚风，一脸贪婪地看向陈雪。美人，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明白，能被我看上是你们家族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乖乖地伺候好我，我手指缝里随便露点什么好处，就够你受用无穷了。陈雪后退了2步，用力地摇摇头。马少，求您放过我吧，我还从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马天宝的脸色一冷，他还没见到过这么难搞定的女人。以前他上的女人一个个开始都高冷无比，但当他一显露身份，就恨不得立刻和他融为一体。而陈雪是一个例外，但他马天宝看上的还没有拿不到手的，这可由不得你。其他人也纷纷开口劝说陈雪。陈小姐，我看还是答应吧，得罪了马少没好处的，相反，如果能搭上他的线，受益无穷啊。是啊，陈雪，这是飞黄腾达的机会，你可要好好把握。除此之外，陈雪的一些女性朋友看向马天宝的目光闪闪发亮，跃跃欲试。看到狐朋狗友们的态度，陈雪气愤不已，全是一群势利眼。马天宝乐了，你看看，你的朋友都这么说了，听人劝吃饱饭啊。说着，再次向陈雪扑了过去。然而，一个碍眼的身影再一次挡在他的面前。楚风看着马天宝，淡淡道：“我不是让你圆润的滚吗？还杵在这里干什么？”马天宝怒了，一巴掌向着楚风扇了过去。傻逼，你非要找死是吧？给老子滚，别坏了老子的雅兴。楚风没惯着他，速度比他更快，反手一巴掌扇了回去，扇得马天宝跟陀螺一样连转几圈。马天宝捂着火辣辣的脸，整个人都懵住了。在场的其他人也全都大惊失色。马行长的儿子被打了，而且还是被一个骗子打的，这下事情大条了。姓楚的，你看看你干了什么？周小辉拍着桌子厉喝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敢打马少，想找死吗？”其他人纷纷大叫：“就是，你想死别带上我们，就你这脑子是怎么活这么大的？别以为能打就能耍横，在马少面前，武者也只配当保镖，你什么都不是。马少，这小子就是个骗吃骗喝的骗子，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明察啊！”刹那间，铺天盖地的谩骂声将楚风淹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想跟楚风撇清关系。陈雪心中也充满了担忧，虽然楚风出手帮他让他很感动，但他打的可是马行长的儿子啊。他拉了拉楚风的衣角，焦急地劝说道：“楚先生，你赶紧逃吧，不然等马少反应过来就逃不掉了。”没想到这番话被马天宝听到了耳里，他阴狠地盯着楚风：“逃？我告诉你，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都只有死路一条。”楚风玩味地看着马天宝：“我本来就没准备逃，一个人渣而已，删就删了，也算是为民除害了。”马天宝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冷笑起来：“好，你够嚣张，有种你别跑，我这就叫人来，不把你搞成残废，老子就不姓马。”楚风一脸的无所谓：“好啊，我等着。”众人闻言，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戏谑，真是个愣头青，难道他不知道马家的能量有多大吗？一个电话就能叫来无数高手，秒杀你绰绰有余。陈雪焦急无比：“你太冲动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继续留在这里，你会死的。”马天宝生怕楚风跑了，连忙掏出手机，给自己亲爹打了个电话求救，声泪俱下：“爸，救我啊！我在帝豪酒店被人打了，就在103包间，您带上文老快来。”挂断电话，马天宝嘴角勾起冷笑，对楚风说道：“真不巧，我爸就在楼上和张首富吃饭，他的贴身护卫文老要秒杀你，就跟玩一样简单。”楚风浑不在意，只能说马天宝这孩子见识还是太少了。一个小城市银行行长的保镖，在囚笼监狱连打杂都不配。但陈雪等人的心中却是一凉。文老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武者，在整个江州都能排得上号。楚风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文老的对手？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没多久，2道身影便出现在了包间门口，一名西装革履、不怒自威的中年男人，一名身穿唐装的白发老人。前者便是站在江州权力巅峰的男人之一马行文，而那名唐装老者就是文老。虽然年迈，但双目中却满是金光，手关节上有着厚厚的拳茧，气势颇为骇人。爸，文老，你们终于来了！马天宝激动地扑了过去，哭丧着脸，指着自己红肿的脸道：“您看我这脸被打成了这样，你们要是再晚点，我说不定就被打死了。”看到儿子的脸肿成这样，马行文的眉头一皱：“谁干的？”马天宝赶紧指向楚风：“就是他，爸，你快让文老替我报仇啊！”马行文的目光落在了楚风的面具之上，
语气冰冷：“年轻人，我需要一个解释。”第14章，楚风，小张，你来了。马行文一上来就兴师问罪，让楚风眯起了眼睛。马行长，难道你就不问我扇你儿子的原因吗？马行文淡淡道：“我看到的是我儿子的脸被打肿了，而你什么事都没有，这样明显的证据，难道还不够吗？”楚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给你一个忠告，做事之前还是问问前因后果比较好，不然容易倒大霉。”听到这话，在场众人只感觉头皮发麻，姓楚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在威胁马行长吗？他怎么敢的？陈雪赶紧拉了拉楚风，惊慌道：“楚先生，你别说了，如果把马新昌惹火了，你就完蛋了。你还是赶紧认个错吧，这样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只可惜陈雪现在说什么也已经晚了，因为马行长已经被激怒了。他冷冷地说道：“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打了我的儿子还敢在我面前叫嚣，我想我有必要教教你该怎么和长辈说话。文老，出手吧，注意别把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是，老爷。”文老点了点头，踩着玄傲的步伐向着楚风而去。马天宝见状兴奋不已：“嘿嘿，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去死吧！”楚风皱了皱眉，感觉有些麻烦，打了小的来了老的，看来又得出手了。就在楚风准备出手之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发生什么事了？”听到这声音，马行文心中一震，连忙叫文老停手，看向身后说话之人，惊呼道：“张老，您怎么下来了？”张半成笑着说道：“你忽然有急事离开，把我这个老头子晾在一边，我闲来无事，所以也跟来看看。”马行文有些尴尬，犬子不争气，被人欺负了，所以我来帮他出头。张老您不要见怪。对了，您忽然叫我停手，是有什么吩咐吗？张半成摆摆手：“吩咐不敢当，我就看看。”说着，他走进了包厢。刚才他听到包厢里有个人的声音，跟他认识的一位大人物非常相似，又想起那位大人物也在帝豪吃饭，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制止了这场打斗，想要先确认一番。走进来一看，张半成第一眼便注意到了戴着面具的楚风，这让他的身体不由得一震，哪怕对方戴着面具，但看到对方的身材体型以及眼神，张半成就彻底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囚龙之主楚风。楚张半成正要恭敬的问候，却被楚风一个眼神拦住，他顿时会意，楚先生戴面具自然是想要隐藏身份的，于是他闭上嘴不再言语。而包厢内的周小辉等人则彻底炸开了锅。张首富，是张首富，咱们江州的商业传奇！天哪，我居然见到张首富的真人了，这是梦吗？相比其他人的惊叹，陈雪的神情灰败，完了，连张首富都被惊动了，这是小不了了。忽然一道身影跳了出来，瞪着楚风，义正辞严地说道：“姓楚的，看你干的好事，将张首富都惊动了，你怎么死都不够还？”说着，他转身看向张半成，谄笑着说道：“张老，我要举报，这个骗子说自己是省城来的大少，还当众诋毁您，说什么您是他的小弟，为他马首是瞻，请您一定要严查，给这个骗子应有的惩罚，以杜绝以后有类似伤害您名誉的事情发生。”此言一出，就连马家父子两个都愣住了，这个戴面具的小子这么勇的吗？连张首富都敢口害，这是真不怕死啊！马天宝神情戏谑，这小子是把张首富给得罪死了呀，这下乐子大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准备看楚风的笑话的时候，张首富平静的声音响起：“楚先生说的没错，有什么问题吗？”闻言，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凝固。张首富叫这个戴面具的小子什么？楚先生？以张首富的身份地位，竟然会对一个年轻人用上敬称，众人只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崩塌了。而周小辉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难道这个姓楚的身份是真的？他真的是张首富的老大？张半成意味深长地看着周小辉：“年轻人，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莫非你在质疑楚先生的身份？”扑通，周小辉直接被吓得跪下了，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道：“张老，您误会了，我刚才都是说的胡话。”张半成没有理会他，恭敬地看向楚风：“楚先生，用不用我把这个怀疑您的小子解决掉？”周小辉闻言浑身都在发抖，害怕的都要快尿出来了，求助地看向楚风：“楚大哥，我以前有眼不识泰山，您放我一条生路吧。”楚风淡淡开口：“算了，一个不懂事的小年轻而已，没必要一般计较。”张半成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周小辉如蒙大赦，激动地说道：“谢谢楚大哥，我以后一定会做牛做马，报答您对我的恩情。”陈雪看到这一幕，吃惊地张大小嘴，这位他们以为的骗子，竟然是货真价实的省城大少。在场的其他人纷纷低下了脑袋，瑟瑟发抖。刚才朝省城大少口嗨，马上就要被灭门了，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而一旁一脸趾高气扬的马天宝，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傻眼了。马行文的额头渗出冷汗，自己儿子得罪的到底是何方人物？张半成转过身向马行文介绍道：“这位是楚先生，我能发迹，
全凭他在背后支持。马行长，你要是想对他出手，老头子我可是要翻脸了。说到最后，张半成的语气已经转冷。马行文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压力倍增。要知道，张半成可是江州银行的最大客户，没有之一。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江州银行的体量将会瞬间缩水一大截。如果把这位大客户得罪了，他这个银行行长也算做到头了。更何况，这位姓楚的年轻人是让张半成都尊敬无比的存在。想到这，马行文转身一巴掌扇在了马天宝的脸上。混账，你到底怎么得罪的楚先生？给我说。第15章，何里儿领证的是楚风。马天宝捂着脸，看着一下子翻脸的老爸，彻底懵逼了。他委屈地说道：爸，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打我？我才是受害者呀！马行文嘴角抽动，暗骂自己这傻儿子没脑子，没看到张首富站在楚风那边吗？跟楚风作对，就是在跟张首富作对，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我这个人帮理不帮亲，老实交代你怎么得罪楚先生了。马行文严厉地呵斥道。马天宝缩了缩脖子，心里愤恨不已，都怪那个戴面具的，不然自己怎么会当众丢这么大的脸？他不情不愿地说道：我也没干什么啊，不就是看上了一个女人，想玩玩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陈雪闻言，心中愤怒无比。这家伙说的倒是轻巧，但他有没有想过，这一念之间的想法会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生？马行文脸上带上了几分尴尬以及愤怒。作为银行行长的儿子，玩几个女人自然没什么，但你当着张首富和这位楚先生的面说这些就不对了。更何况，你要玩的女人貌似还是楚先生的朋友，这是你能染指的吗？马行文厉喝一声：逆子，你给我跪下，向楚先生和陈小姐道歉。马天宝一脸的不敢置信：爸，你告诉我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怎么能随意下跪？马行文被气笑了。犯错的时候跟我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让你当个好人，你怎么不当？说着，他一脚踹在马天宝的腿弯，后者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众人看着这一幕，心中骇然，灵儿这男朋友太猛了吧，竟然硬生生逼得行长之子下跪，这就是省城大少的能量吗？给我道歉！马行文命令道。马天宝一脸的不甘心，但现在跪都跪了，也不差再说两句，不情不愿的道：对不起。马行文赶紧看向楚风，客气的说道：楚先生，您可还满意？楚风摸了摸下巴，问道：陈雪，你觉得呢？陈雪微微一愣，赶紧点了点头：够了，够了，只要马少以后不再骚扰我，刚才的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马行文笑眯眯的点点头：这是自然。他又道：楚先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带圈子告辞了。楚风微微颔首，马行文这才将儿子拉起来带走。张半成笑着道：楚先生，您要不要到楼上吃个便饭？楚风摇摇头：我不是刚才电话里说了吗？没空。哦对，是我唐突了，那我就不打扰了。张半成恭敬地低下头，缓步离开。等张半成走后，憋着气的众人才终于敢呼吸。这位楚先生的身份简直深不可测啊，连张首富的面子都不给，这可不是一般的省城大少能做到的。楚风坐回了原位，扫视呆若木鸡的众人一眼，都愣着干什么？过生日就要有过生日的样子。众人不敢怠慢，纷纷附和：楚少说的对，今天陈小姐过生日，咱们得热闹起来。楚少，我敬您一杯，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我再过100年也赶不上啊。楚哥哥，今晚您有没有空？要不要去我家坐坐？我家里没人哦。陈雪看着神态自若的楚风，美目中满是异彩，又帅又强大，家世还好，灵儿是怎么钓到这妖牛逼的金龟婿的？而就在包厢内气氛炒得火热的时候，沈灵儿带着几名保镖风风火火地冲进了包厢，厉喝道：周小辉，你给我住手！你要是敢欺负我老公，我让人揍扁你！周小辉懵逼地坐在原位：沈小姐，我哪敢啊，我对楚少尊敬都来不及呢。我告诉你，你的阴谋。沈灵儿话说到一半，忽然发现情况跟他想象的好像有点不一样。楚风不仅一点事都没有，反而其他人一个个都凑到楚风身边敬酒献媚讨好。沈灵儿人傻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了一通电话回来，世界变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他忍不住问道。周小辉等人纷纷摆手：没什么，没什么。沈灵儿心里更奇怪了，总感觉周小辉等人有什么事在瞒着他。他不知道的是，众人都以为他知道楚风的真实身份，所以才不好意思将刚才和张首富、马行长闹出的乌龙说出来。不过沈灵儿现在也顾不上想这么多了，赶紧走上前把围在楚风身边的庸脂俗粉都赶跑。什么玩意儿，也敢觊觎我姐夫？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好闺蜜陈雪也将他拉到了一边，神神秘秘地问道：灵儿，你男朋友联系方式是多少？方不方便跟我说说？沈灵儿脸都绿了，好你个陈雪，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滚滚滚，不许惦记我老公！好不容易才熬到这场生日宴结束，众人都离开之后，沈灵儿迫不及待地问道：姐夫，
你怎么做到的？周小辉刚不是在找你的茬吗？怎么突然所有人都变得对你毕恭毕敬？楚风摸了摸下巴，笑着道：大概是因为我太有人格魅力，将他们折服了吧。沈灵儿翻了个白眼，就吹吧，你就认识你这么久了，我怎么没感觉到什么人格魅力呢？他猜测姐夫肯定是又用什么花言巧语让别人相信了他的身份。不过不管怎么说，能解决掉周小辉带来的麻烦都是一件好事。忽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些小激动的道：对了姐夫，再过几天咱们就要领证了，到时候你就能光明正大的来沈家了，到时候保证你和姐姐能复合。楚风闻言神情也是微微恍惚，时间可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功夫就要到沈若冰的婚礼了。在婚礼现场他一定要问个清楚。很快就到了婚礼当天，一大清早沈灵儿就迫不及待地找上了沈天风和妇联。爸妈，咱家的户口本呢？不是说好了让我今天去何处，我老公领结婚证吗？沈天风沉默一阵说道：灵儿，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沈灵儿警惕道：还考虑什么？你们和他不是见过面，也答应今天让我们领证了吗？该不会是要反悔吧？见劝不住女儿，沈天风只好将户口本交了出去。好吧，那你们快去快回，别赶不上中午你姐的婚礼。放心吧，肯定能赶上的。沈灵儿轻快地说了一声，转身就走，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沈天风叹了口气，女大不中留啊。这时他注意到妇联站起身，拿着备用钥匙打开了沈灵儿的房门，有些奇怪，跟了过去问道：老婆，你这是干什么？妇联在房间中翻找一阵，翻出了楚风送的那只玉镯，这才回答道：我去找人鉴定一下这个玉镯的价值，灵儿马上就要和那位楚少结婚，这聘礼值多少钱，该好好估一估了。沈天风点了点头，也好，这玉镯子是不是真的，值不值钱，能直接决定灵儿男朋友的真实身份。妇联有这个想法，他又何尝没有呢？之所以把户口本交得那么干脆，是因为他提前布置了后手。妇联离开后，沈天风打了给周小辉打了一个电话：小辉啊，现在忙不忙？是这样的，灵儿她不听我的劝，偷了户口本要去和那个姓楚的领证，你能不能赶去民政局拦住他们？电话那头的周小辉一听，连忙说道：伯父，我觉得吧，咱们还是应该尊重灵儿的意见，她想和楚少结婚是好事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啊。所以说我就不打扰了，我还有事，先挂了呀。听着周小辉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沈天风陷入了沉思。怎么感觉周小辉这孩子不好骗了呢？不对啊，他那么喜欢灵儿，真舍得让灵儿跟别的男人结婚？这其中肯定有猫腻，难不成是他发现了灵儿男朋友的真实身份，所以才不敢竞争？那岂不是说灵儿的男朋友真的是省城来的大少？沈天风有些激动，沈家这是要发达了啊。不过他的布置可不止这些，他早早的买通了人，在民政局照结婚照的房间里安了个摄像头，等照相片的时候，灵儿的男朋友总该脱面具吧？如此一来，自己就能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了。想到这儿，沈天风的心情放松了不少，穿戴整齐，去帝豪大酒店准备大女儿的婚礼去了。民政局门口，沈灵儿左等右等，终于把楚风给盼来了。他赶紧凑过去，微嗔道：姐夫你好慢啊，还差1分钟就迟到了，这不还没迟到呢吗？楚风微笑着道，紧接着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你真的考虑好要和我结婚了？这东西是要登记在个人档案里的，你以后和别人结婚的时候显示的可就是2婚了。沈灵儿大大咧咧地说道：怕什么，大不了我以后不结婚了，赶紧进去吧。姐夫你怎么比我一个女孩子还磨叽？楚风无奈，就这样被强拉进了民政局中。与此同时，帝豪大酒店最大的宴会厅内已经高朋满座，沈天风热情接待着各方宾客，时不时紧张地看一看手机上的监控画面。终于他在监控中看到了女儿的身影，正牵着一个男人的手往拍照室走。他立刻打起精神，想看看和灵儿领证的男人是谁，省城大少，明星帅哥，还是政界新星？沈天风遐想着，他一个当父亲的又不是非要破坏女儿的爱情，只要女儿找的男人比周小辉强，他都愿意支持。然而当和女儿手拉手的那道身影转过身露出正脸以后，他的心脏差点直接停跳了。这怎么可能？第16章，妇联还是二女婿好？沈天风瞪大眼睛，震惊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人脸，感觉随时都要脑中风抽过去。楚风。沈天风说什么也没想到，和女儿结婚的人不是省城大少，甚至连个骗子都不是，而是劳改犯楚风。沈天风猛掐人中，以免自己直接昏过去。但就算把人中掐烂了，他的心情都没有一丝好转，他心态崩了啊！楚风这个祸害霍霍了他的大女儿还不够，刚离婚，转头又去霍霍他的小女儿。可笑的是，他还差点就真被楚风给糊弄过去了。老沈家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啊？楚风，你给老子等着，这就派人去砍了你，让你再祸害我的宝贝女儿。
沈天风这个老父亲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熊熊怒火，恨不得手刃了楚风。正当他要喊人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声音从他的身后响起：“老公，客人都这么多了，你怎么还玩手机？”沈天风连忙将手机收起来，转头看向一脸不满的妇联，赶紧应付道：“没什么，就是问了灵儿领证的事情顺不顺利。他可不敢将女儿的结婚对象是楚风这件事告诉他，不然以妇联的脾气，绝对会闹得不可开交，将整场盛大的婚礼都给搅和了。”妇联不疑有他，哦了一声问道：“是吗？那灵儿和楚少的结婚证领得到底顺不顺利？”沈天风闻言微微一愣，心里有些疑惑，妇联不是带着玉镯去鉴定了吗？楚风那小子能送什么好镯子，肯定是假货，难道妇联就没发现问题吗？还算顺利吧。对了，楚少送的那个镯子鉴定的怎么样了？妇联说道：“鉴定行那边说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出结果，所以我把镯子寄存在那儿了。不过看鉴定行那些人的表情，应该是挺贵重的。”是吗？沈天风心不在焉点了点头，心里压根不信那个镯子是真货，考虑着该怎么将楚风解决掉。哎，这宴会都要开始了，灵儿和楚少怎么还不来？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还指望着我的好女婿给我撑场面呢。一边说着，妇联掏出手机就拨通了电话，让沈天风都没顾得上阻止。他有些无奈，看来楚风这小子是暂时不能动了，最起码也得熬过这场婚礼再说。待会可得把楚风给拦住喽，不能让他闹什么幺蛾子，更不能让他暴露身份，不然他们沈家将会彻底沦为江州上流社会的笑柄。心里正这么考虑着，忽然他注意到了两道身影，一男一女。男子身穿西装，风流倜傥，眉目间带着浓浓的优越感，典型的世家贵公子。而走在他身边的女子身穿洁白的婚纱，相貌绝美，身材好到足以让所有的女人感到嫉妒。她的神情清冷，高贵而不可亵渎，如同皇冠上的明珠，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这位绝色女子正是江州第一美人，今天的新娘沈若冰。而那名男子自然是江州有名的贵公子，王家大公子王振。郎才女貌，堪称天生一对啊！沈天风连忙走上前去，笑着向两人打了个招呼：“伯父您好。”王振彬彬有礼地问候道，看起来没有半点架子。沈天风笑着道：“还叫伯父呢？马上就要结婚了，是不是该改口了？”王振笑着道：“是小婿糊涂了，岳父您不要见怪。”沈天风的笑得更开心了，因为楚风而导致的不开心一扫而空。自己这个新女婿比楚风那个劳改犯强了何止100倍啊！他看向女儿，发现女儿冷着个脸，不满道：“若冰，这大喜的日子，别一直冷着张脸，多笑一笑。”知道了。沈若冰平静的点点头，但脸上还是没有丝毫笑意。沈天风无奈，但为了不破坏了喜气，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看向了不远处的亲家。王家族长王瑞。沈家和王家联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和王瑞这位江州商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搭上线啊！他赶紧走上前，跟亲家联络起了感情。沈天风离开后，王振低头看向沈若冰，脸上亲和的笑意收敛，语气变得有几分冰冷。这么隆重的场合，连笑脸都不露一下吗？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收收你的傲气，要是让我丢脸了，回去我饶不了你。沈若冰淡淡道：“我笑不出来，强颜欢笑只会更难看。”王振不满地眯起了眼睛：“笑不出来？难不成你觉得跟了我很委屈吗？还是说你心里还有别的男人？是你那个废物前夫？”说着，他死死地盯着沈若冰，想要看到他表情上的变化。然而沈若冰没有丝毫的动容，淡淡道：“和他没关系，只是单纯的不想笑。”王振眉头一挑：“是吗？但我想看你笑，你要是不笑脸对我，我就弄死你的废物前夫。”沈若冰目光微动，但还是迅速回答道：“随便你，别让我看见尸体就行。”他心里清楚，王振是在试探他，表现的对楚风越在意，王振就越有可能对楚风出手。沈若冰猜的没错，王振见他对楚风的死活魂不在意后，脸色缓和了不少，微笑道：“别这么严肃，只是开个玩笑罢了，我怎么会做让你伤心的事呢？”对王振来说，沈若冰不笑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最喜欢征服这种冰山美人，结婚之后慢慢调教就好了。他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未来的妻子心里装着别的男人，好在没有，否则他会立刻让那个人人间蒸发。这时妇联又走了过来，王振又变回了那副谦和的样子，问候道：“岳母。”妇联开心的点点头：“好好好。”接着他没有去跟王振寒暄，看向女儿道：“若冰啊，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妇联略有些冷漠的态度让王振不由得皱起眉。以前妇联见到他起码也得跟他热火朝天的聊几分钟才会跟别人搭话，怎么忽然就变了？是他多心了吗？而事实上王振猜的并没错，妇联就是对他不上心了。二女婿可是省城来的大少，论身份背景能甩王振几条街。他现在甚至觉得大女儿嫁得有些草率了，如果也能像沈灵儿那样钓到一位省城大少的话，那该多好。可惜
人家省城的少爷应该看不上二婚的女人，都怪楚风那个劳改犯，把他女儿给祸害了。沈若冰问道：妈，是什么好消息，值得您这么高兴？妇联笑呵呵地说道：你妹妹啊，就在刚才也领证了，咱们家今天双喜临门啊。沈若冰愣了愣，领证？妈，您是说灵儿跟人领结婚证了？妇联兴奋地点点头。是啊，而且你妹夫的来历可不简单，可是省城来的大少爷。沈若冰没有第一时间开心，而是谨慎地问道：这个消息属实吗？灵儿该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那不能。妇联用力地摆摆手，我和你爸都试探过好多次了，绝对没问题。那位楚少一出手啊，送的就是上千万的大礼呢。沈若冰一怔，灵儿的男朋友也姓楚吗？那还真巧啊。他露出淡淡的微笑，那就要恭喜灵儿了，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他的心中不免有些黯然，如果灵儿能早点找到这样一位大人物做男朋友的话，他又何必和王振虚与委蛇呢？而王振听着两人的对话，眉头也不自然地皱了起来。他未来的小姨子结婚了，而且据说对象还是个大人物，这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原本他的计划是将沈若冰和沈灵儿姐妹全部纳入后宫，结果却被人给抢先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沈灵儿的老公要真的是省城大少的话，作为连襟，王家受益匪浅啊。不行，得想办法试探试探此人的虚实。王振笑着道：岳母，这大喜的日子，您可一定要请来我这位妹夫啊，我也好认识认识，为灵儿把把关。妇联笑道：对，你们两个得认识认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算算时间，他们俩应该快到了。说着，他注意到宴会厅门口出现了两道身影，眼睛一亮：来了，他们来了。沈若冰下意识地看了过去，便看到沈灵儿搂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脸甜蜜地往里走。楚。看到灵儿身边的那个男人，他下意识地想要喊出楚风的名字，因为二者之间的身材实在是太像了。但当他看到对方脸上的面具后，又将这个想法压了下去。不可能的，灵儿的男朋友是省城来的大少，身份高贵，虽然也姓楚，但绝对不可能是楚风。是自己太思念他了吗？竟然连人都能给看错。沈灵儿走进宴会厅的时候，看到沈天风正守在门口，似乎专门在等他们两个，只不过表情有些古怪，看起来不怎么高兴的样子。沈灵儿没有多想，笑着上前打招呼：爸，我们领结婚证了。哎，你这是什么表情？是不是舍不得我走啊？放心吧，虽然我和老公领证了，但一时半会是不会离开家的。沈天风看着女儿笑意盎然的样子，嘴角抽搐。舍不得你？你老子我现在都想一巴掌抽死你！和楚风结婚是怕气不死我吗？你当然不会搬出去住，因为楚风这个超级大穷逼什么都没有，总不能带你去你姐以前那个婚房住吧。第17章，这婚不结了。沈灵儿满脸喜色地对楚风说道：咱们又是一家人了，老公，是不是该叫我爸一声岳父？岳父。楚风不冷不热地叫了一声。虽然对沈天风坑他3年的事很不满，但在如此重要的场合，该尽的礼数还是要尽的。沈天风冷着张脸，总算是从女儿的话里听出味来了。又是一家人，他还知道是又把你姐姐的前夫偷偷带回家，这像话吗？简直败坏家风。他心情怎么能好得了？强压下怒气，冷着一张脸，准备无视楚风。就在这时，妇联正好带着沈若冰和王振走了过来。老公，你发什么愣啊？人孩子叫你岳父了，不知道答应一声吗？我说你是不是高兴傻了？沈天风嘴角抽搐，为了应付妇联的催促，只能硬憋出一个笑容。贤婿好，既然来了，就和王少认识一下吧。王振看到楚风脸上的面具，不由得一愣，这人什么做派？参加个婚礼还戴面具，以为这是化妆舞会吗？但戴面具又不犯法，他没有多说什么，走上前伸出手，彬彬有礼道：楚少你好，咱们以后就是连襟了，以后要多多走动。沈天风看着这一幕，心中冷笑：楚风，看到了吗？这就是若冰的新老公，比你强了1万倍，但凡还有点廉耻心，就应该自惭形秽，灰溜溜的滚蛋。然而楚风却连正眼都没瞧王振一下，看向了王振身后身穿婚纱的沈若冰。楚风的心中微微有些恍惚，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来得及举行婚礼，但在楚风的想象当中，沈若冰穿上婚纱的样子就跟现在一模一样。只可惜这婚纱不是为他而穿。不经意间，沈若冰和楚风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不知为何，他心中一痛，总感觉那面具下的眼睛中带着浓浓的伤感，而且这眼神为何如此熟悉，好像他日思夜想的一个人。但还没等沈若冰细想，王振的身影就拦在了两人的中间。王振十分不满，这个姓楚的戴个面具装高冷不说，还不搭理自己，一上来就盯着他老婆一个劲的看。你他妈没见过女人吗？难道是曹贼转世？王振心里不舒服极了，而且看楚风这藏头露尾的做派，怎么看都不像是省城大少。也是，沈家一个二流末尾的世家，怎么可能和省城的大人物搭上线？恐怕是被骗了，还不自知。当然，王振没有立刻就下定论，
万一对方是个有怪癖的省城大少呢？还是再试探一二为好。但你小子偷看我老婆的事，可不能轻易算了。楚兄弟，你也是有妇之夫了，刚才一直盯着我妻子看，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王震话中带刺的问道。沈灵儿暗道要糟，姐夫的视线在姐姐身上停留太久了，他赶紧打圆场。王少，你误会了，我来之前给我老公出题，问他我和我姐谁更漂亮，我老公是在思考答案呢。说着，他笑眯眯地看向楚风，出了一个致命难题。老公，我和姐姐谁更好看？楚风回过神，笑着道：其实吧，我是个脸盲。沈灵儿不满：你也太狡猾了。两人打情骂俏的模样，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沈若冰发自真心的祝福道：楚少，我妹妹就托付给你了，如果她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多包涵。楚风一怔，然后缓缓点头：我会的。沈若冰回以一笑，然后看向王震：妹夫只是第一次见我，多看了几眼，你多心了。如果大街上有人看我，难道你还要把看我的人眼睛挖掉不成？王震气得牙根痒痒，这对姐妹不是敷衍他，就是挤兑他，但偏偏他还没法说什么，只好抢笑着道：不说这些了，大家还是快入座吧，宴会快开始了。一旁的沈天风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楚风这小子没暴露身份，不然就丢大人了。当然，楚风的事小，和王家谈合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他赶紧去将亲家王瑞请来，一同入座。落座之后，王震对王瑞小声道：爸，我这妹夫据说是省城大少，如果他的身份是真的，那我们可就不能按计划吞并沈家了呀。王瑞不动声色，微微颔首：我在省城有朋友，这就让他去打听一下。这个楚少若是假货，按计划行事吞并沈家，如果是真货，待会有点眼力，好好去讨好人家。总之不论如何，王家是不亏的。说着，暗中拿手机操作起来。王震点点头，心中暗叹自己老爸办事果然妥当。桌上一番寒暄和介绍过后，沈天风率先开口，带着几分恭维道：亲家，如今若冰和这儿已经喜结连理，咱们两家的合作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你也明白，我们沈氏集团的资金最近有些吃紧啊。王瑞笑着道：沈家的难处我当然明白，放心，我们是亲家，有难肯定要帮。你们不是一直想要张首富手中的那个房地产项目吗？我已经将那个项目拿下了。此言一出，沈天风夫妇惊喜不已，就连沈若冰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之色。沈氏集团的危机是压在他们一家人心头的一块巨石。沈天风连忙问道：亲家，我有个不情之请，这项目可不可以让给我们沈氏集团开发？王瑞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先看了看手机上发来的消息。王震也隐晦地看了手机一眼，眉头一挑：父亲的朋友调查过了，省城根本没有姓楚的大家族，那也就是说，沈灵儿的这个老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货了。哼，差点就被那小子骗了，还好省城有人。王瑞收回手机，心里已经有数，笑眯眯地对沈天风说道：这个自然可以，不过为了拿到项目，王家可是花了不少代价呀，所以项目最后的收益3-7开如何？沈天风大喜道：真的吗？给我们70%？您这条件开的也太丰厚了，要不这样，对半开如何？不要因为钱伤了两家的和气。王瑞眉头一挑：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王家7，沈家3。此言一出，沈家众人欣喜的神色瞬间消失。7-3开，王家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上嘴唇碰下嘴唇不嫌累，张口就要70%的收益，那他们沈家还赚什么？沈天风抢笑着道：亲家，你这就说笑了，开发这个项目各种人力物力投入下来，30%的收益根本没得赚啊，沈家欠下的窟窿连一半都填不上。王瑞的神情平淡：说笑了吗？我觉得我挺认真的。那个项目值多少钱，你们心里没点数？真以为把一个破鞋嫁给我儿子，我就会把几千万的利益拱手让人吗？这毫不留情的话让沈天风心中一寒，沈若冰的脸色也不由得难看起来。忽然王瑞的表情又温和下来，笑着道：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非要让沈家死，毕竟是亲家嘛，以后还会送给你们很多项目，好好扶持沈家的。这话听着好听，但沈天风可不觉得王瑞会这么好心，他明显是想吊着沈家欠款这个命脉，逼沈家给他打白工。欠款或许能还清，但就不知道该到猴年马月了。妇联对王家的态度不爽到了极点，狠狠地一拍桌，站起身大怒道：这婚不结了。第18章，是真是假啊？妇联这一嗓子直接将宴会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听得众人目瞪口呆。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结果女方的母亲说婚不结了，是要闹哪样？要知道男方可是本市的一流世家，王家啊，他沈家一个二流末尾的小家族，怎么敢当众毁约的？就不怕王家报复吗？果然，妇联的话一出口，王瑞的脸色就冷了下来。这话不管是不是气话，只要说出了口，丢的就是王家的脸。王瑞冷声道：亲家母，说话动点脑子，小瞧沈家，
有拒绝我们王家的余地吗？不管如何，今天这个婚，你们愿意也结，不愿意也得结。傅莲听到这满是含义的话，下意识的一慌，毕竟放在以前，王瑞可是他接触不到的大人物。但很快他就重新镇定下来，怕个卵！他之所以敢站出来叫板王瑞，就是因为自己不用怕王家了呀。因为他二女婿是省城大少，他一出面虐一个王家还不是轻轻松松。他冷哼一声，叉着腰得意道：姓王的，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这么刁难我们家，这个婚不结也罢，难不成你还想报复不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报复，我女婿会给你们好看。他可是省城来的大少爷。闻言，在场的宾客们明白了过来，难怪傅莲敢在王瑞面前如此嚣张，原来是傍上了一个好女婿。省城大少，沈家这运气也是没谁了。但这些全都要建立在楚风真的是省城大少的前提之下。知道内情的沈天风和沈灵儿，焦急的人都要傻了。省城大少的身份是假的呀，得罪王家不纯纯的找死吗？事发突然，谁都没料想到傅莲会跳出来叫板王家，想要拦的时候已经晚了。到了现在，总不能直接告诉傅莲真相，你二女婿的身份是假的吧？那样结果只会更糟糕。沈天风赶紧补救道：亲家，您别听那人胡说，他那都是一时气话。其实我是真心想和王家喜结连理的。他心里希望着楚风这个省城大少的身份能够唬住王家，好将傅莲的话接过去，继续谈合作的事。但傅莲却不买账了，怒道：老公，你这是在怂什么？难道真想让咱们沈家给王家打一辈子白工？婚不结了就不结了，咱不稀罕，有楚贤婿在，还清贷款还不是分分钟的事。你说是吧，贤婿？说着，傅莲还期待地问了楚风一句。楚风淡淡道：毕竟是一家人，该到我出手的时候，我自然会出手。傅莲满意的点了点头。沈灵儿既无语又感慨，都什么时候了，姐夫还能表现得这么淡定，这演技简直是影帝级别。不过这样也好，姐夫，你一定要靠演技吓唬住王瑞他们。然而王瑞听到傅莲的这番话，只是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原来你们沈家的人都是一群傻子。傅莲一愣，随即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瑞淡淡道：就这么肯定你这位二女婿真的是省城来的大少吗？那肯定的，我们又不是没试探过。傅莲不假思索地回答。王瑞接着又问道：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吗？傅莲刚要说有，但忽然发现自己似乎还真没有证明二女婿真实身份的证据，自己连他的身份长相都不知道，怎么证明？唯一一样可以证明他身家的玉镯还处于鉴定之中。傅莲一时语塞，但还是坚定道：目前没有，但马上就有了。王瑞冷笑一声：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长相都不知道，就让这小子跟你女儿结婚，合理吗？动动脑子吧，我看你女儿怕不是被人骗炮了。王瑞的分析又改变了在场宾客们的想法。沈家的人都是傻子吗？都结婚了还不知道女婿的名字和长相，这他妈绝对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见过的骗子都这样，没想到还真有人信。可怜沈灵儿这位女神级的美人被人骗炮了，家门不幸啊。宾客们的七嘴八舌和各种分析让傅莲也有些不自信了。难不成二女婿真的是骗子？王震也开口了，冷笑道：我说姓楚的，你现在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吗？赶紧下跪求饶吧，这样说不定还能饶你一条性命。沈若冰绝美的俏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忧色，她不希望妹妹跟错了人。面对众人的咄咄相逼，楚风不紧不慢地开口了：看来都在怀疑我，那你们说我该怎么证明我自己的身份？还不死心？王震嘲弄道：很简单，把你脸上的那张破面具给摘下来，让人看看你是什么模样，自然就知道你的身份是真是假了。沈天风和沈灵儿心中一惊，同时开口劝阻道：小震，我这二女婿的身份干系重大，不能轻易露面啊。王少，我老公不能露脸。说罢，沈灵儿都愣住了，自己老爸竟然会帮楚风打掩护，是对楚风省城大少的身份深信不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楚风摸了摸脸上的面具，说道：如你所见，我不能摘面具，不然容易吓死你。装神弄鬼！王震不爽了，厉喝道：假的终究是假的，你装的再像也没用。来人，给我把这个姓楚的抓起来，废了4肢，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装得下去。话音落下，足足5位黑衣保镖冲入宴会厅，向着楚风包围而去。沈若冰皱起眉：王震，你做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妹妹的老公。王震冷哼一声：那又如何，在我面前装神弄鬼，就只有死路一条。见形势危急，沈灵儿连忙站起身来：王少，没必要做得这么过吧，我老公又没有得罪过你什么。王震淡淡道：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们认清楚这个骗子的真面目而已。别愣着，动手吧。是。众保镖听令，向着楚风袭去。不要！沈灵儿惊呼出声，但已来不及阻止。但下一瞬间，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
只见楚风坐在原地，屁股一动不动，只是随意的往身后挥了几拳，却好巧不巧的正中保镖们的胸膛。然后众保镖就一个个惨叫着倒地，无一人是楚风的一合之敌。全场皆惊。第19章，江州雷爷。沈灵儿傻眼了，在他的印象中，姐夫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3年不见，忽然变得这么能打了？当然，能打是好事。他很快反应过来，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叹息道：“都说了，我老公是省城里来的大人物，曾经专门练过，等闲时来的大汉都近不了他的身。王少，你叫保镖来对付我老公，最终只会闹成这样。”沈若冰眉头微松，看来这位妹夫还挺有两下子的，绝对不会是一般人。沈天风也没料到楚风竟然有这么一手，暂时没有暴露真身。既然如此，或许和王家的关系还有缓和的余地。他笑着道：“亲家，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位二女婿身手不俗，所谓穷文富武，他的家世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看了一眼躺在地上哀嚎的保镖们，王瑞父子的脸色阴晴不定。难道情报有误？这个姓楚的其实来头不小。但很快他们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王震冷冷开口：“只是有点身手而已，那些江洋大盗也身手不凡，难道他们也能算大人物吗？”沈天风额头渗出冷汗，王家父子还真是不好糊弄啊。王震看向楚风，咄咄逼人道：“要想彻底证明你的身份，那就摘下面具，不敢露面。难道你是逃犯不成？我王震可不想和一个逃犯当连襟。”沈灵儿脸都气红了，愤怒地反驳道：“胡说什么呢？我老公才不是什么逃犯。”还没说完，楚风就一抬手示意灵儿住嘴，淡淡道：“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似乎都不影响你的婚礼吧？在我看来，你压根就不想好好结婚，而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将沈家吞并，又担心我插手进来，所以千方百计地试探我的身份是真是假。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楚风的话掷地有声，不光是沈家众人，就连在场宾客都听到了。宾客们不由得窃窃私语起来，虽然碍于王家的威势不敢高谈阔论，但看向王家众人的目光已经变得有些不对。王瑞父子脸色难看极了，虽然他们确实是这样的想法，但被直接当众揭穿，还是让他们丢了大脸，说不定声誉都要受到影响。一瞬间，两人对楚风已经升起了深深的杀意。知道王家的真实目的后，沈家众人也心情各异。沈灵儿、妇联感到厌恶。沈天风心中叹息，他当然知道与王家合作是在与虎谋皮，但除此之外，沈家没有别的活路了。沈若冰的态度更是果断，直接将头纱一摘，坐到了沈家这边的空位上，冷冰冰的开口：“王震，你们王家的胃口有些大了，我想这场婚礼没有办下去的必要了。”而沈若冰现在坐的位置正好是楚风的身旁。楚风只觉得一股香风扑面而来，看着身旁眉目如画的玉人，心中舒畅到了极点。或许一切都还有挽回的机会，而王震的心情就没有这么美好了，心里窝火到了极点。既然已经撕破了脸，那他也没必要装了，怒骂道：“贱人，你他妈还好意思说我？你接触我还不是看上了我们家的权势，想搭上我的线救你的沈家？高尚的什么劲？老子送你礼物你不要，都他妈快结婚了，连手都不让牵，真以为自己冰清玉洁吗？就是被一个劳改犯干过的破鞋，装什么装？”王瑞的脸色同样阴沉，看向沈家众人，厉声道：“一个小小的沈家敢当众悔婚，是在打我们王家的脸？你们是不想在江州混了吗？我说了，今天这婚必须结。”沈天风被吓坏了，不知该怎么接话。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结婚讲究一个你情我愿，王家有错在先，还不许人家悔婚，算什么道理？我今天就要带沈家的人走，你们谁敢拦？”一番话霸气绝伦，听得沈灵儿一愣一愣的。如果不是了解楚风的底细，他真的就要以为楚风是一位睥睨天下的大人物了。妇联则真被楚风的话给折服了，忙问道：“女婿不跟王家联姻，那之后他们要是来找我们沈家麻烦的话？”楚风淡淡道：“如果王家不长眼，敢来找麻烦的话，那么这个家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妇联听得一阵心潮澎湃，还是自己女婿牛逼啊！这么霸气的男人说他不是省城的大人物，谁信？他激动地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走，不受王家的鸟气了。有我女婿在，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他王家巴结咱们了。”沈天风一脸的无奈，自己老婆太单纯了，竟然还对楚风的身份深信不疑。但他还能怎么办？这场婚礼肯定是办不下去了，还是先赶紧走吧，不然妇联再说些得罪王家的话，麻烦就更大了。沈家众人纷纷起身准备离开，但就在这时，王瑞一声厉喝：“真以为这里想走就能走，想来就能来吗？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走不了。”妇联回过头趾高气扬道：“怎么？难道你们还能找出能打过我女婿的高手不成？如果找不出来，那就闭嘴。”王瑞目光极为不善，冷笑着说道：“找不出来？难道你们忘了那位雷爷还欠我王家一个人情吗？”此言一出，
沈家众人和在场宾客的脸色巨变，他们想起了那件事。1年前，王家送了一件珍稀的古董给江州的地下势力之主雷豪，雷爷。雷爷对那件古董很喜欢，因此心情大悦，答应替王家出手一次。因为这件事，王家名下集团的股价还大涨了一截，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渐渐淡忘。而王瑞在今天突然提及此事，难道是想动用请雷爷出手的机会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可就大条了。要知道，雷爷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曾经有一个外来帮派杀了他一个心爱的弟兄，雷爷一怒之下灭了外来帮派满门，一举奠定了今天的地位。当然，也因为那件事闹得太大，没压住，导致雷爷入狱过一段时间。难不成今天雷爷又要一展凶威了？第20章是谁？给老子站出来！听到王瑞想请雷爷出手，沈天风彻底不淡定了，这是要将沈家灭门的节奏啊！他赶紧走上前，一脸谦卑：“亲家，没必要，真没必要闹这么大，咱们自家的事还是自家解决比较好，让雷爷出手太过小题大做了。”王瑞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谁跟你是亲家？别忘了，你们已经主动回婚了。别以为你那个二女婿是个武者，就可以在我面前嚣张。我今天就要教教你们怎么摆正自己的地位，然后再说结婚的事。”沈天风一脸的焦急，正要继续劝说之时，楚风玩味的声音响起：“别拦了，让他们把雷豪叫来吧，不然他们不会死心。”他心里觉得好笑，雷豪，还江州地下势力之主，不就是囚龙监狱里那个小雷子吗？在监狱里也就勉强混得开的水平。但沈天风不知情，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转头骂道：“你给我闭嘴！知道雷爷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吗？如果他发怒了，你我都要死！”楚风这小子装逼装上瘾了是不是？雷爷的大名也是你能教的？以雷爷的手段，别说是你了，就算是真正的省城大少，他都不一定会放在眼里。但妇联不乐意了，骂道：“沈天风，你怎么跟咱女婿说话的？让王瑞叫人，我女婿不见得怕那什么雷爷。”沈天风无语了：“妇人之见，你是根本不了解雷爷的恐怖啊，不然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这时王瑞冷冷道：“好，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就请雷爷出面，到时候你们可别跪下求我。”说着打通了一个电话，语气变得恭敬，和对面说起了话。片刻后，王瑞等那边挂了电话，收起手机，看向沈家众人的脸上满是戏谑：“巧了，雷爷就在附近，马上就到，看来你们运气不好啊。”沈天风闻言，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起来。完了，彻底完了！难道老沈家的基业就要在他的手上覆灭了吗？妇联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期待地看向楚风：“好女婿，那个叫什么雷爷的，你应该能解决吧？”楚风微微一笑：“雷好啊，他是我小弟，你猜他敢不敢和我叫板？”妇联一听，整个人都惊了：“什么？那个据说非常凶狠的江州地下势力之主，竟然是你的小弟？”楚风淡淡的点了点头。好一会后，妇联才从震撼中缓过神，随即激动起来：“哈哈，我看王家就是一群小丑，叫人竟然把我女婿的小弟叫来了，这不是自己找锤吗？真是笑死我了。”但他没看到的是，一旁的沈灵儿已经紧张的一双美腿都在微微颤抖。他怕了，姐夫真是真不怕死啊！雷爷都找上门了，还敢开雷爷的玩笑，待会岂不是死定了吗？他心里忍不住有些埋怨，少说两句会死吗？为什么非要嘴炮，只顾一时口嗨？待会该怎么办？王瑞父子听到楚风这番嚣张的言论，也是有些懵逼。你个假货，是怎么敢说这种话的？这是不顾生命的在装逼呀！王震毫不留情地拆穿道：“姓楚的，你就别装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敢肯定你不是省城大少吗？因为我们王家在省城有人早已调查过你，而结果就是查无此人。”在场宾客们愣住了，一直自信满满的妇联也愣住了。王震的话犹如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心头。查无此人，那也就是说，自己二女婿的身份是假的？妇联咽了咽口水，第一时间是不敢置信。不可能，我女婿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是普通人？王震嘲讽道：“或许他不是什么普通人，但你觉得一个小小武者能挡得住雷爷这位堂堂江州地下势力之主吗？要知道，雷爷在武者之中也是非常强大的存在，要捏死你的宝贝女婿，就像捏死蚂蚁一般简单。”妇联忍不住后退了几步，心中有些动摇了，赶紧看向沈灵儿，想要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他这时终于注意到了沈灵儿的脸色有些苍白，虽然外人看不出什么，但他这个做母亲的自然知道女儿这样的表情代表着什么。沈灵儿慌了，轰！妇联只感觉脑袋一炸，整个人直接恍惚了起来。如果女婿不是省城大少，那他刚才的所作所为不就是纯纯的找死吗？完了！见妇联终于认清了现实，王震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看向沈若冰，语气嚣张：“沈若冰，到我身边来，只要你能收收你的傲气，每晚千依百顺的服侍我，
待会我不是不可以给沈家留一条生路。沈天风闻言，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赶紧看向沈若冰。若冰，快去向王少说说好话，不然雷爷来了，就一切都完了。沈若冰闻言，眉头深深的皱起。和王振虚与委蛇，已经是他所能忍受的极限了。去讨好王振，那无异于把他的尊严踩在脚下践踏。但如果不答应，沈家恐怕就要完了。个人重要，还是家族重要？沈若冰陷入深深的犹豫之中。见沈若冰迟迟不动，王振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而就在这时，宴会厅外突然有动静传来，隐隐的有一股肃杀之意。众人心中一凛，意识到那位传说中的雷爷来了。王振冷笑：贱人，这就是你犹豫的后果。现在你想答应也已经晚了。待会我要让你爬着求我，让别人看到高高在上的江州第一美人像女奴一样在我胯下求欢。沈家众人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心中都已绝望。哗！宴会厅的大门被重重打开，一群带着浓浓凶煞之气的帮众走了进来。为首之人身材高大，光头，穿着西装外套，但没有内衬，裸露出的胸膛中有着狰狞的疤痕，整个人身上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这位便是江州最大的地下势力豪杰会的主宰雷豪。众宾客们看到雷豪到来，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对方注意，惹上杀生之祸。雷豪脸上带着不耐烦之色，看向王睿：有什么事赶紧说，老子还有事要忙。王睿不敢怠慢，赶紧道：雷爷，沈家欺我太甚，仗着二女婿是武者，当众悔婚，打人，还各种嘲讽我们王家，恳请您为我和犬子做主啊。雷豪闻言冷笑起来：武者，在我面前，武者就是笑话。他转头看向沈家众人：给你们一个机会，乖乖把婚礼办下去，否则都没必要活着了。沈天风战战兢兢的点头：是，我听雷爷您的，绝对不悔婚。雷豪点点头，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时，王振上前，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说道：雷爷您有所不知，沈家的二女婿仗着自己是武者，当众诋毁您，说您是什么？雷豪眉头一皱：说您是他的小弟。王振小心翼翼的说道，心里则暗爽，姓楚的，让你小子刚才口嗨，我这就向雷爷披露这件事，你完蛋了。雷豪闻言目光一寒，怒极反笑道：奇了，江州居然有人敢这么嚣张，这话是谁说的？给老子站出来。第21章，小雷子长本事了呀。雷爷发怒，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被狠狠地揪了起来。有人埋怨地看向楚风和沈家众人，说什么不好，非要说一些得罪雷爷的蠢话。等死吧，你们就……沈家众人的神情一个个如丧考妣。沈天风捂着自己的胸口，面露痛苦之色，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感觉老毛病心梗就要犯了。王振冷笑道：刚才是谁说的这番话？怎么有胆子说没胆子认吗？看来就是个孬种而已。雷豪的神色也愈发的不善：敢造老子的谣，主动站出来吧，这样死的只有你，如果不肯露面，就别怪我灭你满门了。静！全场寂然，落针可闻。而就在这时，一个玩味的声音缓缓响起：小雷子，你长本事了，都学着灭人全家了。小雷子！宴会厅中的所有人身体都狠狠的一抖，惊骇的看向说话之人楚风。他竟然称呼雷爷为小雷子，这是多大的胆啊！惹怒了雷爷，别说是你，你全家，你老婆全家都要跟着完蛋啊！沈天风被吓得整个人都傻了，震惊的看着楚风，颤抖的伸出手指着他，惊恐的叫道：你楚！但紧接着他就说不下去了，痛苦的捂着胸口，整个人一抽，直挺挺的向后仰倒。楚风说出的话太过劲爆，直接将沈天风给气得心梗犯了。如此变故，妇联和沈若冰姐妹都慌了，连忙上前去扶。爸你怎么了？爸，您这老毛病不能激动啊！老公，快吃药！三人手忙脚乱，扶人的扶人，喂药的喂药。楚风的嘴角也是微微一抽，怎么突然就心梗过去了？至于吗？王振见状，指着楚风哈哈大笑起来：姓楚的，看看你干的好事，一句话把你岳父给气死了。你这人该不会是天煞孤星吧？不过也是，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说不定全家都要跟着你完蛋。不是天煞孤星又是什么呢？沈若冰将沈天风交给两人照顾，站起身看向雷豪，强忍慌乱道：雷爷，是才是我妹夫说的不对，我这就让他给您道歉，还请您多多包涵，饶他一条性命。说着转头严厉地看向了楚风：不管你到底是谁，都赶紧向雷爷赔礼道歉，否则必死无疑，甚至会牵连到沈家。楚风微微一笑：多谢关心，但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沈若冰冰霜一般的俏脸都快维持不住了，恨不得骂娘，把这个妹夫骂个狗血淋头。都是实话？你是雷豪大哥？谁信？王振戏谑道：好，
嘴够硬，就是不知道待会豪杰帮的兄弟伺候你的时候，你的嘴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硬？说着，他转头恭敬地看向雷豪。雷爷，您看，这小子就是这么的嚣张，一点都没把您给放在眼里。如果不将此人除掉，将影响您的威严啊！雷豪站在原地，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反而表情变得有些僵硬。自从听到小雷子这3个字开始，他就一直维持着这个姿态。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叫过他小雷子，而那个人就是自己一生的老大。不光称呼一样，这个戴面具的男人，声音和身材，甚至是年纪，都跟老大很像很像。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是自己的老大，那位绝世无双的囚笼之主？一想到自己刚才对老大大喊大叫，他的这双腿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雷豪脸上的表情变换，在所有人吃惊的目光中带上了浓浓的恭敬之色，看着楚风，请问您是楚老大？楚风淡淡一笑，还算不笨，听说你要灭我全家？扑通，雷豪腿一软，直接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姿态谦卑到了极点。老大，冤枉啊！如果我知道那个人是您，绝对不敢有任何的逾越之举。看着雷豪谦卑无比的模样，王家父子懵逼了，在场宾客懵逼了，就连沈家众人也全都傻眼了。难道戴面具的这位楚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江州凶名赫赫可指，小儿夜啼的雷豪，真的是他的小弟？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浓浓的荒谬和不敢置信，但事实就摆在他们的面前，由不得他们不信。楚风说道：“起来吧，下不为例。”是，谢老大宽容。雷豪如释重负，这才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像是个小跟班一样，恭恭敬敬地站在了楚风的身边。沈若冰和傅莲终于从愣神中恢复过来，傅莲口干舌燥地问道：“女婿啊，这是怎么回事？”就算自己的宝贝女婿真是省城大少，能收雷爷当小弟，仍然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楚风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前几年在省城的时候，我救了小雷子一命，所以他自此之后对我马首是瞻。”说着，他看向雷豪：“是不是啊，小雷子？”雷豪会意，老大这是要伪装身份啊！他赶紧点点头：“老大说的对，若是没有您，我早死在监，死在省城了。”听到这个解释，傅莲不疑有他，重新从惶恐变得得意起来，戏谑地看向王家父子：“哎呀呀，看来你们在省城的朋友查得不准啊！我女婿都是雷爷的大哥了，这不是对他身份的最好佐证吗？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王瑞、王震父子2个在看到雷豪下跪的那一瞬间，也是彻底慌了。难道这位楚少的身份是真的，只是他们没查到？要知道，哪怕是面对雷豪，他们都得毕恭毕敬，更何况是雷豪的老大。恐怕对方只需要吹口气，他们王家就得完蛋。而他们呢，刚才对楚少又是打又是骂，一想到这些，王瑞的腿就有些发软了。他是个老油条了，当场认怂，一转身狠狠地踢在了儿子的腿弯上。猝不及防之下，王震扑通一下跪下了，整个人仍是猛的：“快向楚少道歉！”王瑞厉喝道。王震反应过来，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战战兢兢地说道：“楚少，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王瑞的腰深深地弯了下去，小心翼翼地说道：“楚少，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小心冲撞了您，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我们一个机会。我愿意真心跟沈家合作，将那个地产项目送给沈家去做，只求这场婚礼能顺利的进行。要知道，沈家的2女婿可是省城大少，如果能想办法巴结上，比如成为连襟，对王家的发展有大大的好处啊，丢脸算什么？”看到王家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傅莲脸色缓和，有些异动，但楚风的神色依旧冷漠，淡淡道：“你觉得我会看得上区区一个小项目？今天我算是见到了你们王家的丑恶嘴脸，所以我做主，这场婚礼取消。”王瑞张了张嘴，正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迎上了雷豪冰冷的视线：“楚少让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小小一个王家，在楚少面前还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一想到雷豪手段的残忍，王瑞如堕冰窟，屁也不敢多放一个，咬着牙恭敬的点头称是。今天王家算是在所有人面前丢了一个大脸，但这也总要比得罪这位背景深不可测的楚少要强。第22章，楚风不装了，我摊牌了。王家和沈家形势的瞬间逆转，让在场宾客们看得直呼过瘾，而这一切都因为这位霸气绝伦的楚少。自此，在场的人再无人敢对楚风的身份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废话，就连雷爷都对他马首是瞻，你有几条命，还敢去质疑楚少？但还有一个人一直处于彻底蒙圈的状态，那就是沈灵儿。他一手扶着昏迷过去的沈天风，一边呆呆地看着楚风叱咤风云，浓浓的困惑浮上了他的心头。雷爷为什么会听楚风的话？难不成姐夫真的是省城来的大少爷，只是一直在隐藏身份，如今3年之期已到，龙王归来了？不可能不可能，姐夫家以前的祖宅就在江州，他怎么可能是省城人？而且
姐夫这辈子有没有去过省城，都是一个未知数。自打认识姐夫开始，他天天和姐姐在一起，没离开过江州，然后就是3年的牢狱之灾。怎么算，他也没有在省城认识雷豪的时间啊。姐夫省城大人物的身份绝对是假的，但雷豪的态度做不了假，也没必要和姐夫一起做戏骗人。所以雷豪可能真的有一位在省城的姓楚的老大，因为隔了个面具，所以认错人了。得出这个结论后，沈灵儿整个人都懵了。这推测合理吗？世界上有这样巧的事情吗？可是排除掉所有错误答案之后，所剩下的那唯一一条答案，不管多么离谱，多么扯淡，恐怕都是真相。想到这，沈灵儿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幸运女神眷顾了一般，这么小概率的事件都能被她给碰到，她是不是该去买个彩票了？不过总而言之，结果是好的。王家父子灰溜溜的走人，宾客们也被一一送走，避免了姐姐这场不幸福的婚姻的发生。老大，您的岳父我已经派可靠的人送到了医院，请问您还有什么吩咐吗？雷豪站在楚风面前，恭敬问道。楚风淡淡道：没什么事了，你带人退下吧。是。雷豪重重的一点头，带着人离开了。雷豪走后，妇联迫不及待的热情的凑了上来。好女婿啊，今天多亏了你啊，不然我们要被王家给欺负死。要不这样吧，你来家里坐坐，我亲自烧一桌好菜来感谢你。沈若冰也走上前，发自内心的感谢道：谢谢你，妹夫，若不是有你在，我恐怕就要委身于王震这个无耻之人了。楚风笑了笑，有我在，怎么可能让你被别的男人欺负？知道沈若冰是迫于无奈之后，楚风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憋在心里，想听到他亲口回答。现在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他不动声色的道：沈小姐，我听闻你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为什么突然间离婚，去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呢？沈若冰一愣，没想到妹夫会忽然问这个问题，他的目光微微黯然。为什么离婚？除了沈氏集团欠款的问题外，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后者才是他下定决心和楚风离婚的原因。但那个苦衷，他不会和任何人提起。沈若冰摇摇头：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可以不回答吗？楚风顿时有些遗憾，但通过沈若冰刚才的微表情，他愈发的确定沈若冰的确是有难言之隐。还没等他开口，妇联就迫不及待的插嘴了：哎呀，好女婿，你可别提了，若冰之前的那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楚风那个劳改犯废物也配当我们沈家的女婿。哦对了，或许你还不知道，若冰那个废物前夫也姓楚，你说这都是姓楚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楚风闻言，眉头不由得深深皱起。刚才看妇联各种替他说话，还以为他转了性子，但现在看来，这位岳母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人。他尊敬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这个身份罢了。妇联说着说着，忽然注意到好女婿看他的眼神有些冷，心里困惑极了，自己又乃得罪他了吗？好在这个时候，沈若冰开口制止了他：妈，你住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不是说过吗？不想再听到楚风的名字。妇联只好闭嘴，继续热情洋溢的说道：乖女婿，那咱们的饭。沈灵儿赶紧过来抱住楚风的胳膊，对妇联说道：饭什么饭啊，爸还在医院躺着呢，你们赶紧去医院看看吧，我老公本来也没空去咱家做客，他下午就要回省城了。说罢，沈灵儿在心里捏了把汗，妈妈这嘴呀，是真的很毒，当着姐夫的面骂楚风，要是姐夫忍不住了打你咋办？姐夫别的不行，这打架可是一把好手啊。妇联闻言遗憾极了，但二女儿说的又非常有道理，沈天风不能一个人在医院，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楚风和沈若冰去医院了。宴会厅内便只剩下了楚风和沈灵儿两人。楚风摘下面具，郑重地看向沈灵儿。刚才雷豪都指认他是老大了，自己的身份也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灵儿，你刚才也看到了，其实我就是雷豪口中的楚老大。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沈灵儿给打断。其实你就是那个楚老大的扮演者对吧？沈灵儿一脸兴奋：姐夫，你简直是个天才啊，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你扮演的其实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大人物。你演的可真像，雷豪离你那么近都没把你给认出来，绝对的以假乱真啊。楚风彻底被整无语了，万万没想到灵儿这丫头的脑补能力这么强大。虽然这个姓楚的大人物确实存在不假，但自己可不是扮演者，而是本人啊。他神色古怪地说道：灵儿，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没有什么巧合，我就是那个大人物？沈灵儿坚定地摆摆手：绝无可能，姐夫你别蒙我，我还不知道你吗？从来没有去过省城，怎么可能是那个省城的大人物本尊？楚风彻底没了解释下去的心思，摆摆手，一副摆烂的模样。我说不过你，你说不是就不是吧？沈灵儿摸了摸小下巴，又劝道：对了姐夫，以后看到雷豪，你还是躲着走比较好，不然要是被他识破了，你就惨了。楚风无力的点点头：是，你说的对。第23章，沈天风知道楚大少身份了。和楚风分别之后，沈灵儿赶到了医院，想看看自己老爸的病情如何。赶到的时候，
沈天风正在目光无神地看着天花板，身边傅莲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二女婿在宴会大厅中大发神威的情形。沈天风的内心是懵逼的，那个楚少不就是楚风那个劳改犯吗？他哪来的这么大能量，竟然能让江州雷爷都听他的？是他出问题了，还是世界出问题了？爸，你身体还难不难受了？沈灵儿问道。沈天风回过神，看向二女儿，心中一动，或许灵儿知道些什么。他挥了挥手说道：老婆，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些事要跟灵儿说。傅莲没有多想，笑呵呵地站起身道：行，那我先走了，等你出院以后，一定得好好拜访一趟咱们的好女婿，别失了礼数。沈天风无力地挥了挥手，表示知道了。病房内终于恢复了平静。沈灵儿感觉有一丝不对劲，小心地问道：爸，您找我什么事？还需要单独谈？沈天风一想起来就来气，但为了避免再被气出毛病，强行压下了怒火。说说你老公的事吧，我怎么越看他越觉得他像楚风呢？沈灵儿心里一惊，老爸以前难不成是干侦探的？猜得这么准？他不动声色地说道：爸，你说什么呢？我老公可是省城里来的大人物，姐夫怎么能跟他比？装还装？沈天风摸出手机，翻出了一张照片，摆在了沈灵儿的面前。你这个逆女，你以为能骗得过我吗？看看这是什么？沈灵儿定睛一看，顿时骇然，这不是自己和楚风去民政局拍结婚照时的场景吗？他不敢置信道：爸，你调查我？沈天风怒道：你老子要是不调查，现在都被蒙在鼓里。逆女，你看看自己干的好事，竟然嫁给了自己姐姐的前夫，你还有丝毫的羞耻心吗？沈灵儿脾气也上来了，还不是你们对待姐夫不公，你们不管他，还不准我补偿他了？补偿你就嫁给他，你还能要点脸吗？沈天风气的胸口又疼了起来，似乎随时都可能再抽过去。见状，沈灵儿也不敢犟嘴了，连忙道：爸，您消消气，反正木已成舟了，您再气也没办法。而且楚风人挺好的呀，就算他没钱，也会很疼我的。沈天风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不去想那些让自己生气的事，问起了最让自己疑惑的问题。婚宴上，楚风那小子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让雷爷马首是瞻的？如果楚风真的是雷爷的老大，那无疑是一位顶级的大人物，做沈家的女婿倒也不是不可以。沈灵儿犹豫了一下，觉得没必要隐瞒，将自己以为的真相给说了出来。于是沈天风的期待破产了，愤怒地拍着床，咬牙切齿地吼道：断了！你现在就跟他彻底一刀两断，否则别怪你老子大义灭亲！沈灵儿料到老爸会这么说，言辞凿凿道：断不得呀爸，咱们都已经把王家得罪死了，全靠楚风伪装的身份撑着，对方才不报复。如果传出我跟省城大少分手的消息，你信不信第二天王家就会找咱的麻烦？沈天风闻言陷入了思考，女儿说的有道理，省城大少的牛已经吹出去了，哪怕是想收回来，迫于形势也不能收。忽然他的心中涌现出了一个想法，楚风在宴会上大发神威，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敢怀疑他的身份，那么可不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身份呢？扯虎皮拉大旗的套路从古至今屡试不爽，靠虚张声势发展壮大的案例也有许多许多。如果沈家能好好利用这位楚少的威名，那么发展起来必然会顺风顺水，无人敢惹。一个疯狂的计划逐渐从沈天风心里产生，他是从茫茫商海中卷出来的人物，从不缺乏勇气。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沈天风坐起身来，神情变得冷静。灵儿，你听我说，让楚风把这个身份做实喽，绝对不能暴露，我们要利用这个身份加速发展家族。沈灵儿听着老爸的计划，心里面充满了震惊，这要是暴露了，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啊！但是沈家却又不得不这么做，不然虎视眈眈的王家同样不会放过沈家。于是病房内父女俩合计之后，敲定了一个足以瞒天过海的疯狂计划。跟沈天风摊牌，也让沈灵儿的心里轻松了不少，不需要自己一个人装下去了，以后自己老爸也会帮忙打掩护。楚大少的身份可以说万无一失。这时沈天风又道：对了灵儿，以后让楚风见到雷爷等大人物的时候躲远点，不然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沈灵儿点点头，放心吧，我早跟我老公是跟楚风说过了。听到女儿对楚风称呼上的变化，老父亲不由得悲从中来，自己家2颗水灵灵的大白菜都被一个山猪给拱了，造孽啊！与此同时，王震一脸郁闷的在会所喝着闷酒，老婆没娶成，还当众给人下跪求饶，真可谓是倒霉到家了。这时一个神色阴冷的年轻男子坐到了王震身边。王少，我记得你今天不是结婚吗？不在家陪你的小娇妻，跑我这会所干什么？王震抬眼看向阴冷男子，此人名为赵东良，身后的赵家同样是本市的一流家族，因此两人从小一块玩到大，不说是至交好友，但也差不多了。他想了想，反正事情也会经别人之口宣扬出去，没什么好隐瞒的，就跟对方将婚宴上的事说了一通。赵东良听完笑着道：老王，你这就错了，
那个楚少固然厉害，但不见得对沈家有多上心。王震愣了愣，哦，何以见得？赵东良笑着道：你换位思考一下，身为江州大少的你，难道会爱一个边陲小镇的村姑爱到死去活来吗？楚少同理，堂堂一位省城大少，什么女人没有？你觉得会在意一个小地方的女人吗？王震眼前一亮，觉得赵东良说的特别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赵东良招了招手，一个嫩模便恭顺温柔地钻进了他的怀里。他把玩着嫩模胸前的饱满，淡淡笑道：如果我是楚少，对沈灵儿的态度只会像对这个嫩模一样，逢场作戏而已，玩腻了就扔了。说着，他用力一捏，嫩模顿时发出了痛苦的叫声。第24章，王震，沈若冰，我吃定你了。王震听完赵东良的解释和比喻，心中只感觉豁然开朗。有道理啊，这是现实世界，又不是霸道总裁文，不存在大人物爱一个村姑爱得死去活来。如果他有楚少那个地位，沈家的姐妹花只会成为玩物女奴，而不会认真。真正会成为他妻子的，只有门当户对的省城豪门之女。但凡事皆有例外，虽然概率很低，但说不定这位楚少和沈灵儿是真爱呢，还需要试探。至于该怎么试探，他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先给沈若冰制造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如果沈家请不动楚少帮忙，那么说明楚少真的不在意沈家，那么沈家便可以任他拿捏。江州第一美女沈若冰也只能沦为他的奴隶，在他胯下承欢。如果楚少真的出面，那他还可以提前出场，来一个英雄救美，改变沈家和楚少对自己的看法，然后再一步步追求沈若冰，顺理成章的成为沈家女婿，和楚少当连襟。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丝毫不亏。他站起身，拍了拍赵东良的肩膀，感激地说道：赵少的一席话，让小弟茅塞顿开，我这就去试验一番。赵东良笑着道：如果是成，可别忘了兄弟啊，江州第一美女的滋味，我早想品鉴一番了。王震闻言，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一直以来，他都将沈若冰视为自己的女人，由不得他人染指。但赵东良不是别人，而是赵家的大公子，不好得罪。而且仔细想想，沈若冰虽然漂亮，但有过一段婚姻，已非完璧，而是被别人玩过的破鞋。再让赵东良玩玩，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王震露出笑容：可以是可以，不过咱们两家的战略合作项目，赵少你可要多多推进一下。赵东良满意的点点头：放心吧，就冲王少这大方的性子，战略合作项目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三言两语之间，两人就已经决定了沈若冰未来的命运。翌日，沈家看门的下人惊慌地冲进书房，向沈天风汇报道：老爷，不好了，门口来了一帮混混，指名道姓要您去见他。混混？沈天风皱起眉头，站起身道：调集所有保安守在门口，我出去看看。是，老爷。很快，保安部署完毕，沈天风也赶到了现场，发现沈灵儿也在。两人看向大门外，10几号拿着钢管，穿着流里流气，头上还顶着安全帽的混混们正在外面叫骂。爸，这是怎么回事？沈灵儿神情担忧地问道。他是真不清楚，为什么好端端的忽然有混混上门。而对于这件事，沈天风已经有了猜测。在沈若冰和王震举行婚礼前，他满心以为房地产项目能够到手，因此提前联系了施工队。但这一带的施工队都归一个外号狼狗的人管，想要施工必须交什么保证金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保护费。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沈天风没有跟他们对着干，答应了下来。但现在项目没拿到手，施工队也不用招了，保证金什么的更不需要给。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结果忽然有混混上门闹事，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的联系。沈天风走上前，沉声问道：你们是狼狗的人？为首之人怪笑一声，还以为沈董你贵人多忘事，原来还记得。我们来不为别的，就为了问问你，那保证金什么时候交？沈天风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忍怒说道：那个项目我没拿到，不用你们的施工队，还交什么保证金？混混头子表情玩味：不对啊，上次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说只要你们家的婚礼一办完，100万的保证金马上就到。结果呢，你出尔反尔了，我们也只好受累跑一趟，亲自来讨要了。沈天风嘴角抽动，这群混混当真是不讲道理，这分明是在抢钱。100万对沈家来说不算多，但一旦开了这个坏头，恐怕会有成群结队的地痞无赖找沈家的麻烦，到时候沈家的就是再有家底也会被掏空。沈天风面露冷色：别在我家门口胡搅蛮缠，你们只有区10几个人，要是真动起手来，我身后的保安不是吃素的，不想挨打的话就赶紧滚。混混头子一点都不慌，淡淡道：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的人少吗？因为大部队都在你们沈氏集团呢，算算时间，那个叫沈若冰的女人应该已经被狗哥抓住了。什么？一直还算淡定的沈天风和沈灵儿都露出了惊容。你们把我姐抓走了？你们这是绑架，信不信我报警？沈灵儿厉声威胁道，手中手机飞快地拨打沈若冰的电话，
结果却一直打不通。混混头子丝毫不带怕的，想报警就报啊，但那位江州第一美人的安全，我们就没法保证了。要知道，我那些弟兄们一个个可都如狼似虎啊！哈哈哈。闻言，沈灵儿忍不住想到了姐姐受尽混混折磨的画面，顿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沈天风急切道：“你们别冲动，100万是吧？我给，我这就给，只要把我女儿放了，我保证不报警。”混混头子冷笑：“现在才知道交钱，晚了，干了这么大一票，你觉得100万够吗？起码1000万。”此言一出，沈天风都绝望了。1000万，他们沈家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到哪找这1000万？他的语气不由得低了下来。能不能通融一下？1000万确实有些。混混头子打断了他：1000万，1分钱都不能少。听说你不是有个特别牛逼的女婿吗？问他要钱不就得了？准备好钱，去这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3个小时内如果没带够钱，就跟你的宝贝女儿说拜拜吧。说完地址，混混头子一吆喝，直接带人走了，一点余地都不留。沈天风的脸色瞬间灰暗了下去。牛逼女婿，其实就是一个劳改犯，哪来的1000万？沈灵儿六神无主，心中慌乱极了。事到如今，只能再让姐夫伪装成省城大少，去跟那个叫狼狗的地头蛇谈判了，希望能够吓唬住这些混混，救出姐姐。心里如此想着，他赶紧打通电话，跟楚风说明了一切。挂断电话后，楚风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有人绑架了沈若冰，而且还说在3个小时内看不到钱就撕票，真是好大的狗胆，连他的女人都敢动。但他现在在外面，高档衣服和面具什么的都没带，难道回家去取？不行，太浪费时间了，还是直接去吧。一群小混混而已，伪不伪装都不影响自己吊打他们。第25章，楚风你怎么来了？江州城郊的烂尾楼内，一位姿容绝美的女子被绑在了椅子上，正是沈若冰。她警惕地看着周围，努力不表现出惊慌的模样。在她的身边围着一大帮流里流气的混混，领头之人是个表情阴郁、眼神犀利、稳重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江州城中带着手下招摇过市，到处收保护费、凶名赫赫的地头蛇，绰号狼狗。你们抓我来干什么？沈若冰冷静地问道。闻言，一名混混吹了个口哨，戏谑道：“哟呵，这妞胆子不小，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镇静。”有混混附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人，又漂亮又高冷。这要是能和她快活一晚，折寿10年，我都愿意啊。”有人忍不住凑到了狼狗的身边，大着胆子问道：“狗哥，我看那沈家欠了一屁股债，1000万的赎金肯定是凑不齐。这么漂亮的妞，与其撕票，要不如让兄弟们先爽。”他的话还没说完，狼狗忽然暴起，一巴掌狠狠地扇在说这话的混混的脑袋上。“你他妈疯了！这种级别的女人是你能动的吗？上头早就有一位大人物预定了。”混混抱着头委屈地哦了一声，心里这才明白，原来狗哥也不过是收钱办事，难怪会动沈家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狼狗站起身，冷漠道：“沈小姐，你也看到了，我这次请你来只为求财，你爸爸欠我1000万，如果他能按时交上来，我们相安无事，但要是没有，那就别怪兄弟心狠手辣，把你送给大人物当玩物了。”沈若冰美目微眯，敏锐地察觉到那所谓的1000万只是个幌子，那个大人物的真实目的就是他。他沉声问道：“指挥你们抓我的那个大人物是谁？”狼狗淡淡道：“这个我无可奉告。”沈若冰冷笑：“你说不说都无所谓，你口中的那个大人物之所以藏头露尾，是在害怕我妹夫省城大少的身份吧？”狼狗心中惊异，不愧是誉满江州的女强人，脑子果然好使，这么快就猜出了他们的计划。再说下去，连底裤都要被猜出来了。见对方不答话，沈若冰也没有继续追问，心里浮现出深深的忧虑。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麻烦，如果他的妹夫不出面的话，他恐怕走不了了。与此同时，这栋楼的隔壁，王震正架着望远镜，一边观察着狼狗等人的动静，一边注意着通往烂尾楼的必经之路，想看看那位楚少会不会前来救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忽然一辆出租车出现在了路口，引起了王震的注意力。这一带基本没人来这要巧，肯定是来救沈若冰的人无疑了。难不成这出租车里的就是楚少？但这逼格未免也太低了吧，竟然坐出租车。以他的身份地位，就算不坐个直升机，也起码得坐个顶级豪车来吧，搭个出租车是闹哪样？但马上当他看到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之后，就明白了，原来车上的人根本不是楚少，而是沈若冰的前夫，那个劳改犯楚风。同样姓楚，但两个人的级别天差地别。看到楚风急匆匆的上楼，王震的脸上顿时勾起了一抹冷笑，看来这小子还是旧情难忘啊，竟敢傻乎乎的独自跑来救人。一想到这个劳改犯曾经上过沈若冰的床，王震心里就一阵不爽，哪怕他以后得到沈若冰，只要楚风还活着，他就舒服不起来。正好可以借此机会除掉他。
他拿出手机，直接给狼狗发了条信息。楼对面，狼狗看到了王震发来的消息，沈若冰的前夫楚风来了，要他找机会把人除掉，事成之后再加10万。楚风他知道，不就是个劳改犯吗？弄死还不是跟玩一样？白捡的10万块，不要白不要。删掉信息的同时，一道身影出现在门口，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看到沈若冰衣服完完整整，没受过什么欺负后，楚风心中一定。楚风，你怎么来了？沈若冰看到来人，美目圆睁，自己被绑架的事，楚风是怎么知道的？而且他一个人来了，又能做得了什么？送人头吗？楚风看向沈若冰，柔和地说道：“当然是来救你啊。”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但沈若冰能听出楚风对自己的关心，这让他心中触动万千。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生气，怒道：“谁让你来的？你这是有勇无谋的莽夫行为，除了送死之外，还有什么用？”楚风知道和他解释不清楚，索性不说了，直接看向狼狗等人，淡淡道：“把人放了，饶你们不死。”狼狗眉头一挑，好嚣张的小子，在监狱受的这么多年教育，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他冷冷的一挥手：“去，弄死他！”众小弟闻言微微一愣，有人小心的问道：“狗哥，您所说的弄死是字面意思？”狼狗冷漠道：“死在这片烂尾楼里，几年都不会有人发现，别顾忌。”听到保证，混混们不再犹豫，一个个狞笑着向着楚风走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虐杀一个人更痛快的事了。沈若冰听着狼狗等人的对话，俏脸顿时变得煞白，他攥紧拳头，厉声道：“都给我住手！你们要是敢动他，我妹夫来了之后是不会放过你们的。”狼狗闻言不由得沉思起来，不怪他怂，而是省城大少的名头太过吓人了，要不先把这小子抓起来，等3个小时那位省城大少没来的话再杀。想了想，狼狗说道：“人等会再杀，但可以把他的命根子给我废了，让他永远失去做男人的能力。”王震要他杀楚风的原因，不用想就知道，是因为两人的情敌关系，把楚风变成太监，说不定还能让对方更开心，多给他几万块钱呢。是，狗哥。混混们嘿嘿一笑，目光游离在楚风的下3路，脑子里全是邪恶的想法，围了过去。沈若冰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些人怎么能这么狠毒？这跟直接杀了楚风又有什么区别？他慌忙地喊道：“楚风，你愣着干什么？赶快滚啊！有多远滚多远，不然你就完了。”狼狗冷哼一声：“好，你觉得我会给他这个机会吗？动手！”一声令下，混混们便嗷嗷叫着一齐冲了上去。眼看楚风危在旦夕，沈若冰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但下一刻，当双方接触之后，楚风出手了，只是眨眼之间，冲过来的混混们全都倒飞而出。第26章，楚风，你太让我失望了。楚风出手，形势瞬间逆转，一片哀嚎声响彻整个烂尾楼。狼狗以及用望远镜观察的王震都惊呆了，搞什么？区区一个劳改犯，为什么这么能打？难怪这小子敢来独自救人，原来是艺高人胆大。王震有些坐不住了，他本来计划着，如果楚少出现，就提前去英雄救美，争取他们对自己的印象分。但现在楚少还没露面，楚风这小子就快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如果他再不敢去救人，说不定沈若冰又会因为这次的事情爱上楚风，再续前缘，到时候他可就一点机会没有了。王震不敢怠慢，连忙向着沈若冰所在的楼层赶去。烂尾楼内，沈若冰吃惊地看着楚风放倒一大片打手混混。楚风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是有亲身体会的，没想到打起架来也会这么厉害。他心中生出了希望，或许楚风真的能救他出去。解决完混混，楚风站在了狼狗的面前，淡淡道：“就剩你一个了，下跪求饶，还是被我一巴掌扇死，自己选吧。”狼狗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个地头蛇而已，就连武者都不是，怎么可能是楚风的对手？如果双方打起来，他可能会被瞬间秒杀。但他狼狗在江州能吃得这么开，从来不是因为能打，而是因为有后台和靠山。想想自己的那位靠山，狼狗顿时充满了信心，傲然说道：“小子，你确实能打，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你再厉害，能厉害得过我身后的那位吗？”楚风眉头一挑，玩味地问道：“哦，那你的靠山是哪位？钱豹，豹爷，你应该知道吧？”狼狗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沈若冰心里一惊，钱豹？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位可是江州地下势力的第2人，虽然跟豪杰帮的老大雷豪没法比，但也是掌控了好几个街区的地下势力之王。难怪狼狗敢横行霸道，原来靠山如此强悍。他的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如果狼狗是钱豹的人，那绝对不能动，他们沈家可惹不起钱豹这样的狠人。然而听到这个名号，楚风只是掏了掏耳朵，淡淡道：“钱豹？没听说过。我管他是豹啊猫啊的，我只知道我要动的人他护不住。”狼狗一阵气急，连豹爷的名号都没听说过，这是哪来的愣头青？
沈若冰连忙提醒道：“楚风，你别冲动，钱豹不是你能惹得起的。狼狗，你不能动。”狼狗露出笑容，嘲讽地看着楚风：“没错，还是沈小姐有见识，豹爷你惹不起，懂吗？”小劳改犯，说着还挑衅似的伸出手拍了拍楚风的脸。楚风目光一寒，一巴掌扇出，狼狗瞬间跟陀螺一样被抽飞了几米远，满口白牙碎了一半。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劳改犯。狼狗重重地摔在地上，整个人都懵了。对方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把自己扇了，他怎么敢的？他感觉自己的脸上一阵剧痛，忍不住抱住脸，痛苦地惨嚎起来。沈若冰愣住了，随即愤怒道：“楚风，你怎么把他打了？我不是不让你动手吗？”楚风微微一愣，自己也是为了帮他报仇才这么做的呀。接着沈若冰又露出失望之色：“楚风，你变了，你以前没有这么冲动的，现在你动不动就打人，和暴力狂一样。难道你不会报警，让警察把他们抓走吗？而且你还把钱豹给得罪了，你这是在救我，还是在害我？”楚风张了张嘴。若冰，沈若冰失望地看着楚风，怒喝道：“滚！你现在就滚，滚出江州，永远都不要回来，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他在心中一叹：“楚风，你闯了大祸，钱豹一定不会放过你。如果不赶紧离开江州，隐姓埋名，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楚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是担心我得罪了钱豹，被找麻烦是吧？放心，这种小事我一个电话就平了。”沈若冰摇摇头：“你太让我失望了，这是从哪儿养成的这种说大话的毛病？怎么钱豹到了，你嘴里都算小人物了？他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鸡一样简单。”见沈若冰不信，楚风心中无奈，简直和沈灵儿一个样。看来说实话是没人信的，他只好道：“总之，钱豹的事你不用管，我会摆平。”说着，直接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小雷，我打了钱豹的一个手下，你处理一下。”说完，楚风挂断电话，前后用时不到10秒，一气呵成。沈若冰深深地皱起眉头：“楚风，你是在跟谁打电话？小雷？难道是雷豪？”楚风笑了笑：“你猜对了。”沈若冰愤怒了：“你越来越过分了，雷爷是你能这么叫的吗？你以为你是谁？我妹夫吗？为什么你们都姓楚，差距却这么大？楚风，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说完，他又心忧不已，钱豹的事到底该怎么评啊？要不拜托妹夫，但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他了？就在这时，王震出现在门口，笑着道：“若冰，你不用担心，豹爷那边我会想办法处理，不会让他们找你们的麻烦的。”沈若冰看向王震，有些吃惊，又有些警惕：“王震，你怎么来了？”王震一副关切的样子：“我听说若冰你被绑架了，所以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救你了。”说着，他看了楚风一眼，但好像有人比我更快啊。他走到楚风身边，拍了拍楚风的肩膀：“不过呀，小楚，我知道你救人心切，可是你不能见谁打谁啊！你打了豹爷的人，那可不算是救人，相反是帮了倒忙，甚至就连你都会自身难保。”楚风微微皱眉：“这个你不用关心，我已经解决了。”王震嗤笑一声：“解决？你拿什么解决？你以为是那位楚少吗？小楚，我劝你不要好高骛远，钱豹你得罪不起。”沈若冰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不平了此事，楚风就危险了。他赶紧道：“王震，谢谢你救我，钱豹的事还请你一定要解决。”王震点了点头，说道：“没问题，就当是对上次婚宴上的事赔礼道歉了。若冰，你不会再怪我了吧？”沈若冰救人心切，点头道：“只要你摆平钱豹，以前的事一笔勾销。”“好，就这么说定了。”王震呵呵一笑，这场英雄救美虽然有瑕疵，但目的总归是达到了。而就在这时，沈灵儿带着沈天风等人也赶到了现场。“老公，姐姐，你们没事？”哎，他的话还未说完，便看到了场上的情形，整个人都愣住了。第27章，回归沈家。不管是楚风还是王震，两人出现在这里都远远超出了沈灵儿的预料。不是说楚风不应该出现，但他应该以省城大人物楚少的身份出现啊，真人出镜是闹哪样？还有王震，上次双方不是都闹翻了吗？他跑来凑什么热闹？王震的耳朵很灵，敏锐地注意到了沈灵儿刚来时叫了一声老公，连忙问道：“灵儿小姐，听你刚才的话，难不成楚少也来了？”沈灵儿闻言，为了不露馅，略一思索后解释道：“来之前我通知我老公了，我还以为他会先我一步赶来救人呢，看来是落在了后面。不过既然姐姐已经获救，也就没必要让他白跑一趟了，我这就通知他回去。”说着，煞有介事地掏出手机发起了短信。王震闻言，一时间搞不清楚沈灵儿说的是真是假，但按道理来说，沈灵儿不知道自己的谋划，应该不会撒谎才对。难道那位楚少真会为了沈灵儿的一句话，从省城赶来救人？他们是真爱？不知全貌，王震不敢妄下定论，决定暂时按照英雄救美的剧本行动。而这时，
思女心切的妇联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连忙上前给沈若冰松绑，将她扶了起来，紧张兮兮地问道：“若冰，你有没有事？没受到欺负吧？”“我没事，狼狗等人不敢动我。”沈若冰平静道。确定女儿一点事都没有后，妇联和沈天风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前者注意到了楚风，神情顿时一冷：“楚风，你来做什么？不是告诉你让你离我女儿远点了吗？”楚风不想搭理对方，随意道：“来救人。”妇联被楚风这态度给气得不轻，直接使盆子乱扣，叫嚷道：“该不会这场绑架案就是你干的吧？你一个劳改犯，完全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沈灵儿生气地反驳道：“妈，你说什么呢？楚风不可能做这种事。而且这淌了一地的混混，说不定就是楚风解决的。”妇联撇撇嘴，他是见识过楚风的本事的，能轻松放倒他的2个保镖，能打得过这些混混，倒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哪怕楚风确实救了自己女儿，他也不想说楚风一句好话。行了，闲话以后再说。沈天风制止了母女2人的争论，看着地上昏死过去的狼狗，深深地皱起了眉头。狼狗是谁打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是钱豹的手下吗？王震站出来摇头说道：“伯父，我来之前楚风就把狼狗给打了，我想拦也拦不住啊。”沈天风闻言心里一阵气急，楚风怎么敢这么嚣张的，连钱豹的人都打？难不成是入戏太深，真以为自己是省城大少了吗？妇联叫道：“我就知道这个废物一件好事都干不了，谁让你得罪钱豹的？我告诉你，你趁早去找钱豹负荆请罪，要找死别牵连到我们沈家。”楚风眉头微微一皱，自己好心救人，反而竟是遭到一些冷嘲热讽，真是不可理喻。他冷冷道：“这个不劳你们费心，钱豹的事我已经解决了。”沈若冰开口了：“楚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虚荣？没有王震出面，你拿什么解决打了狼狗带来的影响？我知道你不喜王震，但他救了你，你难道连一句感谢都不肯说吗？”王震赶紧摆了摆手，一副谦和的表情说道：“没事的，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楚风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不在意。其实他说是会解决这件事，但以他的层次根本没资格去劝钱豹，最多也就是多给狼狗点钱，让他不要上报而已。”妇联看向王震的表情温和起来：“还是小王你大度，不像某些人死鸭子嘴硬，还想顶替你的功劳，真是可恶到了极点。”王震笑着道：“傅姨过奖了，以前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您赔个不是，还请不要介意。”“不介意不介意，要是没有你出手，钱豹的事就得麻烦我的2女婿了。”妇联和王震聊得其乐融融，觉得王震这孩子虽然在上次婚宴上表现不佳，但平时办事周到无比，因此他又生了撮合王震和大女儿的想法，于是说道：“有空的话来我们家吃个饭吧，阿姨亲自给你做菜。”王震欣然答应。沈若冰眉头微微皱起，不想让王震跟着回家，但一想对方帮了自己大忙，便没有多说什么。妇联一转头注意到了楚风，笑呵呵的脸色瞬间变冷：“至于你这个废物，有多远给我滚多远，看见你我就连吃饭的兴致都没有了。”王震笑着道：“傅姨，您别这么说楚风了，就若冰这件事上，他也算是出了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只是爱表现了点，年轻人都这样，您谅解谅解。”楚风眉头微微一挑，王震这小子是蹬鼻子上脸啊，越说越来劲了，再忍气吞声下去，自己就要被说的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了。他平静地开口了：“王少，你口口声声说是你处理了钱豹的事，倒是拿出点证据让大家瞧瞧啊。”妇联不爽了：“你个废物逼逼什么？王少人家可是一流世家的大少爷，说的话能有假吗？”楚风淡淡道：“我没说是假的，只是让他拿点证据出来，有什么问题吗？”沈若冰见楚风一副咄咄逼人的语气，怒道：“楚风，王震摆平了钱豹，也算是间接救了你一命，你反倒是找起了王震的茬，还是不是个男人？”楚风闻言心里不免升起了几分火气，冷冷道：“我说过了，钱豹是我解决的，我只不过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而已。”沈若冰听到这番话更怒了：“楚风，你太过分了！”而这时王震又主动站出来打圆场道：“若冰，你别太动气，让我来跟楚风说。”沈若冰略一犹豫后最终点了点头。王震正气凛然地站出来说道：“楚风，你怀疑我是吧？那我们不如打一个赌。不久之后，张家准备举办一场商业晚宴，广邀各界名流，我们就赌张家的邀请函，谁拿到了谁就算赢，如何？连张家邀请函都拿不到的人，肯定是摆平不了钱豹的，是不是？如果你输了，你就离若冰远一点，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楚风神色没有丝毫波动，淡淡道：“如果你输了，也给我滚得远远的。”王震脸色一沉，冷哼一声道：“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妇联听到2人赌约中张家晚宴的消息后，眼睛不由得亮起，他连忙走到王震身边，笑着道：“王少，你能搞到张家的邀请函，那能不能分给我们沈家一张啊？到时候
让若冰跟你一起去。王震一听，眼睛不由得亮起。对啊，或许自己可以趁这个机会创造出跟沈若冰独处的时间，说不定能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虽然邀请函很难弄，但回报很丰厚啊。想到这儿，王震满口答应。放心吧，傅姨，肯定有若冰的一份。傅莲开心极了，笑得几乎合不拢嘴。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不就是张家的邀请函吗？我随随便便就能要来一堆，到时候沈家全家可以一起去。说话之人当然是楚风。傅莲脸色一黑，骂道：楚风，你真是给脸不要脸，我都懒得搭理你了，你竟然还凑上来找骂，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玩意，就你还想拿到张家的邀请函？我呸，做梦去吧。楚风没有生气，淡淡道：你们拭目以待就行了，以自己和张半成的关系，要几张邀请函岂不是手到擒来？到时候若冰应该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谎了。没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完，楚风不再逗留，向外走去。沈若冰看着楚风离开的背影，心里不知为何有些难受。如果能和他再在一起吃个饭，该多好。但一想到楚风刚才差点闯下大祸，又只能息了这个想法。而就在这时，沈灵儿拦在了楚风的面前，连忙道：等等，姐，楚风你先别走。傅莲眉头一皱：怎么？难道灵儿还想留下这个废物吃饭？沈灵儿说道：再怎么说，楚风也是第一个赶来救姐姐的，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他现在刚出狱，还没找到工作，既然这么能打，不如来咱们家当保镖吧。我看姐姐就挺缺一个保镖的，让楚风当她的贴身保镖，你们觉得怎么样？傅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不行，我不同意，这小子一看就贼心不死，再纠缠若冰怎么办？王震没有说话，但心里不免有些不爽。楚风要是敢死皮赖脸的住进沈家，那自己不介意直接除掉他。沈灵儿没管傅莲同不同意，问道：爸，姐姐，你们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沈天风肯定是不想让楚风回归沈家的，但一想这小子还得扮演省城大少，不能让他乱跑，拴在沈家是不错的选择，于是点了点头。而沈若冰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了，不过脸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冷冷的对楚风道：我给你这个机会，但你记住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保镖，如果敢越界，我会毫不犹豫的开除你。沈灵儿露出笑容，对傅莲说道：妈，3票对1票，你不同意也没用哦。傅莲懵了，沈灵儿答应可以理解，沈若冰答应勉强也有逻辑，但你沈天风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为什么也会答应让楚风回归沈家？随即他冷哼一声：废物，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拿不到张家邀请函，你照样得灰溜溜的滚蛋。楚风则是一怔，没想到灵儿会忽然来这么一出。沈灵儿朝他狡黠一笑，说了会让你回归沈家，自然不会食言了。第28章吃狗饭。一行人回到沈家别墅时，已经快到饭点，傅莲赶紧去做饭了。昨天他已经把玉镯从鉴定行取了回来，估值竟然真的有上千万，让他最近的心情开心的不得了。至于这只玉镯呢，他自然没打算还给女儿，而是自己保存了起来。大厅，一只长相喜人的金毛凑过来，用力地蹭着沈若冰，逗得他露出浅浅的笑颜。楚风看着这只金毛犬，总感觉有些熟悉。沈灵儿插嘴道：姐夫你忘了吗？这是大迪，当年你和姐姐一起收养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楚风恍然，有些感慨，当年的小狗仔如今已经这么大了呀。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沈若冰也听到了灵儿的话，笑容渐渐收敛，重新变得冷漠。他不希望被楚风看出丝毫端倪，而楚风的想法则截然相反，一定要查清楚沈若冰的苦衷是什么，然后再向他坦白一切。没多久，傅莲的声音响起：吃饭了。沈灵儿赶紧拉着楚风走向餐厅：走吧，赶紧去吃饭，我妈虽然脾气不好，但做菜可是一绝。众人在餐厅落座，桌上已经摆满了佳肴。傅莲给王震盛了满满一碗饭，亲自送了过去。小王，你还没尝过阿姨的手艺吧？快试试合不合胃口。谢谢伯母，这饭真香，肯定很好吃。王震笑着点点头。接着傅莲又端出一个盆，扔到了楚风的面前：这个是你的，快点吃吧。王震下意识地看向傅莲送给楚风的饭，发现盆里又有肉又有菜，看起来诱人无比，这让他心里很嫉妒。傅莲只给他盛了一碗米饭，结果却给楚风专门开了小灶，弄了别的菜色。这还得了，他可不能被人比下去。他直接站起身说道：楚兄弟，你的菜看起来不错呀，分我一点呗。说着也不管楚风答不答应，直接抢了过来，先炫了一大口，然后挑衅地看了楚风一眼。哎，小王。傅莲见此情形，脸色一阵古怪，欲言又止。沈灵儿见王震抢了楚风的饭，本想打抱不平，但猛地发现王震手里的那个饭盆有点眼熟，随即他想到了这个盆的来历，下意识脱口而出：这不是大迪的狗饭盆吗？盆里还装着大迪的午餐。王震闻言，一口把嘴里的饭全喷了出来，喷了满桌。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狗饭盆，那岂不是说他吃了一大口狗饭？
王震只感觉恶心的想吐，怒气冲冲地看向楚风：“你他妈坑我！”楚风挑了挑眉：“这狗饭又不是我想要的，是别人给我上的。如果你不抢，兴许我就要中招了。”说着，楚风一笑：“要这么说起来，我是不是得感谢你了？”王震脸都憋红了，他真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能骂妇联吗？不能，因为人家要坑的是楚风，如果后者吃了狗饭，他说不定还会拍手叫好。结果呢，他却傻乎乎的上去跟楚风抢狗饭，但他肯定是不会怪自己的，所以要怪就该怪楚风没拦住他。他看着楚风的眼神都快冒出火来。沈天风一脸的无奈，妇联为什么老耍这些小把戏呢？就算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而且还给玩砸了。沈灵儿看了看桌上的一片狼藉，嫌弃的把椅子往后挪了挪。他生气的看向妇联：“妈，你简直太过分了，怎么能把狗饭给楚风吃？”沈若冰也皱起眉，对妇联的做法十分不满。被拆穿的妇联一点都不尴尬，理所当然道：“就这种废物，有狗饭吃就不错了。再说，咱家的狗吃的一点都不差。”说完，他歉意的看向王震：“王少，我真不是故意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不过你放心，我们家狗吃的也很干净，不脏。”王震还能说什么？这位可是省城大少的丈母娘，他只能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没事的伯母，要怪也该怪楚风。对，怪楚风。妇联点点头，恶狠狠地看向楚风：“狗，说你呢，为什么没看紧自己的食？”这极端侮辱人的话语让沈若冰和沈灵儿的脸色都难看起来。妈妈简直越来越过分了。两人正要发作，楚风的手机却突然一震，掏出手机一看，张半成又问他有没有空去吃饭了。这已经是他第3次邀请，这边的饭也恰好闹得不能吃了，就发短信过去答应了下来。他站起身道：“这些饭你们自己吃吧，朋友人找我有事。”妇联一脸轻蔑：“怎么还有脾气了？甩脸子要走了？这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地吗？”王震嘲讽道：“你刚出狱哪有什么朋友，找理由也找得合理些好吧？”沈天风开口了：“好了，都别吵了，他要走就让他走吧，走了也清静。”妇联闻言哼了一声，算是默认了。楚风，你路上慢点。沈灵儿站起身，小声道：“我妈就是这性子，你别往心里去。”楚风淡淡道：“我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你妈嘴里的话没一句有用的，所以我早自动屏蔽了。我还犯不上跟一个女人置气。”那就好。沈灵儿松了一口气，她还以为楚风是受不了气要走呢。楚风离开沈家，打出租来到了一座豪宅大院门口。张半成带着一位高挑女子等在了门口。张半成身边的那位女子面容姣好，身材更是完美无比，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嫌瘦，看起来知性又优雅。楚风走下车，张半成连忙上前迎接，笑着道：“楚先生愿意赏光，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啊。”说着，他又指向身边的女子：“这位是小女张雅，最近刚从沃顿商学院留学归来，准备着手接管家族产业，以后还请楚先生对她多多关照。”楚风点了点头：“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让她来找我。”张半成露出笑容，看向张雅，皱眉道：“这位是楚风，楚先生，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谢楚先生？”张雅黛眉微蹙，但没有说什么，轻声说道：“多谢楚先生。”而他心里对楚风却有些不以为然。他爸张半成是从草根崛起，没什么文化，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现在又突然冒出个楚先生，他估计也是个骗子骗喝的。而且他觉得他爸的管理模式已经太过时了，他准备用从西方学来的先进思想对集团进行改革。张半成心里一叹，他哪不知道女儿的想法，这孩子太过高傲了，以后进了社会上免不了要吃亏，所以才专门请来楚先生互相认识认识。两人年纪相仿，如果能够促成好事就更好了。楚风道：“小张，还要让我在门口站多久？”“哦，楚先生快请进。”张半成回过神，不再多想，温和地说道。见到楚风对自己爸爸是这副态度，张雅的脸色不由得一寒，看来自己应该找时机教教这个姓楚的对一市之首富的态度。餐厅已经摆满了山珍海味，张半成请楚风入座，恭敬道：“楚先生，请您先动筷子。”楚风夹起一筷子菜，看了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这菜里有毒，而且还是剧毒，无色无味，若不是他的家传医术够高，甚至根本看不出来。是张半成要害他？不对，他没那个胆子。他看向毫不知情正准备吃饭的张家妇女，喝道：“都住嘴，别吃了！”但已经迟了，张半成刚吃了一口菜下肚。张半成一愣，正要问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觉得腹中一阵剧痛，眼前一黑，直接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另一边夹着菜准备吃的张雅直接惊呆了，自己老爸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就倒了呢？第29章，张雅，楚风你干什么？张雅的筷子从手中滑落，猛地站起身，冲到了张半成的身边，看到张半成脸色泛青，气若游丝的模样，彻底慌了。我爸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倒了？楚风无奈一叹，他只想好好吃顿午饭而已，怎么碰上这么多麻烦事？
但张半成毕竟是他的小弟，眼看就要没命了，不能放任不管。他这是中毒了，而且此毒见血封喉，如果不赶紧得到救治，5分钟内必死无疑。5分钟内，张雅懵了，毒发竟然会这么快？这毒到底是谁下的？竟然能通过重重检查送到他们的餐桌上？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该怎么把父亲救活。他连忙掏出手机，联系父亲的私人医疗团队，但5分钟内医疗团队能赶过来吗？这时楚风站起身道：“你们这儿有银针吗？”张雅愣了愣，狐疑地看着楚风：“银针？难道你还懂医术？”“一般般吧。”楚风懒得跟他解释什么，毕竟张半成危在旦夕，正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张雅更怀疑了，这个叫楚风的怕不是个蒙古大夫，中医要想学成，20-30年的苦功是少不了的。而楚风这么年轻，就算打娘胎里学都凑不够时间，说不定医书都没看过几本。如果贸然让他治病，把老爸治死怎么办？张雅冷着脸道：“这儿没有银针，再说西方医学界早就证明过了，针灸是伪科学，其实根本没有效果。”楚风眉头微微一挑，西方医学才发展多少年？华佗做外科手术的时候，西方还茹毛饮血呢，信西医不信中医，这妞纯纯脑子有病，耽误救人。他要不是张半成的女儿，他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楚风直接走上前，将张雅拽到一边，把张半成扶到一张空桌子上躺好。“哎，你干什么？”张雅被楚风拽了个趔趄，看到他随意搬动父亲的身体，生气极了。但下一刻，他就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见楚风随手攥了一把牙签，手上一震，然后牙签竟然奇迹般的炸开，变成了一根根头发丝粗细的竹针。张雅吃惊的张大了小嘴，把竹签震成竹针，这得是精细的力道掌控。能做到这种事，那么很显然，父亲这个朋友不是一般人。他心中涌现出了一个想法，或许楚风真的是一位神医。楚风撩开张半成的上衣，看了看手中的竹针，无奈道：“条件有些简陋，凑合着用吧。”他挑出几根合适的竹针，顺着人体大穴一根根刺入进去，屈指轻弹，竹针微微颤动，刺激着对应穴道。竹针脆弱，按道理来说根本刺不穿皮肤，但在楚风绝顶的力道控制之下，足以化腐朽为神奇。不消片刻，张半成身上便插上了7749根竹针，每一根针都在以特定的频率颤动，神异无比。楚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49还魂针能够压制世间一切毒性，哪怕就剩最后一口气，也能强行续命12个小时。这段时间，楚风可以从容地调配解药。张雅看呆了，楚风这手法简直神乎其技啊！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不由得带上了几分尊敬，为之前小事他感到后悔。楚风转身用纸包好餐桌上的一块食物，向张雅问道：“你们家药房在哪？我去化验一下毒药的成分，配置解药。”张雅回过神，连忙指路。楚风向外走去，临走时吩咐道：“记住，竹针不能拔，谁让你拔，谁就是要弄死你爸的凶手。”张雅点点头，决定听楚风的。而楚风前脚刚走，后脚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就带着医疗团队赶了过来，各种医疗设备一应俱全。张雅眼睛一亮，赶紧迎上去：“刘神医，你终于来了，快看看我爸的情况。”眼前这位刘神医正是自己父亲私人医疗团队的一把手刘信。在成为父亲私人医生之前，这位曾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医，贯通中西，是真正的一届大拿。刘信点点头，看向不远处的张半成。当他发现张半成还活着，气色甚至还不错的时候，瞳孔狠狠一缩。这不对啊，他特意拖了5分钟才赶过来，这个时候张首富应该已经死了啊！毒就是他下的，毒性他清清楚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很快，刘信注意到了张半成身上的7749根竹针，身体不由一震。49还魂针，那不是已经失传了吗？难怪张首富还没死。但如此神妙的针法，究竟是何人施展？就在刘信愣神之际，张雅紧张地问道：“刘神医，请问你看出什么了吗？我父亲这毒好不好解？”刘信沉默了。那个施针的神秘人连49还魂针都会解，他下的毒估计不难。但是事情发展至此，如果张首富醒来，肯定会查到下毒之人是他，而且还有那位大人的吩咐。张半成必须死！刘信眼神坚定，表情一下子严厉起来道：“大小姐，这是谁下的针？瞎搞只会让张董事长中毒更深。”什么？张雅一怔，眼中泛起慌乱。可是楚风说我爸中的毒5分钟内不治必死无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刘信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摇头说道：“大小姐，你太容易相信人了，他说5分钟就是5分钟吗？我看这毒就算中了50分钟，都不见得会有生命危险。他那是诓你的，相反，这几针扎下去只会加速张董事长的死亡。”张雅愣住了，难道楚风骗了他？要知道刘信可是当时顶级的医生，不可能判断错误。如果连刘神医的话都不可信，楚风的话就更不可信了。那要不
把这些针拔了？张雅试探着问道。此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楚风的嘱托，只顾着相信权威。拔，必须拔！刘信斩钉截铁地说道。说着，他指挥着手下3下5除2把张首富身上的救命针拔了个干净。第30章，楚风，你想怎么死？竹针一拔，张雅满心期待的好转并没有出现，相反，父亲的浑身都开始剧烈颤抖起来，黑紫之色顺着经络向全身蔓延。眨眼之间，张半成又到了死亡的边缘。张雅呆了，紧接着就感到了深深的被欺骗的愤怒。他一把揪住了刘信的衣领子，美目中满是寒意。刘信，是你说这针必须拔的，结果针拔了，我爸却变成了这样，你敢骗我？你是想死吗？身为江州首富之女，张雅在江州可谓权势滔天，哪怕刘信是神医，想让他人间蒸发也不是什么难事。刘信连忙栽赃道：大小姐，这真不怪我，要怪就怪那个叫楚风的医生，如果不是他胡乱扎针，张董事长的情况又怎么会变成这样？张雅闻言缓缓松开了手，但语气依旧冰冷。治好我爸，我就相信你的话，否则你知道后果。刘信一副为难的模样。如果那个叫楚风的没有乱施针，我有十足的把握治好张董事长，但现在最多只有30%的把握。如果张小姐觉得我不行的话，您可以另请高明，而不是对我喊打喊杀。张雅闻言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心里忍不住对楚风充满了埋怨。如果刘神医说的是真的，那么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楚风，而整个江州又有谁的医术比刘信更高呢？他的语气不由得缓和了下来。我刚才失态了，还请刘神医全力出手救我爸爸，是成是败，我都不会追究您的责任。刘信一副医者仁心的模样，点点头。看在大小姐您一片孝心的份上，好吧。实则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真是成也楚风败也楚风啊。如果没有这个叫楚风的，张首富肯定早死了，但要是没有楚风，他又去栽赃嫁祸给谁呢？现在好了，一切黑锅都让楚风来背，而他却可以全身而退，去拿那位大人物给他准备的丰厚奖赏。他从医疗车上取出了一个针管，这是他为了以防万一事先准备的。而这个针管中是一剂猛药，能够让人短时间内回光返照，看上去就跟治好了一样。但要不了几分钟后，病人的身体情况就会急速衰弱，神仙难救。他拿着针管走到张首富身边，拉起后者的手腕，就准备扎下去。张雅不疑有他，不明真相的他压根不知道刘信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杀人。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响起：你们在做什么？楚风拎着解药走进房间，第一眼就看到自己施展的4-9还魂针被人全拔了，眉头不由得深深皱起。张雅扭头看向楚风，眼中露出了一抹厌恶。楚风，你给我滚出去，这里没你什么事了。楚风怒了，你又在发什么神经？谁让你们拔针的？张雅一阵生气，这家伙难道没发现自己已经被拆穿了吗？还敢吓唬他？他冷冷开口：楚风，你就别装了，刘神医刚才已经告诉了我真相，若不是你危言耸听，胡乱扎针，我爸爸的情况压根不会恶化成这样。我看你刚才之所以抢着表现，就是想骗我家的钱吧。我告诉你，如果我爸出了什么闪失，我一定要让你跟着陪葬。一旁的刘信也在打量着楚风，暗暗心惊，那位能够施展4-9还魂针的神医竟然如此年轻，可千万不能被他看出什么，必须尽快弄死张首富。他对张雅说道：大小姐，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给张董事长注射药剂了，再拖下去活命的几率将更低。张雅连忙说道：刘神医，你快救人，这边的事你不用管。听着两人的对话，楚风的目光落在了刘信手中的针管上，立刻开口：这一针打下去，张半成必死无疑。你说什么？张雅被楚风的话吓了一跳，赶紧问道：刘神医，这是怎么回事？刘信立刻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污蔑，他这是污蔑我。大小姐，这个叫楚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我，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让张董事长好。张雅信了，因为在他看来，楚风才是害惨他爸爸的大恶人。他冷冷地看着楚风：你还在这妖言惑众，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我立刻叫人打断你的4肢。话音未落，4名黑衣武者出现，将楚风团团包围。楚风摇了摇头：张半成英明一世，却有你这么一个愚蠢的女儿，不听我的话，你爸必死。张雅冷哼一声，一个是誉满天下的顶尖名医，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该相信谁还用说吗？大小姐，针已经打下去了，张董事长暂时没事了。刘信汇报道。张雅闻言不再理会楚风，连忙看向父亲，发现他的气色果然好了起来，面色红润，似乎随时会苏醒。很明显，刘信的药起了奇效。张雅感激地看着刘信：刘神医果然医术高超，我爸是不是马上就要好了？刘信一副遗憾的模样，感叹道：我的药虽好，但前面有人捣乱，张董事长到底能不能好，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张雅闻言，心中对楚风的厌恶愈发强烈，甚至几分杀意。楚风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姓刘的正是那个下毒之人。
现在找各种借口迷惑张雅，只是为了给张半成补刀。只能说张雅这女人太傻，别人说什么信什么。忽然，张半成的身体情况又出现了急剧变化，本就只是回光返照的他，气息又一瞬间衰败了下去，甚至就连呼吸都要消失。张雅见状，惊慌极了，连忙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刘信。刘信装模作样的摇摇头，看来张董事长是躲不过这一劫了。张雅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他离家数年，才刚留学归来，和父亲团聚没几天，结果就要天人永隔了，这样的变故让他无法接受。张雅眼圈红了，眼角泛起泪花，转头死死地盯着楚风。说吧，楚风，你想怎么死？别以为你是我爸的朋友，我就不敢杀你。包围楚风的4名武者立刻掏出了武器，准备随时就地格杀楚风。然而楚风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淡漠道：闭嘴吧，蠢女人！要是不想让你爸死，就给我准备一套金针来。第31章，大小姐饶命啊！你别装了，不管你说什么，都要给我爷爷陪葬。张雅听到楚风口出狂言，还敢骂她是蠢女人，俏脸冰冷到了极点。正当张雅准备下令动手的时候，刘信的心思活泛起来。张首富目前的身体情况必死无疑，楚风这小子想治，那不如就让他治。这样一来，他将彻底摆脱嫌疑，一切黑锅都让楚风来背。想到这，刘信建议道：大小姐，我才疏学浅，已经无计可施了。既然这位楚先生有把握，不如就让他试试吧。总归能给张董事长带来一丝生的希望，正好我这里有一套金针，可以给他用。张雅闻言，脸色微微缓和，他挥挥手，让包围楚风的武者们暂且退下。楚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再不成功，你就死定了。楚风斜了张雅一眼，语气有些嘲讽：蠢女人，以后你绝对被卖了都要帮人数钱。张雅脸色一黑，心中又气又怒，还敢装？要是治不好，一定要你好看。楚风从刘信的手中接过金针，来到了张首富的身边。刘信一脸戏谑，语气嘲弄：我说楚兄弟，你要是没把握的话，还是别哗众取宠比较好，这样最起码死的时候还能体面点。楚风脸色平静，淡淡道：闭嘴看着。下一瞬，他将金针按照顺序一字排开，目光专注到了极点。忽然他手掌一拍，足足81根牛毛粗细的金针凌空而起，在灯光的照耀下璀璨无比。紧接着楚风屈指连弹，一根根漂浮在空中的金针被弹出，准确无误地刺入了对应穴位当中。百会、玄机、天池、膻中，81根金针还未彻底落地，楚风便将其尽数弹出，打入81个人体大穴中。总用时不超过5秒。张雅和刘信只看到楚风的手化作一道残影，反应过来的时候，张半成的身上已经扎满了金针。这一幕看得两人眼睛都直了。刘信双眼瞪得滚圆，满脸的震惊。这莫非是？不可能啊！传说中的99金阳针不是失传了吗？这个年轻人怎么可能会？要知道，99金阳针难度是49还魂针的10倍以上。想要完成此针法，需要在10秒内以金针刺入人体81个特定穴位，对众穴位同时进行刺激才能完成。据说此针一出，万毒寂灭。坏了，张半成真的有可能被这小子救活。刘信顿时吓得大汗淋漓，心中不断祈祷，千万不要活过来啊！然而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99金阳针完成之后，已经蔓延张半成全身的毒素迅速开始收缩，向着指尖部位汇聚而去。张半成的气色也在迅速的转好，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起来。楚风将张半成的指尖一一刺破，顿时有腥臭无比的黑血流出。但当黑血流完之后，张半成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丝毫中毒的迹象。楚风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金阳针法哪怕是对他来说消耗都非常之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也不会使出这招。而这神乎其神的针法也彻底的把张雅震慑住了。他忍不住对自己刚才的判断感到怀疑，难道楚风真的是神医，是自己错怪他了？就在张雅动摇之际，刘信眼珠急转，强忍着震惊和恐惧，突然鼓着掌说道：楚大师果然医术不凡，正是你的针法配合我的药剂，才得以让张董事长痊愈，真可谓是中西医合作的一次典范案例啊！他还想利用张雅对自己的信任蒙混过关。张雅眨了眨眼，原来是刘神医和楚风共同努力的结果吗？他赶紧道：那我就谢谢两位。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楚风直接打断。他冷冷地看着两人问道：刚才是谁拔了我的针？张雅闻言，不知为何忽然有些心虚，声音都小了几分：是刘神医的建议。楚风看着他，淡淡的吐出了3个字：蠢女人。张雅闻言，心头恼火起来：我做错什么了又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呢。楚风不满道：怎么说你蠢你还不乐意了？我走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谁让你拔针，谁就是要害死张半成的凶手，你听进去一星半点了吗？张雅一愣，
这才想起当时楚风的嘱咐，而他也确实忘了。但就算记得又有什么用？拔针的建议可是刘神医提出来的，难不成他的话也不可信吗？楚风继续问道：怎么，见识过我的99金阳针法，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张雅不由得动摇了，楚风的医术摆在那，他一开始施的针恐怕真没什么问题。难道是刘神医的问题？而且说起来，能给爸爸下毒的人，只有爸爸身边最亲近的人，私人医生刘信就是其中之一。越想，此人嫌疑越大。见张雅开始怀疑他，刘信慌了，赶紧道：大小姐，别听他的一面之词，49还魂针虽然神妙，但也讲究一个对症下药，我拔针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楚风懒得理会他，直接向张雅问道：他让你拔针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张雅将刘信刚才的说辞复述了一遍。楚风冷笑一声，玩味地看向刘信：你刚才说中了这毒能活50分钟，那要不这样吧，你去吃2口桌上的饭菜，如果你5分钟内不死，我向你赔礼道歉，如何？张雅心中一动，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他对刘信说道：刘神医，我其实是很想信任你的，但奈何你现在的嫌疑最大，要不你去试试毒？放心，有楚风在，我一定会让他治好你的。看着一脸认真的张雅，又看了看桌上那剧毒的饭菜，刘信只感觉欲哭无泪。完了，装不下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身体抖得跟筛糠一样，拼命求饶道：大小姐请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第32章，哎，你别真上啊！刘信，毒竟然真的是你下的，而你刚才的所谓治疗，也只是为了彻底害死我吧？张雅吃惊地看着刘信，紧随而来的是深深的愤怒，厉声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家？我张家可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刘信低着脑袋，痛苦地回答道：大小姐，我也不想啊，但就在前段时间，我儿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欠下了上千万美金的债务，被扣在了那里，随时会被砍断手脚。我就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去，都不够还这笔债务，所以我才不得已答应一位大人物的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毒死我爸。张雅冷冷问道。刘信颤抖着点点头：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才犯下了这么大的过错，还请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以后我一定尽忠职守，绝对不会再犯类似的过错了。张雅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个毫无医德的混蛋差点当着他的面害死他爸爸，竟然还想让他原谅他，做梦呢。但冲刘信再怎么发火也没什么用处，因为他不过是棋子而已，真正想害死他爸的人还隐藏在幕后。张雅强忍怒气：告诉我，让你下毒的人是谁？刘信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问道：我要是说了，您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条生路了？张雅美目微眯，冷冷地说道：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刘信犹豫了一会，终于还是说了幕后指使之人：金虎商会邵彪。听到这个名字后，张雅黛眉紧紧蹙起。金虎商会是江州邵家的族长邵彪牵头创建的大型商会，能量在江州颇为巨大。而这个邵家正是江州的2号家族，财力仅次于张家，而且差距不是非常大。这些年，他们张家和邵家基本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还有生意上的往来。到底是为什么邵彪会忽然花大价钱买通父亲的私人医生，想要毒死他？很快，张雅想到了答案，是因为自己马上就要执掌家族企业的他，正筹备着建立张家自己的商会，将金虎商会给打下去。或许邵彪是有了危机感，担心金虎商会遭受冲击，所以才决定先下手为强，用出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邵家，张雅的眼中泛起寒意。既然你们先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刘信小心翼翼地说道：大小姐，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请问我可以走了吗？张雅瞥了他一眼：走吧。刘信闻言大喜过望，心想这个女人可真好骗，稍微卖惨就糊弄过去了。他赶紧站起身向外走去，而他不知道的是，张雅看着他的背影，对一旁的一名黑衣武者使了一个眼色。后者微微点头，身形一闪，出现在刘信身后，匕首闪电般在刘信的脖子上一抹，噗嗤，嫣红的鲜血喷出。刘信拼命地捂住脖子，艰难地转过身看向张雅，似乎是在控诉他说话不算话。张雅冷漠地看着他：我说让你走，又没说会放过你，错就是错，应该用生命偿还。虽然张雅年轻稚嫩，但并不妨碍他手段狠辣。圣母，不存在的。啪啪啪，清脆的掌声响起，是楚风在鼓掌。做得不错，看来你没我想象的那么不堪。张雅正要微笑，但猛地想起了楚风刚才对他一口一个纯女人的叫，他刚刚勾起的嘴角立刻压了下去，相反心里还有些小生气。我才不笨，我才不笨，会点医术就敢瞧不起人，谁要你的夸奖了？张雅冷着俏脸朝楚风重重地哼了一声。楚风愣了愣，这女人又在发什么神经？我在夸你，你不感谢一下也就算了，还冲我发脾气，女人的性格还真是捉摸不透。就在这时，
张半成忽然有了动静，先是手指颤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感觉身体有些虚弱，打量着周围，有气无力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爸，您醒了。”听到声音，张雅终于注意到了醒转过来的老爸，大喜过望，连忙上前：“您怎么样？身体还难受吗？雅儿，先扶我起来。”张半成说着，在张雅的搀扶下，缓缓地坐了起来。他现在脑子有点断片，先是向张雅询问了一番他晕过去前后的情况。听到是自己的私人医生背叛自己，并且下毒后，张半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感激地看向楚风，感叹道：“幸好今天有楚先生在，否则我就真要下地狱去见阎王老子了。”他强撑着站起身，面对楚风，恭敬道：“楚先生，您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说着就要直接跪下去。“爸，你干嘛？”张雅惊呆了，自己老爸可是江州首富啊，整个江州没人有资格让他下跪，而现在他为什么会愿意对一个年轻人行此大礼？他感觉三观都受到了冲击。好在就在张半成准备下跪的时候，楚风开口了：“起来吧，我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是。张半成点了点头，但总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楚风加深一下感情。他左右看了看，将目光落在了女儿的身上，心思瞬间活络起来。楚先生，实不相瞒，雅儿最近在筹备创建商会的事情，最晚下周就会举办一场商业晚会，邀请江州各界名流，发放第一批入会名额。如果您有空的话，我想请您参加，并推举您为商会会长，您看怎么样？此言一出，还不等楚风回答，张雅就急了：“爸，不是说了商会交给我管理吗？你怎么突然又想让别人当会长？”张半成板起脸：“你懂什么？楚先生要是愿意当我们商会的会长，对商会未来发展的帮助不可限量。”张雅撇撇嘴，心里不屑：一个小医生能对商会有什么帮助？爸爸真是老糊涂了。这时楚风淡淡道：“那什么商会会长，我没什么兴趣。”张雅一怔，随即美目瞪大：“他竟然拒绝了？那可是商会会长的位置啊！他竟然不要，他以为他是谁？”张雅感觉就像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被人当垃圾扔掉一样愤怒。张雅正要发作，却被张半成及时打断。只听他笑呵呵的道：“楚先生说的也是，您日理万机，又怎么看得上一个小小商会？这样吧，我送您几张请柬，下周晚会的主位会一直为您留着。”楚风点点头，看了看时间道：“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了。”张半成赶紧道：“雅儿，快送楚先生。”张雅站在原地一声不吭，显然不想送楚风。张半成脸立刻冷了下来：“还不快去！”张雅咬了咬嘴唇，只能不情不愿的点点头，去开车了。张府门外，楚风意料中的轿车并没有出现，相反，只有一辆火红色的摩托车。挎着摩托车的亮影摘下头盔，一甩头发，露出张雅的绝美容颜。楚风眉头一挑：“这就是你的车？你准备用摩托车送我？”张雅得意的哼了一声，他就想看到楚风吃瘪的样子，还想坐我的车？做梦去吧！他淡淡道：“看不出来吗？我是一名摩托车赛车手，在 M 国的时候还得过赛事冠军。我飙起车来很快的。你要是怕的话，趁早别上车，自己打滴滴回去吧。”楚风笑了，原来这妞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啊。他在囚笼监狱的时候，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几百米高空走钢丝都玩过，飙车太小儿科了。楚风没带丝毫犹豫，直接从后面进入，坐到了张雅的摩托车上。但很明显，这辆摩托车是个单人摩托车，坐两个人挤得要命。前胸贴后背，两个人的身影几乎要重叠在了一起，楚风都能感觉到张雅那浑圆紧实的屁屁。而张雅也没想到楚风竟然真上了，感受着紧贴着他身后的男人，张雅的俏脸瞬间变得通红，又羞又气。楚风，你怎么能真的上来？你还要不要点脸？楚风无语了，不是你让我上的吗？他可不惯着这妞，玩味道：“怎么，你认怂了？怂了的话，就乖乖开汽车送我。”开玩笑，我会怂。张雅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别看她是女儿身，叫起真来一点不比男人差。她冷笑着挖苦道：“我带个人照样骑，就是你，居然坐在女人的车后座上，丢不丢脸？”楚风笑呵呵的道：“不丢脸，这有什么可丢脸的？就当是叫了个摩的师傅。”张雅快抓狂了，这家伙的嘴也太损了吧，他根本说不过，居然把他说成了摩的师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但事情已经闹到了这种地步，他可不愿意就此认怂，硬着头皮道：“好，既然你非要坐我的车，那待会等我狂飙的时候，你别被吓哭，你尽管开就行了，谁哭谁孙子。”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好，这可是你说的。”张雅咬着牙，脾气也上来了，用力一拧油门，这辆价值丝毫不亚于超跑的顶配摩托车发出了野兽般的轰鸣，如同离弦之箭般飞射而出。数分钟后，在通往沈家的必经之路上，一道身影正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忽然，他看到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
而后座上坐着的正是目标人物楚风。此人连忙打通了电话：“喂，王少，人我找着了，就在回沈家的路上。他好像打了一个摩的。”第33章，这什么破摩托？王震挂断了电话，目光阴鸷。就在之前，楚风离开沈家后没多久，他就安排了人在路上盯着，不管楚风去了哪儿，只要他敢回来，自己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并找人解决他。他赚了一笔钱给狼狗，又给他打了个电话，告知了楚风的位置。此时的狼狗也早已带人在路边等着了，他的半边脸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整个人更显凶狠。不久前被楚风扇了一个大巴掌的他，现在说什么也要找回场子。你小子不就是能打吗？老子倒要看看是你快还是枪子快。没多久，狼狗等人便看到远处驶来了一辆火红色的摩托车，楚风正坐在摩托车的后座，被一位穿着皮衣、身材无比傲人的女子载着。好小子，艳福不浅啊！狼狗冷哼一声，朝手下使了一个脸色。马路两边的小弟立刻将受伤的钢绳拉了起来，在半空绷直，将两端拴在路灯上。如果有车辆路过，那么毫无疑问，绝对会被这根钢绳绊倒，尤其是摩托车，直接落一个车毁人亡的下场都有可能。而偏偏这根钢绳还很细，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但楚风的目力可不是普通人可比的，一眼就注意到了钢绳的存在。可是张雅没发现啊，仍在卯足劲的加速飙车，企图让楚风害怕。停车，前面有陷阱！楚风提醒道。只可惜风太大，张雅并没有听清，还以为楚风害怕了，得意的继续加起了速。楚风无语了，情急之下只好一伸手掐在张雅腰间的嫩肉上。张雅娇躯一僵，差点连车都控制不住，只能赶紧将车停下。他又羞又气，忍不住骂道：“楚风，你不要命了？我飙车的时候都敢占我便宜，就不怕摔死你吗？”楚风指了指前方：“你再不停车，可就没法好端端的跟我说话了。”张雅闻言，下意识地看向前方，这才注意到几米之外有着一根不易察觉的钢绳。一瞬间，张雅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跟死神擦肩而过呀！下一刻，狼狗等人也纷纷现出身形。狼狗冷冷地看着楚风：“真可惜，怎么就没把你腰斩了呢？”还没等楚风说话，张雅就怒极了，摘下头盔，狠狠地砸向了狼狗等人。“有病吧你们！大马路上拦钢死绳，伤到人，你们赔得起吗？”头盔重重地砸在一个打手身上，然而他却不闪不避，因为那头盔下的俊俏容颜已经把他和其他兄弟看呆了。好漂亮啊！是啊，一点都不比咱们江州第一美人差。明人不说暗话，我想上她。狼狗也很嫉妒，楚风这小子的女人缘未免太好了。但下一秒，他的嘴角就勾起了一抹笑容。女人缘好又怎么样？马上就是要死的人了。这位绝色美人，马上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狼狗冷笑道：“楚风，你有没有料到老子还会来找你？”楚风神色淡然的下车，扫视狼狗带的几名小弟一眼，就带了这些人。看来你是嫌一巴掌挨得不够爽，还想再挨一巴掌对称一下。狼狗一点都不生气，戏谑道：“在你手底下吃过一次亏，你觉得我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吗？”他将手伸向腰间，下一秒，一把漆黑的手枪出现在他的手中。枪！张雅心中一惊，这里可不是 M 国，一般人想搞到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楚风这是得罪了什么人？然而面对这致命的武器，楚风的脸色却没有丝毫的变化，玩味道：“这就是你的依仗？没别的了？难道还不够吗？”狼狗将枪口对准了楚风的脑袋，眼神冰冷：“不是我小心眼，而是有人出大价钱买你的命，你必须死！”被枪指着，楚风似乎必死无疑。狼狗身后的混混们都放松下来，用贪婪的目光不断打量着楚风身边的张雅，各种污言秽语张口就来：“美女，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到大爷的怀里来，不然小心你那小男朋友死的时候被溅一身血。那种小白脸有什么好的？一看就不持久。不如跟我吧，保准让你体会到升天的快乐。你这么漂亮，何苦要被一个劳改犯玩呢？被玩了都是白玩，连车都没有，只能骑个破摩托。”这些不堪入耳的声音让张雅气得粉拳紧攥。这群傻逼知道个屁，自己这辆摩托车把你们全卖了都买不起。他冷冷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限你们10秒钟内滚，否则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要倒大霉。”混混们哄笑起来：“哟呵，性子还挺烈，怎么你还想叫人啊？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可是豹爷的人，叫人之前好好掂量一下自己叫的人够不够格。”“豹爷是指钱豹？”张雅笑了，要是江州地下势力第一人雷豪，他说不定还会忌惮1、2，但钱豹那算什么东西？好，这可是你们说让我叫人的，待会你们别后悔。张雅冷哼一声，直接打起了电话。混混们见状都看向了狼狗：“狗哥，您看这。”狼狗眉头微微一皱，然后很快舒缓开来，不急着动手，看看这妞能叫来什么人。小弟们懂了，一拍手说道：“还是狗哥高明，要是他叫来的人不怎么样，
那咱们就能为所欲为了。哈！对了，把钢绳撤了，不然真弄出重大事故，谁都跑不了。是。狼狗看着楚风问道：“这个女人你是哪找的？”楚风淡淡道：“朋友家的女儿，今天刚认识。”狼狗冷笑：“是吗？那就说明你还没玩过，马上她就是我的玩物了。你有什么感想吗？”楚风微微一笑：“感想就是，你们可真敢想啊！”狼狗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晃了晃手枪道：“别装了，不管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命。实话实说而已，你们不信就算了。”楚风耸了耸肩，懒得跟他解释什么。几分钟后，随着滴呜滴呜的警笛声音，一辆警车迅速驶来，停在了他们不远处。警车？狼狗皱起眉，难道这个女人是报警了？不过他并不怎么担心，有钱报罩着，捕快又怎么样？车门开了，从警车上走下了一位英姿飒爽的短发女捕快。她的身材高挑，容颜精致，穿着一身修身的捕快制服，不同于充满女人味的张雅、沈若冰，女捕快显得英气十足，真可谓各有千秋。她注意到狼狗手中的枪后，目光立刻严厉起来，立刻把枪扔掉，都给我举起手来！狼狗的一众小弟们又呆了，这怎么美女还带买一送一的？第34章，有个硬硬的东西顶着我。狼狗并没有听女捕快的，玩味的问道：“警花呀，来的莫非就你一个？”女捕快冷冷道：“我一个人就够了，赶紧把枪放下，别逼我动手。”张雅来到女捕快身边，愤愤不平的说道：“小丽，你终于来了，快把这些混混们都干掉！我刚才差点被他们的射的钢绳绊死。”这位女警花名为朱琳，是张雅从小就认识的好闺蜜，哪怕张雅出国留学了数年，也每天联系，从不间断。朱琳看到张雅，冷厉的神情缓和了不少。“雅儿，你可真能惹事，这才回江州不到3天吧，就跟这些混混扯上了关系。”张雅撇撇嘴：“我可没惹事，都是他的问题。”说着朝楚风一指。朱琳看向楚风，发现他长得还挺帅，再看看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摩托车，便忍不住问道：“男朋友？”张雅赶紧否认：“才不是，虽然他确实有点小本事，但想当我的男朋友还不够资格。”这下轮到朱琳惊讶了，她只不过是随口开了个玩笑，没想到真问出了点什么。要知道她这位闺蜜向来眼高于顶，能被她说有点小本事的人通常都不简单。这时狼狗开口了：“女士们，还要聊到什么时候？不是想抓我吗？有本事就来啊！”朱琳闻言立刻回到了办案状态，看着狼狗等人冷冷道：“现在抱头蹲下，你们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混混们笑了：“就你一个人，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女人，敢跟我们这么说话，就不怕我们做点什么吗？真以为穿了身捕快服我们就会怕呀？捕快很牛逼吗？在豹爷面前其实屁都不是。嘿嘿，小警花主动送上门来了，可不能放过，我这辈子还没有尝过女捕快的滋味呢。”说着，混混们直接向着朱琳围拢过来，目光邪恶，丝毫不带怕的。朱琳眼神清冷，正要制裁这些混混时，张雅开口了：“胆子不小啊，捕快来了都不投降。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要是动了他，钱豹都保不住你们。”狼狗淡淡道：“一个小女警而已，看她的制服，只是捕快中的基层，这种层次的捕快，我又不是没弄过。”张雅给了他们一个提示：“我闺蜜姓朱，你猜猜江州捕快府局手姓什么？”狼狗下意识道：“这谁不知道？当然是姓朱。”说到这儿，狼狗意识到了不对，江州局手姓朱，这个小警花也姓朱，难不成？他的瞳孔骤然一缩，仔细地看了看朱琳的俏脸，发现她眉宇之间和那位朱局手有几分相似，而听说朱局手也确实有一位20多岁的千金。对上了，全都对上了。狼狗吓得握枪的手都抖了起来。他是不怕捕快，但也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捕快。像是朱局手这样的大人物，别说是他了，就连他老大钱豹都怕。他们就算碰了举手之女一根汗毛，都吃罪不起。啪嗒，狼狗手里的枪一松，直直地落到了地上，然后立刻换上了一副讨好的表情。朱警官，误会，都是误会。朱琳不爽极了。误会？现在才知道是误会了，都给我抱头蹲下，等候发落。是。狼狗不敢怠慢，立刻蹲了下去。他的一帮小弟们也懵逼了，难不成这个警花是大人物？一想到刚才对朱琳说的各种污言秽语，混混们也害怕了起来。该不会牢底坐穿吧？他们哪还敢嚣张，全都乖乖地蹲了下去。朱琳看到这一幕，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埋怨地看着张雅：“为什么要说我的家事？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爸是我爸，我是我，这些混混我自己能解决。”他这倒不是在逞强，作为警队格斗冠军、射击冠军，朱琳解决狼狗等人跟玩一样。张雅笑着道：“我这不是怕你受伤吗？毕竟对方手里有枪，阴沟里翻船怎么办？”朱琳哼了一声，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接着他开始联系警队，让人过来收押这帮混混。张雅好奇问道：“对了，小林，这帮人大概得判多久啊？”“放心吧，
非法持枪，再加上一堆前科，没个20年出不来。朱琳淡淡道。张雅又道：不过听他们说自己是钱豹的手下，不会过几天就放出来吧？朱琳美目一瞪，他敢？有我在，谁都捞不走他们。狼狗等人闻言如丧考妣，这下完了，得罪了这么一位大人物，楚风没解决掉不说，还要面临几十年的牢狱之灾，这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张雅走到楚风身边，得意地说道：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要是没我的话，你就完了。楚风淡淡道：只是一群小毛贼而已，我自己也能解决。张雅不信，觉得楚风就是死鸭子嘴硬，枪口都顶在脑门上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行了，剩下的路不远了，我自己走就行了，你回去吧。楚风说着，直接向着沈家的方向走去。张雅闻言，气得牙根痒痒，这家伙简直太没有礼貌了，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整整他。不知为何，他又想到了刚才在摩托上和楚风的近距离接触，俏脸不由得泛起红晕。这还是他头一次跟同龄异性贴得这么近过，而且总感觉刚才开车的时候，楚风裤兜里一直有硬硬的东西在硌他，让他的骑行体验非常不好。是打火机吗？可也没见他抽过烟啊。回到沈家已经是下午了，但王震还留在沈家没走。他看到楚风安然无恙的回来后，十分吃惊。他想给狼狗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却一直打不通。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楚风能打，还是狼狗太废物了？王震猜测着，心里偏向后者。不过好在，看样子楚风并没有发现狼狗是自己指使的，那就没事了，让楚风得意一会没什么，以后有的是解决他的机会。你还知道回来，去哪鬼混去了？别忘了，你现在领的是我们沈家的工资，敢不好好做事，今天算你旷工。傅莲冷着脸道。楚风一脸无所谓的点点头，随便找了个沙发坐下，玩起了手机。傅莲见状，对楚风愈发的厌恶，真是个废物，就你这样，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王震见状，主动上前表现道：伯母，别这么说，楚风才刚出来，总得适应适应新社会，以后说不定就好了。说着，他瞥了楚风一眼，接着对傅莲说道：对了，傅姨，你不是想要张家的邀请函吗？我已经托人加急弄到了。据说在张家的商业晚会上会选出商业合作伙伴，所以这邀请函的价值可以说是不可估量啊。此言一出，傅莲惊喜极了。王少，你真把张家的邀请函，这效率也太高了。王震微微一笑，他敢跟楚风打赌，自然是有必赢的把握。沈家的其他人闻讯纷纷赶来，王震看向沈若冰，笑着道：若冰，1周后的商业晚会，跟我一起去吧。要知道，这邀请函不光代表了参加晚会的资格，更加代表了成为张家商业合作伙伴候选人的资格呀。整个沈家，你去最合适。沈天风的眼睛不由得亮起，看向女儿。若冰还愣着干什么？王少给咱们家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赶快答应？傅莲感叹，看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王少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说不定马上就是张家的合作伙伴了。说着，轻蔑地看了楚风一眼，不像某些废物，除了混吃等死外，就知道吹牛逼。不是说要弄来张家的邀请函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若冰，你可要看清楚，谁才是你的良配啊！沈若冰轻抿嘴唇，她并不觉得王震是什么良配，但张家的邀请函对沈家确实有非常重要。况且，只是和王震一起去参加个晚会而已，也没什么。正当他准备答应的时候，忽然有啪一声脆响响起，众人看了过去，只见楚风将一堆金红色的邀请函扔在了茶几上。张家邀请函我也拿到了，这里要多少有多少，你们自己挑吧。第35章，红色邀请函，张家邀请函。看到楚风扔在茶几上的一大堆邀请函，王震和沈天风等人都感到十分懵逼。要知道，张家邀请函珍贵无比，是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放在外面卖的话，没个100-200万下不来。也就是说，这些邀请函如果是真的，那么就相当于足足上千万的资产啊！他们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楚风，难不成楚风真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人物？以前沈家面临的那些麻烦，也是他给解决的。就连沈若冰内心都有些动摇了，莫非之前是自己错怪楚风了？傅莲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一堆邀请函，很想将其据为己有，但仔细一想，能轻松拿到这么多邀请函的楚风，比邀请函本身可重要太多了，因此语气不由得柔和了起来。楚风，这些邀请函都是你弄来准备送给我们沈家的？楚风点了点头，这可把傅莲给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太好了，没想到楚风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说着就要去拿那一堆邀请函，而就在这时，王震反应了过来，注意到了不对，阴阳怪气道：不对啊，楚风，你这邀请函怎么是红色的？他拿出自己的银色邀请函晃了晃，看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张家邀请函，你就是仿制也要仿制对颜色呀，你不能为了赢得赌约就骗人啊！闻言，傅莲的眼神顿时变得失望起来，刻薄地骂道：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大人物，拿着一堆破纸片装什么装？真以为张家的邀请函有这么好得到吗？你和王少的赌约是怎么说的来着？输了就滚得远远的，现在你可以滚了。沈若冰也皱起眉说道。楚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荣了？你没有王震的能力和才华，我不怪你，但你不能不求上进，老是耍一些没用的小聪明。楚风看向沈若冰，眉头微微皱起。若冰，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见过我骗人吗？我既然说这些邀请函是真的，那就绝对假不了。沈若冰的俏脸冷了下来，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肯说实话吗？撒谎好歹要讲讲逻辑，你一个刚刚出狱的普通人，去哪里弄这么多张家的邀请函？再这么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或许该对楚风严厉一些了，这样才能让他早日认清自己。沈若冰的语气变得冷漠。我们没那么说，叫我沈总，别老是瞎显摆，表现自己，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很做作。楚风闻言一怔，不知道为什么沈若冰要发脾气。不是你们要张家的邀请函吗？怎么又变成我在专门显摆了？气氛一时间有些冷场。王震笑着开口：若冰，别这么生气嘛，楚风的身份太过低微，喜欢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这张邀请函你拿着，下周我们一起去。说着笑眯眯地将邀请函递给了沈若冰。沈若冰犹豫了一下，最终收下了邀请函，点了点头道：那就谢谢王少了。妇联见状欣慰极了。若冰，你终于懂事了，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你好了。下周的商业晚会，你可要和王少同进同退，别让王少孤零零的一个人。王震也附和着道：我多余的邀请函已经送给你了，也就是说这次晚会我不能带别带女伴。若冰要是不跟我一起的话，我估计就要在晚会上丢大脸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王震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沈若冰自然不好再拒绝，轻轻的点了点头。楚风看着这一幕，心中隐隐有些不舒服。夫妻一场，信任度就这么低吗？我拿出来的邀请函你嗤之以鼻，王震的邀请函你却视若珍宝，真是可笑。一旁的妇联注意到楚风复杂的目光，立刻怒了。看什么看，我告诉你，若冰和王少天生一对，你这个废物别想搞什么小动作。说着一把抓起茶几上的邀请函，恶狠狠地说道：别拿着这些假货哗众取宠，如果再有下次，老娘要你好看。说着直接将一把丢进了壁炉的火堆里，火蛇迅速将价值上千万的邀请函吞噬干净。沈若冰看到母亲的动作，眉头微微一皱，但没有说什么。或许让楚风早点认清现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楚风坐在沙发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幕。这些邀请函本就是给沈若冰准备的，既然他们不要，那么不管这些邀请函有多么珍贵，对他来说都一文不值。他自己还留了一张邀请函，到时候过去逛逛，就当是散散心了。妇联冷冷地盯着楚风：废物，你该滚出沈家了，愿赌服输知不知道？楚风平静道：谁说赌约现在就结束了？等到了张家商务晚宴的时候，我会凭着邀请函进去的，到时候再下定论也不迟。妇联冷哼一声：死鸭子嘴硬，你赖这一个星期有个屁用。王震说道：傅姨，就让他待一个星期，晚宴结束后我会让他心服口服的离开。妇联闻言不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没多久，王震和沈家众人各自散去。沈灵儿坐到了楚风的身边，安慰道：姐夫你千万别多想，我姐是不可能喜欢王震的。楚风微笑着点点头。我知道。接着他又问道：对了，你想不想去张家的商业晚宴？虽然邀请函都被你妈妈烧了，但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可以再让人送张邀请函过来。沈灵儿愣了愣，下意识看向了周围，这里也没外人啊，姐夫怎么还在说这些胡话？他没敢去打击楚风，只是摇摇头道：我还是不去了，邀请函那么珍贵，我姐一个人去就够了。楚风心中一叹，看来就连灵儿都不相信自己啊。算了，顺其自然吧。一周时间一晃而过，夜幕降临江州，对于江州的企业家来说，今天注定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张家名下的一片豪华会场，一场盛大的商业晚会即将拉开帷幕。各界名流们在会场中来来往往，谈笑风生。楚风穿着一身休闲装，慢悠悠地向会场大门走去。在无数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当中，他的这番打扮显得相当扎眼。门口几位彬彬有礼的安检人员在看到楚风这身朴素的打扮，心中疑惑，但良好的教养并没有让他们直接赶人，而是笑脸相迎。先生您好，里面是张家的商业晚会，请问您有邀请函吗？楚风点点头，将手伸向兜里，正准备拿出邀请函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从他的身后响起：楚风，你怎么会在这里？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楚风回过头，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沈若冰。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晚礼服，头发盘起，露出天鹅般修长的玉颈，肤白胜雪，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高贵和优雅。而她的身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的王震，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很容易误会两人的关系。沈若冰皱眉看着楚风，你现在应该待在家里，而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王震语气戏谑地说道，这不是楚风吗？没想到你还真有胆子来这里。不过就你穿着身地摊货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应聘服务员吗？哈哈。楚风懒得理会王震，看着沈若冰道，按照劳动合同，这个时间点我已经下班了，要去了，你应该管不着吧？沈若冰黛眉一蹙，清冷道，我是管不着你下班做什么，但你要注意，别给我们沈家丢脸。王震立刻拐弯抹角的挖苦道，若冰，你这话说的有些晚了，你看看他那个错样，站在这已经足够丢咱们的脸了。楚风识相的闪一边去，最好乖乖的回家看大门，别打扰我和若冰参加晚会。第36章，劈个叉让我看看。楚风抬眼看向王震，淡淡道，不管做什么都应该讲个先来后到吧，我先来的，凭什么要给你让路？王震笑了，戏谑的说道，怎么，你该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参加这场商业晚会吧？我告诉你，这场商业晚会的含金量就决定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能够来的地方。你有邀请函吗？没有，所以你还是趁早滚吧，省得被人家保安撵出去。沈若冰也道，楚风，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两人一人一句，将楚风说的一无是处。门口的接待人员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渐渐变得古怪。确实，这打扮怎么看也不像是有资格参加张家晚宴的人啊。有接待人员不动声色地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四周的保安们都开始缓缓往这边靠拢。楚风摇摇头，不就是一张邀请函吗？还让你们优越起来了，说的谁没有一样。下一秒，楚风将手抽出口袋，手里捏着一张红底金字、雕龙画凤，显得无比精致的邀请函。他将邀请函递给接待人员，给邀请函。接待人员看到这张金红色邀请函后，整个人都呆住了，一时间竟然忘了伸手去接。好一会后，他才反应过来，转头看向同伴，快去通知经理。说着，他颤着手将邀请函接了过来，语气谦卑，先生您请稍等，容我们让经理来核实一下。楚风点点头，站在原地静静等待起来。而王震和沈若冰也看到了楚风拿出的红色邀请函，沈若冰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这不就是上周楚风拿出来骗人的废纸吗？他竟然还留着，而且还敢在晚会门口拿出来用，他怎么敢的？沈若冰厉喝道，楚风，你太让我失望了，为什么就是不知悔改，还在拿着这种仿冒邀请函四处招摇撞骗？快点向工作人员道歉，然后离开，否则要是让张家的人知道你伪造邀请函，你将大祸临头。王震冷笑道，我说楚风，在张家晚会的门口闹事，你这不是找死吗？我看到那些保安都靠过来了，工作人员也去通知领导了，你怕是走不了了。楚风没有说话，只是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两人。这时，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急哄哄地走了过来，紧张地问道，邀请函在哪？接待人员连忙将邀请函递了过去。大堂经理赶紧仔细地检查起了邀请函，眼睛越来越亮。没错了，确实是首席邀请函。与一般的银色邀请函不同，拥有这种金红色邀请函的来宾，意味着是张家最尊贵的客人，需要所有人以最高级别的礼仪接待。而这位穿着一身地摊货的楚先生，就是整个张家都要礼遇的大人物。只能说，大人物的穿衣风格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大堂经理在心里感叹。但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响起。哈哈哈，楚风，假邀请函连大堂经理都给惊动了，你现在是想跑都没机会了。王震冷笑着嘲讽起来，我看你还是乖乖下跪求饶吧，说不定还能少挨一顿毒打。他心里快意无比，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专门派人去解决楚风，却没能解决掉，结果没几天，这家伙却主动来张家晚会现场寻死，真是大快人心啊。而沈若冰则赶紧向大堂经理解释道，对不起，他是我们家的保安，没有管好，偷偷跑了出来，我这就带他回去，还请您千万不要介意。说完，他严厉地看向楚风，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大堂经理听着两人的话，直皱眉头。楚先生是张家的贵客，也是你们能胡乱评价的？他的表情立刻一冷，你们两个是谁？敢这么侮辱我们的贵客，是想闹事不成？来人，给我把他们轰出去！下一秒，数名保安直接涌了过来，用危险的目光看着两人。王震懵逼了，不对啊，楚风不应该才是你们要对付的人吗？一定是搞错了什么。他赶紧晃着手里的邀请函说道，等等，别动手，我可是江州王家的大少爷，是受邀而来的，你们凭什么赶我？大堂经理瞥了王震手上的邀请函一眼，轻蔑一笑，银色邀请函也敢碰瓷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别愣着，给我把人轰出去，要是敢反抗，就打一顿再扔出去。下一刻，众保安便黑压压地冲了过来，将王震团团围住。王震被吓傻了，他被保安推搡一顿是小，但要是失去这次和张家合作的机会，问题可就大了，到时候就算是他爸都会把他吊起来抽一顿。等等，再等等！
王震慌张的后退着，语无伦次的叫道：“我和楚风其实是朋友，我们是朋友，刚才只是开玩笑而已。”大堂经理闻言，一抬手让保安停下，他恭敬地看向楚风：“楚先生，这个冒犯您的家伙说他是您的朋友，请问这是真的吗？”王震也很干脆地换了一副脸色，求助地看着楚风：“楚兄弟，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我就是这性格，还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沈若冰沉默了片刻，也对楚风说道：“楚风，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变成贵宾的，但你也不能得势不饶人。王震只是说了你几句，没必要闹成这样。”他这番话倒也不是在偏袒王震，相反是为了保护楚风。毕竟不管楚风这会儿再风光，之后仍然是个小保安，得罪不起王家。如果引起王震记恨，他的处境会很危险。楚风淡淡一笑，看向王震道：“让我放过你？可以啊，劈个叉让我瞧瞧，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劈叉！王震呆住了，这他妈是什么鬼要求？把他当成杂耍的了吗？他本想一口回绝，但一转头看到一帮人高马大的保安后，到了嘴边的话又不得不咽了下去。沈若冰生气道：“楚风，你不要闹了好吗？让王震劈叉，亏你能想得出来。你这样除了得罪他之外，有什么意义？”楚风摊了摊手，玩味道：“我不管，我就是想看他劈叉，不劈当然也可以，直接打道回府就行了。”沈若冰很不满，楚风怎么连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简直跟街头的二流子一样。他正要继续劝说时，王震连忙说道：“别说了，我劈还不行吗？比起和张家合作的机会，劈叉算不得什么，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他决定忍辱负重一回。在众人的见证下，王震撑开双腿，硬着头皮用力把腿往下一压，咔一声惨叫响起，他扯着蛋了。第37章，好闺蜜。大小姐，楚先生来了。张家的大管家张万拿着平板走进了休息室，他将平板递给张雅，笑着道：“他还在会场门口做了一些有趣的事。”“哦，是吗？”张雅看向平板，看到王震表情扭曲的劈叉后，不由得掩口一笑：“这家伙还是挺有趣的嘛。”张管家又小心地说道：“我还听消息说，金虎商会少彪的大公子少娇也会来参加这次晚会。”张雅脸上的笑意随即收敛，黛眉微微一蹙：“少娇？我没给少家的任何人邀请函，他这是想不请自来啊。万叔，你是担心少娇会闹事？”管家张万点点头：“听说那个少娇自幼习武，我们手底下的武者就算想拦他，也需要费很大的手脚。如果他闹起事来，很可能会将这场精心筹备的商务晚宴给搅黄。”张雅略一思索，他认识的人中能与少娇抗衡的，或许只有一位。他吩咐张万道：“给小林发首席邀请函，告诉他别加班去查碎尸案了，我有事找他帮忙。”她的闺蜜朱玲也是一位习武天才，本事不比那些开武馆的武者高手要差。有朱玲出面，看少娇还能不能兴风作浪。“是，大小姐。”张万重重的一点头，下去办事了。晚会大厅内，王震一瘸一拐地走着，每走一步都要抽一口凉气。周围人看他的目光也带上了古怪的色彩。今天他又当众丢了一次大脸，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楚风。他看楚风的目光带上了浓浓的怨毒，早晚有一天要让他死。沈若冰严厉地对楚风喝道：“楚风，看看你把王震害成了什么样！他只不过是说了你几句，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你做人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楚风心里有些不舒服，语气也不由重了几分：“是，在你眼里你的王少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王震在我面前逼逼赖赖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替我说过一句话？”沈若冰柳眉倒竖：“楚风，你还敢顶嘴？王震是王家的大少爷，而你呢，只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你被王震说两句又不会少块肉，但你要是得罪了王震，就不是少块肉那么简单了。”此时王震脸上的阴狠神色已渐渐收敛，他做出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笑着说道：“若冰，别说了，我刚才也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而且以咱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楚风对我有意见很正常，在我下定决心追求你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沈若冰的脸色缓和了几分，但心中却对楚风愈发失望。他真心劝道：“你应该学学王震，收一收身上的暴脾气，不然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匹夫。”楚风淡淡道：“我现在这样就挺好，我不觉得需要有什么改变。”沈若冰生气，正要说话时，忽然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若冰，好久不见啊！”沈若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转头看了过去，顿时露出淡淡的微笑。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大学时期的闺蜜孙新蕊。能进入这个圈子，孙新蕊的家世自然也不错，是林氏万州市二流世家孙家的大小姐。3年前，她和楚风结婚，孙新蕊反对此事，闹出了很多不愉快，渐渐的疏远起来。但沈若冰心里清楚，孙新蕊并没有恶意，当年也是一心为她考虑，只是意见不合而已。她心中一直将她当成好闺蜜，
从没变过。新蕊，好久不见。沈若冰微笑着打了个招呼。两位昔日好友相见，没有半点生分。孙新蕊一上来就说道：“听说你和你那个废物老公离婚了？我早就说过，他根本配不上你，迟早要分。你看我说对了吧？”沈若冰闻言略有些苦涩的笑了笑，但没有反驳。但他心里明白，孙新蕊说错了，和楚风在一起的日子，他很幸福。离婚是因为别的原因。孙新蕊四下看了看，注意到了楚风，脸色立刻不好看了。这个废物怎么还在这儿？是谁把他带进来的？若冰，楚风是不是离婚后还在纠缠你？沈若冰正要解释，王震上前笑着道：“孙姑娘，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楚风前段时间刚出狱，找不到工作，是若冰看他可怜，所以才收留他做了一个保安。你也知道，若冰这个人很念旧。”孙新蕊看到风度翩翩的王震后，眼睛微微一亮，赶紧将沈若冰拉到了一边，八卦道：“若冰，你可以啊，这位就是王少吧？听说你们最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怎么样？你有没有试过他的长短？”沈若冰闻言，深深的皱起了眉。新蕊，注意你的用词，我和王少并没有什么关系。孙新蕊没生气，反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还害羞了？行行行，我不说了，总强吧。沈若冰立刻用上了冰冷的眼神看着孙新蕊，后者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收起了嬉皮笑脸。他有些奇怪，王少这么优秀的男人，你为什么不喜欢呢？难不成你还对楚风旧情难忘？沈若冰没有解释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为什么。孙新蕊有些遗憾，自己这好闺蜜还是太倔了，看来该靠她出手撮合一二才行，不然好闺蜜会变成剩女的。她拉着沈若冰重新走了回来。王震意识到攻略孙新蕊是得到沈若冰的一个绝好机会，笑着走来过去攀谈起来。一时间气氛十分融洽，孙新蕊对王震的好感大增，更确定了撮合他和沈若冰的想法。而且王家这么大的势力，如果能交好的话，对孙家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想到这，孙新蕊抽身离开，来到不远处的楚风面前，脸色立刻冷了下来。楚风，你也看到了，若冰已经有了更好的良配，在王少面前，你一个蹲过大牢的劳改犯，难道就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吗？楚风看着孙新蕊，淡淡道：“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自惭形秽的，倒是你，天天管这管那，连闺蜜的感情问题都管，难道不累吗？”孙新蕊理所当然道：“我身为她的闺蜜，自然要替她把把关。怎么，我说的话是不是刺痛你脆弱的小心脏了？也对，你看这个会场上哪个不是成双成对，就你孤零零的屌丝一个，我都替你寒酸。”然而他的话音还未落，一个英气十足清冽的女声响起：“楚风，怎么就你一个？小雅呢？”第38章，这一拳20年的功力。孙新蕊愣了愣，在这个上流社会云集的场所，竟然还有人认识楚风。他正准备看向说话之人是谁的时候，却率先闻到了一股下水沟子的臭味，这让他迅速掩住了鼻子，脸上露出了嫌恶的表情。转头看去，他身后赫然站着一个小女警，刚才向楚风打招呼的也是他。孙新蕊看着朱琳，直皱眉头，只因为后者现在衣服上全是泥点，还有一股子怪味，就像是刚从下水道翻垃圾回来一样。这是哪来的一个臭烘烘的小捕快？保安呢？还不快点把人给我赶走！然而孙新蕊的话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让他生气的跺了跺脚。这里的保安真是太偷懒了，又是劳改犯，又是小捕快，把这神圣的张家晚会当成什么了？朱琳理都没理孙新蕊一下，走到楚风身边，有些小生气的说道：“小雅眉头末尾的把我叫来，也不说是什么事。楚风，你知道他在哪吗？”楚风摇摇头，指了指朱琳身上的泥点：“我也没见到他。对了，你身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把自己弄这么脏？”朱琳平静道：“我刚才在办一件碎尸案，在下水道找尸体的时候，被小雅临时叫了过来，就成这样了。”楚风眉头微微一挑：“找尸体，那是基层捕快才会干的事情吧？这位市局手之女，还真是特别啊。不过这样的性格很合楚风的胃口。”他笑着道：“先休息休息吧，办案子不是一蹴而就的，况且张雅找你过来，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朱琳只好点了点头，同时他也注意到楚风并没有因为他身上的味道而有过什么异样的神情，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这让朱琳对楚风多了几分好感。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有贵娇气的少爷小姐了，而楚风很明显不是。而看着两人和睦聊天的孙新蕊，心里不爽到了极点，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小女警和楚风一样，一点礼貌都没有，这对狗男女还真是绝配。忽然他心中一动，或许这是让若冰彻底对楚风失望的一次机会。他赶紧对沈若冰说道：“若冰，你快看，这就是你喜欢的死去活来的男人，这才离婚多久，就跟别的女人搞上了。”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沈若冰和王震的注意。他看向楚风身边的朱琳，发现对方的模样很是俊俏，再看楚风对他笑脸相迎的样子，心里很不舒服。要知道这几天来，楚风都没有对他笑过几次。王震也注意到了朱琳的长相，有些心动，
但当他闻到后者身上的味道后，立刻打消了一切想法。这个女人是漂亮，但是太脏了。他身为世家大少，不可能自降身段去追求这种低级的女人。他的语气变得阴阳怪气起来。楚兄弟，我说你是真不挑啊？怎么说，你曾经也是沈家的人，居然看上了一个小捕快。不过也是，你一个劳改犯，能找到个基层捕快当女朋友，也算是高攀了。孙新蕊忍不住摇摇头，对沈若冰说道：若冰，你看到了吧，像楚风这种穷屌丝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吃翔。你竟然和这种废物有过一段婚姻，我真为你感到不值。这一句句难听的话语听得朱琳眉头直皱，她看向楚风，皱眉问道：这群没素质的人是你朋友？楚风摇摇头，算不上，都是前妻的朋友。朱琳了然，难怪言辞这么难听，落井下石呗。不过就这些阿猫阿狗也配说楚风的不是？要知道楚风可是连张雅都觉得很优秀的男人，哪怕他不知道楚风究竟优秀在哪，但最起码楚风比他前妻的这些朋友要有礼貌得多。沈若冰神色有些复杂地看着楚风，难道新蕊说的是真的？这位女捕快是你新找的女朋友？不怪沈若冰怀疑，朱琳一到场就找上了楚风，还和楚风相当熟悉，由不得他不往那个方向想。按理说他们已经离婚了，自己本不应该干涉楚风的新恋情的，但不知为何他不问出来的话，心里就堵得慌。楚风下意识地想要解释，但看到沈若冰身边的王震，忽然又觉得费心费力解释只会显得他像是一个舔狗。他淡淡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沈若冰闻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下了心情，冷着脸道：楚风，你让我很失望。失望？该说失望的是我吧？3年的牢狱之灾为你而做，出狱之后却只剩下了冷眼和背叛，哪怕是有苦衷，为什么不能说清楚？他有什么资格失望？楚风的目光变得冷漠起来。夫妻一场，你能问出这种话，只能说明你对我毫无信任。哪怕沈若冰最近天天和王震见面，楚风都相信沈若冰和对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而他只不过是和朱琳聊了几句，却被当成了有了新欢，何其双标，何其可笑。孙新蕊抱着沈若冰的胳膊，生气地看着楚风。楚风，你什么态度？背叛还有理了你还？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若冰，我们走，和这种渣男说话只会伤了自己的心。说着不由分说地拉着沈若冰向楚风的反方向走去。而等两女都背过身去后，王震朝楚风露出了一个嚣张加挑衅的笑容，得意地走远了。然而就在这时，朱琳开口了：你们3个给我站住！沈若冰的脚步一顿，转头看向朱琳，冷漠地问道：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朱琳认真道：我不知道你和楚风之间有什么问题，但我只想告诉你，楚风对你问心无愧。倒是你似乎才是找到新欢的那个吧。沈若冰没有说话，转身离去了。孙新蕊不爽地说道：好啊，那个小捕快还敢跳脸嘲讽若冰，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听他的，你现在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已，一点错都没有。对了，我在捕快府有点关系，哪天一定给那个小捕快一点教训。沈若冰没有理会闺蜜双标的话语，而是仔细琢磨起了朱琳的话。自己刚才或许是有些冲动了，楚风和那个女捕快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说明不了什么。难道是自己错怪楚风了？就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一个没注意撞到了前方的行人。沈若冰回过神，连忙后退几步，只见眼前是一个身材高大、肌肉隆起、看起来十分凶悍的男子。他正要道歉的时候，王震急于表现，上来就骂道：瞎了你的狗眼了，走路不看路吗？没看到把我朋友撞疼了吗？快给我道歉！少娇愣了愣，看向王震：你是在跟我说话？第39章，我现在火气很大。对，说的就是你，你没发现把我闺蜜撞了吗？愣什么愣，还不赶紧道歉？真不知道长了这么大个块头是干什么的，光长块头不长脑子呗。孙新蕊叉着腰，嘴上对少娇一阵疯狂输出，就好像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沈若冰黛眉微蹙，不管是孙新蕊还是王震，都有些太过偏激了。刚才其实是他撞了对方，应该是他道歉才对。只可惜王震和孙新蕊的嘴太快，让他根本插不进去嘴。直到现在，他才有机会劝阻道：好了，新蕊，不要再说了，撞人的是我，不怪这位先生。孙新蕊却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若冰，你不能认怂啊，咱们这么多人，用得着怕他？甭管是谁先撞的谁，他一个大男人都应该道歉。沈若冰无奈自己这位闺蜜，说好听点是奉行女士优先原则，说不好听点那就是女权师。既然解释不通，她也不说什么了，准备先向被她撞了的那位先生道歉。然而还没等她开口，少娇就先冷笑着拍了拍手：你们很好，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比我还嚣张的人了，现在你们应该好好考虑该怎么平息我的怒火。王震眼睛一瞪：好啊，还敢顶嘴？他身为江州的一流世家的大少爷，在家世上能和他匹敌的人少之又少，他可不觉得随便冒出来的一个男人就
就能比他还牛逼。而眼下这个局面，正是自己在沈若冰面前好好表现的绝佳机会。要知道，沈若冰此时刚对楚风失望透顶，心情失落，如果能趁虚而入的话，这位誉满江州的女人必然会对他死心塌地。想到这儿，王震主动站出来，挑衅地看着少娇：“怎么，听你这口气，是想动手不成？我告诉你，我曾拜师过一位空手道高手，别看你长得壮，我撂倒你不用1分钟。”下一秒，王震摆出了一个标准的空手道起手式。哇，王少好帅，好有男子气概。孙新蕊赞叹不已，他转头看向沈若冰，鼓动道：“若冰，你看到了吗？像王少这样又帅又强的男人，世界上又有几个？要是换做你那个前夫，早吓得屁滚尿流了。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沈若冰没有说话，只希望早点结束此时，不要再多生事端。前方，王震自信地看着少娇，故作大度地说道：“看在你没有铸成大错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跪下来向我们道歉的机会，这样最起码能免受一顿毒打。”少娇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也不废话，抬起手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在巴掌扇过来的时候，王震才刚刚反应过来，就在他抬手想接招之时，一切都晚了。啪！一声清脆无比的巴掌声响彻整个会场，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只见王震脸上被狠狠挨了一巴掌，整个人如同陀螺一般转了起来，嘴角还不断飙着血，看起来滑稽异常。好一会后，他才勉强停下，但半边脸已经高高肿起，整个人眼冒金星，站都站不稳。啊，好可怕！孙新蕊见状，吓得惊叫一声，一下子缩到了沈若冰的身后，当起了缩头乌龟。殊不知，刚才是他在不断拱火，才落得了这般田地。沈若冰心中一沉，能一巴掌将王震扇成这样，显然对方不是简单人物，还是尽快息事宁人比较好。沈若冰走上前，诚恳道：“这位先生，刚才我的朋友出言多有冒犯，我替他说一声对不起。但现在您打也打过了，这件事就此结果可好？”少娇冷冷道：“得罪了我，还想这么简单就算了？你觉得可能吗？”沈若冰心中一凛，沉声道：“那你想怎么样？如果是想要补偿，不过分的话，我可以答应。”少娇没有回答，反而上下打量起了沈若冰火热的娇躯。身穿礼服的她就宛如欲望的化身，只要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不可能不心动。他舔了舔嘴唇，目光变得淫邪无比，说道：“我现在火气很大，想让我放过你的朋友，可以，但我要你好好给我泄泄火。”沈若冰闻言，脸色骤然一变，严厉拒绝道：“不可能。”此时，王震也缓过劲来，恶狠狠地看着少娇：“你他妈的竟然敢打我的脸！你知道我是谁吗？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分分钟让你全家破产？”一旁的孙新蕊心中一动，对啊，就算这个大块头很能打又怎么样？难道还能比得过王家这座庞然大物吗？他又跳了出来，附和道：“就是，王少可是江州一流世家王家的大公子，你算什么东西，是也敢染指我们王少的女朋友？”沈若冰生气地瞪了闺蜜一眼，怎么什么瞎话都敢往外讲？但最终她没有反驳，如果能用王震的名头平息了此事，最好不过。哦，王家的大少爷。少娇一挑眉头，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王震还以为少娇是害怕了，得意地挺直腰杆。没错，还不快跪下求饶，否则我灭你全家！少娇表情戏谑，还要灭我全家？我真的好害怕哦。那我倒要问问王少，你知道我是谁吗？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攀关系不成？我告诉你，没用。王震冷哼一声，打定主意要给这个大块头好看。少娇微微一笑，缓缓吐出了几个字：“我姓邵，名娇。”少娇，那算个什么？王震话说到一半，嘴上猛地停顿住了，他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少娇，那不是邵家的大少爷？少娇戏谑道：“听说你要灭了我全家，我想问问你，你们王家够资格吗？”王震张了张嘴，脸色苍白的想要辩解什么，但最终只能露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少哥，误会，都是误会啊！少娇脸色一冷，又一巴掌抽到王震的脸上。你要是知道误会，那就别愣着，赶紧把你那个小女朋友献给老子！王震捂着脸，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心中后悔无比，自己真是脑子抽了，为什么要得罪这位煞星啊？少娇见他已经被吓傻了，懒得理会他，直接上手想着沈若冰抓去。别碰我闺蜜！孙新蕊鼓起勇气上前阻止，但她一个弱女子又能派上什么用场？直接被少娇一脚踢飞出去，瘫到了地上。少娇贪婪地抓向俏脸苍白的沈若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还从没玩过呢，今天有的爽了。第40章前夫哥。咦，那边好像有人闹事。朱琳看向骚乱声传来的方向，好像是你前妻。楚风闻言，隐约从那边听到了孙新蕊等人的叫喊声。如果真是沈若冰遇到了危险，他不能放任不管，过去看看吧。两人到场后，发现王震怂包一样站在一边，孙新蕊痛苦地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而沈若冰正被一个身形高大的壮汉强拽着走远。这一幕让楚风目光一冷，沈若冰是他的逆鳞，敢碰他，就是在跟他过不去。你这前妻可真能惹事。朱琳不由说道。楚风摇摇头，他不是会主动惹事的性子，恐怕是他那2个朋友惹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坐视不理。说着，楚风正欲上前，却被朱琳伸手拦住。朱琳沉声道：冷静点，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家伙是邵家的邵娇，不仅家世显赫，还从小习武，我对付他都没有万全的把握。你这么贸然冲上去，会死。楚风闻言淡淡一笑，好有心领了，但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下一秒，他直接向着沈若冰的方向走去。朱琳愣神，邵娇都不放在眼里，楚风到底是没脑子，还是真有这个实力？最终，他准备静观其变，他想看看楚风到底有什么本事。如果楚风不行的话，他会上前阻止惨剧发生。但如果真到了要他出手的地步，那么楚风在他心里的评价将会降到最低。放开我，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沈若冰奋力挣扎着，想要挣脱邵娇的掌控，但对方那铁钳一般的大手牢牢地抓着他的胳膊，让他毫无反抗之力。邵娇怎么可能放弃这道嘴的美味，冷笑道：我只知道，如果今天玩不到你的话，绝对会后悔。闻言，沈若冰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深深的绝望。面对连王振都惹不起的邵娇，他更不可能有反抗的余地。哪怕自己的妹夫有能力阻止这一切，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等联系上他，等他赶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难道真的要被这个人渣玷污了吗？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牢牢地握住了邵娇的胳膊。楚风神情淡漠地看着邵娇，冷冷开口：把手拿开。楚风。沈若冰看向来人，既是惊喜又是惊愕。楚风愿意救他，让他心中很是感动，但是他心里清楚，就凭楚风根本救不了他。沈若冰大声呼喊：楚风，快跑！这不是你能参合的事。但他的话并没有阻止2个男人的争斗。邵娇语气冰冷地说道：你是谁？多管闲事的人通常都不偿命。他前夫。楚风淡淡道。邵娇微微一怔，随即露出了戏谑的笑容。原来是个舔狗前夫哥呀，还是被当垃圾一样抛弃的那种。你放心，这个女人我带回去玩1个星期后就还给你，只不过到时候会不会被我玩坏，那就不好说了。楚风并没有因这番话而被激怒，语气依然平静。我说了放开他，别逼我说第3遍。邵娇脸色一冷，他自认已经给足了楚风面子，结果给脸不要脸，找死！他冷哼一声，正要动手之时，忽然感觉手腕传来一阵剧痛。这股剧痛让他瞬间冷汗淋漓，不得不松开抓着沈若冰的手。邵娇震惊地看着楚风，刚才手腕上的剧痛就是被这小子硬生生捏出来的，这是多大的手劲！沈若冰后退了几步，看着还在对峙的2人，连忙道：够了，楚风，你快点收手！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邵家的大少爷，你惹不起。想收手？弄疼了我，哪有那么容易了事？邵娇语气阴冷，手掌捏成鹰爪造型，一把向着楚风的脑袋抓去，声势凌厉骇人。以邵娇的武学造诣，如果真抓中了，那么楚风的脑袋会直接出现5个血窟窿。沈若冰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担心到了极点。但就在下一秒，反转突然出现，只见楚风轻描淡写的一巴掌扇出，和邵娇的脸来了一个亲密接触，然后邵娇就这么倒飞了出去，撞倒了无数桌椅，狠狠地落到了地面上。秒杀！这一幕让一旁观战的朱琳目光一亮，楚风这一巴掌扇得漂亮啊，武道造诣绝对不低。果然，能被张雅看上的男人绝对不简单。解决掉邵娇，楚风转身正要告诉沈若冰没事了，结果迎面来的却是沈若冰劈头盖脸的怒骂：楚风，你为什么非要下这么狠的手，把邵娇打成这样？你是嫌自己和我们沈家死得不够快吗？作为全江州的第2家族，邵娇若想灭了沈家，轻而易举。楚风沉下目光说道：我是在救你。沈若冰冷冷道：我让你救了吗？刚才我分明说了让你滚，你难道没听见？此言一出，哪怕楚风的心性再怎么沉稳，也感觉到了一阵刺骨的心寒。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个小丑，都是在干一些吃力不讨好、自取其辱的事。夫妻一场，为什么不能有一点点信任？但凡你相信我，我都可以直接向你坦白一切，你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只可惜双方现在这个信任程度，只怕他说什么沈若冰都不会信。而就在这时，一道飒爽的身影走到了楚风的身边，他看了沈若冰一眼，认真对楚风说道：我算是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离婚了，你这位前妻压根看不到你丝毫的优点，既然他不想让你救，那就别救了，反正是他自己惹出来的事，之后发生什么都是他咎由自取。沈若冰心中很想反驳，他说这些都是为了教会楚风做人做事，不然得罪了大人物，楚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当他看到楚风失望的目光后，
心中却又不由得一痛。算了，被误会就误会吧，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楚风真正的放下自己。见沈若冰没有说话，朱琳看向楚风道：“走吧，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楚风微微点头，心中一叹，正要离开的时候，却听到撞他的桌椅之中忽然爬出了一道身影。不许走！你们谁都走不了！下一刻，数十名黑影冲入会场，将楚风、沈若冰等人统统包围。第41章，楚风，我非杀不可！少娇被撞得满头满脸是血，脸颊也红肿了一大片，看起来随时可能渗出血来，显得无比狰狞。再加上那凶狠怨毒的神情，说是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也绝对会有人信。他的身边围满的高手护卫，将楚风、沈若冰等人团团包围。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打手，在场宾客们不由得躲远，生怕被殃及池鱼。而孙新蕊和王震的脸上也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完了，事情大发了！他们早该想到的，将少娇给打成这样，肯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邵家可是江州第2大世家，金虎商会的创建者，动了邵家大少，就是在跟整个金虎商会过不去，哪怕是张家都要避其锋芒。如果不想死，必须要赶紧甩锅给楚风，让他承担一切后果。王震恶狠狠地盯着楚风：“楚风，你怎么敢的？敢对少哥动手？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还不赶紧跪下领死！”他转身看向少娇，义正言辞地说道：“少哥，楚风这个垃圾一直在纠缠我们，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说，还请您明察。”孙新蕊也连忙冲上前，拉着沈若冰就要跑。“若冰，我们赶快走吧，继续留在这里，绝对会遭遇不测。”沈若冰反握住孙新蕊的手，定在了原地，俏脸上浮现出挣扎之色。别看他刚才对楚风那么凶，但还是打从心里感激楚风愿意挺身而出救他。新蕊，但刚才是楚风救了我们。孙新蕊冷哼一声：“谁稀罕他救了？而且他这不明显是帮了倒忙吗？事情还越闹越大了。快走吧，一个废物而已，不值得为他陪葬。”就在孙新蕊准备强拉着沈若冰离开时，忽然少娇冷哼一声：“走，谁都不能走！参与此事的男人，给我下跪等死！至于女人，如果现在爬过来服侍我，还有一条活路。”此言一出，孙新蕊的脸色都变得灰白一片。完了，被盯上了！都怪这个叫楚风的废物，他就知道下头男永远办不成一件好事。他愤怒地看向楚风：“都怪你，我们所有人都要跟着你倒霉。为什么你刚才要反抗？如果被邵大少一巴掌拍死，结局都要比现在好。”说完，他又期待地看向王震：“王少，您可是一流世家的大公子，为咱们说说情怎么样？我相信邵大少一定会卖您一个面子的。”王震心中苦笑，他家是一流世家不假，但和邵家相比，又隔了10个一流世家的差距。别说和邵家说上话了，哪怕能见一面，都是他们王家的荣幸。邵娇见众人没一个听自己的，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恼怒之色。什么时候自己的话这么不管用了？看来要先杀鸡儆猴，才能让剩下的人知道自己的恐怖。他将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所有人中，他最痛恨的就是此人。不杀，不足以泄愤。他伸手朝楚风一指：“杀！无赦！”是。众邵家护卫齐声称是，立刻朝楚风扑了过去。砰！忽然枪声响起，朱琳枪口指天，鸣枪示警。他美目中泛着寒意，看着邵娇以及一众打手护卫：“都住手！敢在我的面前袭击公民，都想吃牢饭了吗？”孙新蕊和王震见状，忍不住嘲讽起来：“就你个小捕快，也敢参合这么大的案子，简直跟楚风那个废物一样傻逼！装什么装啊？还不是多一个陪葬的，一个小小的基层捕快，就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邵家？”邵家的众护卫也先是一愣，但当他们看到朱琳身上的基层捕快服后，脸上又露出了戏谑的笑容。一个小捕快也敢跟他们邵家叫板，究竟是谁不想活了？邵娇脸色阴沉地看了过去：“草他妈的，是谁要挡老子的路？找！”然而在看到朱琳的面孔后，邵娇的脸色一僵，嘴里的狠话也瞬间卡壳。这个小捕快不正是朱局手的掌上明珠朱琳吗？虽然朱家不是世家，但朱局手的手腕强硬无比，牢牢把持着江州的治安体系。如果惹怒了这位，对邵家来说也极为麻烦。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简直麻烦透顶！在看到自己的手下蠢蠢欲动，要对朱琳动手时，邵娇一声厉喝：“都给我住手！”闻言，所有人都不解，这个小捕快有什么好怕的？居然会让邵大少变卦？难不成是看上对方的美色了？有护卫自作主张地对朱琳叫道：“小美女，我们少爷看上你了，想活命的话，就赶紧爬过来跪舔我们少爷！”啪！邵娇直接狠狠地扇了叫嚣的小弟一巴掌：“闭上你的狗嘴！”紧接着，他走上前，客客气气地对朱琳说道：“原来是朱琳小姐，不知令尊身体可还好？”朱琳冷冷道：“我爸的身体很健康，最起码在治你们这些扰乱秩序的重治10年，没有任何问题。”邵娇的脸色一黑，早听闻举手千金嫉恶如仇，但没想到连他的面子都不给，
当面就骂：“贱女人，要不是有个好爹，老子早玩死你了！”但不管心里怎么想，他表面上还是得客客气气的。都是误会，我只是和他们开了个小玩笑而已。玩笑？我只看到你强抢民女不成，还想怒而杀人？朱琳丝毫不留情面地揭穿。而就在两人扯皮之际，孙新蕊等人的眼睛也逐渐瞪得滚圆。朱琳，这位小女警姓朱，那不是掌管全市治安的朱局手的姓吗？原来一直在楚风身边的小警花，竟然是朱局手的女儿，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啊！王震已经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了。这嘴啊，怎么老是管不好呢？嘲讽谁不好？又是嘲讽邵家大少，又是嘲讽局手之女。如果早知道朱琳的身份的话，他绝对会第一时间展示出最绅士的一面，将朱琳勾搭到手。只可惜一切都晚了。他极度的想要挠穿肚皮，楚风是哪来的狗屎运，竟然能获得朱小姐的青睐？如果这家伙真和朱琳有什么紧密的关系，那还怎么弄死他？沈若冰的神情则复杂无比，原来楚风还有如此有能量的朋友。或许他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废物。在众人心思各异的时候，朱琳和邵娇的对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邵娇不管怎么好言相劝，朱琳都不肯退让半步，这让他脸色阴沉。朱小姐，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其他人我都可以不动，但这个叫楚风的，我非杀不可。第42章，这女人又怎么了？朱琳冷冷道：“我都在这里了，还想当着我的面行凶？”邵娇，久闻你们邵家有些不干净的背景，看来果然不假。邵娇咬牙说道：“那你想怎么样？都跟我走一趟吧，老老实实做个笔录，看在你们情节不重的情况下，关一段时间就出来了。”朱琳说着，直接给警队发了一则信息。邵娇听着这番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谁？邵家大少啊，在江州还不是想弄死谁就弄死谁？而朱琳竟然要把他关进去，合理吗？邵娇死死地盯着朱琳，脸上点青筋都在抽动，隐隐威胁道：“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把我抓进去了，我爹可不会善罢甘休。”朱琳淡淡道：“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而已，问心无愧。”下一刻，门外已经传来了警笛声，一位位全副武装的捕快鱼贯而入，站在朱琳身后待命。统统带走！朱琳一声令下，众捕快立刻动手抓人，就连邵娇都没有放过。邵娇没有反抗，铁青着脸被铐上了银手镯。他怨毒地看着楚风和朱琳：“你们很好，以后走着瞧吧。”但最终他还是被押走了。与此同时，会场楼上的豪华房间内，张雅拿平板看着监控画面，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小林还真够狠的，就连邵娇都敢抓，我请他来果然对了。管家张万轻声提醒道：“还有那位楚先生，不愧是老爷看中的人，确实不简单啊。”张雅闻言点了点头。刚才楚风一巴掌扇飞邵娇的画面，他都看在眼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果然，这个叫楚风的男人身上有着数不清的秘密。忽然，张雅又想起了那日摩托车上和楚风紧紧贴在一起的情形。她又不是小姑娘，回家后没多久就想通了那个硬硬的东西是什么。张雅杜俏脸不由得浮现出一抹红晕，轻啐一口：“流氓！”张万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作为从小看着大小姐长大的老仆，他又怎么能看不出来？大小姐，这是有点动心了啊！会场中，邵娇等人已被尽数押送上车。孙新蕊等人呆呆地看着朱琳，霸气地指挥着现场，一句话也不敢说。做完一切，朱琳看向楚风：“雅让我过来，估计就是为了对付这个叫邵娇的。既然事情办完，我就要回去继续办我的案子了。回见，楚风。”下一刻，朱琳干脆利落地离开了，毫不拖泥带水。而众人也终于反应了过来，凑到了楚风身边。王震小心地问道：“楚兄弟，不知道您和这位朱琳警官是什么关系啊？看你们的样子，似乎很亲密啊。”而孙新蕊的话就更直接了，毫不客气地问道：“楚风，你是怎么用花言巧语骗过朱小姐的？人家那么好的家世，为什么会看得上你一个劳改犯？”楚风本是懒得理会这两个墙头草的，但这时沈若冰也向他问道：“为什么朱琳愿意如此不计代价地帮你？难道你们真的？”楚风叹了口气，认认真真地解释道：“其实你们都想多了，我一共就见过朱琳2面，和她并没有什么交情。不久前，我路上遇到了一帮混混堵我，是朱琳办的案子，所以就认识了，仅此而已。至于她为什么要跟邵娇对着干，这跟我毫无关系，而是她天生就是这嫉恶如仇的性格。”听完这番解释，沈若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同时又有些愧疚，刚才是自己错了，不该误会他的。而王震的心思则是一动，一帮混混堵路，难道是狼狗他们？难怪狼狗带着枪都没把楚风给弄死，原来是碰到了朱琳这个煞星，被关进了暗无天日的大牢里。既然楚风和朱琳根本不熟，那么自己或许可以在这件事上下文章。孙新蕊则立刻毫不留情地嘲讽起来：“我就知道，你这个普信男怎么可能和局手家的千金攀上关系？原来就是个狐假虎威的废物啊！哼哼，这次算你运气好，
如果不是朱琳小姐恰好在，你就死定了。沈若冰拦住了孙新蕊，摇摇头道：好了，新蕊，不要说了，没有了少娇的搅局，这场晚会的重头戏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孙新蕊闻言立刻回过神来，一拍脑袋：对啊，他来这里可不是为了逮着楚风喷的，他是为了成为张家新商会的加盟成员而来。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家族资料，翘首以待张家的人检验他们家族的资质。沈若冰同样如此。在等待期间，孙新蕊眼珠一转，忍不住说道：哎，不对啊，咱们不是有王少在吗？想成为张家商会的加盟成员，还不是王少一句话的事吗？若冰，你还傻乎乎的愣在那干什么？快问问王少，能不能给咱们走点后门。沈若冰闻言，心思也不由得一动，看向了王震。啊，我在一旁看风景的王震无辜躺枪。孙新蕊兴奋道：是啊，王少，以你们王家的能量，肯定能和张家说上话吧。王震有些懵逼，你是从哪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也配跟张家的那些大人物说话，我怎么不知道？但孙新蕊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他要是拒绝了，岂不是很没面子？他努力做出一副淡定的样子，笑着说道：那当然，我待会就去联系一下张家的老管家，问问他能不能送我几个名额。孙新蕊激动起来，忍不住给王震竖了个大拇哥。王少牛逼！楚风看着三人在那自娱自乐，商业互吹，感觉有些好笑。不过看样子沈家确实很需要这次和张家合作的机会，不然那个几千万的欠款会将沈家直接压垮。楚风想了想，虽然沈若冰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但沈灵儿是啊，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帮沈家一把。想到这，楚风给张雅打了个电话，沈家要一个商会名额。接起电话的张雅听到这话，微微一愣，不是说楚风已经跟沈若冰离婚了吗？居然还愿意帮沈家，旧情难忘。不知为何，张雅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楚风毕竟是他们家的恩人，要是连个商会名额都不给，未免显得太小气了。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知道了。下一秒立刻挂断了电话，只剩下楚风一脸莫名其妙，这女人怎么又生气了？第43章，王少真是太酷了。楚风刚刚挂了电话，一旁的孙新蕊就满脸嘲讽：哟，一个劳改犯废物而已，你以为你是谁？张嘴就是要一个商会名额，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王震也在一旁冷笑，一个只知道装逼说大话的垃圾，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儿装。孙新蕊哼了一声，嫌弃地看着楚风：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不干实事，只知道吹牛的人。楚风，你离我远点，我不想和你这样的人呼吸同一片空气。正当二人还想要好好贬损楚风一番时，一道身影缓缓来到了会场之中。他穿着一身考究的唐装，虽然苍老，但却显得精神矍铄，睿智无比。在场宾客看到这位老者，全都激动起来。要知道这位可是张府大管家张万，张首富不在，他就是能代表张家的话事人，而入选张家商会合作成员名额之事也都归他管。毫不夸张地说，这位老爷子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在场所有人身后家族的命运。众人拿着各自家族的资料，争先恐后的往张万的方向挤。张管家，我们丁家是江州二流家族中数一数二的家族，求您千万要考虑考虑丁家。还有我们吴家，只要张管家接纳我们成为商会成员，我吴家愿意为张家鞍前马后，赴汤蹈火。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江州豪门们，为了一个商会名额，露出了无比谦卑的姿态。这就是江州首富的影响力。沈若冰捏紧了手中的家族资料，看向张万的方向：走，咱们也过去看看吧。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让别人抢先了。孙新蕊等人正要点头，但就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张万推开围在他身边的众人，向着沈若冰的方向走来。孙新蕊忍不住低声惊呼起来：若冰，你看到了吗？张管家好像朝咱们走过来了，我这是在做梦吗？沈若冰的心情同样激动，但他表面上仍保持着镇定，因为他不确定张万是否真的是来找他的。在万众瞩目下，张万走到了沈若冰的面前，笑呵呵地说道：您就是沈若冰小姐吧？不愧是江州商界的新星，果然端庄大方。沈若冰受宠若惊，连忙摆手道：张管家您过誉了，我也就勉强守住家业罢了。张万笑道：不必谦虚，我记得前几年张家和沈家的合作就非常愉快，所以我们张家的商会诚邀您加盟，不知沈总意下如何？沈若冰有些懵，不是他心里承受能力差，而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张家竟然主动来邀请沈家加盟，这对沈家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荣幸。他可不觉得沈家有什么能够打动张首富的地方，蹊跷的背后肯定有高人相助。但不管怎么说，沈若冰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反应过来，点头答应。张万道：那好，10天之后张家商会的开幕典礼，还请沈总务必参加，届时我们两家将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天后我一定到场。沈若冰站直身子，语气郑重。
会场众人羡慕嫉妒恨地看着沈若冰，沈家这是走了哪门子狗屎运，竟然能让张家如此注重？如果成为了商会成员，那么沈家的地位和财富将迅速攀升，这让人怎么能不嫉妒？而张万趁众人不注意，恭敬地看向楚风，用眼神询问他是否满意。楚风点点头，挥了挥手，示意张万可以走了。张万微微颔首，转身就要离开时，孙新蕊急忙冲上前拦住了张万，焦急地说道：“张管家，沈家有了商会名额，那我们孙家呢？是不是也该有名额？”张万眉头微微一皱，这是哪来的二愣子？楚先生可没说要给孙家商会名额，如果是别人，他早就叫保安打一顿扔出去了。但这个女人似乎和楚先生有一定的联系，不便动粗，只好耐心地说道：“孙小姐，你先把资料交给我，至于你们孙家的资质合不合格，后面等我的通知。”孙新蕊闻言遗憾极了，但他并不是真的蠢，不敢多话，只能老老实实的将家族资料交了上去。等张万走了以后，孙新蕊忍不住抱怨起来：“为什么呀？选了沈家不选孙家，张管家是不是歧视我？”沈若冰沉吟片刻道：“沈家能得到这个名额，我觉得有蹊跷，否则以你我两家的资质，都不足以进张家的法眼。”孙新蕊闻言不假思索道：“这有什么可蹊跷的？一看就是王少的功劳啊，肯定是他发力了，才让张管家对咱们这么客气。”说着，他看向王震，激动道：“我说的没错吧，王少？”王震愣了愣，他刚才还在奇怪呢，张管家为什么会亲自来找沈若冰谈话？难道真是他的功劳？不对啊，他嘴上虽然说了要答应帮沈家去跟张家搭线，但他还什么都没做呢。张管家刚刚的态度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是张管家看在以前和沈家合作的情分上，才邀请了沈家入伙。这不就巧了吗？自己正好可以冒认一下功劳，博取沈若冰的好感。想到这儿，王震背起了手，一副遗憾的模样说道：“我能有什么功劳？说了要让你们两家都拥有商会名额，结果我没有做到，是我该跟孙小姐你说声对不起才对。”孙新蕊听着这番话，感动极了，赶紧说道：“这不怪你，王少，我知道你为了我和若冰的请求，肯定付出了很多。您能让沈家获得商会名额，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下一秒，孙新蕊又看向沈若冰：“若冰，你看到了吗？王少简直是一个绝世好男人，有什么好事都会先想着你。他为了你，甚至不惜去和张首富谈判。你这不嫁了，还等什么？”沈若冰有些无语，闺蜜这番话说的有些太夸张了。沈若冰有些怀疑，以王家的实力，真的能说动张家来和沈家合作吗？不过这件事除了王震帮忙，好像也没有别的解释了。沈若冰看着王震，神色郑重：“谢谢你帮忙了，王少。”王震颇有风度的摆摆手：“没什么，都是我应该做的。”而就在这时，一声嗤笑忽然响起。第44章误解。王震等人看向笑声传来的方向，发现是楚风在笑，脸上还带着浓浓的玩味之色。“楚风，你笑什么？”王震感觉受到了侮辱，严厉的喝问道。楚风玩味道：“我在笑某人脸皮真厚，冒领功劳，还真以为是自己说动了张家。”这番话并没有提过王震的名字一句，但谁都听出来了，楚风骂的就是王震。孙新蕊跳出来骂道：“你算什么东西，连王少1/1000都能耐都没有，怎么敢说王少的不是？再说了，这事儿不是王少的功劳，还能是你的不成？”楚风瞥了他一眼，认真道：“还真被你猜中了，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此言一出，王震脸上不由得露出讥讽之色，戏谑道：“我说楚风，吹牛也要打点草稿好不好？你觉得你有资格和张首富说上话吗？我还在这儿呢，你就敢冒认我的功劳？要是我不在场，还不知道你会怎么编排我的。”孙新蕊厌恶地看着楚风，吐出了2个字：“骗子。”楚风神色平静，淡淡道：“谎言终究只是谎言。既然王震你说张管家是你联系的，那你倒是拿出点证据啊！电话或者是短信，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怎么样？”孙新蕊怒道：“楚风，你还敢嘴硬？好，王少你就让他看看证据，让这个骗子心服口服，跪地求饶。”王震嘴角抽动，在背后狠狠地瞪了孙新蕊一眼，这女人是在帮自己，还是在坑自己？证据？事儿都不是他干的，他去哪找证据？就在王震硬着头皮想要找点什么借口糊弄过去的时候，沈若冰开口了。他冷漠地看向楚风：“楚风，你别再哗众取宠了。我知道你讨厌王震，但你要是因为这件事就四处诋毁他，那么你只会更让我厌恶。”原本他因为误会了楚风和朱玲的关系，让他心里很愧疚，想做点什么补偿楚风。但这才过了几分钟，楚风又开始撒谎了，这让他心里的愧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愤怒和失望。楚风愣住了，他本想拿出自己手机上的通话记录揭穿王震，但是沈若冰的口诛笔伐让他觉得一切都没必要了。楚风的心中同样充满了失望，他有些伤心地看着沈若冰：“你就这么相信王震吗？他连证据都没有。”
沈若冰冷漠地说道。不相信他，难道相信你吗？出狱之后，你越来越爱说一些不知所谓的大话，我看你需要好好反省反省了。如果你再这样，别怪我把你赶出家门。赶出家门？楚风苦涩一笑，他认真道：好，我以后不会再找这些不痛快了。你再遇到麻烦，最好也别来找我。这些擦屁股的事，就让你的王少给你做吧。沈若冰看着楚风失望的神情，心中很不是滋味。但还没等他说话，孙新蕊就急匆匆地说道：这可是你说的楚风，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们家若冰了。什么玩意儿，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楚风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已经变得冷了下去。许久之后，晚会结束，沈若冰和孙新蕊、王震各自分别，他和楚风一起回到了沈家。刚一进门，等候多时的傅莲立刻凑了过来：若冰，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和张家取得合作呀？沈若冰俏脸带上了淡淡的喜色，微笑点头：成功了，是王震帮咱们牵头，拿到了张家的商会名额。傅莲惊喜极了：是吗？那太好了，我就知道小王这个人靠谱，他帮了咱们家这么大忙，你可要好好感谢人家啊。下一秒，他注意到了一旁的楚风，热情洋溢的笑脸立刻冷了下去：你这废物还知道回来，让你好好看大门不去，跑哪儿鬼混去了？今天的工资没了。楚风懒得理会，当保镖只是他回到沈家的一个借口而已，又不是真稀罕那点工资。沈若冰说道：楚风今晚去参加张家晚宴了。傅莲愣住了，不敢置信道：若冰，你胡说什么？这个废物凭什么进张家晚宴？他难道有邀请函不成？此时沈天风和沈灵儿也赶了过来，听到这番话后同样感到不可思议。沈若冰沉声说道：还记得上周楚风带回来的那些邀请函吗？都是真的张家邀请函。傅莲先是一怔，想起了那些金红色的邀请函，厚厚的一摞，足足有10几张，而且还是自己一把火给烧了的。当时他就觉得这些邀请函摸起来特别有质感，还以为是楚风仿造的好，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傅莲如同被晴天霹雳打中一般，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你说那些邀请函是真的？要知道张家的邀请函随便卖个上百万轻轻松松，而他却给一把火烧了，那相当于是烧了1000多万啊！傅莲感觉随时都快抽过去了，这么多钱做啥不好，为什么要烧呢？沈若冰见母亲脸色都白了，连忙上前给她顺气：妈，您别着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急也没什么用。好一会儿，傅莲才缓过劲来，困惑无比：为什么会这样？那些邀请函不是楚风的吗？他怎么可能弄到真的邀请函？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沈若冰皱起眉，这也是他一直想知道的。他看向楚风，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想了想说道：都是朋友随手送的。沈家众人面面相觑：朋友送的？楚风有这样牛逼的朋友吗？忽然傅莲像是想到了什么，目光一瞪，死死地盯着楚风：楚风，你老实交代，这些邀请函是不是从快递箱里拿到的？众人都为之一愣，傅莲为什么要这么问？只听傅莲振振有词：就你这个废物，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么多邀请函，咱们全家有能力做到此事的，只有我那手眼通天的二女婿。肯定是阴差阳错之下，快递送到了楚风的手上，这个废物才能拿着这么多邀请函在家里耀武扬威。楚风有些无语，傅莲这是什么脑回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的还真没错，这邀请函还真是他那所谓的二女婿手中拿到的。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就是二女婿。第45章，原来是妹夫啊！楚风，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清楚邀请函真正的来历？沈若冰生气地看着楚风，他在晚会上打听过，那金红色的邀请函是最高级的首席邀请函，拥有它就可以成为张家尊贵的客人。如果他能带着首席邀请函去参加晚会，成为张家的合伙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哪里还用去求王震？难道你不说出真相，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想拿妹夫送来的邀请函在我们面前装逼吗？沈若冰有些不敢置信，楚风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而傅莲已经心痛到无法呼吸，那些邀请函不光是二女婿的心意，还是大把大把的钱啊！没了，都没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楚风。他恶狠狠地盯着楚风：都怪你，都怪你！为什么不早点说？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你赔得起吗？我告诉你，你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要了。楚风眉头微皱，不悦道：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邀请函是真的，只是你们不信而已。傅莲挖苦道：你送的邀请函和我二女婿送的邀请函能一样吗？人家是省城大少，你是劳改犯，就算你拿的是真邀请函，又有谁会信？楚风，你就别狡辩了，全都是你的错。楚风心里有些想笑，明明是我好心好意送给你们的邀请函，你们烧了也就算了，还反过来怪我，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也解释不清，索性就不说了，冷漠道：啊，对，你们说的都对，要是没别的什么事的话，我上楼睡觉了。
说完，他不再理睬众人的神情，自顾自地上楼去了。妇联要抓狂了，朝着楚风的背影大声骂道：“站住！我让你走了吗？说你2句你还有脾气了？我没让你赔我的1000多万，我已经足够仁慈了。气死我了！楚风，你给老娘等着！”妇联骂得脸红脖子粗，只可惜楚风就如同没听见一般，消失在了楼梯的拐角。沈若冰失望地看向楼梯的方向，楚风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对岳父岳母可不是这种态度，难道离婚之后他要现原形了吗？沈若冰心情复杂，扶着妇联去休息了。原地只剩下沈天风和沈灵儿父女俩发呆。这特么怎么一回事？楚风和妇联口中的二女婿不是一个人吗？快递什么的更是没有的事，因为省城根本没有楚少这么一个人。沈天风觉得脑壳有点痛，他看向女儿：“灵儿，你有什么头绪吗？”沈灵儿呆呆地摇了摇头，他要是知道那些邀请函是真的，说什么也不会让妇联给烧了。忽然他的眼睛一亮，有了一个想法：“爸，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邀请函是雷豪送的？”沈天风一怔：“为什么这么说？”沈灵儿睿智地说道：“你想啊，当初姐姐的婚礼现场，雷豪把楚风认成了他老大，把我当成了他大嫂，于情于理，他送点邀请函过来都是应该的。”沈天风眨了眨眼，很不愿意相信，但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了。他不由得一叹：“那这么说来，雷爷是盯紧咱们家了。现在他逢年过节送礼，但假如他发现了楚风的真实身份，那咱们家可就彻底完犊子了。”沈灵儿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是啊，我再去跟楚风说一说，让他千万别暴露身份。”说着噔噔噔跑上了楼。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沈天风既难过又无奈。自家2颗水灵灵的大白菜都被一头山猪给拱了，而他还偏偏只能看着这头山猪在菜园子里肆虐，不能赶走。这样的痛，家人们谁懂啊？楚风正要睡觉，忽然听到有敲门声响起，还没等他说话，门就被推开了。沈灵儿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宽松睡衣，俏脸微红，显得妩媚无比。“姐夫，你一个人是不是很寂寞啊？要不来我的房间跟我说说话？”楚风有些无语，这妮子又在闹什么幺蛾子，穿这么少来诱惑他个20多岁的老干部。见楚风无动于衷，沈灵儿有些丧气，自己的魅力都这么差了吗？竟然连一个饥渴了3年的男人都诱惑不了。他气鼓鼓地看着楚风：“姐夫，你过来，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楚风无奈，他都换好睡衣准备睡觉了，但看沈灵儿这么郑重，又不好拒绝，只得下床跟了出去。走进沈灵儿的闺房，楚风只感觉有一股香风扑面来，再看沈灵儿房间的打扮，满满的少女风格，看不出来灵儿20多岁的大姑娘了，还这么少女心。沈灵儿拉着楚风坐到床边：“姐夫，你老实交代，那些邀请函是不是雷豪送给你的？”楚风：“怎么又扯上雷豪了？你们沈家人的脑洞都这么丰富的吗？为什么就不想想我就是那位大人物呢？”在楚风无语的眼神中，沈灵儿又自顾自的点点头：“我猜也是，不然没别人了。”他郑重道：“姐夫，你想啊，雷豪都往咱们家送礼了，他肯定关注着咱们，所以你千万要挺住，可别露了馅。”楚风闻言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我有什么好小心的？这身份本来就是真的呀。”但看到沈灵儿一副小脸紧绷、十分严肃的样子，楚风还是装作认真的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就这事吗？没别的话，我就先走。”然而楚风的话音还未落，忽然门外有一个柔和的女声响起：“灵儿，我进来了。”不管是楚风还是沈灵儿，都不由得大惊。他们现在这副穿着睡衣坐在床上促膝长谈的样子，实在是太容易被误会了。如果被看到，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沈灵儿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机智，拽住楚风，将他狠狠地往床上一按，整个人跨坐在了楚风的腰上。下一瞬，沈若冰推门而入，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只见妹妹正坐在一个男人的身上，抱着对方猛亲，但因为体位的原因，那个男人的脸被挡住了，看不到真容。但沈若冰却隐隐感觉，这个男人的身材怎么那么像楚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沈灵儿就惊叫一声：“啊，姐你怎么来了？”说着拽起被子将楚风的脸给盖住。沈若冰回过神，狐疑地指着沈若冰身下的男人：“他是？”沈灵儿强装镇定，气鼓鼓地对沈若冰说道：“他是我老公啊，姐，我都结婚了，你能不能给我点隐私？”说着将床头柜上放着的面具塞进了被子中，让楚风戴上。沈若冰闻言恍然大悟，原来是妹夫啊。第46章，真想要他？他当然是你妹夫，不然你以为他还能是谁？沈灵儿大着嗓门以掩饰自己的心虚。饶是沈若冰心如止水，此时也不禁感到有些尴尬，自己刚才真是傻了，竟然会以为妹妹房间里的男人会是楚风。如果说出去了，肯定会被妹妹笑话死。楚少和楚风虽然都沾了一个楚字，但他们能相提并论吗？
沈灵儿见姐姐信了，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差一点啊，就差一点。如果反应要是再慢1秒，绝对会暴露的。但现在好了，她属于是占理的一方了。沈灵儿得理不饶人，姐姐你太过分了，我老公好不容易忙里偷闲过来陪我，你却忽然闯进来打扰了我们的好事。你说，你欠我的该怎么还？沈若冰自觉理亏，只好顺着妹妹的心意说道：对不起啊，灵儿，是我莽撞了，我下次一定注意。我现在就走，你们先忙。沈灵儿急了，如果姐姐等在外面，那楚风还怎么溜出去？她赶紧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道：不必了，到时间了，他还有事情要忙。楚风闻言，戴好面具后揭开被子，换了个声线说道：时间不早了，我确实应该走了。说着，他就起身向外走去。沈若冰心里很愧疚，妹夫这么晚了还要走，肯定是在生自己打扰了他们小夫妻的气。他赶紧道：妹夫，刚才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千万别介意。楚风淡淡道：我没介意，只是真的有事要走而已。那就好。沈若冰心中稍安，忽然又想到了邀请函的事，赶紧说道：还有，上次那个张家的邀请函，我们不是有意烧掉的，是我前夫隐瞒不报，我们以为是假货财。楚风闻言，转头看向沈若冰，认真道：那些邀请函是我送给他的，也是我不让他说出邀请函是我送的。沈若冰一愣，原来是这样吗？那自己岂不是误会楚风了？还以为他是故意隐瞒，原来是听了妹夫的命令才这样做的呀。沈若冰忍不住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直接说出实情不好吗？楚风说道：我只是不想给你们太大的压力罢了。说完，他不再多言，离开了沈灵儿的闺房。沈若冰站在原地，久久无语。他心中有些感动，原来这位位高权重的妹夫还有如此体贴人心的一面。这样的男人，除了不能经常陪伴妻子之外，简直完美。想到这儿，沈若冰心里忽然又变得黯然起来。只可惜自己没有妹妹的福气，如果楚风有妹夫1/10的好，他就心满意足了。就在他瞎想的时候，沈灵儿问道：姐姐，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沈若冰回过神，答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想让你带咱们家对妹夫说声对不起，烧了他精心送的邀请函，咱们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不过我已经当面向他道过歉了，所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沈灵儿哦了一声，说道：那既然没事了，姐姐你早点去休息吧，时候不早了。沈若冰点点头，正要离开时，忽然又顿住脚步。灵儿，我还有一件事想让你替我代劳。什么啊？沈灵儿随口问道。替我向楚风说声对不起，邀请函的事是我误会了。还没等沈灵儿回答，沈若冰便已经飘然离去，并带上了房门。沈灵儿定在了床上，好一会后，脸上才露出的无奈的笑。姐姐啊，总是这么不坦率。不过话说回来，没想到姐夫的嘴唇居然又温又软，真想咬他。一夜过去，天色渐渐亮起，楚风早早的起床，外出晨练，在马路边长跑。他年纪轻轻能有这么好的一身武功，虽然不可否认有天赋的原因在内，但更多的是努力。只要没遇到10万火急的事，他都会早早的起床练功，风雨无阻。他跑步的速度很快，平均速度丝毫不亚于那些100米10秒的专业短跑运动员，就如同一阵风一般，普通人只能看到残影。而这样的速度对楚风来说也仅仅只是热身而已。他跑了没多久，忽然注意到马路前方一个神色惊慌，正在拼命逃窜的身影。那是一个衣服很脏很破旧的男人，但是对方的眼神却十分凶狠嗜血。楚风见到此人，步伐一点点放慢。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武者，而他的衣服上还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那是别人的血。以楚风的见识，一眼就认出这家伙是个潜逃的罪犯。只可惜这罪犯运气不好，恰好碰到了正在晨练的他。虽然楚风并不是正义心极强的人，但如果能顺手收拾1-2个罪犯的话，他还是很乐意的。他慢跑着向逃犯靠了过去，同时后者也注意到了一个小白脸在靠近他，脸色立刻变得阴狠无比。他拔出一把刀尖贩子的匕首，恶狠狠地看着楚风：不想死的就赶紧给老子滚，否则我一刀剁了你的脑袋。楚风看向对方手中的匕首，眼睛微微一眯，这匕首上的毒不简单啊。男人不时地看向身后，似乎后面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他。他回过头，看到楚风还处在原地不动，心中发狠：好，既然你他妈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下一秒，他握着毒刃直冲楚风而来。楚风冷哼一声，一抬脚直接将逃犯手中的刀踹飞了出去，然后他又补了一巴掌，将逃犯直接扇晕过去，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他拎起昏死过去的逃犯，正准备将其送往附近的官府，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远处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站住，别跑！这个声音，楚风转头看去，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只见朱琳一手捂着小腹，一边踉踉跄跄地向着这边跑了过来，鲜血晕红了他的警服，痛楚让他冷汗淋漓。
整个人如同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而且楚风还发现朱琳的嘴唇泛紫，显然身中剧毒。他想起了逃犯手中的带毒匕首，想通了一切。朱琳在追捕这个逃犯时，不慎被捅伤，带伤追捕逃犯，因此逃犯才慌不择路地送到了他的面前。楚风无语了，姑奶奶你真不怕死啊！中了那么凶险的毒，还敢追凶，活到现在纯属你命大。第47章锦花遇险。楚风扔下逃犯，来到朱琳的身边，伸手扶住了她。你怎么搞的？把自己弄成了这样？朱琳看到楚风，又看到被楚风一巴掌拍晕过去的逃犯，整个人的心情终于一松。她苦涩一笑，我大意了，没想到这起碎尸案的罪犯还是一个武者，被他阴了一手。说着，他身上渐渐没了力气，靠在了楚风的身上。不过幸好碰到了你，这个罪犯终于伏法了。楚风搀着他正要说话，却发现他已经不知在何时昏迷了过去。也难怪能在中毒加受伤的情况下狂追歹徒这么久，全靠心里一口气撑着。现在歹徒已经被抓，心里的那一口气泄了，自然就坚持不住了。楚风叹了口气，我只是出门健个身，怎么扯上了这档子事？但朱琳怎么也算半个朋友了，他不可能放任不管。楚风从朱琳的身上摸出银手镯，将歹徒铐在电线杆上，报了警。等捕快赶到后，自然会将歹徒带走。他自己则抱起朱琳，向着附近最好的医院奔去。哪怕他家传医术不凡，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药，没有针也是白搭。在将朱琳送往医院的同时，楚风还从他的手机上找到了紧急联系人，拨通了电话。小林，怎么了？一个沉稳威严的男声响起。楚风话语简短的说道：你是朱琳家属吗？他现在受重伤了，你立刻往江州第一医院方向赶吧。什么？我马上过去。电话那头的男生一惊，不再沉稳，用最快的速度通知手下备车。楚风挂断了电话，伸手在朱琳身上的几处学到一点，遏制毒素的蔓延，才继续赶路。5分钟后，楚风抱着朱琳刚来到医院门口，一辆高级轿车也恰好赶到。一道高大的身影在秘书的陪同下飞快地走下了车。此人50岁上下，有着一种上位者独有的气质，相貌威严正派。而这张脸也时常出现在电视上，不是别人，正是江州整个治安系统的一把手朱洪国朱局手。但在此时，他的神色虽然镇定，但眼里已经满是压抑不住的慌乱。当他注意到楚风怀里脸色苍白的女儿后，连忙迎了过去，朝医院门口怒喝：护士呢？快送担架过来！几秒时间，几名护士赶到，楚风将朱琳放上担架，跟着到了病房门口。全医院最好的女性外科医生立刻为朱琳进行检查。直到病房大门关上，朱洪国的心情才平静了几分，看向楚风，话语十分客气：多谢小兄弟救我女儿，不知可否跟我讲述一下事情经过？楚风将自己所知道的交代了一番。听完，朱洪国沉声一叹：在前线工作，最担心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早点让他调任管理岗的。片刻后，他回过神看向楚风，诚恳道：小兄弟，今日之恩，我朱洪国没齿难忘。刘秘书，写张20万的支票给这位小兄弟。是。刘秘书点点头，写下支票送到楚风面前。楚风摇摇头，将支票推了回去。我救人并不是为了求财。朱洪国一愣，不为求财？20万可不少了，是普通人2-3年的年薪。这么大一笔钱，这个年轻人竟然不要？要么他真是一位无私圣人，要么是有别的图谋。朱洪国心中偏向后者，挟恩图报的例子他见多了。当然，这种想法他是不会表现出来的，而是微笑着试探道：既然这样，那小兄弟不妨先留下联系方式回家，等小女脱离危险之后，我再被厚礼登门拜访。楚风摇了摇头：我还不能走。朱洪国眉头一皱，果然这小子心思不正啊，不见到真金白银不肯走。不过看在他救了灵儿的份上，要求只要不过分，他都可以答应。然而楚风接下来的话却让朱洪国吃了一惊。只听楚风认真道：朱琳所中的毒不简单，只怕整个江州除我之外无人能解。此言一出，朱洪国忍不住认真地打量起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五官端正俊朗，精气神十足，年纪也不大。但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年轻上，如果楚风再老个40岁，朱洪国说不定还会相信他的话。但20多岁，医书看明白没有，就敢口出狂言。他看向楚风的目光带上了几分不喜，随口问道：小兄弟话说得这么满，不知师承哪位名医？楚风一本正经道：我医术是祖传的。朱洪国愈发无语，又问道：那你有行医资格证吗？没有。楚风老老实实道。闻言，朱洪国再也忍不了了：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还敢说治病救人？我劝你还是收回前言，以免祸从口出。刘秘书见举手已经厌恶起了楚风，赶紧开口附和：小子，你扯淡也要有点限度吧？哪有你这么年轻的医生？我看你就是个江湖骗子，想趁着救了大小姐的恩情骗钱。我给你一个忠告，打哪来回哪去，别惹我们老爷生气，否则
你吃罪不起。楚风有些无语，朱举手也算是个人物了，还搞学历歧视是吧？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学过？这时，病房门忽然打开了，负责检查的外科医生走了出来，神色有些焦急。朱洪国见状，顾不得楚风，连忙走过去询问情况。医生，我女儿的身体情况怎么样了？女医生低着头，不敢去看朱洪国，低声道：朱举手，我只是实话实说，还请您千万不要动怒。令爱的情况很不好，她的刀伤并不严重，严重的是刺她的刀上所携带的剧毒，而且令爱中毒之后还进行过剧烈运动，毒素已经深入五脏六腑，性命垂危，我们医院恐怕无能为力。性命垂危，无能为力。朱洪国心中咯噔一声，彻底慌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视若掌上明珠，难不成今天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这位手段强硬的铁汉，此时的身体也忍不住颤抖起来。这时楚风开口了：都说了朱琳的毒只有我能解，都让开，我要进去救人，不能再拖了。朱洪国此时已经六神无主，听到楚风自信的话，不由得想要相信。但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哼，好大的口气，此毒只有你一人能解，是不把我华清囊放在眼里吗？众人纷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随即朱洪国露出了惊喜之色：华神医，您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第48章热毒寒毒。华医生捋着胡须，微微一笑道：我在江州第一医院刚好有个讲座，这才刚到，就听到有个年轻人目中无人，所以过来向他讨教一二。朱举手，里面的患者是谁？既然劳您亲自等候在外面。朱洪国激动地上前握住了华医生的双手：华神医啊，求您千万要救救小女，整个江州可能只有您有这个能力了。华清囊是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一生救死扶伤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最擅长的就是解毒，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毒素，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华医生笑着道：朱举手不必多礼，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令爱所中的毒素，我定当全力化解。朱洪国激动极了，女儿有救了。他赶紧道：快请华神医进去救人。医生护士们纷纷让开道路，恭敬地请华医生走入病房。这就是华神医在医学界的影响力，他的鼎鼎大名，所有医学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朱洪国也跟了进去。就在他心情振奋之际，忽然他注意到楚风也准备进入病房，他眉头一皱，拦在了楚风面前。病房重地，我看小兄弟你还是不要进去了。刘秘书连忙道：老爷，是我失职了，竟然差点放这个骗子进了病房，我这就把他扔出去。下一刻他带上纸虎，便要朝楚风动手。好在这个时候华医生开口了：不必动手，让他进来吧。既然这位年轻人如此骄傲自负，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医术，让他心服口服，以后踏踏实实做人。刘秘书闻言，用询问的眼神看向朱洪国。朱洪国微微点头，算是默认。毕竟他女儿还要靠华神医救命，华神医的要求能满足还是尽量满足的好。刘秘书瞪着楚风，让开道路，不忿地哼了一声：算你小子走运，能看到华神医亲自出手，够你吹一辈子的。楚风没有理会他，径直走进了病房。他不是争强好胜的性格，跟进去并不是想跟那个华医生一较高下，之所以进病房，只是以防万一而已。如果华医生能把朱琳治好，他自然乐得清闲，但如果他拉胯了，自己也好及时出手挽回。朱琳人不错，他可不想放任这个可爱的警官英年早逝。病房内，华医生先是看了看朱琳的气色，又诊了朱琳的脉搏。这是中医望闻问切中的望和切，查看一番后，华医生已经胸有成竹。他看向旁边待命的医生道：去我药柜来。是。医生不敢怠慢，连忙跑出去药柜。刘秘书看着华医生这副从容不迫的模样，忍不住赞叹道：看看，这就是专业，有华神医在，大小姐肯定能转危为安。朱洪国微微颔首，看向华医生的目光带上了浓浓的尊敬。不管你是多大的官，面对真正的神医，都应该毕恭毕敬，因为当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求到人家身上。刘秘书又看了楚风一眼，语气讥讽：不像某些江湖骗子，嘴上没毛，倒是挺会装逼的，像这种垃圾，怎么还有脸待在这里？结果骂了一顿后，刘秘书却发现楚风就如同老僧入定般，压根不理会他。这让他感觉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很是憋屈。很快，一个1人高的药柜被搬了进来，华医生打开药柜，各种珍稀的药草琳琅满目。他伸手抓药，每一样药只需要随手一捏，就能精准捏出想要的分量，足见其医术功底，让朱洪国等人暗暗赞叹。抓好药，华神医拿出药碾子研磨药粉。此时情况紧急，哪还有熬药的时间，将药材碾成粉末冲服，虽然药效略差，但也够用。不多时，药粉研磨好，华神医吩咐道：去，将药粉以开水冲开，温度量到合适之后喂给朱小姐。助手点点头，立刻照做。
而就在这时，楚风突然开口了：“华医生，你配置的药就这？”华医生听到这话，脸色立刻一变。朱红国、刘秘书等人也是大惊。刘秘书怒喝道：“小骗子，你说什么？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质疑华医生的医术？能放你进来观摩，已经是你天大的荣幸了。你竟然还敢评头论足，我看你是真不知好歹。”朱红国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年轻人，我是看在你救了灵儿的份上，才一再容忍你，但你不要以为我真的不会动你。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灵儿不治，我绝对会让你以命抵命。楚风冷哼一声：“你们两个给我闭嘴！懂医术吗？就在这逼逼赖赖！”朱红国愣住了，他担任举手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跟他这么说话。刘秘书护主心切，死死地盯着楚风：“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老爷可是江州举手，在他老人家面前，你就跟个蚂蚁一般，一指头就能碾死你。小骗子，你就这么想死吗？”楚风瞥了他一眼，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举手怎么了？举手也给我闭嘴！这霸气的话语直接把朱红国和刘秘书都整懵了。这也太嚣张了吧！楚风不再理会一点医理都不懂的两人，看向华神医：“华医生，我看你医术还算不错，但为什么配的解毒药都是寒性的药材？”华医生眉头一挑，居然能看出来他调配的是寒性药，看来这个年轻人确实有点东西。他心中的火气渐消，本就好为人师的他认真解释道：“通过我的观察，朱小姐中的明显是热性毒，我用寒性药中和毒性，这才可以起到解毒的效果。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错！楚风毫不留情地厉喝一声：“朱琳所中之毒根本不是热毒，而是寒毒。”华医生脸上露出不满之色：“小辈，别觉得自己看了几本医书就可以冒充大师，朱小姐的一切症状都表明她中的是热毒无疑。你说是寒毒，简直是无理取闹！”刘秘书不善地看着楚风：“小骗子，你要再敢大放厥词，别怪我扇烂你的嘴！要不是这里是病房，你早完了。”这时，助手端着亮凉的药走了进来：“华神医，药好了。”华医生瞪了楚风一眼：“小贝，马上你就见到我这副药的疗效了，到时候我看你还能不能嘴硬。别愣着，快将药汤给朱小姐服下。”是。楚风见状，扫视众人一眼：“你们确定要给朱琳喝这副药？要想清楚了，药喝下去以后只会毒上加毒。”朱红国面色冰冷：“不相信华神医，难道还要相信你吗？你要是再多嘴一句，我立刻把你打出去。”楚风闻言不由得摇了摇头，拦不住这些作死的人啊！药汤很快被朱琳服下。就在所有人满心以为药到病除之时，异变陡生。忽然，朱琳的娇躯剧烈的颤抖起来，身体的体温急速下降，大口大口漆黑的鲜血从她的口中溢出，瞬间进入了濒死之状。第49章，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除楚风之外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浓浓的惊骇之色。朱红国紧张到了极点，焦急地看向华医生：“华神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灵儿她这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你不是说这副汤药下去毒就解了吗？”华医生也有些懵逼，不停地喃喃道：“不对啊，我的药不应该有问题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一时间，他的精神都变得恍惚起来。但很可惜，现状根本不允许他们多想。一旁检测心率的护士惊呼起来：“不好了，朱小姐的心跳频率正在迅速下降，马上就要停止了。”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彻底绝望了。朱红国死死地攥着拳头，眼眶都变得通红。刘秘书也如丧考妣，看起来无比伤心。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响起：“我早就说过，寒性的解药根本解决不了朱琳身上的寒毒，可惜你们根本不信。难道只有让事实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才能醒悟过来吗？”刘秘书闻言，恶狠狠地看向楚风：“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彰显你很牛逼吗？你要是想要找死，我不介意送你一程。”正当刘秘书放着狠话的时候，忽然被人伸手拽到了一边。他正要呵斥，但转头一看，动手的竟然是朱举手，这让他很是惊讶：“老爷，您怎么？”朱红国打断刘秘书的话，而是目光灼灼地看向楚风：“小兄弟，你刚才就说这副解药没用，甚至只会起到反效果，难不成你知道真正的解药的配置方法？”楚风淡淡的点了点头：“我一直都知道，只是你们拦着不让我出手而已。”听到这话，朱红国心中懊恼无比。如果早知道楚风如此神通广大，他肯定不会对楚风各种呵斥和嘲讽。好在现在还不晚。朱红国放低姿态，语气带着几分尊敬地说道：“刚才是我误会了，还请小兄弟您千万不要介意，只求您能出手救人。只要您能救下小女，不管您要什么酬劳，我都一定凑齐送给您。”然而还没等楚风说话，华医生就绝望地摇了摇头：“没用的，哪怕这位小友知道解药的配方，也太晚了。我配错了解药，导致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以朱小姐现在的身体情况，最多只能再坚持3分钟。”3分钟！听到这个短暂的时间概念，
朱红国的脑子轰然一炸，3分钟够干什么？抓药、磨药、冲泡药汤，这哪一个步骤，哪个不得3分钟以上？时间根本来不及。朱红国不由得抓住了头发，力气大的几乎要把头发给拽下来，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苍老了10岁。而就在这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之时，楚风开口了，他平静道：谁说时间不够？3分钟对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此话当真？朱红国睁大眼睛，渴求地看着楚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楚风摊了摊手：我有必要骗你吗？一句话，让不让治吧？朱红国哪还敢有半分犹豫，赶紧道：还请小兄弟快快出手。楚风点点头，随手拿了个盆，走到了朱琳的身边。众人都有些疑惑，楚风这是要干什么？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让他们大跌眼镜的一幕。只见楚风一把撩起朱琳的警服，露出他那白皙平坦的小腹，上下其手起来。这一幕看得老父亲朱红国眼睛都差点冒出火来。特么有这么治病救人的吗？上来就在灵儿身上乱摸，怎么看都是想占自己女儿的便宜吧。朱红国忍不住怀疑楚风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刘秘书也急了，紧张地叫道：淫贼你干什么？快放开我们家小姐，否则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都说了，不懂医的人给我闭嘴。楚风冷哼一声，他的手指摸到了朱琳胸腹之间的交界处，在朱红国和刘秘书喷火的目光中往下一按。下一秒，朱琳口中突然有药汤吐出，楚风拿盆一接，直到前者将药汤吐完后才把盆放下。看到这一幕，众人才终于意识到楚风是在帮助朱琳催吐。也是，刚喝下去的药汤要是不吐出来，喝再有用的药也只会和刚才的药汤混淆，失去应有的药性。而此时时间只剩下了2分钟，华医生紧张无比。2分钟内，楚风真能完成抓药和磨药吗？他是非常希望楚风把朱琳救活的，不然朱琳要是不治而亡，朱局手是不会放过他的。华医生局促地走上前问道：小友，请问你需要什么药材？我药柜里应该都有。楚风淡淡道：你刚才用剩的药粉呢？都拿给我。华医生不理解，自己的解药不是没用吗？还要他何用？但他不敢多问什么，赶紧将药粉端来。楚风看了药粉一眼，随手从药柜中抓出一味治寒之药，在药碾中碾成粉末，混入刚才的药粉当中，然后再加入蜂蜜，搓成药丸。总用时不到30秒。治寒之药。华神医愣住了，如果按照楚风的理论，朱琳中的毒是寒毒，解药应该是用热性药类才能中和才对。但随即他反应了过来，露出了无比震撼的神色。阴极阳生，阴极阳生啊！加入这一味治寒之药后，整副药的药性变了，从寒性变成了热性，这是何等天才的手段啊！华医生被彻底折服了。楚风拿着药丸来到朱琳身边，将药送入后者口中，辅以温水下咽。然后奇迹发生了，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朱琳的气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心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毒解了！朱红国激动得热泪盈眶，人生的大起大落莫过于此啊！他上前握住了楚风的双手，诚恳无比地说道：小兄弟，你以后就是我们朱家的恩人，大恩人，以后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朱红国定会竭尽所能。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更夸张的是华医生，他直接朝楚风跪了，是字面意义上的跪。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圣手恭敬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我化亲囊行医一事，却发现医术药理不及您的1/1000，先生您若不弃，请收我这奴钝老朽为徒吧。第50章，你们这是想泡我？看着跪在地上一副你不收我为徒我就不起来的老头，楚风有些无语。不就是些平平无奇的药理知识吗？有必要这么惊讶吗？但如果楚风的这番想法被华医生听去，后者恐怕会气得自我怀疑，整宿睡不着觉。平平无奇的药理知识，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道理听起来简单，但想要活用于医术之中，却如登天一般难。稍微用错点药，那么治病救人的药就会成为杀人的毒。像楚风这样轻松写意的调配解药，他简直闻所未闻。现在有幸见到了这样的绝世神医，他华亲囊若是不赶紧拜师，有违天理。楚风无奈地看着华医生说道：你这么老，我这么年轻，你觉得我收你为徒合适吗？而且我现在根本没有收徒的打算，你先起来吧，等我什么时候想收徒了再说。华医生闻言失望极了，但还是忍不住想再争取一番，诚恳地说道：师傅，求您再考虑考虑吧，我可以在您家里端屎倒尿，只求您能传授我一些您医术的皮毛。楚风无语，我还没答应呢，师傅都叫上了，而且我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人，什么时候能用得着你一个糟老头子端屎倒尿？赶紧起来，再不起来我就生气了。华医生闻言只好遗憾地站了起来，要是惹楚风生气，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又忙说道：大师，我还有一事想向您请教。说。华医生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为什么朱小姐所中之毒明明是寒毒，一切症状却跟热毒一模一样呢？
朱红国也看向楚风，想弄清楚女儿病情的关键。楚风淡淡道：“很简单，下毒之人也很懂药理。此毒致热，但却热极生寒，看似是热毒，其实内在是寒性的，所以需要热性药进行中和。”这番话讲得十分浅显。华医生、朱红国等人恍然大悟，看向楚风的目光愈发尊敬。年纪轻轻便有如此高深的医术，真是后生可畏啊！朱红国心中微微一动，这样年轻的神医，如果不巴结一番，岂不可惜？只是该用什么借口呢？而就在这时，朱琳的手指微动，随即眼皮颤了颤，美目缓缓睁开。灵儿，你怎么样了？身体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朱琳闻言，下意识地动了动手脚，发现除了有点酸麻以外，其他都挺好的。她轻轻地点了点头，虽然有些虚弱，但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忍不住问道：“我记得我不是中毒了吗？难道已经找到了解毒之法？”朱红国笑着道：“是啊，灵儿，你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都已经生命垂危了。要不是这位……”说到这儿，朱红国手指着楚风，忽然卡壳了，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至今为止竟然不知道这位年轻神医的名字。但下一秒，女儿为他解除了这个尴尬。楚风，朱琳轻声叫道：“楚风，灵儿，你竟然知道这位神医的名字？”朱红国眨了眨眼，颇为意外。要知道，他刚才还在为该怎么巴结这位年轻神医而感到头疼，结果女儿竟然和他认识。楚风瞥了朱红国一眼：“不然你以为呢？如果我和朱琳只是萍水相逢，会活活受你们一通嘲讽，还屁颠的上去救人吗？”朱红国闻言不由得有些尴尬，歉意道：“不好意思啊，楚神医，我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楚风淡淡道：“放心吧，我只是提嘴而已，还没那么小心眼。”那就好。朱红国松了一口气，他可不希望得罪了这么一位牛逼的神医。而看到爸爸对楚风如此恭敬的一幕后，该震惊的就是朱琳了。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位高权重的爸爸会对楚风这般礼遇？哪怕是面对张半成、雷豪这样的大人物，爸爸也能以平辈论交啊。这时，朱红国看向了他，笑呵呵地说道：“灵儿，这位楚神医就是救了你性命的人，别看他年纪轻轻，医术让华神医都自叹不如啊。”华神医在旁笑呵呵地点头：“朱局手说的没错，我在楚神医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学生而已。”此言一出，朱琳更加震惊了，他感觉自己长这么大震惊的次数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楚风原来不只能打，医术也这么厉害吗？如此强大，却隐藏于一个小家族之中，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朱琳甚至对闺蜜张雅升起了一丝丝的嫉妒，她是从哪钓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的？忽然，朱红国走到她的身边，神神秘秘地问道：“灵儿，你和这位楚神医是什么关系？这大早上天还没亮，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去了？”顿了顿，他怕女儿想岔，又连忙补充道：“爸不是反对你们两个，相反非常支持，只是想问问你们走到哪一步了？”朱琳闻言，哪怕她是个钢铁直女，也了解了爸爸的心思，就是想让他泡楚风呗。她的俏脸微微一红：“今早我们只是偶遇而已，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最多算半个朋友。”朱红国有些不信，又追问道：“真的只是偶遇？”“真的，我没必要骗你。”闻言，朱红国遗憾地叹了口气，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笑着道：“半个朋友也不错，最起码熟人好下手啊。”朱琳彻底无语了，楚风真有那么优秀吗？让你不惜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推出去？朱琳没好气道：“爸，你就别想了，我现在一心只想工作，婚姻大事过几年再说。再说，楚风和雅儿关系挺近了，我才不会干跳墙角的事呢。”原来楚神医还和张家有联系。朱红国一愣，但还是不准备放弃，循循善诱道：“没事儿，小雅那丫头刚留学回来，肯定才认识楚神医没几天，他们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能叫撬墙角呢？”朱琳彻底不想说话了，她发现爸爸已经被楚风给迷住了，张口闭口都是楚风。一旁的楚风将父女二人对话听得一清二楚，面色不由得古怪起来：“你们这是想泡我？”第51章王震的阴谋。既然没什么事了，我就先走了。在确定朱琳体内的毒素全消之后，楚风说了一句，转身便准备离开。他的晨练还没有结束呢。朱红国见状，连忙道：“楚神医，您这就要走了吗？我送送您。”说着，赶紧跟在了楚风身后，亦步亦趋，直到将楚风送到了医院门口，礼贤下士的姿态做到了极致。他诚恳道：“今日小女身体有恙，不方便隆重招待楚神医您，改日等灵儿身体好了，我必定带着她设宴郑重感谢您。”楚风沉吟片刻后，淡淡道：“看我有没有时间吧。”朱红国很少亲自请人吃饭，如果是别人在自己盛情相邀之下还敢甩脸色看，那自己绝对会让对方见识一下一市之举手的手段。但如果这个人是楚风，那就不一样了，他非但不生气，相反心里还一阵欣喜，没有拒绝，说明还有机会，双方的联系就还没有断。他和楚风交换了联系方式，又送了一段距离后，才折返回了医院。医院内，
刘秘书大为吃惊，他从没有见过自己家老爷会对别人如此客气，而且这个人还是位20多岁的年轻人。老爷，那个楚风就真的值得您这般礼贤下士吗？他不就是会点医术吗？刘秘书忍不住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朱洪国瞥了刘秘书一眼，淡淡道：“这就是我是举手，而你只是秘书的原因。这个国家的举手千千万万，而绝世名医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孰轻孰重，你难道连这点分不清楚吗？”刘秘书闻言，终于意识到了楚风的重要之处，他赶紧低头说道：“是我目光短浅了，以后见到楚神医，我一定以大礼相待。”朱洪国微微点头，他这个秘书还是挺机灵的。而与此同时，在这大清早上，沈家的大门被人敲响了。谁啊？这么一大清早就敲门？妇联正做着早餐，拎着锅铲就去开门。看到来人后，他脸上不满的神色立刻消失不见，转而变成了花一般的笑容。这不是王少吗？快进来，吃早饭了吗？阿姨这就给你去做。接着他又朝屋里喊道：“若冰，你快点出来，王少来看你了。看看人家王少对你多上心，这就是真爱啊。”王震走进沈家，看到他朝思暮想的玉人后，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若冰。然而沈若冰并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只是平静地问道：“王震，你来这么早，是有什么要紧事吗？”王震脸上的笑容一僵，心里不爽到了极点，他这算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老子对你都这么殷勤了，还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冰清玉洁的仙女了啊！等老子弄死楚风，把你搞到手之后，一定把你调教成看见我就发骚的母狗。当然，不管他心里怎么想，脸色上都没有丝毫的变化。他换上了一副沉重的面孔说道：“若冰，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沈若冰脸色微微一变，神情也变得郑重了不少。“请说。”王震道：“其实这件事吧，你也知道。还记得昨晚楚风说的那些话吗？楚风说前不久他又碰到了狼狗等人，结果狼狗他们凑巧被朱琳小姐给逮进去蹲大牢了，没个10-20年放不出来。”沈若冰皱眉问道：“没错，他是这么说过，有什么问题吗？”王震一拍大腿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原本楚风打了狼狗等人，我把这事儿压下去了，但后脚狼狗就被抓走蹲大牢去了。你觉得钱豹会忍住不报复吗？这事儿我压不住了。”闻言，沈若冰的心中一沉，没想到狼狗的事情还没结束。说实话，狼狗蹲大牢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和楚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更别说抓人的是朱琳，不是楚风。但以钱豹的能耐，肯定不敢去动举手的千金，那么楚风就是承受钱豹怒火的最佳人选。想到这儿，沈若冰心中充满了忧虑。楚风是能打，但面对坐拥几百号打手的钱豹，能打有个屁用！必须在钱豹动手之前把这件事平了。他看向王震，虽然很不愿意向他求情，但为了楚风，还是放下了身段请求道：“王少，钱豹那边你真的没办法再沟通了吗？”王震摇了摇头：“我已经尽力了。”虽然他表面上一副平静的样子，但在心中已经怒意勃发。果然，这个贱人还是对楚风念念不忘，竟然愿意为了他低声下气的恳求自己。看来不弄死楚风，就永远得不到沈若冰的心啊！而自己今天专门过来跟沈若冰说钱豹有可能会对付楚风的事，当然不是好心。相反，他马上就准备花重金雇佣钱豹弄死楚风。刚才跟沈若冰说那番话，只不过是想迷惑对方罢了。假如楚风死了，沈若冰也不会怪罪到他的头上。王震叹了口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道：“话我已经带到，我还有事先走了。楚兄弟，就让他自求多福吧。”沈若冰回过神，心不在焉道：“那你慢走，我就不送了。”等王震离开，妇联从不远处走了过来。“若冰，王少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想请你约会？你可千万得答应啊！”沈若冰摇摇头：“王震刚才跟我说的不是这些，妈你别瞎想，快去做饭吧，不然煎蛋都要糊了。”“哦，差点忘了。”妇联一拍脑袋，赶紧回到厨房继续做早餐去了。沈若冰怀着沉重的心情上楼来到了楚风的房间，他犹豫了一下，推开门想将这件事告诉楚风，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他这才想起楚风有晨练的习惯，这个时间肯定不在家。他拿出手机想要给楚风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但最终手指却停在了拨号键上。通知了又有什么用？以楚风的性子，肯定不愿意找钱豹好好道歉，说不定又会惹出什么事端，被钱豹的人乱棍打死。想到这，沈若冰拨通了另一个人的电话：“喂，新蕊，你有时间吗？我找你有点事儿。”第52章深入虎穴。若冰，这一大清早的，你找我干嘛啊？街道上，孙新蕊和沈若冰在约定的地方会合，前者忍不住吐槽道。沈若冰没有隐瞒，将楚风遇到的麻烦和盘托出。孙新蕊不假思索道：“这有什么？是楚风那个垃圾先得罪狼狗的，谁不知道狼狗的老大是钱豹？他死了活该。”沈若冰摇摇头：“
但此事都是因我而起。楚风当时对狼狗出手，也是为了救我。孙新蕊意识到了不对劲，猛地瞪圆了美目，吃惊无比的说道：“若冰，你这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想帮你那个废物前夫吧？我告诉你，绝对不行，我不答应。钱豹不是好项羽的主，你跟他对着干，绝对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的。”沈若冰像是没有听到孙新蕊说的，平静的说道：“我准备带楚风去找钱豹道歉，哪怕付出一些代价，只要能平息这件事，都是值得的。”你疯了！孙新蕊彻底坐不住了，紧紧地握住沈若冰的胳膊道：“你不能去，钱豹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吗？去找他道歉，你这是以身饲虎啊！”沈若冰沉声道：“我知道这么做会很危险，但我别无选择，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被人打死。”孙新蕊脑袋都要炸开了，苦口婆心地劝道：“楚风那个废物有什么好的，值得你这么付出？若冰，你可是江州第一美人，沈家大小姐啊，为一个垃圾冒这么大的险，不值得。”沈若冰认真道：“新蕊，在我找你来之前，我便心意已决，之所以找你，只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孙新蕊表情都变得苦巴巴的，没好气地问道：“什么事？”沈若冰拿出手机，将一个号码发送到了孙新蕊的手机上。“这个是我妹夫的手机号，如果我进了钱豹的地盘20分钟后还没出来的话，就打通这个电话。”妹夫？难道是那位省城的楚大少？孙新蕊眼睛一亮：“我都差点忘了你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那你直接给楚少打个电话，把钱豹摆平不就好了吗？”沈若冰摇摇头：“楚少虽然是我的妹夫，但也不能什么事都去麻烦他。如果是沈家自己的事，倒也罢了，但这是楚风的事，麻烦楚少就显得我太没规矩了。所以新蕊，时间不到，你千万别打这个电话。”孙新蕊只好点点头，心情也放松了不少，笑着道：“有了楚少这张底牌，钱豹的地盘你想去就去吧，我倒想看钱豹脑抽不长眼，对你动手呢，到时候我就能让楚少神兵天降，英雄救美了。”沈若冰白了孙新蕊一眼：“别瞎说，那是我妹夫。”把底牌都交代给闺蜜后，沈若冰向着不远处钱豹的大本营走去。沈若冰走远后，孙新蕊看向了手机上的号码，眼热无比。这可是省城大少的手机号啊，甭管楚大少和沈灵是什么关系，只要自己能勾搭上的话，绝对能平步青云。对于自己的姿色，他还是很自信的。钱豹的大本营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会所，名字就叫金钱豹，是全江州最大的会所之一，可想而知钱豹的能量有多大。沈若冰走进会所，这绝色的容颜立刻让看门的2个小弟看傻了眼。好一会儿，他们才反应过来，笑呵呵地上前问道：“美女，你一大清早就来我们金钱豹会所，该不会是来应聘的吧？那你可就来对了，我们会所招待的可是正经800的大人物，是高端场所，是少钱多，每晚只要伺候好一位大人物，保管你赚得饱饱的。”“是啊是啊，就美女，你这长相，这身材，绝对能成为我们会所的头牌啊！”听着2个看门小弟七嘴八舌、热情洋溢的这番话，沈若冰的俏脸渐渐冷若冰霜。这些人把她当成了风尘女、坐台小姐，这对3观和生活作风非常良好的她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她扬起手，狠狠地扇在了2名看门小弟的脸上。啪啪，2声脆响，让2人直接懵住了。紧接着，2人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羞恼之色。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身为钱豹的小弟，竟然在家门口被扇了耳光，这要是被传出去了，他们还混不混？2人立刻暴怒，死死地盯着沈若冰。“小浪蹄子，你是不是找死？敢打老子，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拖进去扒光？2腿之间痒痒的是吧？骚货，要不要大爷给你止止痒？”沈若冰目光冰冷地看着2人：“你们2个很好，是想承受我江州沈家的怒火吗？”“沈家？”2人一愣，虽然沈家只是2流世家，但也不是他们2个小喽啰能惹得起的。仔细看看这位美女，不正是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位江州第一美人沈若冰吗？2个小喽啰立刻就怂了。“沈总，原来是您啊！那个，我们刚才都是瞎说的，您别往心里去。”沈若冰冷冷地看着2人，如果放在平时，有混混敢这么侮辱自己，一定会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但是他毕竟是来找钱豹求情的，只能压下心头的怒火，沉声道：“我有事要见钱，豹爷，去通报一声。”2名小弟虽然疑惑，但还是进去通报了。很快，会所大门为沈若冰打开。此时会所并不在营业中，里面一片漆黑，就如同一张血盆大口，等着猎物往进送。沈若冰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紧张，走进了其中。来到一间灯光暗淡的大厅中，沈若冰见到了钱豹。此人半边脸上有着3个连着的铜钱大小的胎记，犹如豹纹，让他的脸看起来极为狰狞。这就是江州地下势力中除雷豪外的最强者钱豹。此时，钱豹怀里坐着一位身材丰腴、相貌姣好的女人，前者对他上下其手，女人发出一声又一声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在大厅的周围是钱豹大批的手下兄弟，一个个面色或不善或贪婪地盯着沈若冰。不知沈总大驾光临，
是有何贵干啊？钱豹打量着沈若冰完美的娇躯，眼中露出了不易察觉的贪婪。沈若冰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他咬紧牙关，沉声说道：“豹爷，我是为您手下兄弟狼狗的事情而来。”钱豹露出了然之色，目光变得有些狠厉。“是啊，狼狗，他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结果被你那个傻逼前夫弄进了监狱，我用尽手段都没把狗子捞出来。你们沈家的本事可真不小啊，莫非在官府有关系？要知道，在道上当老大，小弟犯事被抓，你却不能把人给捞出来，以后可就没人给你卖命了。”因此，钱豹对此时极为重视。第53章脱衣舞。沈若冰心中一突，果然，钱豹对狼狗被抓的事情耿耿于怀。还好自己今天来了，否则不日楚风就将大祸临头。他连忙道：“豹爷，您有所不知，狼狗等人是被朱局手的千金抓走，与沈家与我前夫无关，还请您明察。”钱豹闻言恍然大悟，难怪自己费了死劲也没把狼狗捞出来，原来是举手千金办的案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狼狗点背，怨不得别人。不过虽然事实是这样，但对兄弟们可不能这么说过，不然只会让弟兄心寒。他冷冷道：“就算狗子是被朱林小姐抓走的又如何？难道你那个前夫没有99%的责任吗？损失了我的一员大将，必须得有个人承担责任。你那个前夫该死！”沈若冰心中狠狠一沉，果然跟他预料中的一模一样，钱豹把楚风给当成替罪羊了。他连忙道：“豹爷，我知道楚风他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此番前来就是为了替他向您道歉。我愿意拿出100万作为对狼狗的补偿费，还请豹爷高抬贵手，饶楚风一命。”100万！钱豹闻言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浓浓的戏谑：“才100万，你打发要饭的呢？连狗子在内被抓进去的弟兄有小20位，你这100万分给他们的家属，每家能得几个钱？而且你觉得我缺钱吗？我要的是平息弟兄们的怒火。”话音未落，周围的小弟们纷纷叫嚷起来：“对对对，跟着豹哥混，谁看得上那点小钱？要来就来点刺激的！兄弟们，江州第一美人独自送上门来了，这要是不表示，说不过去啊！就是这么漂亮的妞，我别说完了，就连摸都没摸过啊！今天有福了！想什么呢？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得先让豹哥独享几天啊！等豹哥腻了，才能轮到咱爽啊！”一时间，群魔乱舞，各种污言秽语不断。沈若冰就如同掉进狼堆里的羔羊，随时都有可能被撕成碎片。钱豹没有制止，因为他也正有此意。沈若冰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这些人比他想象中的更凶残，一言不合就要对自己动手。看着蠢蠢欲动的众人，沈若冰厉喝道：“都住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妹夫是谁吗？如果你们敢碰我，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钱豹闻言立刻冷静了下来。作为江州最有权势力的人之一，他当然知道不久前沈家和王家联姻当天发生的大事。沈家二女沈灵儿的丈夫可是连雷豪都马首是瞻的大人物，要知道他面对雷豪都是毕恭毕敬的，又怎么敢触雷豪的大哥的眉头？难不成自己真要认怂服软？他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就怕因为此事自己的颜面尽失啊！都被人欺负到家里了，结果对方报了个人名就立刻认怂，这要是传出去了，他还怎么混？钱豹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笑着道：“那位大少的面子我自然是要给的，想让我放过楚风其实也可以。”沈若冰心中一喜，那太好了，谢谢豹。然而还没等沈若冰高兴完，钱豹又道：“不过放过楚风虽然可以，但是沈总你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吧？钱我用不着，我想要的是一些能让兄弟们乐呵的东西。”沈若冰心中微感不妙，但是一想自己毕竟有妹夫撑腰，料想钱豹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他沉声道：“不知豹爷想要什么补偿？”钱豹嘿嘿一笑：“很简单，只要沈总在现场跳个脱衣舞，脱得干干净净，让弟兄们乐呵乐呵，狗子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如何？放心，看在沈总妹夫的份上，我不会让人动你一根汗毛，只是看看。这点小要求，我想沈总应该不会不同意吧？”在场小弟们闻言，双眼不由得放光。江州第一美人的脱衣舞，那他妈的是多么香艳的场景啊！虽然只能看不能碰，但那也是天大的好事了。再说了，只是不能碰而已，又没说不让拍。拍点江州第一美人的香艳照片，晚上回去看着照片宣泄，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啊。想到这儿，众人都已经默默地掏出手机，对准了沈若冰，想要记录他接下来的一举一动。沈若冰的脸色变得格外难看，没想到钱豹竟然如此大胆，竟敢这么为难自己。他厉喝道：“我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钱豹，你还能有点诚意吗？”钱豹淡淡道：“你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你前夫的小命我就不能保证了。那位省城大少可能会管你们沈家的事，但我就不信他还会管一个小劳改犯的死活。沈总，我可没有强迫你啊，一切都看你愿不愿意了。”说完，钱豹都暗暗赞叹自己的聪明才智，
如此一来，进可攻退可守，自己将立于不败之地，而手下们也会拥护自己。沈若冰攥紧了拳头，心中满是屈辱和恐慌。他忽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妹夫的名头已然失去了作用，因为钱豹不会动自己，而是要让他自己选，救楚风还是不救。他失算了，但为了救楚风，哪怕需要承受一时的耻辱，他也愿意接受。我跳。沈若冰咬紧牙关，缓缓吐出了这2个字。说完，他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骨头，深深地低下了头。而在场众人闻言，都忍不住吹起了口哨，怪叫声不断，所有人都眼里都带着浓浓的淫邪之色。沈若冰看了一下手表，距离自己进入钱豹大本营才过了10分钟，也就是说，孙新蕊10分钟后才会通知妹夫，而妹夫想要有所反应，最起码也要10分钟的时间。20分钟内，自己的舞恐怕已经跳完了。这样也好，最起码今日所受的耻辱，只有自己知道。只希望此事过后，楚风的脾气能收敛起来，否则他的一切付出都白费了。沈若冰长出了一口气，眼圈泛红，有点泪光在眼中闪烁。他缓缓抬起手，一点点地脱下了上身第一层衣物，露出了雪白的藕臂。咔嚓咔嚓，丝毫不加掩饰的拍照声响起。沈若冰咬紧了嘴唇，俏脸上浮现出浓浓的屈辱之色，他的娇躯都不由得颤抖起来。正要去脱第2件衣物的时候，忽然，你不能进去！外面看门的小弟惊恐地叫了起来。轰！一声爆响，看门小弟如炮弹般倒飞进了大厅，然后一道带着森森煞气的身影走入大厅。沈若冰看到来人，露出浓浓的惊愕之色。楚风。第54章，罪无可赦。楚风，为什么你会在这儿？沈若冰脸上露出了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他不知道的是，在自己将楚大少的手机号交给孙新蕊没多久后，后者就偷偷打通了这个手机号，想和楚大少混熟。也正因如此，楚风察觉到了蹊跷，一番引导和追问之下，才知道沈若冰遇险，并以最快的速度赶来。面对沈若冰的疑问，楚风没有回答，而是先扫视了全场一眼，看着虎视眈眈拿着手机乱拍的钱豹等人，再看看被围在中间脱掉了一件衣服，眼角还泛着泪花，显得楚楚可怜的沈若冰，楚风心中的怒火在一瞬间被点燃。他知道沈若冰是为了给自己求情，才不惜深入虎穴，也知道沈若冰为了自己才会像现在这样委曲求全。不管前段时间沈若冰对自己有过怎样的误解，楚风都彻底的明白，若冰还是曾经的他，愿意为了自己付出一切。而钱豹这些杂种，竟敢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尽委屈，差点失去清白，罪无可赦。楚风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以钱豹为首的众人，语气如地狱的修罗一般寒冷。说吧，你们想怎么死？钱豹和一干小弟都不由得为之一愣，随即露出了无比戏谑的笑容。你就是楚风那个废物前夫，竟敢只身闯入我们豹爷的大本营，是活腻了吗？没看到我们正看你老婆准备的脱衣舞节目吗？你要是敢扰了大爷们的雅兴，老子先剁了你！跪下，垃圾！乖乖看着你老婆跟个卖春妇一样，一丝不挂的在我们面前跳舞，跳完之后自然就放你们走了。钱豹小弟们的污言秽语彻底让楚风的怒火如火山一般爆发。找死！随着一声暴喝，楚风的身形从原地消失。什么？钱豹等人都看呆了眼，一个大活人怎么忽然从眼皮子底下消失了？但更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砰砰砰！随着几声闷响，刚才口花花的几名小弟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惨叫着从人群中飞起，口中鲜血狂喷，然后又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众人定睛一看，骇然地发现那几名倒地的同伴胸口竟然塌陷下去一个大洞，肋骨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这么严重的伤势，能不能救回来都是一个未知数。楚风重新出现在了大厅中，拳头和脸上沾着其他人的血迹，如同血手人屠，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有想要臣服的想法。他冷冷地扫视钱豹等人一眼，看到了吗？再不要在我面前说一句若冰的坏话，否则他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未来。众人心中一凛，不经意间对上楚风的目光，又慌忙地躲闪，总感觉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然而就在这时，沈若冰焦急的声音响起：够了，楚风，我们已经得罪钱豹够深了，你再这么鲁莽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死在这上面。楚风闻言，脸色微微缓和，回到了沈若冰的身边，语气柔和：对不起若冰，让你为我的事担心了。说着，他捡起地上的衣服，为沈若冰披在身上。沈若冰抓着衣服的衣角，目光复杂地看着楚风：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你把钱豹得罪的那么狠，难道就不怕他杀了你吗？闻言，楚风双目微眯：想杀我？就土鸡瓦狗，还伤不到我一根汗毛。沈若冰神色一急，连忙要去捂楚风的嘴：你怎么能在钱豹的大本营这么放肆？然而已经晚了。
钱豹冷哼一声：“好能装逼的小子，我们是土鸡瓦狗，我看你才脆如鸡卵。弟兄们，别被他吓住了，并肩子上，他只有一个人，只有被咱们耗死的份。”此言一出，众人从慌乱中回过神。是啊，双拳难敌四手，你楚风一开始拳头是硬，但能一直硬下去吗？我们小100号人，难道还怕你不成？见到群情激愤，是要将楚风碾成齑粉。沈若冰慌了，生气地看着楚风：“都说了，别动手，别多嘴，你的嘴怎么就这么欠呢？你赶紧逃，有多远逃多远，我来拖住他们，他们不会为难我的。”虽然沈若冰语气凶狠，但话里话外都满是对楚风的关心。楚风的心中不由得一暖，他认真道：“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躲在你的身后？你先走吧，剩下的事我来处理。”沈若冰急得直跺脚：“你怎么这么倔？简直是头倔驴！他们不敢动我，但真敢杀你啊！”楚风笑着道：“我就倔了，怎么样吧？”下一秒，楚风一把将沈若冰拦腰抱起，抱着这柔软的娇躯，楚风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他不顾沈若冰的挣扎，将她送到了大厅外，放下，挥了挥手，砰然关上了大门。门外，沈若冰焦急地用力敲门，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将大门推开。然而，他却发现大门纹丝不动，像是被上了锁。楚风，你这个混蛋！沈若冰气得银牙紧咬，总是我行我素，丝毫不顾他人的感受。进不去门，他只能赶紧跑去外面寻求帮助。很快，他就跑到了孙新蕊所在的位置，远远的就喊道：“快，新蕊，给我妹夫打电话，请他救人！”楚风忽然闯进钱豹的地盘，被包围了。孙新蕊见到沈若冰，慌忙的收起了手机，有些心虚的说道：“若冰，其实楚大少的电话我刚刚已经打过了。”沈若冰愣住了。与此同时，金钱豹会所大厅啊，钱豹以及一众手下狞笑的看着楚风：“嘿嘿，小兔崽子，你锁死大门，主动断了自己的后路，那么你现在就只剩下死路一条。”楚风靠在大门边，玩味的看着钱豹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先把若冰送出去吗？因为接下来的场面太血腥，女孩子家看到的话会受不了。”钱豹戏谑的说道：“没想到你还挺有自知之明。没错，你死的会非常凄惨，血腥无比。”错，楚风纠正道：“我的意思是，你们的下场会无比血腥。”下一秒，楚风如闪电撞入人群，然后血浆飞溅，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金钱豹会所。第55章血洗。仅仅是片刻之后，金钱豹会所大厅内，钱豹的打手和小弟们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骨断筋折，看起来凄惨无比。剩下的寥寥10数人战战兢兢的躲在钱豹身后，惊恐的看着前方如同杀神一般的楚风。他们小100号人一同围攻楚风，像什么钢管，片刀都使上了，结果却没有刮破对方的一点皮，反而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他妈还是人吗？谁他妈说楚风是废物赘婿的？站出来！你管这种煞星叫废物？那他们算什么？一坨屎吗？打倒了一片人，而楚风却仍是一副轻松写意的样子，像是才刚热了个身一般。怪物啊！楚风缓缓抬头，嗜血的双眸缓缓恢复了平静，对还站着的众人淡淡道：“下跪，认错，饶你们不死！”众小弟双股战战，心中忍不住生出了下跪求饶的冲动。他们慌乱地看向钱豹：“老大，打不过啊，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跪吧？”钱豹转身，一巴掌扇在了小弟的头上：“跪你麻痹跪，不就是一个武者吗？看把你们吓的！”说着，钱豹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看向楚风。在楚风这位杀神面前，他这副小身板可能都撑不过一招，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钱豹真没害怕，因为时代变了。他猛然从腰间拔出一把漆黑的手枪，对准了楚风，露出了一抹狞笑：“小兔崽子，我承认你确实很能打，但在当今这个时代，能打有个屁用！在子弹面前，你不过是一块砧板上的肉而已。你伤了我这么多弟兄，我也该送你归西了。”众小弟恍然大悟，原来老大的依仗在这儿呢。对啊，有枪在手，还用怕他楚风？功夫再高，一枪撂倒。顿时，他们重新恢复的自信，看向楚风的目光满是戏谑。楚风看着指向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有些不满：“我给了你们认错的机会，看来你们不想要。”钱豹冷笑一声：“死到临头了，还他妈敢嘴硬！我看是你嘴硬，还是你的脑壳硬！”下一秒，钱豹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子弹出膛，以肉眼无法看见的速度向着楚风的脑袋袭来。如果被射中，脑袋绝对会被打个对穿，死的不能再死。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楚风难逃一劫的时候，接下来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钱豹等人只感觉眼前一花，在反应过来时，发现楚风的手如同瞬移，不知何时抬到了脑袋前方，食指和中指之间似乎还捏着什么东西。钱豹定睛看去，只见楚风捏着的竟然是一个黄澄澄的子弹头，还在冒着微微热气。楚风松开手指，当啷，
子弹头落在地上，敲出了清脆无比的响声，又好像是万斤巨石狠狠砸在众人的心里。空手接子弹，这他妈是什么怪物？枪对他根本不起作用。钱豹整个人都傻住了，握枪的手狠狠颤抖了起来，止都止不住。只是眨眼之间，冒出的冷汗便将他整个人都浸湿，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身后的10数名小弟更加不堪，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起来：“楚爷，我们知道错了，还请饶我一命，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靠我糊口啊！”是小弟刚才有眼不识泰山，只要楚爷能放小弟一条生路，一定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楚爷，我愿意把老婆女儿献给您，只求换一条活路。所有人都露出了令人作呕的丑态，拼命地向楚风求饶着。楚风冷冷地看着这些人：“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只可惜你们没有好好珍惜。不过，你们这帮垃圾还没资格让我杀生。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闻言，钱豹等人都感到一阵胆寒。与此同时，金钱豹会所之外，沈若冰焦急地等待着。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为什么妹夫还是没有动静？如果再没有援军出现的话，楚风肯定会被钱豹活活打死。他焦急地看着时间，又忍不住打开通讯录，翻出了妹夫的手机号码，犹豫着要不要再打一次问问。而就在这时，忽然不远处一条长龙般的车队向着这个方向驶来，而开在最前面的那辆加长林肯，正是江州地下势力第一人雷豪的专属座驾。雷爷到了！沈若冰不由得露出惊喜之色。雷豪不正是妹夫的小弟吗？看来妹夫是将雷豪派来处理此事了。妹夫果然靠谱，太好了，楚风有救了！而在沈若冰的身旁，孙新蕊吃惊地张大嘴巴：这不是你们江州的地下势力之主雷豪的车队吗？若冰，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要和钱豹火并？沈若冰笑着摇摇头，跟孙新蕊讲述了其中的原因。孙新蕊大为震撼，在此之前，她对闺蜜妹夫的印象也不过是个普通的省城少爷而已，但现在看来，远远不止如此。能将雷豪呼来喝去，那位楚大少恐怕在省城当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大人物，这让孙新蕊更加坚定了撬墙角的想法。在两女心思各异之时，雷豪已经带人冲入了会所大厅。雷爷！钱豹等人看到来人，眼珠子都忍不住瞪大了。而接下来，他看到了更让他震撼的一幕。老大！雷豪向着楚风恭敬的一鞠躬，标准的90度，语气更是恭敬到了极点。老大！钱豹彻底懵逼了，不是说雷豪的大哥是省城的楚大少？不对，楚少、楚风都姓楚。再结合如今这番场景，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那位传说中的楚大少就是楚风。打死钱豹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劳改犯竟然能和在江州只手遮天的雷豪扯上关系。早知如此，他何必要负隅顽抗呢？早点认输投降不好吗？但很可惜，已经晚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雷豪看着满地的伤员，心中暗暗心惊，不愧是囚笼之主，这身手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哪怕是身为武道高手的他，恐怕也会被一巴掌秒杀吧。想到这儿，雷豪愈发的恭敬，问道：“老大，请问有什么吩咐？”楚风淡淡道：“钱豹和他的手下，我很讨厌，处理干净，永远别让他们再出现在我的面前。”话语虽然平静，但其中却蕴含着刺骨的寒冷。是。雷豪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点头，准备照做。钱豹彻底慌了，不住的后退着，嘶吼道：“你们不能杀我，我可是金虎商会的成员。”第56章，这回你总该相信我就是大人物了吧？金虎商会是目前江州最大的商会，由江州第2世家邵家创立，商会成员都会受到邵家的庇护，而钱豹正好是金虎商会其中的一员，也正因如此，他才能虎踞一方，作威作福。然而，啪！雷豪一巴掌扇出，将钱豹直接扇飞了出去。金虎商会算什么东西？楚老大要杀的人，别说邵家，就是耶稣都救不了。来人，给我动手！除了无辜员工外，钱豹的手下一个不留。是。雷豪手下帮众齐齐称是，掏出力气，动手的动手，补刀的补刀。一时间，整个大厅成为了人间炼狱，鲜血将一切染红，四处都像被鲜血洗过一般。至于钱豹，雷豪决定亲自动手。看着越逼越近的雷豪，钱豹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绝望之色。他鼓起最后一丝勇气，怒吼道：“雷豪，我们同为地下势力，相安无事这么多年，为什么你今天一定要赶尽杀绝？”雷豪冷冷道：“老子早看你不爽了，以前不弄死你，是看在邵家的面子上。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招惹我老大，得罪了他老人家，你身后就是天王老子，也只有死路一条。”钱豹歇斯底里的吼道：“你想清楚了，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杀了我就相当于得罪了邵家。你要知道，江州的邵家只是省城邵家的一个小小分支。你废话太多了。”雷豪懒得听钱豹的威胁，一掌拍在了钱豹的天灵盖上。
下一秒，钱豹的眼珠子暴突，七窍流血，死得不能再死。同时，其他人也干得差不多了。雷豪转身，恭敬地看向楚风：“老大，敌人已尽数解决，还请您继续吩咐。”楚风淡淡道：“没事了，都回去吧。”是。雷豪用力一点头，带着手下光速离开。从今天开始，所谓的地下势力第二人将不复存在。随后，楚风整理了一下衣服，擦拭了身上溅上的血迹，走出了会所，在路边看到了一脸担心的沈若冰和孙新蕊。若冰，楚风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沈若冰紧张地咬住粉唇，迎了上去，上上下下打量着楚风，语气都带着丝丝颤抖。楚风你没受伤吧？他真的很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楚风，害怕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楚风张开双手，转了一圈说道：“你看，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所以你就别担心了。”沈若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眉目中泛起水雾，凶巴巴地说道：“下次你要是还这么莽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楚风笑着点点头，觉得现在正是自己坦白身份的好时机。沈若冰愿意为了自己深入虎穴，足以证明他一直深爱着自己，从来没有变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他郑重地说道：“若冰，你刚才应该看到雷豪的车队了吧？”沈若冰有些疑惑：“看是看到了，但你忽然问这个干什么？”楚风认真道：“其实雷豪就是我一个电话叫来的。之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的话，现如今事实摆在你的面前，这回总该相信了吧？”然而说完这些，楚风想象中沈若冰欣喜惊讶的表情并没有出现，相反，沈若冰的俏脸上浮现出了越来越浓的失望，松开了抓着楚风的手，不敢置信的后退了几步。若冰，楚风愣住了，不知为什么对方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正当他要解释之时，孙新蕊跳了出来，挡在了两人都中间。他轻蔑无比的看着楚风：“垃圾，离我们家若冰远点！我以为你这个人已经够下头了，没想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心。明明是我给楚大少打了电话，他才派雷豪救了你的小命，你却搁这儿歪曲事实，能要点脸吗？真以为你姓楚就是楚大少了？你这种垃圾臭虫，还是早点改姓吧，别侮辱我们家楚少了。”沈若冰失望无比的看着楚风：“为什么你总是这样贪婪自大，冒认功劳？你怎么会这么虚荣？”楚风，我不嫌你穷，也不在意你有没有坐过牢，但你这不知廉耻的性格让我感到失望。妹夫以最快的速度派人来救你，你不感谢也就算了，还想抢走人家的功劳，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尖锐刺耳的话语扎入了楚风的耳朵中。楚风苦笑一声，自己才刚说了两句，就开始急于否定他，为什么就不能听他说完呢？若冰，你能不能给我1分钟解释的时间？楚风问道。不能。沈若冰想都没想，严厉的拒绝了。他语气冰冷，将身上的衣服裹紧，冷冷道：“我看错你了，或许我就不应该冒险为你去找钱豹求情，只有受点教训，你说不定才能明白自己的错误。”说罢，他一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孙新蕊朝楚风做了一个鬼脸，得意洋洋的跟着沈若冰一并离开。楚风无奈的捏了捏眉心，搞砸了，时机还没到，现在坦白身份只会让若冰以为自己是在撒谎。也是，曾经的废物老公摇身一变成为了绝世大人物，换做谁也会觉得是在骗人，还是要循序渐进才行。但不管如何安慰自己，楚风的心里都有些不舒服。他没有去追沈若冰，现在他正在气头上，说什么都没用。楚风换了一个方向，决定去散散心。与此同时，邵家，什么？钱豹死了？他手下的势力和地盘也被雷豪吞并。邵家家主邵彪得到这个消息后，皱起了眉，眼底闪过了一抹厉芒。谁不知道钱豹是我金虎商会的成员，杀他既打击了我们商会的威信，也是在打我们邵家的脸。难道是雷豪？但是为什么钱豹最近又没有得罪他？为了那块小小的地盘，值得和我邵家对着干嘛？一旁脸上还裹着纱布，刚被从大牢中捞出来的邵娇一拍桌子：“雷豪竟然这么嚣张，他难道不知道咱们邵家身后站着多大的势力吗？”爸，给我100个好手，我去找雷豪要个说法。汇报此事的管家邵福恭敬道：“大少爷先莫要心急，钱豹的地盘虽然雷豪所占，但此事还真不一定是他所为，最多只扮演了个收尾的角色。”邵娇皱眉：“除了雷豪，还有谁敢跟我们对着干？”管家邵福道：“老爷，少爷，其实此事还有一个线索，钱豹手下帮众大多都为一人所杀，而且会所门口的监控也恰好拍到了这位高手的照片。”下一秒，他从怀中掏出照片递给父子二人。邵彪看向照片，惊奇地发现这名高手竟无比年轻，但要说在哪见过，还真没有。而就在这时，邵娇死死盯着照片，杀意汹涌，口中蹦出了几个字：“竟然是他。”第57章邵家谋划。娇儿，你认识他？邵彪眼睛一亮，看向儿子。
少娇咬牙切齿地低吼道：“当然认识，我恐怕这辈子都忘不了他。此人名叫楚风，一个刚出狱的小劳改犯。我脸上的伤，就是拜他所赐。”邵彪闻言，双眼微眯。也就是说，这个高手在昨晚的张家晚宴上出现过，还打伤了娇儿你。难不成他这么做是受到了张家的授意？虽然楚风以前从来没有在张家出现过，但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肯定没有工作，说不定是最近才被张家收服，成为了张家的打手。邵娇摇摇头：“我不知道，但此人跟朱林走得很近，我要杀他，朱林就立刻上来维护他，才导致我蹲了一晚上大牢。”邵彪了然，一切都对上了。张半成和朱举手走得可是很近啊。邵彪沉声道：“不管这个叫楚风的年轻人是何来历，先把他算作张家的人。如果真是这样，他弄死钱豹的动机就非常充分了。”邵娇心中一凛：“爸，你是说钱豹的死没那么简单，而是张家暗中推波助澜，为的就是打压咱们金虎商会？”邵彪叹道：“如果是平常，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但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张家的商会即将成立，张半成那老东西一定会想办法压制我们金虎商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金虎商会的成员死了，由不得我多想啊。”邵娇皱起眉，恨恨道：“张家迟早要吞并他们，还有张雅那个高傲的女人，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她变成胯下玩物。”邵彪沉声道：“总之尖儿，先委屈你一段时间，楚风先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等我们收拾张家的时候，他一个小角色自然就顺带着解决了。”邵娇虽然有些不满，但为了家族大计，也只能点了点头。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站在江边看着华灯初上，楚风的心情稍微舒服了一些。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楚风拿起来一看，是张雅打来的。他接听电话，随意的问道：“原来是张小姐，有什么事吗？”张雅一听这口气，火就蹭一下上来了：“本小姐屈尊降贵，亲自给你打电话，你这是什么语气？不乐意吗？”楚风翻了个白眼：“有无数比你牛逼的人想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带鸟他们，为什么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要高兴？”他直接不说话了，等着张雅说正事。张雅左等右等，愣是没等到楚风回话，俏脸都气红了。这个死直男要跟你说句话也太难了吧？但良好的教养让他没有骂街，而是气呼呼的直入正题：“你挺能搞事啊，楚风，听说你把钱豹给弄死了。”楚风挑了挑眉，消息还挺灵通啊，竟然这么快就查出是自己所为。他淡淡道：“是我做的，怎么？你该不会是要兴师问罪吧？”张雅哼了一声：“你想哪儿去了？钱豹是金虎商会的人，他死了相当于狠狠挫了金虎的气焰，我拍手庆祝还来不及呢。我打电话过来只不过是为了提醒你，小心邵家，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虽然能打，但孤家寡人一个，如果中了埋伏，也只有死路一条。”楚风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妞还挺贴心，他笑着道：“放心吧，区邵家还没有跟我叫板的资格，看把你牛逼的，什么都敢往外吹。”张雅嫌弃道：“不就是个小医生吗？口气可真大。”不过虽然说是这么说，他对楚风还是挺欣赏的，得意道：“邵家的威胁确实不算什么，毕竟有我们张家做你的靠山，我马上就会对邵家放出风声，你是我们张家的人，这样一来，他们绝对不敢轻举妄动。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楚风对这蠢女人的话感到无语。张家是我的靠山，话说反了吧？不过楚风也懒得去纠正什么，随口说了一句：“我谢谢你啊，要没别的事，我就先挂了。”“你等等！”张雅连忙拦住。“不久后商会的开幕典礼，你记得参加，到时候有个大惊喜等着你。”“行行，我知道了。”楚风答应了一声，挂了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张雅气得把手机撂床上，跟楚风打一通电话都能把他气饱。忽然张雅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楚风，听说你挺能扮猪吃虎啊，等到了开幕式当天，看我不好好整整你。”江边，楚风才清静没多久，忽然手机又响了，这让他眉头一皱，难不成又是张雅打来的？他掏出手机，本想直接挂掉，结果却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非联系人的电话。不过这个电话号楚风认识，孙新蕊。今早上他们才通过电话，而且他这个手机貌似是楚大少这个马甲的手机。他表情有些古怪，这么晚了，若冰的闺蜜突然打电话给自己，是有什么事吗？难道若冰又遇到危险了？虽然不太可能，但为了以防万一，楚风还是接起了电话。电话一通，就听到一个妩媚无比的女声响起：“是楚少吗？我是新蕊啊，您还记得我吗？今晚我一个人有点寂寞，请问您有空陪我一起吗？”楚风的神色愈发古怪了，这确实是孙新蕊的声音，但未免也太矫揉造作了些。听这口气，该不会是想勾引她吧？没想到这女人表面上一副事事为了闺蜜的样子，结果背地里却去撬闺蜜妹妹的墙角，有点意思。对于孙新蕊这个人，楚风还是很熟的，虽然是个女拳师，而且看不起穷人，
但对若冰是真没得说。如果能将孙新蕊掌控在手中，那么假如若冰以后再遇到什么危险，他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既然他要见楚大少，那不妨就让他见上一见。半个小时后来江北公园，楚风淡淡的说了一句，挂断电话，转身去附近奢侈品店买了一套衣服，再买了个面具戴上。而另一边，孙新蕊已经兴奋的在原地蹦了起来。既然真的约到了，那可是省城大少啊！看来自己守身如玉这么多年都是值得的，为了就是今天。第58章，楚少人家怕疼。江北公园，楚风正看着江里的风景。不久，一阵踏踏踏的高跟鞋踩地声传来。楚风转头看去，一个穿着紫色蕾丝长裙的身影踩着欢快的脚步向这边走来，不是别人，正是孙新蕊。她今天化了浓妆，凹凸有致的身材被修身的裙装勾勒得淋漓尽致，显得妩媚动人。能和江州第一美人站在一块，都不显得黯然失色。孙新蕊的颜值显然是不差的，虽然比沈若冰差了一筹，但也绝对不亚于电影明星。而且跟沈若冰不同的是，她确实很骚，很懂得怎么挑起男人的欲望。毫不夸张地说，孙新蕊这种女人最适合当情人。楚少，孙新蕊娇滴滴地喊了一声，一点都不怕生，直接贴了过来，搂住了楚风的胳膊，一对凶器不停地上下磨蹭着。楚风将孙新蕊一把推开，你冷静点。孙新蕊被推得后退了几步，嘟起了小嘴，心里一阵腹诽。都什么时候了，还装一副矜持高傲的模样，老娘一约你就答应了，你现在装还有意义吗？忽然，孙新蕊像是想到了什么，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娇声问道：莫非楚少您喜欢清纯系？他捏紧了衣角，羞涩地说道：楚少您不要看我这样，其实都是装出来的，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守身如玉，从没有被别的男人碰过。楚风嘴角微微一抽，幸亏戴了面具才没有被发现。这个女人确实比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要懂男人。紧接着他又一愣，这个女人还是纯儿？那她是哪来这么多骚气的知识？怕不是早就是老司机了？不对，想歪了，这女人是不是纯儿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利用她保护沈若冰罢了。你知道我把你叫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吗？楚风淡淡问道。为什么？孙新蕊有些疑惑，他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发现四周空无一人，而且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地。他脸色不由得一红，难道这位楚少喜欢在野外？但是他的第一次在野外是不是有些不好？而且杂草会不会割伤他娇嫩的肌肤？而且他怕疼。一时间，孙新蕊心乱如麻。他毕竟只有纸面经验，到了来真的的时候，难免会有些胆怯。但他生怕自己的犹豫会引起楚少的不喜，只是短短几秒钟后，他便心一横，胸一挺，摆出一副为金钱献身的决然模样。楚少，其实我也挺喜欢在野外，这样刺激一点。孙新蕊认真的说道。楚风，这个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她说什么了，就往那个方向想。楚风十分无语，只能直说道：脑子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找你来是为了沈若冰，而不是你。孙新蕊大吃一惊，什么？楚少，您竟然看上了自己的大姨姐，是想姐妹通吃吗？楚风的拳头硬了，他确定自己和这个女人沟通不了。难道在他的眼里，所有的大人物都是种马吗？楚风正要反驳，但忽然他意识到自己这个马甲似乎确实没什么立场去关心沈若冰。孙新蕊所说的对沈若冰有意思，倒是个不错的借口。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孙新蕊的话没说错。想到这儿，楚风只能咬着牙吐出了几个字：你说的没错。孙新蕊捂住了小嘴，他自认为已经把大人物想象的足够会玩，现在他发现自己的见识还是有些浅薄了，还是省里人会玩。不过反正已经有沈灵这个拦路虎了，也不差自己的好闺蜜。但她虽然很多品行不端，却不是出卖朋友的那种人。孙新蕊硬着头皮说道：楚少，若冰是我最好的闺蜜，我不会给她下药，或者把她骗到您床上的，这是我的底线。如果您实在想，您看我行吗？楚风深吸了一口气，他感觉自己快被这骚货给气死了。这是你的底线？那你的底线还真够低的。但不管怎么说，孙新蕊确实没有背叛若冰，这让楚风很欣慰，说明自己没有看错人。楚风语气尽量保持着平静道：我说让你下药了吗？我只是想正常追求沈若冰而已。那个叫王震的我不喜欢，你以后让他跟若冰保持点距离。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吧，楚少。孙新蕊闻言觉得这也不算背叛闺蜜，拍着颤颤巍巍的胸脯就答应了下来。跟楚少相比，王震算什么臭鱼烂虾？随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又道：对了，楚少，有个叫楚风的，是若冰的前夫。那个垃圾就是个刚出狱的小劳改犯，出狱后跟个哈巴狗一样，一直围着若冰转。而且啊，他竟然跟您是一个姓，您说好笑不好笑？他也配姓楚？您说要不要我派人把他解决掉，为您扫清一个障碍？说着说着，忽然孙新蕊觉得周围的空气有点冷，她下意识一抬头，对上了楚风冰冷的目光。
他一个机灵，整个人被吓坏了。楚少这是生气了？你在叫我做事？楚风冷冷地看着他。孙新蕊猛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简直胆大包天，竟然对楚少指手画脚。天哪，这要是碰到个暴脾气的大人物，他不就废了？孙新蕊很干脆，往前走了几步，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眼泪说掉就掉，可怜兮兮地说道：楚少，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说了，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说着还伸手抱住了楚风的裤脚，一双小手不老实地往上爬，眨眼间就到了腿根。楚风赶紧一抖腿，将孙新蕊的手抖开，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女人恐怖如斯，你给我起来！孙新蕊连忙爬了起来，欣喜道：楚少，您原谅我了。她趁热打铁道：对了，楚少，我帮您追求我的好闺蜜，那您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我？您喜欢姐妹花，但我看闺蜜花也不错，或者一起也可以。楚风无语，他可不想找这样的女人，直截了当道：要是能把若冰保护好，你想要多少荣华富贵我都可以给你，但是你没有若冰和灵儿漂亮，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然而这番话并没有打击到孙新蕊，只听她娇声一笑：楚少，您这就错了，她们是比我漂亮一点点，但是没有我。说到这儿，孙新蕊停住嘴，伸出双手捏住了自己的裙角，缓缓地上撩，直到撩到一双白玉美腿的根部。她的脸上露出了妩媚无比的微笑，而正对着孙新蕊的楚风眉头狠狠地一挑。第59章沈老太爷。楚风最终还是将孙新蕊给赶走了。这个女人确实很顶，但也确实不是他的菜。他换上平时的衣服回到了沈家，只是在这个家中，自打从他回来就带着几分压抑。妇联走了过来，冷冷地盯着楚风：废物，你还回来做什么？事情我都听王震说了，他只是告诉若冰你得罪了钱豹，结果若冰就为了你去找钱豹求情，要不是我那二女婿，若冰就要遭殃了。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在他眼前乱晃，欺负我女儿善良，才将他蛊惑成这样的。你难道忘了？你们已经结束了，若冰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了，别骚扰他了好吗？楚风瞥了他一眼，淡淡道：这件事确实是我对不起若冰，但我已经解决了。妇联见楚风油盐不进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那他妈是你解决的吗？你不就是进去跟人打了一架吗？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明是我二女婿叫来雷豪把你捞出来的，否则你不死也要脱层皮。装就知道装，像你这种垃圾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楚风摇摇头，跟这种人一辈子都解释不清楚，索性就不理会他了，直接向着家里走去。妇联气得直跺脚，忍不住又咒骂了几句。楚风来到客厅，看到了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姐妹二人。若冰，他正要打声招呼，结果沈若冰在看到他后起身就离开了。很显然，他还在生白天楚风撒谎的气。楚风无奈，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起了电视。沈灵儿凑了过来，神神秘秘地说道：姐夫你可真棒。楚风嘴角微微一抽：灵儿，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当然是在夸你啊，姐夫你想到哪儿去了？沈灵儿理所当然地说道，她的语气既是激动又是赞叹。像钱豹那样的大人物，竟然都被你玩弄在股掌之间，拉下了马。姐夫你简直太机智了，竟然能想到以那位姓楚的大人物的名义给雷豪打电话，让他将钱豹解决。这样一来，钱豹的威胁搞定了，楚大少的逼格也立住了，一举两得呀。楚风闻言忍不住想为沈灵儿的脑补能力点赞，猜得真好，下次不要再猜了。他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只能顺着沈灵儿的想法点点头。啊，对，灵儿你说的没错。沈灵儿没听出楚风话中的无奈，心里喜滋滋的，自己猜的可真准，一下子就把楚风的想法摸透了。忽然沈灵儿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姐夫，过2天是爷爷70大寿的日子，咱们全家人都要过去。我是一个有妇之妇了，去祝寿的时候老公不在不合适，所以姐夫你得用楚大少的身份跟我一起去。楚风微微一怔，灵儿的爷爷也就是沈老爷子要过生日了。记得上次老爷子过寿的时候，他是和沈若冰一起去的。虽然遭到沈家的人一番谩骂和嘲讽，但老爷子却对他很和善，这让他对老爷子的印象不错。他点点头：爷爷过寿，我理应去祝贺。沈灵儿笑着道：那说好了，后天一起去。时候不早了，我先睡觉去了。沈灵儿站起身，狡黠地看着楚风，故意道：对了，说起来我门锁坏了，门一推就开，姐夫你可千万不能夜袭我哦。说完，下一秒似乎自己也害羞了，脸色微微一红，逃也似的跑开了。楚风看着灵儿离去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才哑然失笑，这小妮子胆子是越来越肥了，等哪天一定得逮住好好治治。楚风回到房间，也准备睡觉的时候，忽然房门被敲响了，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你睡了吗？楚风微微一愣，这个声音不正是沈若冰的吗？这么晚了，他来自己的房间做什么？难道是想夜袭他？想到这儿，楚风赶紧摇摇头，自己这是被灵儿给带偏了呀。他赶紧下地打开了门。
门外的风景让楚风微微一愣，只见沈若冰穿着一袭单薄的白色连体睡衣，一对傲然将睡衣高高撑起。以楚风的身高，目光是向下的，恰好可以看到那粉嫩的香肩、精致的锁骨以及深不见底的沟壑。只要还是个正常的男人，看到这一幕绝景都会不由自主，甚至直接兽性大发也不是不可能。好在楚风的自制力够强，努力将视线转移。沈若冰看着楚风不自然的目光，先是有些不解，但当他看到某些细节后，原本冰冷的俏脸瞬间泛起了红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身打扮对男人的杀伤性有多大。嗨嗨，若冰，找我什么事吗？楚风轻咳了一声，为了避免尴尬，主动提问道。沈若冰也回过神来，努力不让目光下移，冷冰冰地说道：后天是爷爷的生日，跟我一起去祝寿。楚风傻眼了，若冰愿意让自己和他一起去祝寿，这让他很欣慰。但是他已经答应过灵儿要扮演楚大少了呀，哪怕他再怎么神通广大，也不会分身术啊。难道去找人顶贴？不行，灵儿绝对不会接受自己和一个陌生男人搂搂抱抱。既然灵儿那边无法拒绝，楚风只好道：若冰，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带我去找爷爷过寿，合适吗？沈若冰闻言霸道无比地说道：让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我都没说什么，你有什么好婆婆妈妈的？说完，沈若冰转身就走，丝毫不给楚风解释的余地。楚风有些无奈，拒绝肯定是不能拒绝的，看来自己只能一人分饰两角了。希望宴会上不要露馅。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天之后，沈天风一家人开着一辆7座的 SUV 出发，赶往祖宅。妇联冷眼看着夹在2个女儿当中的楚风，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忍不住开口道：若冰，你怎么带了一个垃圾上车？而妇联所说的垃圾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沈若冰淡淡道：爷爷还不知道我跟楚风离婚，他老人家看不到楚风一定会问，如果告诉他真相的话，爷爷肯定不开心，影响这大喜的日子。妇联闻言发现确实如此，只能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并提醒道：别忘了一会王少爷要到场，看住点楚风，别让他闹出什么幺蛾子。第60章富在深山有远亲。对了，灵儿啊，楚少什么时候过来？这么多天不见，妈妈都想他了。妇联训斥完楚风，又换上一副期待的表情，笑呵呵地问道。巨大的反差让沈灵儿和开车的沈天风嘴角都是一抽。如果妇联知道自己口中的垃圾和心目中的乖女婿是同一个人的话，绝对会直接被气疯吧。所以必须把这个秘密守住了。沈灵儿捏紧了手边的袋子，那里面放的是面具和楚大少的衣服。她不动声色地笑道：妈，您知道我老公很忙，一时间走不开，但在祝寿的时候肯定会露面的，您放心吧。妇联不疑有他，笑眯眯地说道：忙点好啊，越忙说明赚的越多。说着眼睛往楚风的方向一瞥，冷哼一声，不像某些不务正业的垃圾，一整天无所事事，怎么可能出人头地？楚风闻言笑着摇摇头，妇联这态度上的疯狂变化让他感觉很是有趣，可以当笑话听了。伴随着妇联的喋喋不休，众人终于赶到了沈家祖宅，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看起来十分大气。众人走了进去，迎面碰上了沈家二房沈天雷一家。虽说沈天风、沈天雷是亲兄弟，但两家的关系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毕竟沈家的家业就那么大，你多吃点，我吃的就少了。就这样互相间抢来抢去，再浓的兄弟情也淡了，更何况是妯娌之间，不打起来都不错了。妇联看到沈天雷的老婆韩丽，脸色虽然不变，但心里已经如临大敌。因为老公管理公司不善，欠下巨款的事，两人之间可没少撕逼。至于谁更能撕，只能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然而让妇联感到意外的是，沈天雷一家主动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沈天雷走过来，客客气气地朝沈天风问候道：大哥，您舟车劳顿辛苦了，东西我来拿，别累着了。沈天风有些懵逼，自己这见利忘义的弟弟什么时候这么好了？韩丽同样如此，亲热地上来就握住了妇联的手，就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姐妹一般，拉起了家常。本来准备跟韩丽斗智斗勇的妇联一下子被整不会了，只能啊呀地应付着。说着说着，韩丽看向沈若冰姐妹俩，忍不住道：对了嫂子，那位省城来的楚大少呢？你有了这么棒的一位乘龙快婿，怎么也不给妹妹介绍一下？妇联闻言一下子反应过来，好啊，难怪你们一家今天如此反常，原来是想巴结我的乖女婿。也对，韩丽一家混得这么差，要是不攀上自己女婿，一辈子也就是个二流家族的水平了。既然对方有求于自己，那自己不得可了劲的装逼。想到这儿，妇联对韩丽的态度一下子变得高傲起来，拿腔拿调的说道：我女婿日理万机，分分钟几千万上下，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韩丽陪着笑说道：是，嫂子您说的对，我这也不是怕打扰了楚少，所以才先问问您嘛。妇联听得舒爽无比，得意道：不过谁让楚少对灵儿死心塌地呢？灵儿跟他一说给老爷子祝寿的事，
楚少就不顾几千万的损失，推掉了一切事务，要不了多久就会赶到。韩丽脸上带着恭维的笑，心里却已经骂了起来。草，不就是仗着女儿掉了个金龟婿吗？这就装起来了，还大几千万的损失，你他妈怎么不直接说1个亿？但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韩丽的语气还是变得愈发讨好起来，满脸堆笑道：嫂子，我听别人说那位楚少还是咱们江州雷爷的大哥，这事儿是不是真的？那还能有假？雷豪在我女婿面前怂的就跟孙子似的，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妇联得意道。韩丽闻言赶紧将儿子沈云拉过来说道：大嫂，我实不相瞒，鱼儿这孩子从小就仰慕雷爷，不知能否让楚少出面将鱼儿安排进去？我不求给鱼儿多高的地位，只要能管理几个商场几片街区就行。沈云也很能放得下身段，躬身说道：大娘，您神通广大，在那些大人物面前能说得上话，还请您帮帮小侄。好说好说。妇联已经被夸得忘乎所以，满口答应。沈天雷一家子一见妇联答应，暗中对视一眼，不由得露出了喜色，紧接着又是一阵恭维。沈灵儿在一旁看着，心中无奈极了，妈你怎么能乱答应人啊？让沈云去雷豪手下当高层，除非是真的楚大少，不然怎么可能做到？他有心想拦，但老妈的嘴太快，根本拦不住啊。站在门口聊了好一会，韩丽等人才反应过来，刚才太热情，把沈天峰一家堵门口了，连忙告罪，请众人进去。而这个时候，他们才注意到了人群中的楚风。韩丽眉头一皱，试探道：嫂子，楚风不是已经跟若冰离了吗？怎么还？妇联瞥了一眼楚风，眼中露出了一抹厌恶，说道：他呀，最近一直在纠缠我们家，哭着喊着要给老爷子祝寿，没办法，只能带他过来了。韩丽闻言心里有了底，冷哼一声说道：原来是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东西，是不是看到我们沈家有了楚少这样的好女婿，想来巴结啊？你这种势利眼真是够恶心的，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有多远滚多远。楚风听着这番义正言辞的话，心里很是无语，这女人怎么这么双标呢？到底是谁上赶着巴结，心里没点数？沈云也站出来冷冷道：楚风，滚出这个家，你这个废物，既不是楚少那样的大人物，也不是沈家人，没资格站在这里。如果你不走，就别怪我动手把你请出去了。说着，沈云狠狠地捏了捏拳头，骨节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他自幼喜欢打架斗狠，长大后更是找名师习武，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正经工作，反而一心想加入地下势力当带头大哥的原因。沈云自信，就楚风这小身板，他能一巴掌撂倒。楚风瞥了他一眼，然后又收回了目光，这让沈云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个废物竟然敢无视他，找死！愤怒之下，沈云悍然出拳，向着楚风袭去。然而下一秒，沈若冰冷厉的声音响起：沈云，你敢！第61章，明年就有了。沈云的拳头停在了楚风面前1寸的距离上，楚风的目光依旧平静，完全没把这一拳放在眼里。但在沈云看来，楚风这是被自己的拳头给吓傻了。他不解地看向沈若冰，问道：堂妹，你拦我做什么？不是说楚风一直在纠缠你们家吗？沈若冰冷冷道：是我让他来的，有问题吗？沈云有些不爽：我这是在给你们家排忧解难，竟然对我还是这种态度，牛逼个什么劲啊？不就是仗着自己有个好妹夫吗？没有那位楚少，你就是个联姻工具，装什么装？见沈云不说话，沈若冰的目光愈发冰冷。我问你有没有问题？沈云张嘴正要说2句，却被沈天雷给拉住了。沈天雷笑着道：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大侄女想带谁来都可以，我们快进去吧。说着将沈天峰一家都迎了进去，然后才看向自己儿子，怒道：你小子疯了，不知道你大伯一家现在有多牛逼吗？你要是把他们家惹毛了，你一辈子都进不了雷爷的麾下。我先进去了，你在外面接人，算算时间，王家那位王少也快到了，机灵点，别觉得有楚少在就看不起王少，他们2个咱们一家谁都惹不起。知道了。沈云郁闷无比的说道，平白无故挨了一顿刁，换做谁都开心不起来，都怪楚风那个废物，不然也不会闹成这样。沈天雷离开没多久，王震就到了。看到王震，沈云眼睛一亮，迎上去笑着道：王少您终于来了，快请进快请进。王震拍拍沈云到肩膀，指了指里面问道：楚少来了吗？沈云闻言不爽道：楚少没来，倒是来了个楚风。楚风？王震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去，给沈老爷子过寿，竟然把楚风叫来了，难道是沈若冰做的？上次沈若冰为了楚风亲自去找钱豹求情，已经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也说明沈若冰确实旧情难忘。现在又带楚风来见沈老爷子，是准备踢掉自己，找楚风复合吗？想到这儿，王震心里对楚风的杀意就浓郁到了极点。这个废物是真好运啊，自己几次谋划杀他，竟然次次都因巧合而功败垂成。但老子就不信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下去，下一次你必死。
沈云看到王振的神情，又想想刚才自己因楚风被骂，颇有一种同仇敌忾之感。他沉声说道：“王少，那个楚风嚣张得很啊，你一定要好好打压打压他的气焰，我可以给您打掩护。”王振满意的看了沈云一眼：“不错，你的这个想法深得我心。走吧，进去吧。”王少请。走进沈家祖宅的大堂，这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片，一桌盛大的喜宴摆在中间。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位面容和善的老者，他穿着一身唐装，虽然已经年过70，但看起来仍中气十足。王少来了，快请坐。沈天风、沈天雷等人起身相迎。王振看了坐在沈若冰旁边的楚风一眼，眼底满是阴翳，但随即他又恢复了和善的表情，彬彬有礼地坐下。妇联笑着对老爷子道：“爸，除了灵儿的老公，咱们家所有人都到齐了，咱们今儿算是30同堂啊。”沈天风也笑着道：“爸，您快动筷子吧，再不吃菜就凉了。”“好好好。”沈老爷子连说了3声好字，先动了筷子。今天是他的70大寿，心情自然非常好。他看着自己这一大家子，满意无比。但要非说有什么遗憾的话，他还真有一个。沈老爷子看向沈若冰和楚风，笑着道：“若冰还有小楚啊，这一半里就你们俩结婚最早，算算时间都3年多了，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啥时候让爷爷我抱上重孙子？跟我经常在一起下棋的老友，重孙子都会打酱油了。”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王振的脸色更是一瞬间阴沉无比。他们这才想起，老爷子还不知道孙女离婚的事，就连沈若冰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一时间，桌上陷入了沉默。沈老爷子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皱起眉头看向众人，这让沈家众人的心情变得有些焦急。如果让老爷子知道孙女离婚了，一定会生气的。而就在这时，楚风微笑着说道：“爷爷放心，马上就会有的，说不定您下次过寿的时候就抱上重孙子了。”沈老爷子闻言，笑着点点头：“那就好，你们小夫妻俩要多努力。”楚风赶紧称是。而这番话说完，妇联、王振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就跟要吃人似的。但没办法，这种场合下，他们哪怕心里憋再多的火，也不能说出来。沈若冰也是又羞又气，剜了楚风一眼，这混蛋什么都敢往外说。楚风小声解释道：“老爷子都问了，总不能谁都不说话，就这么冷场吧？我也是没办法呀，若冰。”沈若冰冷哼一声，勉强认同了这个说法，但他总感觉楚风是故意这么说的，而且还乐在其中。这时，沈老爷子道：“都别愣着了，都动筷子吧。”“好，动筷子，动筷子。”沈家众人赶紧附和，总算是把这件事接了过去。而就在这时，王振有动作了，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子，笑着道：“老爷子，今天是您70大寿，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是我为了今天精心为您准备的礼物。”正说着，将檀木盒啪一声打开，里面的东西让众人不由得发出了惊呼。只见盒子里赫然摆放着一件精致的象牙雕，雕刻着五福捧寿的祥瑞之象。这块象牙雕整体洁白无瑕，泛着玉一般的光泽，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韩立惊叹道：“这么好看的象牙雕，起码得几十万吧？王少您真是大手笔啊！”王振笑着道：“不多，其实也就200万而已，主要是图一个吉利。”200万，还而已。沈天雷、韩立两人露出惊容，不愧是一流世家的大少，出手简直太阔绰了。这让他们升起了深深的嫉妒，恨自己没女儿，钓不到金龟婿，恨儿子不争气，傍不上富婆。妇联得意一笑，王振是他内定的女婿，表现这么好，他脸上也有光。沈老爷子见到这份礼物，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笑意：“多谢小王的一片心意了，这份礼物，老头子我很喜欢。”王振微微一笑，坐了回去，挑衅地看了楚风一眼，语气讥讽道：“我这个外人尚且知道送礼，不知你这位好贤婿又准备了什么礼物？”第62章云吃反阳丹。王振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楚风，有人想看他出丑，有人是担忧。沈灵儿攥紧了拳头，心中紧张无比。为了让这场祝寿不露馅，他花光了零用钱，给楚风的假身份楚大少买了一份贺礼。但是那份贺礼的价值跟王振送的象牙雕相比，根本上不了台面，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难不成现在用掉这份贺礼，解决姐夫的尴尬？但是待会自己老公出现的时候该怎么办？沈灵儿陷入了纠结，而其他人已经对楚风各种冷嘲热讽起来。怎么，你个废物，该不会是没准备吧？也是，王少随便一件象牙雕都能顶得上你那间破婚房，你能拿出什么？楚风，你还坐那做什么？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脸跟我们坐一个桌吗？滚下去，去和狗一桌。小楚，老爷子待你不薄啊，他70大寿你就连份贺礼都不带，是不是有些太不懂规矩了？楚风看着众人或戏谑，或阴阳怪气，或假惺惺的嘴脸，淡淡开口：“把嘴给我闭上，我说我没带贺礼了吗？就搁那儿逼逼，
吃饭都堵不住你们的嘴。刚才说话的众人闻言，脸色都不由得一沉。坐在这儿的哪一个不是楚风的长辈？结果这小子竟敢这么跟他们说话，简直没大没小。再说了，他们左看右看，也没看到楚风有带礼物的迹象，就是双手空空来的。难不成他还会变魔术不成？要是拿不出贺礼，就冲刚才那番话，一定得把楚风轰出去不成？而沈若冰一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楚风，他不在意礼物的贵重与否，只在意楚风有没有在贺礼上用心。在所有人神色各异的目光中，楚风缓缓将手伸向了裤兜，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蜡封的药丸，轻轻地摆到了桌上。这就是我的贺礼，楚风认真地说道。看着桌上显得平平无奇的药丸，王震、沈云等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王震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一颗药丸，哈哈，笑死我了！敢问楚神医，你这是什么神药啊？6味地黄丸。哈哈哈！楚风瞥了他一眼，看向沈老爷子，认真道：“爷爷，我知道您最近这些年身体不好，患了很多老年病，所以特意弄来了这颗药。此丹名为云痴返元丹，吃一颗可延寿12载，或者说可以让身体机能年轻12岁。这颗药举世罕有，作为您70大寿的贺礼，再好不过了。”楚风这番话无半句虚言，云痴返阳丹的功效就是这么强悍，哪怕是他炼制起来都艰难无比。这几年间也仅仅炼制了不足10颗。像这等逆转阴阳的神药，如果放到外界，恐怕会引来无数腥风血雨，哪怕是世界首富、国家元首都会下场争夺。毫不夸张地说，这颗药的真实价值能买100个沈家不止。楚风愿意将这颗药拿出来送给沈老爷子，足以看出他对这场寿宴的重视。然而别人却看不懂楚风的这番苦心，也不知道云痴返阳丹的逆天之处。沈云毫不留情地挖苦道：“楚风，你还能再傻逼一点吗？是不是玄幻小说看多了？还云痴什么什么丹，还延寿12载？我看你是活在梦里。买不起礼物就别买，少拿一颗狗屁药丸，滥竽充数。”傅连生气地一拍桌子，他今天在沈天雷一家面前装了那么大一波逼，结果就因为楚风导致自己的装逼有了瑕疵。废物，你太让我丢脸了！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沈若冰失望地收回了目光，果然自己就不应该期待楚风一天到晚只知道吹牛。如果他能用点心打听一下爷爷患了什么病，买一些药送给爷爷，他都可以接受。但楚风没有，他只拿出了一个药丸糊弄人。楚风，你给我滚出去！沈若冰厉喝道：“我就不应该带你来的，是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而你也成功的让我失望了。”楚风叹了口气，他就知道会这样，又是这样，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没人信。付出的真心从来得不到回报，整个沈家没有一个人愿意信他哪怕一次。楚风站起身，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离开了。沈若冰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总感觉他的身影很是落寞，心中不由得一痛。但很快他的脸色又变得冷硬起来。落寞又如何，都是你活该。如果能好好送份礼，会变成这样吗？沈老爷子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小辈的事情就让小辈们自己解决吧。好了，大家继续吃吧。老爷子笑着道。沈天风赶紧附和：“对对对，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别因为楚风一个人给搅和了。”很快沈家众人之间的气氛又热闹了起来，只有沈若冰和沈灵儿姐妹俩显得心不在焉。对了，灵儿，你老公什么时候到啊？这寿宴都要结束了，他也该来了吧？韩丽满怀期待地问道。他特别想见见这位超级牛逼的省城大少。沈老爷子也道：“是啊，灵儿，听说你结婚了，还不快把老公带来让爷爷见见？”沈灵儿心中打鼓，楚大少的扮演者都被你们气跑了，现在去哪找人去？他只好硬着头皮说道：“那个，应该马上就到了，我再联系联系。”说着正要拿出手机去联系楚风时，忽然一道身影走了进来。他穿着定制的名牌衣服，身材挺拔，身上透着浓浓的贵气，一看就非同凡响。只可惜一片面具遮挡了这位贵公子英俊的面容，令人遗憾不已。“我没来迟吧？”面具下楚风淡淡开口。“女婿，你终于来了。”“不迟不迟，刚刚好。”傅连第一个站了起来，激动地上前迎接。紧接着王震、韩丽等人都纷纷问候，神色间满是讨好，就连沈若冰都向他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沈天风和沈灵儿心中都松了口气，还以为楚风真被气走了，原来是借故换了个马甲，真是机智。傅连赶紧道：“女婿你快请坐，还没吃饭吧？赶紧吃2口，别把自己饿着了。”楚风摇摇头，平静道：“不必了，我送个贺礼就走。”说着从兜里掏出一颗药丸。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这颗药丸跟楚风刚才送的那颗一模一样。第63章，主打一个反差。众人看着他们心心念念的楚大少拿出的贺礼，脸上浮现出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没人愿意相信，
堂堂省城大少送出的贺礼，竟然是一颗不值钱的小药丸。但很快，众人就反应了过来，在心里自我安慰起来。不可能的，楚少哪怕是送颗药丸，也绝对不是凡药。虽然看起来跟楚风送的那颗药丸没什么区别，甚至就连蜡封都一模一样，但药丸不都长这副模样吗？哪怕是价值10几万1粒的犀牛角安宫牛黄丸，不也黑不溜秋吗？只有沈天风和沈灵儿脸上露出了异样的神色。楚风这也太大胆了吧，用原本的身份拿药丸招摇撞骗不成，换了个新身份继续骗，这一下可怎么收场？这药丸哪怕吃不死人，但别人发现没效果的话，岂不是会惹人怀疑？到时候这楚大少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沈天风心中已经忍不住咒骂起来，楚风这小子越来越不懂事了，装久了真以为自己是省城大少了吗？等熬过这场寿宴后，一定要狠狠给他一点教训，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但即便父女二人心里门清，其他人仍被蒙在鼓里，丝毫没察觉出什么问题。傅莲脸上的笑容不减，热情洋溢地问道：乖女婿，快给妈介绍介绍这颗丹药的来历，是不是出自哪位中医大家之手啊？它有什么功效？是不是能让人强身健体，精神百倍？还是能药到病除，根治老爷子的老毛病？韩立、王震等人也一脸的期待，省城大少出手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只是不知道究竟会多牛逼。楚风看着众人和刚才截然相反的态度，目光变得有些玩味。挺双标啊！楚风拿药丸当贺礼，不行；楚少拿药丸当贺礼，行，有点意思。楚风看着众人，慢条斯理地说道：此丹名为云痴反元丹，吃一颗可延寿12载，或者说可以让身体机能年轻12岁。楚风将刚才对这颗丹药的介绍重新说了一遍，一字不差。他很想看看这一次众人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完了，沈天风和沈灵儿对视一眼，看到了互相眼中的绝望。楚风这是在做什么？铁了心要暴露身份吗？他这是不想玩，准备破罐破摔了。只可惜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就算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果不其然，在听到楚风这番话后，就连一向对自己二女婿感到无比骄傲的傅莲脸上都露出了迟疑之色，其他人同样神色各异，王震的脸上更是露出了狐疑之色。不对啊，堂堂省城大少，怎么跟楚风那个废物送一样的礼物？而且送的还都是跟街头大力丸一样的假药，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楚风看到众人露出怀疑之色，淡淡问道：怎么看你们这副模样，是心里憋着一些话，但又不敢说？众人虽然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面前的这位毕竟是真正的省城大少，谁都不敢当出头鸟，纷纷摆手就当无事发生。王震犹豫了一会，起身笑着道：楚少，您有所不知，不是大家怀疑您，而是在您之前有个废物送了跟您一样的贺礼，所以大家有了一些不好的联想，还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说着还向着楚风刚才放在桌上的那颗云痴反阳丹一指，他没有直接把问题说出来，而是将疑点抛给了楚大少，想看看对方会怎么解释。这样一来，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得罪楚少。韩立、沈云等人也都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楚风。楚风淡淡道：看来都对我有所怀疑啊。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看看事实。下一秒，楚风手上一动，蜡封被轻轻捏开，瞬间一股浓郁的药香从蜡封当中喷涌而出，眨眼间溢满整个大厅。这下子不光是王震和沈家众人，就连沈若冰都露出了震惊之色。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贪婪呼吸着空气中的药香，仅仅是吸上几口，就用一种神清气爽、身体通泰的感觉。哪怕是再不识货的人，在这一秒都意识到这颗丹药不简单。云痴反阳丹竟真有这么神奇！傅莲最先反应过来，激动道：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婿，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这份贺礼真是太……一时间傅莲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韩立、沈天雷等人也连忙起身，对楚风又是一番恭维。楚风冷眼看着这些人，同样一颗药，态度却截然不同，真是讽刺啊。不过他没说什么，来到了沈老爷子的身边，微笑着道：老爷子，请服下这颗丹药，您马上就能体会到年轻10岁的感觉。好，好。沈老爷子连笑着点点头，从楚风手中接过丹药服下。丹药刚刚下肚，沈老爷子只感觉火热的药力从胃中升起，一点点滋润着他苍老的身躯。忽然他的脸色猛地一变，蹭一下站了起来。沈天风、沈天雷见状都忍不住担心起来：爸，您这是怎么了？爸，您的身体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是不是承受不住药力？要不要我去叫医生？沈老爷子此时没空说话，连忙摆了摆手，一转身竟然健步如飞地向着厕所冲去，那腿脚比年轻人都要利索。沈灵儿急了，忙问道：老公，你那药是不是有问题啊？别把爷爷给吃坏了。傅莲不满道：灵儿，你怎么说话的？楚少的药怎么可能有问题？要有问题，也是你爷爷身子骨太虚弱，白白浪费了一颗神药。沈灵儿无语了，妈妈简直是在无脑袒护楚风，爷爷吃药吃出问题，竟然还怪爷爷，这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楚风早有预料，平静道：“不必担心，老爷子这是去排除身体内的毒素去了。至于排除毒素的方法，自然上厕所的时候跟着秽物一起排出体外。”众人闻言放下了担心，静静地等候起来。果不其然，过了10分钟之后，沈老爷子重新出现，而这短短10分钟的变化，将众人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见沈老爷子此时跟刚才一比，皮肤红润有光泽，斑白的头发乌黑了许多，就连脸上、手上的老年斑都淡到快要消失不见，整个人仿佛返老还童，年轻了10几岁。走到大街上，说是沈天风、沈天雷兄弟的哥哥，也绝对会有人信。这样，神了！好一会后，众人才从呆滞中回过神来，意识到了云痴反阳丹是何等的珍贵。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得落到了桌上另一颗丹药的身上，那是楚风所送的云痴反阳丹。见证了这一切的沈若冰心情也变得极为复杂，难道楚风送的是真药？是自己错怪他了？第64章神药归属。楚妹夫，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沈若冰轻声道：“楚风刚才也送了跟你一样的贺礼，所以我想请你长长眼，他的这颗云痴反阳丹是真是假？”楚风淡淡道：“是真的。”只是简短的3个字，却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了众人的心头。是真的，所有人都升起了一股浓浓的荒谬之感。楚风这种垃圾怎么可能拥有如此逆天的神药？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妇联赶紧道：“女婿，你是不是看错了啊？楚风他就是个小劳改犯，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凭什么有这样牛逼的神药？依我看，肯定是不知从哪听到了这个丹药的名字，仿造的假货。女婿，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楚风瞥了他一眼，淡淡道：“岳母这意思是我会看错？”语气虽然平静，却让妇联心中狠狠一颤，到了嘴边咒骂楚风的话也被他给憋了回去。没，妈绝对没怎么想。妇联结结巴巴地说道。楚风这才满意地收回目光，想了想，又解释道：“其实云痴反阳丹虽然稀有，但其原产地却是江州。”王震、沈家众人震惊，这妖牛逼的神药竟然出自江州？那他们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江州的土著，怎么连听都没听说过？王震急忙问道：“敢问楚兄，可否将此神药的产地告诉小弟一二？”云痴反阳丹有如此神效，如果他能得到1颗2颗，随随便便就能卖出天价，赚一个盆满钵满。如果能够形成垄断，得到云痴反阳丹的配方的话，那么他们王家说不定能一举成为比肩省城大家族的存在。只可惜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楚风接下来的话彻底打消了王震的野望。只听楚风淡淡说道：“云痴反阳丹出自囚龙监狱，是囚龙之主亲手炼制，举世罕有。除了囚龙之主主动送之外，不可能通过别的手段获取。想要耍小聪明的，最好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囚龙监狱之主听到这个名讳，众人心中一震。据说囚龙监狱关押着全球最恐怖的一批罪犯，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被称为囚龙之主的人物，又该是何等的恐怖？难怪能炼制出云痴反阳丹这样的神药。这位楚少能接触到这个级别的绝世人物，也是真不简单啊。而知道丹药的出处后，众人也都恍然大悟。难怪楚风能拥有这种神药，因为他正好是在囚龙监狱蹲了3年大牢啊。说不定是这3年来，楚风在里面做了一些讨囚龙之主欢心的事，才有幸得到了赏赐。只能说这小子的命不错。沈若冰同样想到了这一点，内心如刀割一般难受。为了得到这颗丹药，楚风肯定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吧。他把这么珍贵的宝物拿出来当做祝寿的贺礼，结果却被自己臭骂一通，心里肯定会很难过。一时间，沈若冰无比迫切的想要见到楚风，想要跟他道歉，而他神情上的变化都被楚风看在了眼里。楚风心中轻轻一叹，但并没有过去安慰。他向众人提醒道：“对了，云痴反阳丹每个人只能服用1颗，多吃无益。楚风送的那颗丹药，你们沈家人自己留着吧。”此言一出，众人立刻被桌上的云痴反阳丹所吸引。神丹妙药谁不想要？如果能拿到手的话，不管是自己服下，还是卖了换钱，都能收获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对于韩丽、妇联这样的中年女人来说，返老还童12岁的诱惑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是楚少还在旁边看着，众人说不定都直接上手抢起来了。就在所有人都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出手抢夺的时候，沈灵儿眼疾手快，一把将云痴反阳丹抓在了手中。众人的目光跟着落到了沈灵儿的身上。韩丽、沈云等人差点骂出声，但一想沈灵儿现在是楚大少的老婆，女贫夫贵，又只能郁闷地咽下了这口气。沈灵儿笑着道：“大家听我一言，爷爷既然已经吃了1颗云痴反阳丹，这颗丹药他也就用不到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么宝贵的神药应该物归原主。”妇联闻言立刻反驳道：“不行，送出去的东西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能再还给那个废物？再说他一个小劳改犯，有资格拿这么贵重的宝贝吗？”韩丽等人纷纷附和，明显是想将这颗神药据为己有。沈灵儿看着众人这副贪婪嘴脸，心里很是不爽。要不是都是长辈，
他高低要说两句。不过他事先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胸有成竹的笑道：“不想还是吧？那好，我把它交给姐姐，这总行了吧？”说着，还没等沈若冰反应过来，就将丹药塞进了他的怀里。沈若冰有些懵，不知道妹妹这是在闹哪样。沈灵儿嘿嘿一笑：“姐姐你就收下吧，这都是姐夫的一番心意。等你以后有皱纹了，吃一颗，立刻就能变得像现在这样漂亮了。而且，你要是不拿着，给了别人的话，他们肯定会去卖钱的。”沈灵儿看向一旁的楚风，心中满是得意，姐夫应该好好感谢他，自己这个助攻送的太好了。楚风见状也是微微一笑，灵儿做的确实深得他心。其他人都遗憾无比，但丹药的归属已经定下来了，又不能抢。但很快，韩立一家又振作了起来，讨好的看向楚风道：“对了，楚少，我儿子沈云想在雷爷手下工作，不知您能不能引荐一二？”沈云赶紧起身道：“妹夫，咱们都是一家人，您神通广大，帮帮堂哥吧，来，我敬您一杯。”说着，端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期待的看着楚风。楚风的神色有些古怪：“你确定要去雷豪手下做事？别怪我没提醒你，雷豪手底下都是一帮混社会的，你想去当古惑仔？”沈云有些尴尬：“不瞒妹夫你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带头大哥。”楚风无语了，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但最终他没说什么，既然沈云想当，那就成全他，反正也就一句话的事而已。好，我给你安排，但丑话说在前头，你以后要是后悔了，可别怪我没拦着你。沈云赶紧道：“您放心吧，我绝对不后悔。”听着两人对话的沈灵儿则吃惊的张大了小嘴，姐夫怎么说答应就答应了？难不成他又想打电话忽悠雷豪？这胆子也忒大了吧。第65章刘峰商会。楚风当着沈云的面直接给雷豪打了个电话，让他给沈云安排一个职位。只是眨眼之间，雷豪便将电话打到了沈云的手机上，让他明天过来报道。挂断电话，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沈云激动的原地乱蹦，不能自己。这也难怪，要知道当雷豪的手下可是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进去的肥差，更何况还直接就许诺让沈云当大头目。这个级别的存在已经是当初的沈家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大人物了。毫不夸张地说过，沈云已经直接走上了人生巅峰，这种事放谁身上不激动？韩立一家连忙鞠躬感谢，心中也是无比的惊叹，这位楚大少果然名不虚传，能量巨大啊！如果好好巴结，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沈天风不满极了，楚风越来越嚣张了，明明就是个假货，还敢天天对着雷豪作威作福，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但在这么多人面前，他又不能当面骂，只能暗示道：“贤婿，别总是给雷爷打电话，说不定他理解不透彻，会找你面谈啊。”楚风没听出隐含的意思，认真道：“我电话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这话让沈天风气得不行：“你是真不怕雷豪上门找你的麻烦啊？”他正要继续提醒，妇联说道：“老公，你操心这些做什么？不就是让雷豪做点小事吗？怎么，他还敢不满意吗？”沈天风无语，但也只能无奈闭嘴。做完这些，楚风准备离开，在场众人见状，轮番挽留，但都被他给拒绝了。楚少走了，片刻后，楚风回来了，一人分饰两角，完美收工。沈灵儿故意说道：“姐夫，你就不能早点回来吗？我老公刚才来过了，只可惜现在已经走了。如果你们能见一见的话，该多好啊！”说罢，小姑娘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一笑：“如果姐夫和楚少真能相见，恐怕就是灵异事件了。”妇联冷哼一声道：“我看你们两个还是一辈子都不见面为好。虽然都姓楚，但差距太大了，见了面，我怕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废物就是废物，说你两句就跑了，还是不是个男人？妈，你少说两句。”沈若冰有些不满道。妇联撇撇嘴，不说话了。沈若冰站起身，看向楚风，诚恳地说道：“刚才是我错怪你了，我带全家人向你赔个不是。”为了做戏做全套，楚风明知故问道：“哦，那你们现在是怎么忽然醒悟过来的？”沈云不满道：“楚风，我告诉你，别在那儿阴阳怪气啊，不然小心我抽你。”沈若冰黛眉一竖，瞪了沈云一眼：“给我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沈云冷哼了一声，坐了回去，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他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可是雷豪手下的大头目。沈若冰虽然是沈氏集团的总裁，但已经不值得他畏惧了。只不过是有一个沈灵儿压着他，他才没敢吭气。沈若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向楚风复述了一遍，让楚风了解完事情经过后，沈若冰拿出云吃反阳丹，道：“楚风，这个礼物太贵重了，而且爷爷已经吃过一颗，我们谁来拿这颗神药都不合适，我想还是物归原主最好。”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出？沈若冰竟然要将价值无可估量的神药还回去，到底是他们疯了，还是沈若冰疯了？不行，我不同意！妇联第一个站了起来，怒喝道：“楚风，贺礼你已经送出去了，如果你还要点脸，就别出尔反尔。”沈天风也劝道：“小楚啊，
神药是很珍贵，但咱们也算一家人了，放在谁的手上不一样呢？不过是左手倒右手而已。你可千万别做傻事，伤了咱们一家的和气。楚风瞥了沈天风夫妇一眼，心里有些想笑。这俩人一唱一和，道德绑架起来可真有一手。不过他本来就没准备再把云池反阳丹要回来。他看向沈若冰，郑重无比地说道：“东西你收着吧，记得不要买卖。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只想用在你身上。”沈若冰闻言，俏脸微微泛起了红晕。楚风这情话张口就来，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但同时他的心里也泛起了一丝丝的甜蜜。楚风能说这些，说明他的心里一直有自己，这让他很开心。而这一幕让王震全都看在了眼里，他的心中早已邪念丛生。一方面是嫉妒沈若冰对楚风的好，想一把掐死楚风；另一方面是对云池反阳丹的浓浓贪婪。如果云池反阳丹在楚大少的手中，他万万不敢染指，但偏偏有一颗神药就在沈若冰的手中。女人他想要，仙丹他也想要，而楚风就是他路上最大的阻碍。王震的杀意已经快要爆表了，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寿宴重新回到了正轨，众人虽心思各异，但表面上还是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吃着饭。接近尾声时，沈若冰忽然道：“过几天就是张家商会的开幕典礼了，我们沈家作为加盟成员之一，咱们一家人都可以过去观礼，有谁愿意去吗？”此言一出，沈天雷一家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这种大型典礼可是揭示大人物的大好时机，谁不想去碰碰运气？妇联、沈天风、沈灵儿自然也要同去。这样一算，沈家除了沈老爷子外，都会去商会的开幕典礼凑个热闹。楚风，你也来吧。沈若冰看向楚风，语气柔和。楚风心中一动，想起张雅前段时间还专门打电话邀请过他，反正都是要去，还不如和沈若冰一起去，便答应了下来。王震阴沉着脸看着两人，开幕典礼是吧？郎情妾意是吧？好，在开幕典礼之上，我让你们生离死别。时间一晃，到了张家商会的开幕典礼当天，典礼在张家选定的商会总部大厦举办，大厦周边的广场挂满了喜庆的装饰，显得隆重无比。两条巨大束缚从大厦顶部垂落而下，而商会的招牌也立了起来，流风商会4个金灿灿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沈家一行人赶到时，露天会场已经变得极为热闹，除了沈家人，孙新蕊、王震两人也一同前来观礼。沈云望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商会大厦，忍不住惊叹起来。张家的手笔就是大，这栋商会大厦比金虎商会总部可气派多了。另一边，王震正要靠近沈若冰，想和他说上话，结果让他郁闷的是，他一靠近，孙新蕊像是专门躲着他一样，把沈若冰给拉走了。这不对啊，以前孙新蕊不都是主动过来讨好自己的吗？怎么几天不见，态度变化这么大？这是全都在跟他对着干啊！沈灵儿拉着楚风的衣服，指着招牌说道：“姐夫，你快看，流风商会，跟你同名啊！”流风？楚风微微一笑，这个商会名称大概是张半成亲自起的吧，估计张雅肯定不会喜欢。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楚风！”听到这个声音，楚风转头看去，张雅向着他走了过来。第66章，沈云，别急，我去送。张雅穿着一身淡紫色的旗袍，完美的身材被修身的旗袍衬托得淋漓尽致。她将乌黑长发盘成云髻，天鹅般修长白皙的玉颈上有一颗流光溢彩的紫翡翠作为点缀。这身打扮再搭配那副完美而优雅的容颜，如同从古画中走出的仙子，又好比洛神在世。在她现身的那一瞬间，在场宾客、王震、沈家众人都被牢牢地吸引了目光。沈灵儿看到张雅向着这边走来，俏脸上露出了浓浓的警惕之色。她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嗅到了一股危机感，如果不留神的话，说不定楚风就要被抢走了。想到这，她直接伸手搂住了楚风的胳膊，宣示主权。张雅看到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楚风这家伙艳福不浅啊，走到哪儿都有美人作陪。不过身为堂堂张家大小姐，她自然不会和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指了指沈灵儿，笑着问道：“这么亲密，难道是女朋友？”沈灵儿大声道：“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这是我们的私事，有必要告诉你吗？”张雅笑盈盈的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沈家姐妹花中的妹妹，也就是楚风的小姨子，而且还是钱的。”沈灵儿一下子被揭穿了老底，脸蛋微微一红，咬着银牙道：“你又是谁？敢不敢报上名号？”结果让沈灵儿大为光火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理都没理自己，直接把自己挤到了一边，对楚风说道：“我不是让你早点来了吗？来晚也就算了，怎么还拖家带口？”楚风玩味问道：“怎么就这么想我？”张雅白了他一眼：“我会想你这个死直男，只不过是因为今天你是主角，所以我过来看看你人丢没丢而已。”楚风微微一愣：“主角？”看张雅这副神神秘秘的模样，怕不是又有一肚子坏水。但很明显，
自己是问不出来的，索性直接不问了。有什么招，自己接着就是。他随口问道：“朱琳呢？她没来？”张雅闻言，目中泛起一丝忧色。小林还没有出院，还要几天身上的伤才能彻底好。顿了顿，他又笑着道：“你救了小林的事我听说了，妙手回春啊，楚大夫。”楚风。而两人正常朋友之间的对话，在某些人的眼中却变了味。孙新蕊拉着沈若冰，用批判的眼光盯着楚风和张雅两人。若冰，你看看，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废物前夫，这才几天就勾搭上了别的富婆。上次那个警花，他还有借口说是办案子认识的，但这次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明目张胆，当着你的面勾搭别的女人啊！沈若冰闻言，看向楚风和那位陌生女子亲密交流的模样，心里是有些不舒服，但看到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因此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淡淡道：“我和楚风已经离婚了，他想跟什么女人说话，随便他。”孙新蕊抿起了不平：“若冰，话不能这么说，最近你帮了那废物那么多，结果他非但不感谢你，反而当着你的面跟别的女人聊得火热，这说明什么？依我看，他就是故意在气你，想告诉你，哪怕没有你，他也能过得很好。”沈若冰目光微微闪动，但还是摇了摇头：“新蕊，不要再说了，都说了我不在乎这些。”孙新蕊还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王震忽然凑了过来，说道：“若冰，我觉得孙小姐说的有道理。楚风毕竟蹲过3年大牢，在监狱里面不知学了多少坏，要警惕他是一个渣男啊。”孙新蕊美目一瞪，王震这家伙可真讨厌，以前怎么没发现呢？楚少说了，要让这家伙离若冰远点，自己可得防住了。孙新蕊冷哼一声：“王震，你给我闭嘴！说楚风是渣男，难道你就是什么好东西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不知道祸害了多少良家妇女，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王震懵逼了，孙新蕊今天是发的什么疯？编排楚风也就算了，怎么连他都对？沈若冰听着闺蜜的这番话，心中一阵愉快。她也早看王震不爽了，只不过是碍于双方家族还要合作，才不能说而已。孙新蕊推搡着王震道：“离远点儿，别打扰我和若冰说话，看见你们男人就烦。”王震的怒火蹭一下就上来了，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能发作，只能忍下了这口气。孙新蕊这个贱女人，迟早有一天，老子要把你和沈若冰都按在床上蹂躏。他来到了沈家众人的队伍当中，准备从沈家人开始进行攻略。这时，王震注意到沈云一脸猪哥模样，正直勾勾地盯着那位旗袍美女看。注意到王震过来后，沈云咂了咂嘴，一脸感慨地说道：“王少啊，您说这样的美女怎么眼都瞎了呢？竟然和楚风这种垃圾这么亲热，你说我差在哪了？我条件哪不比那个劳改犯好了？”王震打量了沈云一眼，发现对方还真有一点不如楚风。没楚风长得帅，楚风那小子不得不说是个十足的小白脸，难怪有那么多富婆喜欢。别说是沈云了，就连他自己都妒火中烧。这么绝色的美人，他怎么就遇不到呢？如果放在平时，王震说什么也要把这等美女搞到手。但这里这么多沈家人，如果当着沈家人的面去搭讪那位美女，他恐怕就当不成沈家女婿了。而且上次朱琳的事已经把他给搞出了心理阴影，谁知道这个旗袍美人是不是又是哪个名门大小姐？不如先找个排头兵去探探此女的底细，知根知底后自己也好下手啊。想到这儿，王震看向一脸发春的沈云，笑着道：“沈兄，我觉得你说的对，楚风那种臭鱼烂虾，哪都比不过你。你也老大不小该结婚了，不如上去直接把楚风踢走，抱得美人归如何？”沈云微微一愣，有些紧张地说道：“我能行吗？”王震鼓励道：“当然没问题，别忘了你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是在雷爷的手下做事1等1的大人物啊。”沈云直接被忽悠瘸了，胸一挺，嘿嘿笑道：“王少说的有道理，我这就去和那位美人聊聊。”下一秒，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张雅走去。第67章，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美女，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啊？沈云凑到了张雅和楚风的身边，努力做出一副英武不凡的样子，笑着问道。张雅瞥了他一眼，朱唇轻启，用好听无比的声音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滚！”一个字就把沈云接下来要说的话堵得死死的，差点让他憋得背过气去。沈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充满了难堪之色。楚风见状，不由得莞尔一笑，而这一笑一下子就把沈云的怒火彻底点燃了。他死死地盯着楚风，怒喝道：“你他妈笑什么笑？难道你觉得很好笑吗？”楚风深以为然地点点头：“确实挺好笑的。”沈云怒了：“楚风，你一个小劳改犯，连我一根小拇指都比不过，装什么装？”一听这话，张雅不乐意了，不悦道：“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楚风评头论足？依我看，100个你都顶不上楚风的一根手指。都说了让你圆润的滚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沈云被两人一人一句对得说不出话来，
装出来的风度偏偏瞬间荡然无存。他从3年前开始就一直看不起楚风，在楚风坐牢的时候，他甚至拍手叫好。而现在，楚风虽然跟他堂妹离婚，但却一下子有了不逊色于沈若冰的新欢，而且还是个富婆，这让他心里不平衡到了极点。沈云的眼珠子红了，朝着张雅喝道：“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居然值得你这么痴迷他？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子现在可是雷爷的得力干将，你要是懂事点，就赶紧弃暗投明，到我这边来。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张雅的脸色微微一冷，不知道哪来的一个阿猫阿狗，竟敢在自己的面前吠叫，让他很不爽。他冷冷道：“道歉，看在你和楚风认识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的下场会很惨。”沈云笑了，这个女人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还是说她是外地来的，根本不知道雷爷的恐怖？有雷爷当靠山，她在江州完全可以横行霸道。她就不信随便冒出来的一个女人能有多大能量。沈云已经彻底膨胀了，露出一抹狞笑道：“让我道歉？不可能！既然美女你不识相，就别怪我粗鲁了。”说着竟伸手向张雅抓来。张雅见状，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惊怒之色。这是哪来的一个愣头青，简直胆大包天！正当他准备叫出自己贴身护卫解决沈云的时候，忽然楚风出手了。他轻松握住了沈云的胳膊，让后者再无法寸进一步。楚风平静地看着沈云：“想找死？”沈云怨愤地盯着楚风：“想拦我？你个废物也配！”楚风平静道：“我是在救你，要不是看在你是若冰堂哥的份上，我根本懒得管你。实话跟你说吧，你要是敢动他，会死得很惨。妈的，你咒我！我看你是欠教训了。”此时沈云已经彻底上头了，一巴掌向着楚风扇去。楚风的眉头微微一皱，沈云这小子是疯了吗？不就是有了点小权力而已，至于这么膨胀吗？如果不压抑压着嚣张的气焰的话，以后还不知道会闯下多大的祸。想到这，楚风不再留手，一巴掌扇出，直接将沈云给抽飞了10米远。沈云的身影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惨叫着狠狠摔到了地上。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不远处的沈家众人看呆了眼，尤其是沈天雷和韩立。自己的儿子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飞了呢？啊，我的脸，我的手！沈云摔得七荤八素，甚至手都被摔骨折了。一边是脸疼，一边是手疼，他仅剩的一只手都不知道是该捂手还是该捂脸了。沈云的惨叫让沈家众人如梦初醒，终于回过神来。云儿，你怎么样了？韩立尖叫一声，扑到了儿子身边，看着儿子红肿的脸以及浑身的擦伤，心疼无比。他赶紧将儿子扶了起来，飞快地叫了救护车后，才和众人一起看向了伤害他儿子的罪魁祸首楚风。韩立尖叫着冲了过去：“楚风，你个死废物，竟然敢打我的儿子，是不想活了吗？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弄死你？”沈天雷看向沈若冰，厉声道：“大侄女，我都说了别把这个废物带过来，你却非要带，现在你知道错了吧？你看看他，这典礼还没开始，就把你亲堂哥给打成了重伤。叔叔我必须要一个解释，否则别怪我报警，将你的废物前夫给抓进去了。”沈若冰听着这番诘问，心中也充满了浓浓的不敢置信。楚风他竟然当场把他的堂哥打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他这么动手是没把他的面子放在心上吗？这让他怎么在亲戚朋友面前抬起头？沈若冰走到了楚风面前，看着他和张雅亲密地站在一起，眉目中闪过了浓浓的失望。楚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竟然为了别的女人打我的亲堂哥，你这让我在家族中如何自处？难道我还不如你身边这个女人重要吗？楚风看着沈若冰伤心的样子，不由得一愣。他没想到事情还会发生这样的连锁反应，引起沈若冰的误会。他赶紧解释道：“若冰，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在救。”沈若冰根本听不进去楚风的解释，这都是我的亲眼所见，难道还能有假吗？他目光泛着淡淡的雾气，语气中带着愤怒。我已经很想相信你了，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新蕊说你们有问题，我选择相信你，但是你却成功辜负了我的信任。你现在实话告诉我，他是不是你的新欢？沈若冰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楚风的心，他同样很失望。若冰，你在问责我之前，为什么不先问问你那堂哥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难道你就不能对我有一点信任吗？沈若冰听到楚风还在狡辩，生气道：“你还在执迷不悟吗？楚风，不管沈云做了什么，打人就是你的不对。你现在立刻给我向沈云道歉。”第68章，你的条件还算不错。看着沈若冰严厉无比的眼神，楚风的目光中写满了不敢置信。若冰，你竟然想让我向沈云道歉？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沈若冰看到楚风伤心的目光，内心也是一阵酸楚，但错了就是错了，必须得立刻纠正他。他的目光愈发的冷漠。打人道歉，天经地义。如果你觉得这个道理不正确，那只能说明
你是个不开化的野蛮人，不开化的野蛮人。我好心阻止了惨剧的发生，结果却得到你这样的一个评价。楚风的双拳攥紧，他已经懒得再去解释什么了，语气变得无比淡漠，问道：我不道歉又如何？沈若冰愣住了，他没想到楚风会如此冥顽不灵，只是让你道个歉而已，你为什么连这种小事都不愿意配合？还没等他说话，韩立就嚎了起来，他怨毒地看着楚风：废物，你是要反天不成？跪下向我儿子道歉，否则我要你死！孙新蕊也搭腔道：垃圾就是垃圾，除了会打人你还会干什么？我呸，出轨男快滚！亏若冰那么信任你，多亏了我才洞穿了你的真面目。妇联、沈天雷等人也开始恶毒地谩骂起了楚风，一时间楚风变成了众矢之的。沈灵儿看着这一幕，黛眉深深蹙起，美目露出了浓浓的忧虑。沈云刚才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到了，说句实话，他该打，但是在这一面倒的态势前，他一个人的理智又有什么用？而就在这时，一声冷哼响起，沈家原来是一窝子蠢货。沈家众人闻言顿时火冒三丈，向着说话之人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张雅。张雅神情淡漠地看着沈若冰，所谓的江州第一美人，我看不过如此，一点主见都没有，被人轻易地带了节奏。你那个堂哥敢对我大放厥词，本罪该万死，是楚风出手才给了他一条生路，你们应该感谢他才对。顿了顿，张雅忽然一笑，难怪你和楚风会离婚，原来是因为你根本配不上他。这一番阴阳怪气加嘲讽，让沈若冰的面色不由得一变。他是一个性格很恬淡的人，很少对别人生气，但现在他对眼前这个旗袍女人升起了一股讨厌的情绪。我再和楚风说话，跟你没有关系。沈若冰冷冷道。张雅仰着下巴，玩味地说道：你这个蠢女人都已经和楚风离婚了，有什么资格教训楚风？沈若冰咬紧银牙，蠢女人，她竟然被人叫做蠢女人，而且还是被一个抢走了她男人的女人叫的，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沈若冰的俏脸已经冷若冰霜，跳脸了，跳脸了，一个不要脸的小三，她竟然敢当众跳脸！孙新蕊惊叫起来，煽风点火，完全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韩立也朝张雅骂道：你个小贱人，就是因为你勾引我儿子，我儿子才被打成这样的。沈云贪婪地打量着张雅，喊道：妈，我看上她了，我想让她当我的女人。韩立闻言，脸上的怒色立刻消融，转而变得温和无比，转头向着儿子笑道：好，既然云儿你看上她了，妈这就让她乖乖地归顺你。下一秒冷着脸看向张雅，算你走运，能让我儿子看上是你的福气，我劝你识相一点，乖乖当我儿子的女朋友，否则我儿子一声令下，就能叫来大批小弟，让你全家颤抖。沈天雷打量着张雅，傲然道：你的条件还算不错，有资格当我们家的媳妇，快答应吧，不要不识好歹。妇联也说道：就是跟着楚风这种臭鱼烂虾，一辈子都没什么出息，我劝你啊，还是早点弃暗投明，当我们沈家的媳妇，能保你荣华富贵。张雅听着这番话，眉头一挑，看向楚风，问道：沈家的人都这么勇的吗？楚风有些无奈，沈家的这些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嚣张啊？真可谓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他都努力不让双方发生严重的冲突了，结果沈家非要作死。他耸了耸肩，表示自己不管了。张雅微微一笑，既然楚风不管，那他就能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知礼数的沈家人了。他拿出一部精致小巧的女士手机，对着电话那头淡淡说道：万叔，取消沈家的商会名额。此言一出，沈家众人都是一愣，随即又露出了戏谑的笑容。取消我们沈家的商会名额？笑死我了！你以为你是谁？张首富吗？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楚风爱吹牛，他找的女人也爱吹牛。儿子，我看这女人除了长得好看点，其他哪都配不上你。就这种人，指不定是干什么工作的呢。沈家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讥讽着张雅。张雅淡漠地看着沈家众人，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堆垃圾。然后没过几秒钟，沈家众人的脸色猛然一变，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张府大管家张万朝着他们这边走来。是张管家！沈家众人露出惊容。作为张家的话事人，张管家的地位崇高，不是他们沈家能得罪得起的。这位亲自来找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务？沈若冰、沈天风等人全都站直身子，神色恭敬地等着张管家到来。当张管家走近，他们才发现张管家脸上常带着的笑容不在，只剩下了一片冰冷。这让沈若冰嗅到了一丝不对劲。或许张管家找他们不是为了好事。沈天风笑呵呵地迎了上去。张管家，您怎么亲自来了？张万冷漠地瞥了他一眼，声音冰寒：别跟我套近乎，我来只是为了通知你们，沈家已经被踢出流风商会的成员名单中。此言一出，连同沈若冰在内的所有沈家人都愣在了原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踢出商会，这对指望着依靠着商会还清欠款的沈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沈若冰焦急地上前问道：“张管家，何出此言？我们沈家最近应该从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啊。”张管家冷冷道：“没做过，是我眼瞎了，还是你们脑子进水了？在我们张家的地盘当众羞辱大小姐，你们沈家死不足惜。”说罢，他转头看向张雅，恭敬道：“大小姐，沈家已被逐出商会，请问下一步我该如何处置他们？”沈家众人看到这一幕，眼睛立刻瞪得滚圆。第69章，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原来楚风身边的这位旗袍女子，竟然是张家的大小姐。这怎么可能啊？沈家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家大小姐，身份如此尊贵的人物，他们以前怎么没见过？但很快，沈天风就想起来了，张首富确实有一位女儿，只不过在几年前出国留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莫非是留学归来了？看张万这副恭敬无比的态度，沈天风明白了，自己的猜测假不了。想通这一切，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恶狠狠地看向沈天雷一家，尤其是沈云。要不是这个混小子上去找不痛快，他们沈家会得罪这位大人物吗？这么看来，楚风说的还真不错，看似是在揍沈云，实则是救他。孙新蕊在得知了张雅身份后，也立刻缩软了，低着脑袋装鸵鸟，就像刚才那番嘲讽之语不是他说的一般。而王震则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幸好自己没有冲动上去搭讪，否则遭殃的就是自己了。但楚风这个废物又是怎么勾搭到张家大小姐的呢？他们又是什么关系？王震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楚风难道有什么吸引美女的魔力不成？至于沈云以及韩立等人，已经被吓傻了，腿脚都开始不停的哆嗦。刚才有多嚣张，他们现在就有多害怕。那可是张家的千金啊，结果被他们骂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会被直接打死吧？张雅看着态度骤变的沈家众人，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玩味之色。刚才不是挺厉害吗？还说我是那种女人，怎么现在不说了？而那番话正是韩立说的。他浑身发抖的走出来，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张小姐，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张雅眼神泛冷：“玩笑？你觉得很好笑吗？”扑通一声，韩立实在是顶不住压力，一下子跪到了地上，转头看向儿子和丈夫：“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不跪等死吗？”父子二人闻言也不敢有丝毫的犹豫，赶紧跪了下来，老实无比。这时张管家提议道：“小姐，这三人刚才那般诋毁您，我看应该将他们各打50大棍，以儆效尤。”此言一出，沈天雷一家顿时吓得冷汗直冒。50大棍，那是人能承受住的刑罚吗？被打完之后，不死恐怕也要脱层皮。一想到屁股开花、鲜血淋漓的场景，沈天雷一家子尿都快吓出来了，拼命的求饶着。忽然，他们注意到了张雅身边的楚风，想到两人谈笑风生的关系，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飞快地爬了过去。楚兄弟，求求你再救我一回吧！50大棍，就算我能顶住，我妈也顶不住啊！阿姨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再也不胡说八道了，帮帮阿姨吧。楚贤侄，看在往日情分上，你就替我们求求情吧，这棍子真的不能打呀！楚风淡漠地看着他们围在自己腿边不断求饶的沈云等人，平静道：“情分？我们之间可没有情分可言，更何况我刚才已经救过你们了，可你们偏偏要作死，此事我不会管。”沈云等人闻言，脸上顿时露出了浓浓的绝望之色。见楚风不插手此事，张万看向大小姐，用眼神询问是否可行。张雅淡淡的点了点头：“拖下去，注意别把人给打死了。”他做事向来狠辣，对于侮辱他的人，必须用雷霆手段。是。下一秒，数名张家护卫出现，不由分说的将惊恐尖叫、拼命挣扎的沈云等人也拖了下去。没过多久，便有凄厉的惨叫声响起，此起彼伏，让人听之心胆俱颤。足足10分钟后，噤若寒蝉的妇联等人亲眼看到背后血肉模糊的沈天雷一家被人拖着扔出了会场。这一幕看得妇联浑身一抖，但是没人敢提出什么异议，因为沈天雷一家得罪的可是张家大小姐，能保住一条性命已经是偷天之幸了。而沈天风一家也根本顾不上理会前者，因为他们面临的危机也不小。张雅笑盈盈地看着沈若冰，说道：“现在你们已经不是流风商会的成员了，没资格站在这里。你是自己出去，还是我请你出去呢？不过如果你愿意求我的话，留在这儿倒也不是不可以。”张雅特别想看看这位冷若冰霜的冰美人向自己低头时会是什么样子的。沈若冰双拳攥紧，一言不发。他知道现在最好应该服软，但是不知为何，他不想向张雅这个女人低头。气氛一时间陷入了僵持。沈天风、孙新蕊等人都紧张起来，生怕沈若冰一时犯傻，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沈天雷一家可是前车之鉴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够了，张雅，恢复沈家商会成员的身份吧。”
说话之人正是楚风。此言一出，沈若冰不由得抬起头看向了楚风，目光中泛起了一抹希冀。张雅微微一愣：“你不是说不会管吗？怎么，这是要出尔反尔？”楚风摇摇头，平静道：“一码归一码，得罪你的是沈云一家，又不是沈若冰。商会名额跟沈云一家没关系，你不应该取消。”张雅闻言，心里微微有些不爽，但没办法，既然楚风已经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让张万恢复了沈家的名额。这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沈天风等人露出了浓浓的惊讶之色。本以为完了，没想到因为楚风的一句话，又迎来了希望。张雅笑问道：“看来你对他旧情难忘啊，但你为他付出这么多，难道就不怕他再次误解你吗？”楚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张雅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丝醋意，看向了沈若冰，竟然能让这样优秀的男人对你死心塌地，福气不小啊！只可惜你不会珍惜。张雅同样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沈天风等人终于狠狠地松了一口气。沈若冰目光复杂地看着楚风，刚才又一次被楚风救了，他很想向他说声对不起，但是一想他和张雅亲密的模样，心中就堵得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这时沈灵儿凑了过来，惊叹道：“姐夫，你这也太牛了吧，竟然跟张首富的千金攀上了关系，你们这是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沈若冰闻言不由得专注起来，想要听到楚风的回答，而楚风的回答也让他彻底松了一口气。灵儿，你别瞎想，我只不过是凑巧给他爹治了个病，所以见过一面而已。今天才是我见他的第二面。第70章，我们会长姓楚。楚风的这个回答一出，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虽然他嘴上说得轻巧，但张首富是何等人物，就算能和他家的下人扯上关系，也够不得了。而楚风却亲手给张首富治过病，如果能借这个关系攀上张家的话，就算是劳改犯，也能立刻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呀！王震的目光变得深沉，如果楚风真跟张家插上关系的话，那就不是自己能动得了的存在了，必须试探一番，再做打算。王震笑着走上前道：“是我孤陋寡闻了，竟然不知道楚兄弟竟然还是一位医生，能给张首富治病，想必楚兄弟一定医术惊人，不知师从哪位大师？”沈若冰闻言，目光也是微微一亮，在以前自己但凡有什么疑难杂症，楚风一出手立刻药到病除，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意识到楚风医术很好呢？如果楚风真是医生的话，这也是一份正当职业啊。听到提问，楚风实话实说道：“我并没有什么传承，都是按照家传医书所学。”王震眉头一挑，眼底多了几分轻蔑：“那你行医资格证总该有吧？”“没有。”楚风平静道。他是个很坦诚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不弄虚作假。王震惊呆了，孙新蕊和沈天风一家也无比吃惊：“没有行医资格证，那不是非法行医吗？”沈若冰喃喃，他的眼底写满了失望，自己白期待了，或许楚风会点医术，但充其量也就是个蒙古大夫。王震心中也松了口气，还以为这小子有多牛逼呢，结果还是个废物。妇联立刻骂开了：“原来是个连行医执照都没有的垃圾，真亏你敢去给张首富看病，要是看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你个废物也是侥幸，估计张首富就是患了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让你侥幸医好了，让张家欠了你一个小人情。不过这个人情刚才应该就用完了，没出息的东西，这么好的机会也不知道往上爬一爬。”沈灵儿不乐意了，说道：“妈你就别说了，姐夫消耗这个人情，还不是为了挽回咱们沈家的商会名额吗？你不感谢也就算了，怎么能够落井下石呢？”妇联语气一滞，冷哼一声后不说话了。紧跟着孙新蕊也道：“我就知道，堂堂张家大小姐怎么会看上这种穷屌丝，原来是不得已还人情才来的呀。”他眼珠一转，说道：“你们说，要是张小姐不来，咱们就不用受这无妄之灾了。说来说去，还是得怪楚风。”妇联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没错，就是这个废物的错，不然沈云一家至于这么惨吗？”这话让沈若冰都听不下去了，怎么什么事都能怪楚风？分明是沈云没脑子，简直就是强词夺理。正当沈若冰准备开口为楚风鸣不平时，沈天风打断道：“好了，都别吵了，商会开幕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闻言，众人纷纷将目光看向礼台。随着盛大的礼花绽放，一道绝美的身影出现在礼台之上，正是张雅。在张管家的陪同下，他游刃有余地主持起了这场开幕典礼。而他的出现也是在场宾客未曾想到的，一时间台下议论纷纷。这位就是张董事长的千金张雅，果然国色天香，这么年轻就要继承张家的家业，简直是咱们江州最大的富仆啊！是啊，更别说她的相貌，一点都不比那位江州第一美人差。我儿子要是能得到张小姐的青睐，我们家族将少努力100年啊！行了，都少说两句，张小姐恐怕是流风商会的会长，乱嚼她的舌根，小心给你们穿小鞋。闻言，众人都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不说话了。然而张雅接下来的话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只听张雅对着话筒微笑着说道：“诸位，其实流风商会的开幕典礼，我并非主角，因为我只是代会长。我们商会真正的会长不是我，也并非家父，而是另有其人。”此言一出，顿时点燃了全场。在短暂的沉默后，全场立刻骚乱起来，议论纷纷。沈家众人也感到极为吃惊。沈天风喃喃道：“会长竟然不是张首富和张小姐，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才能凌驾于张家之上？”沈若冰的目光也变得深沉起来。这场开幕典礼恐怕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看着台下众说纷纭，各种揣测不断，张雅微微一笑。等到会长人选真正揭晓的时候，有你们震惊的。他清了清嗓子，笑着道：“想必各位都很好奇会长的尊姓大名，我也不卖关子了，他姓楚，大家可以称呼他为楚会长。而且他现在就在人群当中，让我们隆重欢迎楚会长登场。”说着，他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嘴角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你小子不是最爱扮猪吃老虎吗？本小姐今天就要在世人面前揭穿你的真实身份，看你还能不能装得下去。”但他不知道的是，楚风压根就没有什么扮猪老虎的想法，他老早就想坦白身份了，只可惜没人愿意相信他。而张雅出的这一招，楚风确实没有料到。虽然张首富早有将商会会长之位送给他的想法，但张雅对此一直强烈抵触。没想到他竟然忽然转了性子，又愿意起来了，难不成只是为了整自己一下？楚风不清楚内幕，但他知道这妞指定是欠收拾了，连他都敢编排，必须要好好调教调教，让他认清楚谁是大小王才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他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么应对眼下的情况。流风商会的会长竟然姓楚！傅莲睁大了眼睛，一瞬间脑海中出现了2个姓楚的人，一个是大女儿的废物前夫楚风，一位是二女儿的老公，那位神通广大的楚少。前者肯定不可能是商会会长，那么选项就只有一个了，他的那位乖女婿。傅莲立刻激动起来，他记得第一次见女婿的时候，对方说张首富是他的小弟，难道是真的？他立刻四下寻找起来，自己的好女婿究竟是在场的哪一位呢？今天是不是能一睹真容了？而沈天风和沈灵儿却是如堕冰窟。楚会长，难不成那位楚风一直模仿的超级大人物真人到场了？不然怎么解释就连张雅都用尊敬的口吻称呼那位楚先生？如果被对方发现了沈家最近的所作所为，那么沈家将顷刻间灰飞烟灭。而就在这时，他们忽然注意到楚风竟然向着礼台走去了。第71章，楚风你疯了！瞬间，父女二人感觉头皮发麻，看着楚风向礼台越走越近的身影，他们人傻了。楚风是疯了吗？他是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大摇大摆地朝礼台晃去的？下一秒，父女俩反应了过来，急忙扑来上去，一个拉住了楚风的胳膊，一个拉住了楚风的腰。楚风被两人生拉硬拽着往后拖，一时间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你们在干什么？沈灵儿无奈道：“姐夫，现在可不是装逼的时候，那位姓楚的大人物真身就在会场，咱们应该立刻隐蔽起来，否则被那位大人物发现咱们的所作所为的话，一切就都完了。”沈天风也沉着声音怒骂道：“你小子脑子是不是有病？装了几天大人物，就真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了吗？你难道还想上台当会长？莫不是得了失心疯了？赶紧滚回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楚风有些意外，沈天风是怎么知道自己楚大少的马甲的？不过这不重要，被发现就发现了吧，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只是很不解，为什么沈天风和沈灵儿要拦住自己。他认真的说道：“你们难道没听到吗？张雅叫我去当会长，我不上台岂不是显得很没礼貌？”这番话并没有刻意的压低声音，被周围的宾客们听得清清楚楚。顿时，所有人都露出了戏谑无比的表情。这特么不是沈家的那个废物赘婿楚风吗？真是人如其名，果然是个疯子。就是人家张雅小姐叫的是楚会长，一个垃圾跳出来凑什么热闹？一想到咱们的江州第一美人以前被这种废物玷污过，我这心啊就把凉的。沈天风都快疯了，怒骂道：“楚风，赶紧给我滚回去！带你来这种高端场所，简直是我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误。”楚风皱了皱眉，不悦道：“我都说了，我就是楚会长，你还要我再说几遍？”沈天风闻言，注意到周围众人戏谑的笑容，老脸涨得通红，握紧了拳头，真想直接掐死这小逼崽子。而就在这时，一声厉喝响起：“楚风！”听到这个声音，楚风转头望去，看到沈若冰一脸愤怒地走了过来：“给我回去，别丢人现眼！”他来到楚风的面前，气火攻心之下，扬起手，直接给了楚风一巴掌。啪！一声脆响，响彻整个大厅。楚风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看向沈若冰的目光泛起了浓浓的不解。沈若冰同样也愣住了，他看了看自己打人的手，又看向楚风，对上楚风伤心和不解的目光后，
只感觉心中一痛，对自己刚才的冲动出手产生了浓浓的悔意。他冲动了，刚才不该扇楚风这一巴掌的，而且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无疑是将楚风的尊严踩在脚下，狠狠践踏。楚风，沈若冰局促起来，正要道歉之时，身后忽然有叫好声响起。打得好！妇联鼓着掌说道。若冰，你终于懂事了，干得不错，对付这种垃圾就应该狠狠给他一巴掌，让他认清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孙新蕊也附和道。若冰，你做得对，刚才楚风这个下头男在那儿大放厥词，咱们的脸面都快被他丢尽了，这种垃圾该打。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让沈若冰根本插不进嘴。楚风的目光也渐渐泛起了冷意，他看向沈若冰，语气深沉地问道：若冰，他们说的也是你的想法吗？沈若冰很想回答不是，但想想刚才楚风闯下的大祸，沉声说道：我下手或许是有些重了，但你不该这么虚荣的。楚会长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冒充？楚风闻言，目光愈发的冷漠。这就是你的回答？沈若冰没有说话，只是沉默。一时间气氛变得僵硬无比，而礼台上的张雅看到这一幕，人也是傻了。沈家这些人是在发什么疯啊？我说的楚会长确实是楚风没错啊，你们这些蠢货竟然强行阻拦着楚风不让他上台，更有甚者，甚至还扇了楚风一巴掌，这对一位绝世神医外加武功高手来说，如何能忍得了？如果他是楚风，早一句话把沈家全灭了。看着冷场的气氛，张雅忍不住怀疑自己这个玩笑是不是有点开大了。他这一句话直接把楚风和沈若冰的关系干到了冰点。回过头来，楚风不会怪我吧？要是楚风生气了，老爸会不会骂我？一瞬间，张雅想了很多，自己要不还是赶紧终止这场闹剧吧，不然只会越来越麻烦。他赶紧对着话筒道：那个，就在刚才，楚会长临时有事先走了，我们典礼照常进行。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顿时露出了扫兴之色。孙新蕊怪声怪气道：人家楚会长走了，真是太可惜了，都怪某个普信男，肯定是他惹楚会长不开心了，他老人家才会走的。沈若冰看向楚风，听到张小姐说的了吗？你根本不是楚会长，跟我回去，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楚风看着沈若冰，语气冷漠：我本来就没准备当这个狗屁会长，既然张雅说他走了，那就当他是走了吧。沈若冰的俏脸立刻挂上了一层霜。都什么时候了，楚风还在狡辩。他正要再斥责几句，却发现楚风已经走远，只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沈若冰不理解为什么楚风会变成现在这样，变得一点都沟通不了呢？楚风走到了会场的另一端，张雅赶了过来，有些小紧张地问道：我刚才只是想开个小玩笑的，是不是有些过火了？楚风看了他一眼，平静道：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过火的，相反，对我来说，这是我公布身份的一个好时机。只可惜，你也看到了，他不愿意相信我，我就算做什么也是白搭。不知为何，张雅忽然有点心疼起了楚风，明明身怀神技，而且还明里暗里不断帮助沈家，结果换来的却是误解和谩骂。他张了张嘴，正要安慰些什么时，忽然会场外有一个漆黑的车队驶来，车队停在了会场外，将会场团团包围。一道道精悍的身影从车上走下，为首的正是邵彪和邵娇父子。张雅的脸色不由得一变，果然邵家不可能放任流风商会顺顺利利的开业。第72章，你要输了就嫁给我。第72章，整得挺热闹啊，但这么隆重的开幕式，为什么不请我们邵家？是看不起我们吗？邵娇站在最前方，冷笑着扫视在场宾客，像是要把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记在脑子里。看着来势汹汹的邵家，在场众人充满了畏惧，纷纷低下了头，生怕被邵家记恨上。王震、沈家众人也同样如此，早已钻入了人群之中，不见踪影。别看邵家是江州第二家族，明面上不如张家，但是熟悉两者的人都知道，宁可将张家得罪到死，也不可以说邵家一句坏话，因为两家的行事风格不一样。张首富是正经生意人出身，为人和善，哪怕生意上起了冲突，也会通过正规的手段解决。但邵家就不一样了，据说是省城一尊武道世家的分支，经营能力乏善可陈，之所以能收敛这么多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是真杀人啊！如果被邵家盯上，说不定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只要是邵家要的，你就得给，不给，那你就得死。不过好在，现在他们并非孤家寡人，不会被吓得立刻到倒头就拜。他们现在是流风商会的成员，受张家的庇护，因此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人群中那位高贵而优雅的美人——张家千金张雅。张雅也明白，现在不是怂的时候，得跟邵家狠狠干一仗，不然邵家都蹬鼻子上脸了，结果他们张家还不作为，众家族还怎么敢和张家合作？张雅走到邵彪、邵娇父子二人面前，淡淡道：不请自来，是为不速之客。你们邵家的行事作风都这样吗？邵娇怪笑道：怎么，见到我你不开心吗？
张雅淡淡道：“我经常要对别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尽管我见到他们根本不高兴。”一番话没有一个脏字，却一下子将少娇对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在少娇卡壳的时候，少彪开口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姑娘，张半成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过奖了。张雅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直截了当地说道：“少董，你也别卖关子了，话出个道来吧。怎么样，你们才肯离开？如果我们两家真火并起来，会弄得血流成河，场面不好看。”少彪笑道：“张侄女说的有道理，都是文明人，火并是以前那些古惑仔才干的事，我也不为难张侄女，来场文斗如何？如果我们输了，立刻走人，绝不含糊。”张雅眉头微微一挑，看来少彪很自信啊。他微笑问道：“哦，具体是怎么个斗法？”少彪娓娓道来：“很简单，我们这边派出一个高手守擂，你们张家派一人攻擂。不管你们是坏人也好，用兵器也罢，只要能在3分钟内将我派出的人打败，就算你们赢了。”这条件开得宽松无比，任谁也挑不出丝毫毛病，显得少家很是坦荡。但越这样，张雅的心中就越警惕。少彪敢说出如此宽松的条件，说明他请的那位高手带给了他绝对的自信。不过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张雅早已有所预料，他们张家乃江州首富，什么样的高手聘请不到？好，我答应了。张雅点头，眼神肃然，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顿时他身后的众人一片叫好。少彪笑了笑，果然是年轻人，还是太冲动，这么容易就上套了。他一步步引导道：“张侄女，这赌注不平衡啊，我们少家输了就得灰溜溜的滚蛋，但赢了该怎么样，可还没说清楚呢。”张雅皱了皱眉道：“如果你们少家赢了，我这流风商会不开了，够不够？”少彪摆了摆手道：“不，你们张家要开商会，是促进江州发展的好事啊，叔叔我怎么会阻拦呢？”张雅闻言气得银牙紧咬，这老东西真不知羞，张口就来。不会阻拦？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他的语气冷漠下来。那你说想怎么样？少彪微微一笑：“很简单，这场文斗少家要是赢了，张家的商会召开不误，但张侄女你得答应和我儿子结婚。”此言一出，张雅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原来少彪一直在这儿等着呢，他来找麻烦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会，而是盯上了自己。少娇嘿嘿一笑，说道：“雅儿，我看也别比了，咱们两个直接结婚多好。结婚之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自然也不存在竞争关系，还能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这多好！再说了，整个江州除了我，还有谁能配得上你？”张雅的俏脸冰寒一片。少娇是个什么人，他调查得清清楚楚，在江州横行霸道，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为他而家破人亡，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因为他的一时受欲而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和这种人渣结婚，他光是想一想就恶心的想吐。我不答应这个条件，你们换一个吧。张雅冷冷道。少娇顿时怒了：“你什么意思？这是看不起我？”张雅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我想啐你，但又怕脏了我的唾沫。”少娇都快抓狂了，这个贱人的嘴怎么这么多？他死死地盯着张雅，阴冷无比地说道：“你必须答应，要是不答应，我立刻就打死场上你们张家的合作者，让你们张家垮台。”说着直接拔出了手枪，对准了在场众宾客。看到枪，在场众人立刻惊恐地尖叫着后退，眨眼之间方圆10米就只剩下了张雅一人。看着如此嚣张的少家，张雅心中的怒意瞬间被点燃，但是他又不能直接叫人动手，不然场上这么多宾客就是一个个活靶子，而且每一个都是江州世家大族的管事人，在张家的地盘死上一个，对张家的名誉都是重大的打击。张雅咬紧银牙，冷声说道：“非要拿结婚当赌注是吧？好，我答应了，但想娶我过门，就要看看你们少家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这是一场赌上自己的豪赌，但张雅还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做大生意哪有不危险的，必要之时该赌就得赌，更何况他对自己请来的高手有着绝对的自信。第73章，美女要帮忙吗？卧槽，这是要出大事了！张家和邵家的龙争虎斗，甚至还赌上了张家千金的婚姻大事，简直是世纪豪赌啊！你懂什么？人家这是商业联姻，江州第一第二家族要是联姻了，对张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先别聊这些了，还是看看待会两家会派出什么样的高手进行比武吧。随着众人对这场豪赌议论纷纷，会场中央空出了一个擂台大小的场地，邵家众人和张家众人相对而立。楚风站在张雅身边，淡笑着问道：“你可真敢赌，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张雅的眼中没有慌乱，只有浓浓的自信。我这边的出战之人可是一位真正的高手，是武道界的大师，在省城也赫赫有名。我就不信邵家能请到更强的存在来跟我对垒。楚风摇摇头，但没有多说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再怎么劝也没用。而他并不看好张雅口中的武功大师，因为他在邵家的队伍中
感知到了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楚风决定静观其变。不多时，从邵家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身穿黑色短打劲装的中年男子，他的气息内敛，看起来很普通。仲金兄，按计划行事。邵彪低声嘱咐道。刘仲金暗暗点头，来到了擂台之上。这人谁啊？不认识，好像没什么名气。难道是个垃圾？别这么说，或许是邵家暗中培养的高手，不可小觑啊。围观众人议论纷纷，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邵家派出来的这位武者。有人持保留意见，有人则开始唱衰。而下一秒，张家所派出的武者出场了。那是一个白衣白裤、骨节粗大、看起来神完气足的中年男人。在看到来人的那一瞬间，场上顿时传来了无数倒吸凉气的声音。这不是咱们江省的拳术泰斗、全江武馆的馆长斐白鹤吗？他的虎鹤双形拳可是能写入武校教科书的存在。斐大师曾为就被欺侮的女子与15名歹徒激战，最终打死3人，重伤10人，抱得美人归啊，成为武术界的一段佳话。这把稳了。伴随着一声声的惊叹，斐白鹤背着双手，微笑着走上了擂台。张雅也露出了微笑，对着楚风说道：“你看我请的这位大师厉害吧？他可是江省拳术界的泰斗人物，我花了好大的价钱才聘请到的。”楚风忍不住道：“与其花那冤枉钱请人，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叫我呢。看在张半成的面子上，我帮你秒杀他。”张雅白了楚风一眼：“你就吹吧，你那水平在江州逞逞威风还行，但在这种级别的比武上还不够看。”楚风闻言有些无奈。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小看我呢？就因为年轻？在囚笼监狱中，那些世界级的高手都被自己收拾得服服帖帖，区区2个在江省混的小角色，哪怕邵家派出的人比斐白鹤强很多，但还是不够自己一巴掌扇的。不过算了，既然张雅不信，他也不去自讨没趣了。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擂台上开始了一场激战。斐白鹤不愧是拳术泰斗，一手虎鹤双形拳灵活无比，拳风呼啸，一出手就将刘仲金压制住了。后者只有招架的份，没有还手的余力，似乎马上就要落败。顿时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响起。张雅得意地说道：“看见了吧，一个籍籍无名道小角色，怎么可能跟斐大师比？”楚风无语：“你是得有多笨，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张雅脸上的表情一僵，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居然又被说笨了。张雅气道：“就你聪明行了吧？场上的形势明摆着一片大好，我说的有什么问题？”楚风见他还没醒悟，只好给出一个提示：“比武是限时的，3分钟一过，你就是少交那个垃圾的婆娘了。”张雅闻言猛地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对方在故意拖时间？”楚风淡淡的一点头。张雅有些不敢置信：“不可能吧？那可是斐大师。”然而接下来比武的发展却彻底摧毁了张雅的希望。眨眼之间，2分钟已过，斐白鹤还是没有半点取胜的动静。而众人也渐渐发现，刘仲金虽然看起来孱弱不堪，但打到现在身上竟然没有丝毫的伤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刚才一直在装样子。张雅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又是半分钟过去，斐白鹤的脸上笑容不在，反而额头渗出了一丝冷汗。他似乎不是对手。结束了。忽然刘仲金狞笑一声，下一秒一直在防守的他猛然一拳轰出，劲风烈烈。轰！斐白鹤被狠狠地轰中胸口，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口喷鲜血，狠狠地撞进了人群之中。这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所有人都不由得瞪大了双眼。斐白鹤败了，这位江省拳术泰斗竟然败在了一个无名之辈之手。邵彪和邵娇父子同时露出了一抹冷笑。他们江州邵家只是省城邵家的一个分支，而省城邵家的强大比江州邵家强了何止10倍。刘仲金正是省城邵家精心培养出的家臣，他们父子花费了极大的人情才请来助拳，又岂是一个斐白鹤可比？甚至即便有了这么强大的高手，他们为了以防万一，还专门示敌以弱，在最后时刻才将斐白鹤击败。如今时间只剩30秒，张家就是再有高手，也不可能在30秒内打败刘仲金。也就是说，张雅已经是他们邵家的囊中之物。邵娇舔了舔嘴唇，贪婪地打量着张雅完美的娇躯。刚才你的嘴不是很毒吗？等你过门之后，我会把你的小嘴调教得又软又勾人。还有你们张家，真以为2家是要互惠互利吗？错了，张家的财富迟早会被我们吃干抹净。而张雅已经没空注意邵娇贪婪的视线了，她看着擂台上的场景，神情恍惚。自己的豪赌输了，虽然还剩30秒，但这30秒够干什么？哪怕他这边再有一个斐白鹤级别的高手，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没有。完了！就在张雅万念俱灰之际，忽然一个语气玩味的声音响起：“美女，要帮忙吗？”第74章插标卖首。张雅猛地转头看去，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他黛眉一竖，生气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知道我现在面临着多大的麻烦吗？”
楚风淡淡道：“对我来说，这种小事不算麻烦，而且好像现在你能选择的只有我。”张雅面露犹豫，他知道楚风曾有过一巴掌扇飞少骄的战绩，可是就这点实力根本没法看啊。在看着场上的越来越少的倒计时，张雅咬牙问道：“你真能打败他吗？我看他如同插标卖首。”楚风微微一笑，转头向着擂台的方向走去。而楚风的出场顿时引起了一片哗然。这个年轻人是谁？难道是某位少年高手吗？为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等等，他不是沈家那个废物赘婿吗？怎么敢上场的？什么？是那个小白脸？张小姐怎么这么糊涂，竟然让这种垃圾上场，这不是胡闹吗？围观众人中有人认出了楚风，所有人都充满了不敢置信。这么重要的比斗，为什么会由一个废物出场？而场上的骚动也引起了沈家众人的注意。当他们看到楚风上场后，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沈天风眼睛瞪得滚远，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喃喃道：“楚风这小子是疯了吗？会点花拳绣腿，竟然就敢挑战匪白鹤大师都打不过的高手，他这是想死吗？”傅莲冷哼一声：“死在擂台上最好，看见这个废物就烦得不行。”只有沈若冰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深深的担忧，是不是自己刚才的话刺激到他了，所以他才犯傻，想去擂台上证明自己。擂台之上，楚风和刘仲京相对而立。刘仲京打量着楚风，脸上露出了戏谑的笑容：“你一个身板这么瘦弱的小白脸，是怎么敢上场的？莫非张家那边真的没高手了？只有匪白鹤和你这种垃圾？”说着，他瞥了一眼擂台旁边的倒计时，说道：“匪白鹤那种垃圾，我原本一拳头就能秒杀，是为了以防万一才选择了拖延时间。本以为最后时刻张家会派出什么高手，只可惜让我失望了。”楚风目光平静，看着刘仲京背着双手，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装逼，随后淡淡开口：“一招？什么意思啊？”刘仲京一愣：“我对付你也只需一招。”此言一出，刘仲京脸色瞬间冰冷：“岂有此理！敢这么小看我？待会我一拳送你去了地府后，可别找阎王哭诉。”这时少娇恨恨的声音从擂台外响起：“刘叔，擂台上的那个垃圾跟我有旧怨，我要他死！”刘仲京闻言冷笑道：“放心，今天他必死。”下一秒，他脚下一蹬，如同猛虎下山，整个人爆射而出，向着楚风冲来。楚风没有搭理他，看了看擂台上的倒计时，还剩下3秒钟。1秒钟后，刘仲京冲到了楚风的面前，狞笑着向楚风抓来。下一秒，楚风一拳轰出，这一拳如同一闪而逝的电光，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出圈的，也没人知道这一拳是怎么落到刘仲京身上的。围观众人的耳畔只响起了清脆的骨裂声。最后1秒，刘仲京如同飞人一般，吐着鲜血，擦着地面倒飞出去，撞倒了身后一个又一个邵家的打手。众人定睛看去，却发现刘仲京胸骨塌陷，嘴里的鲜血跟不要钱似的喷出，不省人事了。紧接着，叮铃铃的铃声响起，3分钟到时间了。而擂台上只剩下了楚风一人。这今天的逆转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开玩笑的吧？这个小白脸竟然真的将刘仲京打败了，而且还是一拳秒杀。傅莲准备看笑话的表情也变得僵硬无比。他一直不看好的废物，竟然出了这么大的风头，让他感觉啪啪打脸。这个废物竟然赢了，他凭什么？沈天风眼中露出一抹金光，楚风这么能打的吗？如果能借此机会搭上张家的线的话，那他楚大少的名头说不定能做得更稳。至于沈若冰和沈灵儿姐妹，心里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对楚风没事感到开心。同时，张雅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缓缓落地，过程虽然惊险，但好歹是赢了。他看向眼中满是异彩，自己赌对人了，楚风这小子果然能带来奇迹。而就在这时，邵彪的冷笑声响起：“张侄女真是好算计啊，派这个小白脸上台，先是让我的人放松警惕，然后伺机偷袭，这手段让邵某佩服啊。”闻言，围观众人都恍然大悟，原来是邵家的高手轻敌了，才让楚风这个小白脸一举建功。我猜肯定是刚才匪白鹤大师跟邵家高手鏖战2分多钟，对方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才让那小白脸捡了便宜。原来是这样，那废物可真走运，早知道就我上了，我上我也行。众人议论纷纷，三言两语之间将楚风贬低的一文不值。毕竟没人愿意相信一个废物赘婿能够摇身一变成为武道高手，凑巧取胜才更符合逻辑。傅莲松了一口气，冷笑道：“我就说嘛，一个废物哪来那么大本事？这次是凑巧，下次说不定就被一巴掌打死了。”甚至就连张雅都相信了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说，楚风能赢就是立了大功。张雅走上前，淡淡的说道：“邵董，事到如今，你再找借口也无济于事了，输了就是输了。做商人要讲信用，愿赌服输，你们应该走了。”邵彪的脸色有些阴沉，他怎么也没想到，请了刘仲京这样的高手，
再加上如此周密的计划，都能输。张雅说的没错，他再找借口也没用了。而造成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人——楚风。他对此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杀了钱豹，才会让金虎商会名誉受损。如果能再次格杀楚风，帮钱豹报了仇，最起码能挽回金虎商会的一部分声誉。邵彪看向儿子，发现他正满脸仇恨地看着楚风。既然搞不定张雅，搞定张雅的一只走狗也不错。儿子，杀了这个废物，给钱豹报仇。邵彪开口道。邵娇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目光猛然一亮。他早想弄死楚风了，只是碍于计划，才只能忍着。但现在计划已经失败了，继续忍着还有意义吗？下一秒，邵娇直接拔出枪，对准了楚风的脑袋。楚风，你真是好大的狗胆啊！都得罪过我，还敢上来装逼？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这一幕让在场众人大惊失色。张雅立刻厉喝道：邵娇，把枪给我放下！你们已经输了，难道是想违约吗？邵彪缓缓开口了：张侄女，说话要讲证据。我说过我们输了会离开，这不正收拾东西准备走吗？但我可没说过走之前不能杀上1-2个人泄愤。第75章，淡淡的忧伤。张雅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看向邵彪父子的目光充满了愤怒。自己真是太天真了，竟然傻傻的相信了邵彪的承诺。细数邵家曾经犯下的累累恶行，出尔反尔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吃饭喝水一般简单。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楚风死在自己面前吗？张雅心急如焚，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擂台上，楚风皱眉看着指向自己的枪口，语气冰冷：我说过，我最不喜欢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邵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触犯了楚风的忌讳，仍一脸嚣张地晃着手里的手枪。拿枪指着你又如何？我还要一枪毙了你呢！不想现在就死，就给老子跪下！楚风站在原地一动未动，只是目光已经变得森冷无比。邵娇被这样的眼神看得心里毛毛的，但下一秒他就反应过来自己手里有枪，还怕他个卵。倒是楚风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自己面前嚣张，让他不爽极了。他冷冷道：不会是吧？那下一秒我马上让你脑袋开花。说着将手指放在扳机之上，似乎下一秒就会扣下。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人群中冲出，急声道：住手！众人下意识地看向说话之人，露出惊讶之色。若冰，你出来做什么？楚风看到来人，露起错愕之色。沈若冰俏脸冰寒，毫不留情地朝楚风厉喝道：我不来，难道看你被人一枪崩了吗？说着他看向邵娇，抿紧嘴唇，低下头恳求道：少少，刚才是楚风做的不对，但也罪不至死，求请放他一条生路吧。沈若冰出现在擂台上，也让孙新蕊和沈家众人大惊，任谁也没料到他竟然会为了救楚风主动和邵娇对上。要知道那可是邵家啊，要是惹人家不高兴了，一根手指就能摁死沈家。妇联气得跳脚，这死丫头，我就知道她对楚风旧情难忘，她上去是要害死咱们家吗？沈灵儿担忧无比地看着场上，姐姐姐夫，你们可千万别有个3长2短啊。沈天风用力抓住了胸口，感觉又要喘不上来气了。他们家又不是真有省城大少撑腰，得罪了邵家，说完蛋就完蛋了呀。如果是自己人被邵家盯上也就算了，但现在却是沈若冰主动去招惹邵家，就为了一个废物前夫。楚风就有那么好吗？沈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擂台边，邵娇打量着沈若冰近乎完美的娇躯，欲火一下子被勾了上来。她舔了舔嘴唇，坏笑道：真不愧是江州第一美人，果然天姿国色。没想到你还如此痴情，真想救你这个废物前夫吗？沈若冰轻轻地点了点头，还请少少网开一面。邵娇冷笑一声：你这个废物前夫不仅打伤过我，还坏了我们邵家的大姐，你觉得你求情我就会放过他吗？沈若冰当然知道邵娇不会轻易的松嘴，但不管如何也要尽力一试。他咬紧银牙，沉声说道：少少，我改日一定会带楚风登门拜访，向您赔礼道歉。邵娇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登门道歉？好啊，不过不要改日了，今天就跟我回家吧，陪我玩上1个星期，楚风的事一笔勾销，而1星期后我也会放你走，当然前提是你那时候还能走得动路的话。哈哈哈！邵娇一阵大笑，边笑边问道：怎么样，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很简单？1个星期而已，换你废物前夫的一条命，很划算。邵娇的这番话听得沈若冰脸色苍白，她下意识地缩了缩娇躯，躲避邵娇那饿狼一般的目光。见沈若冰一直不回答，邵娇不爽起来：我劝你还是快点答应为好，起码能少受一点罪，少死一些人。我看上的女人还从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沈若冰沉默了，她算是听出来了，邵娇早盯上自己了，不管她杀不杀楚风，自己也跑不了。既然如此，不如换楚风活，反正自己的身体已经……沈若冰闭上双眼，
有些绝望的点了点头。少娇见状，心中也有些吃惊，这位江州第一美人竟然会为了一个男人甘愿答应自己的条件，这简直太蠢了吧！如果能他调教成只忠诚自己的母狗，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啊。想到这，少娇愈发的迫不及待。美人，快到我身边来，我这就带你回家，带你永登极乐。沈若冰低着头，艰难地向着少娇走去。一旁的楚风也彻底愣住了，他没想到沈若冰竟然会愿意为他做到这种地步。一瞬间，楚风的心中升起了浓浓的心疼，连忙道：若冰，你别犯傻，这里没你什么事，赶紧回去。沈若冰顿住脚步，看向楚风，语气冷漠无比：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有多远滚多远，最好永远别回江州。楚风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沈若冰是故意这么说的，为的就是让他离开。但他又怎么会抛下愿意为自己付出一切的女人不管？若冰，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我自己能处理好。沈若冰平静道：我做这些也跟你没关系，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自愿？这种拙劣的谎言，楚风怎么可能相信？他已经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泪花。正当他要继续说些什么时，少娇不合时宜的开口了：废物，你听到没？你女人说她是自愿的，要不我和她玩耍的时候，你过来推一推我的屁股，这样你好歹也有点参与感。说着，一手晃着枪，想着沈若冰走了过去，伸手就要去碰沈若冰的娇躯。沈若冰下意识的想要躲避，但犹豫了一下后，最终选择什么都不做，站在原地等待噩梦的降临。楚风看着这一幕，目眦欲裂，心中的烈焰如同火山一般轰然喷发。下一瞬，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就在少娇即将碰到沈若冰的身体之时，忽然他感觉眼前一花，随后手上一空。他回过神来，发现手里的枪不知在何时消失不见，而面前的人也不再是沈若冰，而是楚风。自己的手枪赫然就在楚风的手上。这惊世骇俗的一幕让少娇吓得浑身一抖，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楚风冷冷地看着他，问道：你很喜欢女人？少娇看着楚风抬起来的手枪，嘴唇哆嗦着道：我。然而他才刚发出了一个音节，枪响了，瞄准的不是头，也不是心脏，甚至不是四肢，而是两腿之间的那一坨。砰砰砰！伴随着一声声的枪响，少娇的双目中泛起血丝，张大了嘴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嚎。听到这个声音的男人无一例外都夹紧了双腿。第76章被当枪使了。随着枪声落下，整个会场变得无比安静，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少娇以及拿着手枪的楚风。少娇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整个人的身体还在无意识地抽搐着，鲜血和一些不明的污秽从他的身下流出，触目惊心。而他的那个部位已经血肉模糊，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场上弥漫着硝烟味和血腥味。少彪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儿子。尖儿！撕心裂肺的惊呼足以证明少彪滔天的怒火。他少彪纵横江湖几十载，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但从来就没有吃过今天这么大的亏。儿子的命根子没了，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啊？这意味着什么？江州少家有可能就此绝后啊！楚风，我要你死！少彪双目通红，似已疯魔，怨毒地盯着楚风，怒吼道：杀了他！给我杀了他！少彪身后众手下不敢怠慢，连忙拔出武器，准备将楚风围杀。沈若冰看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绝望，他焦急地直跺脚：楚风，你快跑啊！刚才你为什么不跑？为什么要向少娇开枪啊？我刚才都已经控制住局势了，你为什么非要毁了这一切？楚风平静道：你牺牲自己换来的安稳，我不想要。少娇这个杂种敢动你，那我不如永绝后患。沈若冰微微一怔，正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他。是孙新蕊。他焦急万分地道：若冰，快跑吧，楚风这个脑残把事情闹太大了，再不跑就跑不了了。沈若冰用力挣开孙新蕊的手，用自己娇小的身躯拦在了楚风的面前。他看着前方来势汹汹的少家打手，哀求道：少董，求求你们放过楚风，我跟你们回去好吗？挡我者死！少彪语气森寒，连连咆哮：杀！给我全杀了！眨眼之间，少家打手便到了近前。沈若冰的俏脸上浮现出绝望之色，转身正要劝楚风赶快逃跑时，忽然感觉脑后一痛，便晕了过去。楚风将沈若冰抱在怀里，神情温柔无比。紧接着，他将沈若冰推给了孙新蕊：带他走吧，若冰在这儿的话，我还得分神保护他。孙新蕊扶着沈若冰，朝楚风哼了一声：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说完，他不敢怠慢，赶紧扶着闺蜜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们和沈家众人会合。沈天风生气地看向还在愣神的沈灵儿：灵儿，还傻愣着干什么？快走！沈灵儿咬紧牙，眼圈微微泛红，她不想就这样抛下楚风离开。
但这时沈天风直接抓住了他的胳膊，一把将他拽走。离开之前，他回头望去，却发现楚风已经被邵家精锐团团包围，恐怕要凶多吉少。姐夫，你千万要没事啊！沈灵儿在心中不住地祈祷着。场上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而就在这时，张雅带着手下拦住了邵家众人。张雅沉声说道：“邵董，停手吧，你就算杀了楚风又能怎么样？你儿子已经被打成这样了，挽回不了了。”虽然张雅脸上一副沉重无比的样子，但心里却早已经乐开了花。邵娇这个狗杂碎，他不爽很久了，平日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现在收缴了他的作案工具，简直大快人心。从今往后，邵娇就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了，可以说是为江州百姓除了一大害。因此他心里面其实是挺欣赏楚风的，这嫉恶如仇的性子深得他心，所以他一定要保住楚风。邵彪冷冷地盯着张雅：“给我让开，楚风我今天非杀不可，你这小女娃还没有阻拦我的能耐。”张雅眉头一皱，确实双方的人数差距悬殊。邵彪今天有备而来，带的打手都是精锐，就连数量也比张雅带的人多，而且还不确定他们手中有没有枪，一旦打起来，自己这边绝对会吃大亏。但是楚风他也不想放弃，一时间张雅难以抉择。而就在这时，又一波意想不到的人马出现在了场上，为首之人是一位极为魁梧的身影，而他的名字在全江州也是如雷贯耳，雷豪。他一赶到便强势插入了双方队伍中，隐隐与楚风站在一起。而在邵彪这边看来，雷豪就跟站在张家一方无异。邵董，听说你最近很嚣张啊，不知道我能不能拦得住你？雷豪看着邵彪冷冷说道。他并非是被楚风亲自叫来，而是听手下说楚风被邵家的人针对，才赶紧赶来救驾。张雅也有些吃惊，雷豪怎么突然来了？他记得张家和雷豪并没有什么交情吧？难不成是父亲请来助拳的？还没等张雅发问，邵彪就眯起眼睛冷笑着说道：“好啊，张侄女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就连咱们江州的雷爷也被你给请来了。”雷豪微微一愣，意识到邵彪误会了，但他摸不清自己老大愿不愿意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贸然揭露，保持了沉默。此举也让邵彪相信了自己的判断，脸色变得阴沉无比。难怪钱豹死后雷豪的反应如此之快，一切都对上了，原来两家早在暗地达成了联盟，就是为了防他们邵家。真是藏得够深啊，他竟然没有发现半点蛛丝马迹。如果张雅知道邵彪的想法，肯定会在心里喊冤，就连他也是刚知道原来他们张家和雷豪结盟了。但不管如何，雷豪似乎都是站在自己一边的。张雅底气十足地说道：“邵董，楚风我们保了，你动不了他，你还是赶紧带儿子去医院疗伤吧，不然他这么严重的伤势，说不定会大出血去世。”邵彪闻言，心中也是一紧，娇儿的生育能力已经没了，可不能把命也给丢了呀。如今他一家同时面对张雷两家，力有不逮，就是侥幸打赢了，也会拖到很久以后。看来只能暂时退去，从长计议了。虽已萌生退意，但邵彪可不愿意狼狈离去，冷冷道：“今日之仇，我记住了，来日一定会加倍奉还。”张雅有些不服：“是你们先挑事的，变成这样也是活该。”邵彪冷哼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金虎商会成员钱豹之死与你们张雷两家有关。如果不是你们先行挑衅，我今日也不会来找你们的麻烦。”张雅冷笑一声：“这种鬼话谁会相信，都是借口罢了。”而就在这时，楚风疑惑的声音响起：“什么时候钱豹变成他们弄死的了？明明是他先得罪了我，我才干掉他的。”闻言，邵彪不由得一愣，楚风的言论跟他猜测的不对啊，难道是在骗他？但紧接着楚风继续道：“那个叫钱豹的，他手下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的麻烦，而且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急着杀我，我很怀疑他身后有人在教唆，不然也不至于让一群谋财的人害命。也正因如此，我才把钱豹这个带头大哥干掉，结果又引出了你们。”说着，楚风玩味一笑：“如果那个教唆之人真的存在，你们算是被人当枪使了。”第77章，少爷，我有一计。被当枪使了？邵彪陷入思索。如果有人真的想杀楚风，并雇佣钱豹出手的话，钱豹一死，那么自己也会顺理成章的被拖下水。即便对方的本意不是这样，但自己的儿子也确实是被坑了一把。如果不是因为钱豹死了，他也不会注意到楚风这样的小角色，也就不会让娇儿出手解决他。说不定自己的儿子也就不用受这么大的罪了。邵彪的目光立刻冷了下去。钱豹的幕后教唆之人，他要好好查一查了。动不了楚风，难道还动不了你这个藏头露尾的东西吗？但哪怕有人从中作梗，也并不代表他会放过楚风。邵彪冷哼一声，让手下扶着儿子坐车离开了。邵彪离开后，张雅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把这个瘟神送走了。他忍不住好奇地看向了雷豪，这位雷爷到底是因何而来？
又为什么会帮他站台？而在他看向了雷豪的时候，张雅惊讶地发现对方正在和楚风说话，神态间竟然带着几分恭敬。楚风随口说了一句什么后，雷豪就离开了，根本没有搭理自己。哪怕张雅再笨，也该明白雷豪根本不是帮自己忙的，而是为了楚风而来。雷豪离开后，张雅忍不住问道：“楚风，你可以啊，居然还认识雷爷，你们是什么关系？”楚风看着他，认真地问道：“你想听实话吗？”张雅理所当然地说道：“肯定是听实话啊，谁可以听假话？”楚风点点头：“那好，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雷豪是我的小弟。”说完，楚风就十分淡定地看向张雅，观察他的表情。果不其然，张雅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就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的故事一般。“你别瞎说了，雷爷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大哥？”张雅哼了一声说道：“不想说就算了，没必要开这种玩笑。你以为我真的稀罕吗？”楚风无奈，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现在这个世道，说真话已经没人信了。他四下看了看，发现已经不见沈若冰的踪影，心中不由得有些黯然。张雅注意到楚风露出这样的神情，很快就猜出了原因。他不会安慰人，也不会为了别的女人去安慰对方的男人。一想到楚风这样优秀的男人竟然会对沈若冰如此痴心，让张雅感觉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很是不爽。既然如此，那不如把这朵鲜花给撬掉。他微微一笑，对楚风说道：“怎么，心情不好，要不一起去吃个饭？”楚风回过神，看向张雅：“怎么忽然想起请我吃饭了？商会的开幕典礼你不管了吗？”张雅轻哼一声：“你看这一片狼藉的样子，人都跑光了，典礼还怎么办？都怪少家，刘峰商会恐怕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开业了。”楚风看向会场，确实没几个人了，大部分人在枪响的那一刻，生怕波及到自己，已经赶紧溜了。楚风微微一笑：“好吧，既然女士有请，我如果拒绝的话，岂不是显得没礼貌吗？”而就在两人去享用午餐之时，邵彪在私人手术室外焦急地踱着步。好一会后，手术室的灯熄灭，医生走了出来。他赶紧凑上去，紧张地问道：“我儿子怎么样了？”医生摇了摇头：“命是保住了，但是生育能力恐怕会永远丧失。”邵彪浑身一颤，他最不希望听到的结果发生了。他抓住医生的肩膀，焦急地问道：“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医生被邵彪的铁手抓得生疼，但也只能无奈地说道：“老爷，少爷那里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别说是我们，就是全世界也没有治疗的手段。”邵彪闻言，只能无力地松开了医生的手。他不是傻子，知道儿子伤情有多重，再怎么为难医生也没用。随即他的情绪变得暴怒起来。儿子会变成这样，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楚风，还有那个不知名的教唆钱豹杀楚风的幕后之人。他走出外面，正好看到迎面赶来的管家少福。“老福，我让你查的人，你给我查到了吗？”少福赶紧点头说道：“老爷，查到了，在钱豹死亡前后，有一笔钱到了他的账户上，应该是雇佣他杀人的款项。在此之前，钱豹一个叫狼狗的小弟也收到过杀死楚风的任务，并拿到了2笔钱。钱豹和狼狗的钱的来源都来自于同一个人。是谁？江州王家的大公子王震。”半个小时后，王震整个人被五花大绑，口中塞着自己的袜子，被抬到了邵彪的面前。“把他的嘴给我撬开！”邵彪冷冷地说了一句，准备离开。“是。”2名下人应了一声，拿着几样刑具走到了王震的面前。王震见状，吓得浑身都打起了哆嗦。他拼命全部力气将嘴里臭袜子吐掉，焦急地说道：“我说，少爷，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愿意说。”邵彪微微一愣，停下脚步：“这小子这么怂的吗？我这还没有动刑，就什么都肯说了。是你雇钱豹杀的楚风？”邵彪冷声问道。王震一愣，有些不明所以，怎么一副向他兴师问罪的口气？刚才的开幕典礼上，他可是亲眼看到楚风碰几枪干碎了你儿子的命根子。按理说，这位少爷应该是最恨楚风的人啊。王震小心翼翼地问道：“是我雇的，请问有什么问题吗？”邵彪冷笑道：“楚风就是因此把钱豹弄死的，而我儿子也被你间接当枪使了。你说你该不该死？”王震懵逼了，这特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报仇去找楚风啊，怎么硬扯上了我？他只感觉欲哭无泪，自己雇凶杀人，钱花出去了，人没杀了，反而杀手的老大还要弄死他，这特么算什么事啊？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邵彪暂时杀不了楚风，才找他泄愤。邵彪说道：“你一个小小的王家少爷，敢把我们父子2人当枪使，说吧，你想怎么死？”下一瞬，邵彪身后的下人们拿出了18般武器，似乎随时要把王震撕碎。王震直接被吓尿了，慌忙之下，他连声道：“少爷息怒，我有一计，说不定能治好少少。”第78章无名药方。哦，你有办法能治好我的娇？
邵彪一抬手，让手下暂且放下刑具。王震咽了咽口水，猛点头道：“对，虽然少少伤势极重，但世上能人异事众多，未必没有办法。我就听说过一位绝世神医，治好了朱局手千金所中奇毒，就连咱们江州医术第一的华神医也对他崇拜无比，尊他为师。”邵彪眯起眼睛，王震应该不敢骗他。难道江州真有一位绝世神医？他忽然想起一件蹊跷之事。半个月前，他买通张半城的私人医生，给他下了世间奇毒，结果张家妇女却活蹦乱跳，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莫非此毒也是那位神医所解？如果真是这样，娇儿鸡飞蛋打的伤势有救了。他急忙向管家邵福吩咐道：“快去请华医生来，他或许知道那位神医的下落。”是。邵福听令下去了。邵彪看着王震，冷冷道：“你应该祈祷，如果那位神医能把我儿子治好，你的命就保住了。”王震还能说什么？只能扯出一张比哭还难看的笑脸。空中花园餐厅内，张雅看着楚风吃饭，有些发呆，因为他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越来越不一般了。不管是武功还是医术，都堪称一流，人长得也帅，而且更重要的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家族的拖累。不管从哪方面看，都完美符合他的择偶观。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喜欢过别的女人。张雅回过神，脸颊微微泛起红晕。自己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老是发呆？一发呆就会想到楚风，难不成自己真有点喜欢上他了？他晃了晃脑袋，将这个想法扔掉，笑着问道：“楚风，这里的饭菜好吃吗？”楚风随口道：“还不错。”那就好，既然你喜欢，可以经常来。张雅说着，将一张卡片送到楚风手里：“这是空中花园的会员卡，凭此卡，你可以随时免费来吃。”谢了。楚风没有矫情，顺手就收下了。就在这时，他手机的铃声响起。楚风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是华医生打来的。上次治好朱玲之后，华医生缠着他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楚风接起电话，听到华医生恭敬的声音：“楚神医，请问您现在有没有时间？有一位大人物家的公子受了重伤，我束手无策，他请我向您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楚风问道：“病人受的是什么伤？”华医生将伤情描述了一遍。楚风的神情立刻变得怪异起来：“命根子被人打烂了。”他不由问道：“那个患者受的是不是枪伤？”华医生震惊：“楚神医，您这也太神了，竟然能猜出是枪伤。”楚风呵，因为这枪就是我打的，不知道就有鬼了。华医生紧张地问道：“楚神医，你有办法治吗？”对方说：“事成之后必有厚礼相送，把地址发过来。”楚风说完，挂断了电话。“我有个病患要治，就先走了。去了正好打听打听，邵家有没有查到指使钱豹的幕后之人。”说着，正要离开，而就在这时，张雅叫住他说道：“对了，楚风，你似乎跟那个叫王震的走得很近，小心一点。王家不久前花重金圈下一块商业用地，但就在昨天，城市规划变了，那块地成了废地，也因此王家急需找人顶雷，你注意一点，别被骗了钱。”楚风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他看着张雅，笑着道：“看不出来，你有时候还挺温柔贴心的。”张雅脸色微微一红，立刻辩解道：“别多想，这是你战胜邵家应得的奖励。”楚风没有时间，转身离开了。他戴着面具来到邵家门口，打了个电话后，邵彪和华神医出门来迎。看到戴着面具的楚风后，两人都是一愣。邵彪隐隐有种感觉，自己好像在哪见过对方，而且这位神医似乎太过年轻了点吧。华医生笑着迎了过来：“楚神医，您怎么戴了个面具啊？”楚风瞥了他一眼：“你觉得呢？”华医生顿时会意，像楚神医这样的绝世名医，如果暴露真身的话，每天求病看诊的人恐怕会踏破门槛。他了然一笑，不再多问，恭敬道：“楚神医快请进。”邵彪见华医生对这位年轻人的态度如此恭敬，也不敢怠慢，连忙将人请了进来。众人来到病房，华医生指着邵娇向楚风介绍起了伤情。楚风打断道：“多的不用说了，这伤我能治。”华医生和邵彪一愣，后者随即露出了狂喜之色：“楚神医，您真能治好我儿子吗？那就请您快快出手吧。”楚风疑惑道：“我是能治，但我说过我要治了吗？”邵彪一愣，心中有些恼火，这是在拿我寻开心吗？楚风平静道：“想让我救人，先拿点诚意出来。原来是要好处。”邵彪眉头舒缓开来，笑着道：“好说好说，只要楚神医能治好我儿，我可以给您1000万的医疗费。”楚风眼皮都没抬一下。华医生也道：“邵董，这台手术全世界恐怕也只有楚神医能治了，1000万还不值得他老人家出手一次。”邵彪觉得有道理，正要加码之时，楚风淡淡道：“想加钱的话，还是趁早算了，我不缺这种东西。”邵彪闻言，顿时打消了加诊金的念头，也是，这种级别的神医不可能缺钱。
忽然，他想起了自己早年前偶然所得的一件宝贝，或许能打动这位楚神医。他赶紧道：“我这里有一份无名丹方，不知楚神医感不感兴趣？拿来看看。”邵彪让人将这份年代久远的丹方取来，交给了楚风。看着这份丹方，楚风的眉头不由得一挑，上面的药材可都是世所罕见的大药啊！以他对药理的理解，这份丹方恐怕是一份洗髓伐骨的炼武秘药，而且此药的效果绝对非常之恐怖。邵彪忐忑道：“楚神医，上面有很多药材，我查遍各种古籍也找不到对应，但它确实是一份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丹方。”楚风心中一笑：“你当然不知道这些药材，这都是秘辛中的秘辛。本想套个情报就走，没想到还有了个意外收获。”他收起药方，淡淡道：“东西不错，值得我出手一次。”邵彪松了一口气，恭敬道：“还请楚神医出手救治犬子。小华，你来给我打下手吧。”楚风说道。邵彪有些震惊，这位楚神医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竟然让华神医给他打下手，这要是传出去了，绝对会惊世骇俗。然而更让邵彪震惊的是，华医生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反而欢天喜地地答应了。在做手术之前，楚风又道：“对了，你儿子有个鸡蛋已经彻底坏死不能用了，需要移植一颗鸡蛋，你找个捐献者过来，记住，不能是无辜之人。”第79章悲催的王震。要移植鸡蛋？邵彪不假思索的道：“没问题，我马上找捐献者过来。”说着转身就离开了。楚风把邵娇抬到手术室，等待着捐献者的到来。没过几分钟，一个被捆在担架上的男人被推进了手术室。他眼角含泪抬头望天，一言不发，看起来已经失去了生的希望。邵彪指着担架上的男人道：“楚神医，您看他怎么样？”楚风看向担架上的男人，眉头不由得一挑，表情变得很是精彩。这不是咱们的老熟人王震吗？他怎么会被邵彪抓来？不过不管他再怎么不喜王震，作为一个非常有职业操守的医者，也不能草菅人命。楚风皱眉问道：“我不是不让你找无辜之人吗？他难不成有罪？”邵彪赶紧道：“楚神医，您有所不知啊，这小子雇凶杀人，还把我们父子二人当枪使，所作所为罄竹难书，只取他一颗鸡蛋，留他性命，已经是我仁慈了。”楚风闻言，双目微眯，终于破案了，雇佣钱豹和狼狗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王震。当我的亲爹，顶我的功劳，还想杀我，真是好小子。楚风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他犯了这么多罪，打他一颗鸡蛋倒也合理，就是不知道他自己愿不愿意了。”邵彪瞥了王震一眼，眼神充满了杀意。“问你呢，是不是自愿的？”王震浑身一抖，点头如捣蒜：“愿意，我非常愿意为少少捐躯。虽然被嘎一颗鸡蛋会丧失一定的生育能力，但再怎么着也比死了要强。往好处想想，邵娇移植了自己的鸡蛋，那以后邵家的血脉都有自己的一份了呀。”想到这儿，王震的心情好了不少，心情也平静了许多。既然没问题，那我就开始手术了。楚风给手上消了消毒，戴上医用手套，一手拿着手术刀，一手拿着镊子，然后对着王震手起刀落，再用镊子一扯，一颗完完整整鸡蛋就这么下来了。一切都只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王震后知后觉，当他看到楚风用工具挑着的鸡蛋后，两腿之间的剧痛才涌了上来。下一秒，一阵惊天动地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手术室。“哎呀，忘打麻药了！”楚风拍了拍脑门说道。不过鸡蛋已经取下来了，也没必要再打什么麻药了。邵彪和华医生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夹紧了双腿。这位楚神医摘蛋的手法属实是惊艳无比，但不打麻药，死！生产队的猪都顶不住啊！冷血如邵彪都忍不住心疼起了王震。惨叫了一阵后，王震就这么昏死了过去。楚风面带微笑的做完了整场手术。手术结束后，邵彪连忙问道：“楚神医，怎么样了？我儿子的生育能力能保住吗？”“短了个3-2寸，但好歹还能用。”楚风说道。邵彪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短不要紧，能用就行。真不愧是绝世神医，果然名不虚传。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楚风淡淡的说了一句，准备离开。“我送送您。”邵彪连忙跟到了楚风的身后，一直将他送到了门口。等楚风离开之后，邵彪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疑惑。楚风和楚神医竟然都姓楚，这可真是巧了。一想到楚风，邵彪就恨得牙根痒痒，要不是有张家和雷豪护着，早把他碎尸万段了。别让我再见到你，楚风，不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而邵彪不知道的是，他心心念念想千刀万剐的楚风，刚刚才被他恭敬无比的送走。回去的路上，楚风将神秘药方上的诸多药材发给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让他们替自己寻找。广撒网，多敛鱼，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收获。做完这些，楚风回到了沈家，来到大厅，发现所有人都在。傅莲看到楚风后，吃惊的瞪大了眼睛，愕然道：“楚风，你是人是鬼？”楚风愣了愣，
傅莲这是在说什么胡话？他半开玩笑道：“我当然是人，鬼难道会有我这么帅吗？”姐夫，你真没事啊？沈灵儿蹭一下站起身，冲到了楚风的近前，有些不放心的摸了摸楚风的心跳，确定真的在跳后，开心极了。沈若冰坐在沙发上看着楚风，心里很开心他能回来，但欢迎的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只好作罢。沈灵儿好奇地问道：“姐夫，你当时不是已经被邵家的人围住了吗？是怎么逃出升天的？”楚风正要解释，只听傅莲冷哼一声：“还能因为什么？肯定是张小姐看他可怜，出面保住了他一命。要不是有张小姐在，这种废物早就骨头都被扔去喂狗了，怎么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楚风平静道：“就算没有张雅，就凭邵家那么点人，也不可能对我造成丝毫威胁。”傅莲挖苦道：“整天就知道吹牛逼，当时邵家100多号人围杀你，就是一人一口唾沫星子，也足够淹死你了。真以为自己会点花拳绣腿，就天下无敌了？我呸！”沈若冰皱眉问道：“楚风，是张小姐救的你吗？”楚风有些无奈，他发现自己说实话永远只有被人误解的份，他只好摆烂般说道：“对，是张雅救的，没有她我就死定了。这么说，你们总满意了吧？”而沈若冰等人还真信了这个说法。沈若冰沉声说道：“张小姐帮了你那么多，你应该登门拜访，好好的去谢谢她。”说完，沈若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楚风落难之际，自己一点忙都没有帮上，还差点拖了后腿，最终还是张雅救下了楚风。如果没有张雅，可能连他自己都会被邵家吃干抹净，这显得他十分无能。然而，楚风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种小事有什么好谢的？要谢，也应该是张雅谢我，不然他就变成邵家的媳妇了。傅莲立刻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这么狂妄自大，还想让张小姐谢你？我要是张小姐，听到你这话，早2巴掌扇过去了。你知不知道和张家搭上线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结果你还不肯去拜访张家，白白浪费这天大的好机会，你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傅莲的谩骂并没有动摇楚风的想法，他向来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决定的事不会更改。第80章大冤种。3天之后，王震终于可以下地，但他放鸡蛋的袋子里却永远的扁了下去，每走一步都有撕裂般的痛苦，这让他对给他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充满了恨意。但人家可是一位绝世神医，绝不是自己能够惹得起的。难道去怪罪邵家？那更不行了。但凡露出丝毫的不满，自己丢掉的可就不是一颗鸡蛋了。该死的，为什么每一个姓楚的都跟克星一样克我？再想想自己家族做出的巨大决策失误，花巨额资金买下的那块地皮，竟然变成了废地。如果不尽快解决，他们堂堂一流世家很可能就此没落下去，变得连沈家都不如。必须得赶紧找一个顶雷的背锅侠，把地皮给转让出去。他的脑海中立刻就浮现出一个人选，嘴角勾起了冷笑。沈家，王少来了。哎呦，怎么还带了礼物啊？傅莲看着到来的王震，露出欢迎的笑容，但他总是隐隐有种感觉，王震几天不见，变得有些娘炮了。是错觉吗？快请进，快请进。王震走到客厅坐下，把礼物放下后，发现所有人都在，开门见山道：“伯父伯母，我记得你家还有一笔欠款没还，所以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商机。”商机？沈天风坐直身子，笑道：“那我可得洗耳恭听了。”沈若冰的眼中泛起淡淡的疑惑，王震有这么好心？但没证据，沈若冰不好说什么，在一旁静静听着。王震微笑着道：“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王家在城北尖花岭区盘下了一块地皮，那里是咱们市未来重点开发区，这点我想大家都知道吧？”沈天风心中一动，那块地皮他当然听过，据说马上就会翻小10倍的价格。贤侄突然提这个做什么？那块地皮已经被你们王家收入囊中，没什么用得着我们沈家的地方吧？王震叹气道：“伯父您有所不知，我爸爸看中了一个潜力新股，着急要现钱投资，而我们王家为了那块地皮耗尽了流动资金，不得已才只能转让一部分地皮。这么大的好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沈家。”傅莲脸上顿时笑开了花。哎呀，王少，你这实在是太客气了。楚风听着王震的描述，想起了张雅的话，莫非王震现在说的就是那片废地？他这是想找接盘侠了吗？沈天风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马上升值的地皮说转让就转让，不应该啊。王震看出了沈天风的犹豫，笑着道：“伯父，其实这块地皮我们王家不是非要转让，主要是不想让若冰因为欠款操劳。”沈天风恍然大悟，原来是想泡我女儿，这样的话倒也能说得通。沈若冰俏脸一冷，他还没落魄到需要人施舍的地步。王少，这么好的地皮，我看还是别卖了。再说，你既然知道我们沈家欠债，就应该知道沈家没有买地皮的钱。王震早有准备，说道：“若冰就凭沈家现在流风商会成员的名头，想要钱，
直接跟银行打声招呼就行了，想贷多少就能贷出多少。我把我家的地皮按原价卖给你，到时候转手一卖，不仅欠账一口气全还上了，说不定还能有盈余。沈若冰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和张家合作，欠款迟早可以还上，不急于一时。但其他人却已经被王震画下的大饼诱惑了。妇联焦急道：若冰，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这大好机会，要是不抓住，咱们家的欠款还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呢。沈天风也劝道：若冰，王贤侄不会害你的，答应下来吧。沈若冰思考许久，见父母这么坚持，也只好点了点头。沈天风眉头舒缓开来，赶紧打电话去银行贷款了。不多时，靠着刘峰商会的名头，一口气贷到了整整8000万的款项。一旁的王震心中笑开了花，8000万差不多够弥补他们家1/10的亏损了。沈若冰谨慎道：爸，要不先用这笔贷款将欠账还了吧，余下的再买地如何？王震眉头一皱，正要劝阻，沈天风的话语却是更快。他大手一挥道：那块地皮的行情我知道，立马就要升值了，投多少就能赚多少。女儿，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啊，不能犹豫，你的经验还是太浅了。妇联也附和道：是啊，若冰，现在是赚大钱的时候，别畏手畏脚的，王少还能害你不成？沈若冰有些无奈，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便没有继续坚持。而王震已经乐得快憋不住笑了，真是一群大冤种，上赶着给他送钱吗？这不是。王震表面上不动声色，笑着道：8000万是吧？这么多钱，能够买的地皮面积是这个数，伯父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签转让合同吧。沈天风看了看合同，发现一切正常。正当他准备签字的时候，楚风开口了：如果我是你，就不会签这个字。妇联不满道：废物，你在那逼逼啥？你配在这种场合发言吗？楚风淡淡道：我得到可靠消息，城市规划变了，尖花岭的这块地已经不再是重点开发项目。放肆！一派胡言。王震心中一慌，色厉内荏的叫道：楚风，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妇联也尖叫道：废物，你给我闭嘴！你说是废地就是废地吗？我们一个一流家族，一个二流家族都接触不到的消息，你凭什么知道？你再捣乱，就给我出去！沈天风不满地瞪着楚风道：这类风言风语，每年都有一堆，又有几个是真的？楚风，说话是要讲证据的。你说城市规划变了，证据在哪？楚风眉头微微一皱，证据？这种事哪来的证据？王震见楚风不说话，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小子也就是瞎蒙而已，一点证据都没有。没想到他瞎猜竟然猜对了，真是危险啊！他赶紧恢复常态，一副关心的样子道：楚风，我知道你看我很不爽，但也不能歪曲事实啊，这样只会让人看不起你。沈若冰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有些失望，楚风撒谎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已经懒得说什么了。楚风看向沈若冰，沉声道：若冰，你相信我一回行吗？你们沈家不能再欠钱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你的谎言。沈若冰冷冰冰地说了一句，看向了沈天风：爸，签字吧。第81章空中花园。在沈家众人的一致同意下，转让合同很快签了下来。楚风看着这一切，心中无奈，火坑是你们自己要跳的，拦不住能有什么办法？沈灵儿凑了过来，小声问道：姐夫你怎么了？心情不好？没等楚风说话，他就自顾自地拍了拍楚风的肩膀，笑着道：哎呀，没事的，王震不就是出了次风头吗？那有什么？姐姐没那么容易变心，现在只不过是生你的气而已。楚风摇摇头：我知道他是在生我的气，我心情不好的原因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楚风看着沈灵儿，认真说道：信了王震的话，沈家会吃大亏。只可惜，哪怕沈灵儿也不愿意相信楚风的话，笑着安慰道：姐夫，肯定是你杞人忧天了，哪有那么巧的事？道听途说的话不可信啊。楚风摇摇头，不再多言。合同签完，妇联等人喜滋滋的，心情非常好。王震趁势提议道：伯父伯母签了这么大个单子，我觉得应该去庆祝庆祝。正好到饭点了，要不去外面吃个饭吧？正好我办了空中花园餐厅的会员卡。空中花园？沈灵儿眼睛一亮，惊呼道：那可是咱们这儿最有名的会员制餐厅，号称是全江州最浪漫的酒店，哪怕是最普通的白银会员卡都难得到了极点。尤其是空中花园顶层的天空城，是江州无数情侣做梦都想去打卡的地方啊。妇联赞叹不已，真不愧是一流世家，居然能弄到空中花园的会员卡。阿姨还从没去过呢，今天正好沾沾光。王震微微一笑，这张会员卡其实是他找朋友借的，为的也就是装装逼而已。空中花园这种级别的餐厅，一流世家也不配天天消费。他看向楚风，故作大方地说道：楚兄弟，你要不要一起来？光留你一个人在家吃些残羹剩饭也不合适。心里则是冷笑：废物，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妇联有些迟疑，那种高端场所带一个劳改犯去，会
会不会拉低咱们的格调？王震笑着道：“无妨，只是一个餐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带楚兄弟去见见世面也不错。”傅莲这才点头，瞥向楚风：“废物，看看人家王少多大度，你要是有王少的1/10，也不至于这么没出息。王少好心请你，还不赶紧谢谢王少？”楚风懒得理会傅莲。空中花园那种地方他随便去，还需要人请吗？看楚风吊儿郎当的样子，傅莲气不打一处来，正要说什么的时候，王震笑道：“伯母，还是算了，楚兄弟也是有自尊心的，还是王少体贴。”傅莲露出笑容，看向女儿道：“若冰，你看看，高下立判了，王少对你这么好，你别辜负王少。”沈若冰没有说话，她打心底是支持楚风的，只可惜楚风刚才的表现却是让她很失望，而王震的表现则挑不出一点毛病。楚风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一行人来到空中花园，开门就有伦敦腔的外国老管家迎接，餐厅内的装饰和布局也让人大开眼界。沈灵儿美目发亮的看着这一切，忍不住道：“真是名不虚传，果然好浪漫啊！”傅莲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感觉以前去过的酒店都弱爆了，不愧是一流世家才有资格来的会员制餐厅，普通厅都这样牛逼了，那传说中的天空城岂不是更顶？傅莲期待的向王震道：“王少，你不是这儿的会员吗？能不能带我们上那什么天空城看看？”天空城？王震迟疑，他也是头一次来空中花园，不知道天空城该怎么上去。不过有会员卡的话，应该没啥问题。而且天空城是泡妞圣地，如果去那里吃一顿，不仅有面儿，说不定还能让沈若冰另眼相看。既坑了沈家的钱，又把女人玩了，岂不美哉？想到这儿，王震笑着道：“既然伯母想去天空城，那我就带您上去。来，这边走，这边有楼梯。”傅莲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王震真有办法，对王震愈发满意。等到了天空城，一定要好好撮合他和若冰的婚事。沈灵儿撞了撞楚风说道：“姐夫，天空城去了那个情侣圣地，你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我姐把矛盾说开了。”楚风笑着摇摇头：“带咱们去天空城的是王震，跟我有什么关系？”沈灵儿鼓励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加油啊，姐夫！”“好好，我尽量。”一行人来到通往天空城的楼梯前，楼梯口有2名保安走上前道：“对不起，普通客人请在此止步，只有贵客才能在天空城用餐。”傅莲看着眼前的2个小保安，脸上露出了浓浓的轻蔑之色，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难道看不出来我们就是贵客吗？还不快滚开！要是打扰了我们用餐，你们2个就完了。”2名保安对视一眼，说道：“那请您出示一下会员卡。”傅莲趾高气扬地哼了一声：“王少，让他们看看会员卡，2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待会就投诉死他们。”王震走上前，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卡亮了亮，傲慢道：“还不快带路！”傅莲见状，对女儿说道：“若冰，看到了吧？王少这种豪门大少才能配得上你，像楚风这种垃圾，一辈子也就跟那2个小保安一样。”傅莲的话音还未落，2名保安在看到王震的银色会员卡后，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2人厉喝道：“滚出去，否则别怪我们将你们当作闹事之人处理。”王震的脸色一僵，这是怎么回事？傅莲愣住了，他感觉被一只无形的手啪啪打脸。他气愤道：“你们眼瞎了吗？没看到我们有会员卡吗？敢对我大呼小叫，我要投诉你们！”结果2名保安没再继续惯着傅莲，其中1人一把抓住了傅莲，像押犯人一样将他的手反剪在后面。傅莲疼得跪到地上，眼泪都流出来了。“哎呦，保安打人了！哎呦，疼死我了！”沈家众人见状都紧张起来。“妈，老婆！”王震脸色阴沉地走上前：“给我把人松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哎呦！”王震才叫嚣了没2句，另一个保安一拳头打在他肚子上，直接把王震也给干趴下了。2名保安赫然是2位武者。第82章，人不能一直被打脸吧？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沈家众人压根儿来不及反应，回过神来，傅莲和王震一个被按到地上，一个抱着肚子直抽抽。沈天风厉喝道：“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竟敢当众殴打顾客，这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吗？”其中1名保安平静道：“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证天空城上贵客的安全，你们当中要是混进了刺客怎么办？”沈天风气的七窍生烟，竟然把他们当成了刺客！快把人给我放了，上面的人是贵客，难道我们就不是贵客了吗？保安语气带着几分轻蔑：“对不起，白银会员还真不算贵客，只有在普通楼层吃饭的资格，只有黄金会员及以上的贵客才能在天空城用餐，敢靠近天空城就是你们的错。”沈天风何时受过这样的气？不就是一个破饭店吗？拽什么拽？黄金会员多少钱？我充了，等我成了黄金会员，一定让你们2个卷铺盖滚蛋！保安冷笑一声：“成为白银会员需1000万入会费，而想要成为黄金会员，入会费是5000万。5000万！
沈天风人傻了，掏银行卡的动作也变得僵硬无比。别说5000万了，他就连1000万都拿不出来，白银会员都充不起啊！沈灵儿也吃惊的张大了小嘴，难怪空中花园的会员这么难得，原来入会费如此昂贵。但看到亲妈被按在地上痛呼，沈灵儿有些心疼，忍不住拉了拉楚风的胳膊道：“姐夫，救救我妈妈！”楚风摇摇头，他落的这个下场算是咎由自取，如果一开始不骂2位保安，问清楚不就没事了吗？人家保安做的没错，我看还是乖乖认个错吧。妇联一听这话，气得直骂：“你个死没良心的！我沈家白养你这么多年，你平时不是挺横吗？真到用你的时候，怎么怂得跟个狗一样？”楚风神色平静，并没有因为妇联的谩骂而动摇。他这个人并不好斗，只有忍无可忍时才会出手。更何况保安根本没做错，他为什么要替妇联教训他们？这时，沈若冰忽然站了出来，对2名保安道：“两位，刚才是我的家人莽撞了，还请2位高抬贵手，我们这就走。”2名保安闻言，神色微微缓和，正准备放人的时候，忽然听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怎么了？这是？难道有人敢在天空城门口闹事？”众人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发现是一个有几分风韵的中年女人，穿着经理制服。刘经理，2名保安见到来人，连忙问候了一声。妇联也努力地抬头看向这位刘经理，当他看到对方的相貌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刘玉，刘经理也看向被压在地上的妇联，惊讶道：“妇联，老同学！”妇联惊喜地叫了一声，然后立刻朝保安呵斥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松开！没看到我跟你们经理认识吗？”保安见状，只好将妇联松开。妇联揉着发痛的肩膀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瞪着2名保安，冷笑道：“没想到吧，我跟你们经理是老同学，马上就要你们好看。”王震见状也不再装死，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脸上写满了尴尬。他今天算是丢了大脸了，不仅逼没装成，还没打了一顿。“妇联，你怎么会在这里？”刘玉皱眉问道。妇联愤慨道：“我们来这里吃饭，就问了一下能不能上天空城看看，结果这2个臭保安就当众打人。刘玉，你可要为我这个老同学做主啊，把这2个小保安开除了。”刘玉呵呵一笑：“都是老同学了，这忙我肯定帮。”妇联顿时得意起来，朝着2名保安一阵指指点点，态度十分嚣张。刘玉看向2名保安，淡淡道：“你们2个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把这群穷逼赶出去！听见了没？让你们……”妇联得意洋洋的正要叫嚣，却猛地意识到刘玉的话不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2名保安应声趁势挡到了妇联面前。“刘经理让你们滚出去，是你们自己滚，还是我们帮你？”妇联懵逼了，怎么跟剧本不一样啊？他忍不住看向刘玉，焦急地说道：“老同学，你是不是说错了？不应该是开除这2个小保安吗？为什么要赶我走啊？”刘玉冷笑一声：“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少拿这种关系跟我套近乎。妇联，我告诉你，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你还不配来这个级别的餐厅用餐。”妇联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没想到刘玉不帮自己也就算了，竟然还落井下石，这让他刚才装出去的逼都变成了一个笑话。他现在出奇的愤怒，骂道：“不就是个大堂经理吗？装什么装？还不是给人打工？你还敢赶我？告诉你，我随便认识的一个人，你都得罪不起。”说着，他看向王震：“王少，让这个贱女人知道知道，她是在跟谁说话。”王震心中一动，自己装逼的机会又来了，这正是自己挽回声誉的好机会啊！他整了整衣服，摆出一副贵气逼人的姿态，走到刘玉面前：“刘经理，初次见面，我是江州王家族长之子王震，能不能给个面子？”妇联得意道：“听见没有，王家大少爷，你有种得罪一下试试。”然而出乎王震和沈家众人预料的是，刘玉不仅没有露出害怕的表情，反而还有些疑惑：“王家很牛逼吗？连王家都不知道？你是土鳖吗？”妇联还以为刘玉没听说过王家，忍不住嘲笑起来。刘玉淡淡道：“王家我自然知道，但那种小家族还没有跟我叫板的资格。”王震不爽了：“喂，你说话过脑子？你一个小小的经理，我们王家动动手指就能碾死？注意你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个打工人。”刘玉轻蔑一笑：“谁告诉你我是打工人的？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当经理吗？因为我老公是空中花园背后的董事，他姓金。”王震微微一愣，随即眼睛猛地瞪大：“金董事，那可是空中花园最大的股东之一啊！这家餐厅只接待一流世家以上级别的客人，足以证明他身后关系的恐怖。而金董事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虽然不如张家、邵家这个级别的庞然大物，但也不是他们王家能惹得起的。”操，又被打脸了。第83章，别在这里发癫。金董事，妇联虽然没听说过，但听名字就很牛逼的样子，这让他心里有些怂。但王家好歹是一流世家，不至于怕一个餐厅的董事吧？正当他满怀期待看好王震之时，王震的脸色却立刻变得讨好起来。原来是金夫人，
失敬失敬。我小王啊，我爸还和金董事吃过饭，刚才多有得罪，还请您别往心里去。改日我一定登门赔礼道歉。刘玉淡淡的吐出了一个字：滚。这就滚，这就滚。王震陪着笑脸，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而王震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反转，让妇联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不光是因为被打脸，还因为嫉妒。刘玉这贱女人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傍上了那么牛逼的大人物。伯父伯母，咱们赶紧走吧，我还有别的餐厅的会员，咱们去别的地方吃。王震擦了擦额头冷汗，劝道。妇联站在原地，咬着牙问了一句：刘玉，同学一场，真的要这么绝情吗？刘玉轻蔑地看着妇联，赶紧滚，什么档次，敢来这种餐厅吃饭？妇联闻言心中冒火，嘴硬的来了一句：好，你给我等着，下次让我女婿带我来，我看你还敢不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刘玉淡淡道：好啊，那我等着。但最终妇联也只是放了几句狠话而已，他多少是有点逼数的，为这种小事去麻烦自己女婿还犯不上。正准备灰溜溜的走人时，楚风平静道：就算不能去天空城就餐，也不至于赶人吧，只是吃个饭而已，你们这样有些店大欺客了。此言一出，还没等刘玉说话，王震就厉喝道：楚风，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刘经理让咱们滚，乖乖的滚就行了，再多嘴小心走不出这家餐厅。沈灵儿也拉了拉楚风的衣袖：姐夫别说了，为了这点小事犯不上。刘玉看向楚风，虽然感觉有些眼熟，但还是轻蔑一笑道：快点滚吧，我不屑和你们这帮土鳖理论什么。楚风玩味一笑：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还非在这里吃饭不可了，天空城的环境就挺不错的。刘玉斜眼看着楚风，轻蔑道：那也得有这个能力才行，你还不配。楚风笑道：有意思，我前2天才刚来过，现在又不配了。沈若冰有些看不下去了，在他看来，楚风肯定是说大话的毛病又犯了。楚风，别说了，你说这么多大话，是嫌沈家丢人丢得不够多吗？沈天风也嘲讽道：你说你去过天空城，做梦也要有个限度，天空城的奢华，恐怕你做梦都想象不到。楚风神情平静地看向沈若冰：若冰，你想去天空城看看吗？想不想去？他当然也是想的，去看看传说中的天空城有多么漂亮，但他已经过了幻想的年纪，还是现实一点吧。沈若冰严厉道：楚风，你别胡闹了，别让我发火。楚风笑着道：那就是想去，对吧？下一秒，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张紫金色的卡片，夹着指尖向刘玉问道：现在我能不能去天空城用餐？王震不爽地骂道：别在这里发癫，你拿一张破卡能忽悠得了谁？骗人骗到空中花园来了，你简直在找。王震话还未说完，下一秒刘玉的手猛地一甩，狠狠地抽在了王震的脸上。王震直接被扇懵了，但又不敢生气，因为打他的人是金董事的老婆。但刘经理为什么突然打他？他说错什么话了吗？王震懵逼地看了过去，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眼珠子都要瞪下来了。只见刘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楚风手中的紫金卡片，心中则掀起了惊涛骇浪。紫金会员卡在空中花园，白银会员的入会费是1000万，黄金会员的入会费是5000万，而在两者之上的紫金会员却不需要花1分钱买，而是空中花园主动送。只有江州市首、江州首富这个级别的大人物才值得空中花园如此郑重。而从楚风手中那张会员卡的编号来看，正是他们送给张家的紫金会员卡。到了这时，刘玉也想起来了，几天前张家千金确实去天空城吃过饭，而且还是和一个同龄男子一起吃饭，足见双方关系之亲密。那名男子正是眼前此人，这样的人物不仅不能得罪，而且还必须以顶礼款待。刘玉的神情立刻变得恭敬起来，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傲气。原来是贵客，刚才是我唐突了，几位快请到天空城上座。刘玉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反转，让王震和沈家众人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什么和什么？刚才不还在撵人吗？为什么突然又要请我们上座了？愣了好一会后，他们才反应过来，肯定是楚风手中那张紫色的会员卡起到了作用。刘玉一把拉住了妇联的手，满脸堆笑的说道：老同学，有这么硬的关系，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非要拿张白银卡打趣我？刚才那些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对了，咱们有10年没见了吧？要不找个时间约一约？我认识一家特别好的美容店。刘玉如火般的热情和熟络，打了妇联一个措手不及。这反差未免也太大了吧？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好啊个不停，应付了过去。和妇联拉完家常，刘玉指着王震向楚风问道：楚先生，此人用言语辱骂过您，需不需要我把他用乱棍打出去？王震闻言顿时紧张地看向楚风。楚风笑着摇摇头：不必了，让他也上去吧。是，我听您的。刘玉笑着点点头，放过了王震。接着
众人又迷迷糊糊的被拉上了楼梯，来到了无数人吹捧的天空城。一时间，沈若冰姐妹都看呆了。该怎么形容天空城呢？毫不夸张地说，绝对是人间仙境一般的景象。光是在这里看风景，都是一种享受。众人被刘玉带着落座，一道道精致奢侈的菜品被端了上来，服务细致到了极点。第84章，社会上的事少打听。终于等刘玉和所有的服务员退下后，众人才紧张地看向楚风。傅莲嘴唇都有些发干，小心翼翼地问道：楚风，你刚才拿出来的卡也是空中花园的会员卡吗？但那也不像是黄金会员卡呀，不是金色的。沈天风说道：别傻了，如果是黄金会员卡，值得刘玉那么郑重吗？肯定是更高级的会员卡。同时他心中也在沉思，楚风一个劳改犯是哪来的这妖牛逼的会员卡？他总不能真是省城大少吧？沈若冰看着楚风，心里有些惭愧，是自己刚刚误会楚风了，他确实没有说谎，真的能带他来天空城。楚风淡淡道：朋友送的，至于什么级别的卡我也不知道。楚兄弟，什么朋友能送那么牛逼的会员卡？方便透露一下吗？王震笑着试探道。他始终有些不相信楚风能拥有空中花园的会员卡，要知道哪怕是他都舍不得充最便宜的白银会员，一定是有什么猫腻。楚风瞥了王震一眼：我有什么朋友需要向你汇报吗？沈灵儿没放过这次贬低王震的好机会，奶凶奶凶地说道：就是需要向你汇报吗？社会上的事少打听。王震被对的心里窝火不已，但碍于沈灵儿的老公太过牛逼，屁也不敢多放一个。我就不信问不出来，炸也要炸出来。他眼珠子一转，说道：楚兄弟，这张会员卡该不会是张雅小姐的吧？你认识的人当中，好像也只有张雅小姐有这个能力。傅莲有些疑惑：不会吧，张雅小姐那样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对楚风那么好？她总不可能会看上一个劳改犯吧？王震趁势说道：那有没有可能是偷的呢？听到这个言论，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想想楚风的身份地位，想要得到这么高级的会员卡，似乎除了偷也没有别的办了。傅莲脸色一变：楚风，你给我老实交代，这张会员卡是不是你偷的？沈天风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外人注意后，才低声厉喝道：这张会员卡的原主人是谁？快说，你偷了东西，人家知道吗？楚风皱了皱眉，搞不清楚这家人是什么脑回路。一张会员卡而已，谁会去偷？沈灵儿也道：爸妈，你们想多了吧，姐夫不是那种人，再说一张会员卡有什么可偷的？傅莲冷哼一声：那可说不准，谁知道这小子在监狱蹲了3年大牢，染上了什么臭毛病？沈天风看向女儿，沉声说道：灵儿，你可别小看空中花园的会员卡呀，你刚才没听到吗？办一张最便宜的白银会员卡都要1000万。楚风偷得这张卡显然要高级很多，他这一偷可比抢银行赚多了。沈灵儿闻言不由得一愣，似乎确实是这个道理，但他还是不信姐夫会去偷东西。听着众人对自己的口诛笔伐，楚风平静道：不想吃可以不吃，没人逼你们非要留在这儿。傅莲一听就恼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这是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懂吗？沈若冰看着楚风，黛眉微微皱起：楚风，那张会员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跟我说清楚。楚风看着他，眼中泛起一抹失望：若冰，就连你也怀疑我吗？沈若冰也知道自己胡乱怀疑人是不对的，他斟酌着语气说道：我不是在怀疑你，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合理的答案，毕竟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不应该拥有。楚风闻言心中不由得一叹，说到底还是不信任他。这张卡是张雅送给他的，来历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绝对不存在偷窃这种说法。但要真说实话的话，其他人难免会多想。他只好说道：若冰，这张卡确实是朋友送的，至于朋友的名字我不方便说。闻言，沈若冰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在这应该自证清白的时候，楚风却选择了隐瞒，这未免太可疑了。他失望地摇摇头道：楚风，我不多说你什么，早点把卡给人家送还回去，向人家好好赔礼道歉，趁现在还来得及。傅莲轻蔑地看着楚风：我就知道，一个当了一辈子废物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得这样牛逼？我们沈家世代忠良，有你这种小偷一样的垃圾，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王震见楚风没反驳，也真以为楚风是偷来的会员卡，立刻义正言辞地说道：没想到楚兄弟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咱们人可以穷，但志不能短啊。再说了，这张卡的原主人一定非富即贵，你偷了人家的东西，等人反应过来，你不就惨了吗？他看了在场众人一眼，危言耸听道：说不定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也要跟着你遭殃。傅莲一听被吓到了，朝楚风骂道：你这个丧门星，听到王少说的没有？赶紧滚去把卡给人家还了，要死你一个，别把我们也给带上。沈天风意味深长地说道：年轻人别好高骛远，一味攀比，
否则早晚要吃大亏。众人的口诛笔伐，只让楚风感到吵闹，帮沈家挽回了一次面子，却被定性成了小偷，简直可笑。想要解释是吧？那好，我给你们一个解释。楚风拿出手机，准备让张半成过来宣布一下他的真实身份。没办法，他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没人信。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路过了这儿，是天空城的其他客人。王震和沈家众人立刻闭上了嘴。能来这个地方吃饭的人都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要是一不小心冲撞了对方，就坐地等死吧。来人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看起来白白净净，很是帅气，但是他的身上却没有丝毫的贵气可言，相反还有种狠厉的气质，让人望而生畏。他路过之时，顺便看了众人桌上的菜品一眼，眉头微微一挑，顿住了脚步。这些菜品可是紫金会员的标准啊，如果能结交一番，对家族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微笑着看向众人，笑道：几位是生面孔啊，莫非第一次来？第85章，最后一颗也没了。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众人的心不由得提了起来。要知道，能在这里吃饭的都是有钱人中的有钱人。对方主动来搭讪，如果不好好对待的话，可就得罪大人物了。是，我们是第一次来。妇联有些心虚地说道。面对陌生的大人物，他显得格外客气。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年轻男子笑道。我这个喜好交友，所以想跟各位结交一番，不知各位可否欢迎？闻言，沈家众人顿时有些为难。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直接拒绝有些不太好。看出众人为难，年轻男子彬彬有礼地说道：看来是我唐突了，那我下次再来拜访吧。说着就要离开。沈天风见状急了，这可是和大人物结交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他赶紧道：没有这回事，小友你快请坐，我们第一次来天空城，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还想向你好好请教一番呢。年轻男子闻言笑着点点头，顺势坐下。但他却从沈天风和妇联等人拘谨的神情中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紫金会员再次也是一座城市中最顶尖的大人物，怎么会如此畏畏缩缩？难不成这家人是沾了某位大人物的光才能做到这儿的吗？那位大人物是在场的谁？而同时，王震和沈天风也在打量着这名年轻男子。尤其是王震看到对方长相比自己帅气，而且还多金，心里不禁有些不爽。难不成凑过来是想向沈若冰和沈灵儿搭讪的？那岂不是说自己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行，必须试探一番。想到这儿，王震笑着问道：相逢即是缘，不如认识一下。我叫王震，兄弟你贵姓？年轻男子看向王震，发现此人带着一股世家子的贵气，莫非他就是这桌真正的紫金会员？想到这儿，年轻男子客客气气多说道：免贵姓高，名胜。王震愣了愣，高胜这个名字没听过呀。高胜兄弟应该不是本地人吧？高胜笑着道：我是临市北宫市人，和我哥在北宫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公司。北宫？王震摸了摸下巴，那地方好像没有姓高的世家，这个高胜是从哪冒出来的？他想了想，试探道：高家以前没有听说过啊，莫非是北宫的新贵？高胜点点头。王少说的没错，我们高家10年前才刚发家，生意也才刚刚做大。此言一出，不管是王震还是沈天风和妇联，眼中都闪过了一抹轻蔑。如此说来，这个高胜不过是个暴发户而已，还以为是多牛逼的大人物呢，结果连世家都不是。之所以能在天空城吃饭，估计仅仅是因为有了几个臭钱，为了显摆硬买了个黄金会员罢了。要知道，对王震这种世家子弟来说，底层出身的女人不管再漂亮都看不上眼，足以说明世家对普通人的歧视。而众人的态度也让高胜瞬间察觉到了，他确实是底层出身，也最痛恨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出身。要不是因为摸不清这些人的底细，早动手了。王震自我感觉良好的对高胜说道：我说高少，你们高家才刚有了点钱，应该趁机好好发展，而不是贪图享乐。天空城这种高档场所，你过10年再来也不迟。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现在还不配来这里。高胜虚着眼睛打量着王震，背后的拳头一点点攥紧，口中则道：王少说的是，我不像你，年纪轻轻就是空中花园的紫金会员，你们王家一定是江州排名前3的顶级世家吧？王震故作谦虚的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高少你误会了，我们王家虽然是一流世家，但和江州前3的大势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高胜挑了挑眉，看向场上：哦，王少不是紫金会员，那谁是呢？王震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挖苦楚风的好机会，一指楚风道：看到那个垃圾没有？说来惭愧，这紫金会员卡呀，是他偷的。和楚风这种人一桌，真是让我感到羞耻。偷的？高胜看了看沈家众人，又看了看王震，忽然他抄起桌上的酒瓶，狠狠地砸在了王震的头上，酒瓶瞬间爆碎，鲜血从王震的脑袋上淌下。王震直接懵了。高胜还觉得不解气，
一把拽起王振，将他狠狠扔到地上，朝着后者两腿之间就是一阵猛踹。草特么的，不是紫金会员，那你在老子面前装你妈呢？对我说教！说教！你他妈有这个资格吗？王振的惨嚎响彻了整个天空城，而他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仅剩的一颗鸡蛋碎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让王振叫得愈发凄惨，可以说闻者伤心，听着落泪。楚风看着这一幕，有些好笑地摇摇头。王振这人为什么就不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呢？现在好了，真成太监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害得沈家众人齐齐站起身来，眼睛都瞪圆了，一时间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好在天空城的安保措施做得不错，仅仅是几秒之后，刘玉就带着一帮保安赶来。看到现场的情形后，他们也都惊呆了。刘玉赶紧冲上前拉住高盛：“高少，高少，您这是做什么？都是贵客，您先住手，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说。”高盛看着王振凄惨无比的样子，拧了拧脖子，缓缓收脚，目中凶光收敛，终于恢复了平静。而这个时候，沈家众人才终于回过神来。傅莲和沈天风愤怒地看着高盛。沈天风厉喝道：“你一个小暴发户，怎么敢这么嚣张的？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他可是江州一流世家王家的大少，得罪了他，你还想不想在房地产行业干下去了？你现在立刻马上跪下，听候发落，才有活路。”傅莲也气愤地看向刘玉：“刘玉，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个不懂规矩的暴发户打断四肢扔出去？连客人的安全都保护不了，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然而听到沈天风夫妇的叫嚷，刘玉的脸色瞬间变了，不复之前的热情，反而满是严肃：“放肆！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这么跟高少说话的？高盛少爷可是北宫最大的地产商高董事长的亲弟弟，是我们空中花园的紫金会员，你们跟高少一比，就是一群垃圾。”第86章，我管你哥是谁！紫金会员！听到刘玉对高盛的称呼，傅莲的脸色立刻变得僵硬无比，之间的嚣张也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紫金会员的牛逼之处，他从刚才刘玉对自己的态度来看，就一清二楚。而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小暴发户，竟然是真正的紫金会员，那他们小小的沈家怎么可能惹得起？结果自己刚才竟然还逮着高盛骂了一顿，这不是主动挑事吗？而且是挑了大事。沈天风的脸色也变得紧张起来。本来想着能和天空城的大人物攀上关系，结果却起到了反效果，这可怎么办啊？沈灵儿怜悯地看了躺在地上哀嚎的王振一眼，虽然被揍的确实很惨，但很明显这场打挨了也是白挨。而他也顾不上笑话王振什么的，因为他们沈家也在面临极大的麻烦。他拉了拉傅莲的衣袖，小声说道：“妈，赶紧道个歉吧，兴许这位高少脾气好，这件事就接过去了呢。”说完这话，沈灵儿自己都不信，如果高盛脾气好，会把王振打得不成人样吗？但不管怎么说，也要试试。傅莲拘谨地看着高盛，小心翼翼地说道：“高少，刚才我说的都是胡话，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高盛点着一支烟，吞云吐雾间，冷冷地看着傅莲和沈天风：“你们两个老东西，刚才骂我骂得挺爽啊！你们说的不错，我就是暴发户，我以前就是穷人，你们现在还可以接着说，怎么不说了？都哑巴了。”傅莲和沈天风对视一眼，看到了互相眼中的畏惧。他们哪还敢再骂？北宫是最大的房地产商，放到江州类比，那就是和江州第二家族邵家平起平坐的存在。这样的大势力，一根手指就能把沈家摁死。沈天风陪着笑脸说道：“高少，我愿意向您赔礼道歉。”高盛轻蔑地看着沈天风：“赔礼道歉？你们这帮垃圾，有我能看上的理？”话说到这儿，忽然高盛注意到了沈若冰和沈灵儿姐妹，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抹邪光。这两位美人国色天香啊，弄回去让他们兄弟两个玩玩，倒也不错。高盛朝两女一指：“我家里缺两个奴婢，他们两个就不错，把这对姐妹花献上来，我可以饶你们全家不死。”此言一出，沈家众人的脸色顿时大变，傅莲和沈天风的脸色难看无比。高盛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再怎么样，他们也不可能献上女儿委曲求全。再说是让女儿们去高家当奴婢，谁知道落入高家后，女儿们会遭受怎么样的折磨？奴婢、女奴还差不多。然而一旁的刘玉却还摆出一副好心的样子说道：“傅莲，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给你提个醒，趁早还是答应高少的要求吧，否则要牺牲的就不光是两个女儿了，而是你们全家。不可能，真以为我们沈家好欺负吗？”傅莲心中一发狠，看向高盛，威胁道：“姓高的，别以为势力大就能随便欺负人了。我告诉你，我二女婿可是省城大少，你要是敢动我们，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说着对沈灵儿道：“灵儿，快给你老公打电话。”沈灵儿心中发苦：“妈呀，你口中的好女婿就坐在旁边，用得着打电话吗？”当然他不会将大实话说出口，
只得点点头，拿出手机装模作样的打起了电话。高盛冷眼看着沈家众人，压根就不信沈家会有这么硬的关系。他冷哼一声，还跟我装模作样，不肯把女儿交出来是吧？那就别怪我亲自去抢了。他看向刘玉，还愣着做什么？不赶紧把那2个女人绑过来？刘玉略一犹豫，便点了点头，准备让手下人动手。而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高少是吧？你做的有些过分了。刚才是有人言语冒犯过你，但钱已经到过了，见好就收吧。”高盛瞥了楚风一眼：“你不就是偷会员卡的那个垃圾吗？也配对我指手画脚？”这时刘玉解释道：“高少，您误会了，他叫楚风，跟江州张首富的千金走得很近，会员卡是张小姐给他的。”此言一出，沈家众人都不由得一愣，原来会员卡不是楚风偷的，真是别人送的。只是送卡之人的身份有些微妙啊。沈若冰神色有些复杂的看着楚风，他虽然很想相信楚风跟张雅没什么，但事实却是楚风跟张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但在现在这个场合，他没法说什么，因为沈家的难关全要靠楚风背后的靠山，也就是张雅度过。张首富千金的名头或许能吓住高盛，然而高盛在听到楚风的身份后，脸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只是冷哼了一声：“比小偷是要强点儿，但也就是一个小白脸罢了，没什么好怕的。我要的女人照抓不误，给我动手！”刘玉只能点头，看向楚风：“对不住了，楚先生。”楚风眉头一挑，玩味问道：“张雅的面子这么没用的吗？”刘玉看着楚风，语气不免有些嘲讽：“你是不是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刚才对你好，只不过是看在张小姐的面子上，而沈家现在得罪的可是能直接和张小姐平起平坐的高少，你一个小白脸的面子还不够？”话语落下，刘玉的面色变得冷漠无比。动手！下一秒，训练有素的保安们立刻向着沈家姐妹袭去，顿时引起一片惊呼声。高盛没有去看接下来的画面，转身向外走去，淡淡的吩咐道：“晚上之前，给我把女人送到高家。”然而话音还未落下，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响起。听到惨叫声，高盛挑了挑眉，空中花园的保安下手有些黑啊，别把美女给弄伤了。他下意识的转头看去，结果却看到了他意料之外的画面。只见刚才还龙精虎猛的保安，此时已经全部倒在了楚风的脚下，哀嚎着。高盛愣住了，楚风缓缓抬脚走到了高盛的面前，神情冷漠：“我说了见好就收，为什么你就是不听呢？”高盛看了看楚风衣服上溅到的血迹，咽了咽口水，声音干涩的说道：“你想干什么？我哥可是……”但话还未说完，一个巴掌狠狠甩了过来，将高盛抽飞了出去。“我管你哥是谁，打我女人主意就是欠抽。”第87章，小鸡你害我！高盛的身体被抽得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一身白西装染血，金丝眼镜也碎了一地，看起来凄惨无比。而在场所有人也跟着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凶名赫赫的高家兄弟中的弟弟竟然被打了！沈天风惊恐地看向楚风：“楚风你怎么敢的？你怎么能把高少打了？10条命也不够你赔的呀！”沈若冰也很生气：“楚风，你把保安们制服就够了，为什么非要打高少那一巴掌？他的报复，你和我们沈家都承受不起。”楚风淡淡道：“有些人就像是狗，不把他打痛了，就永远不知道悔改。你他妈说谁？”高盛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捂着红肿带血的脸，看向楚风的目光满是怨毒。楚风看都没有看高盛一眼：“我没有说谁，只是打了条不长记性的狗而已。”沈天风急得直跺脚，上前拽住楚风的衣服：“别说了！哎呦，我的祖宗，你嘴怎么这么欠呢？”果不其然，楚风的话彻底让高盛暴怒，他朝着还在发愣的刘玉嘶吼道：“还愣着干什么？叫人！叫武者！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小白脸千刀万剐！”刘玉恍然回过神，忙不迭的点点头，赶紧用对讲机叫人。楚风看着他，平静道：“我劝你别叫人，因为结果是一样的。”刘玉冷笑的盯着楚风：“怎么，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告诉你，现在害怕已经迟了。你一个垃圾是怎么敢打高少的？今天你必死无疑！”不出1分钟，驻守在空中花园的数位武者供奉出现，他们每一位都能轻松虐杀普通保安，实力极为强悍。刘玉正要请武者们动手时，发现供奉们的身后缓缓走出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明黄色西装，头发油亮，十分富态，带着一股浓浓的富贵之气。什么人敢在我的天空城闹事，竟然连武者都惊动了。刘玉看着富态男人，先是一惊，紧接着温柔一笑：“老公，您怎么来了？这点小事还不值得您出面。”这名富态男人正是金董事，也是空中花园背后真正的大金主。虽然这位金董事在江州不显山不漏水，但在真正的上流阶层中却极为出名。无他，只因人脉广大，在很多大人物面前都能说得上话。沈天风等人的心顿时狠狠一沉。完了，
连金董事这样的大人物都惊动了，他们还能有活路吗？都怪楚风这个废物，把事闹得这么大。金董事微微一笑，我既然已经来了，不管是大是小，都说说吧。是。刘玉对这位给了她滔天权势的老公极为尊敬，简短的说道。松文集团的高少在咱们餐厅被人扇了巴掌，打人的是张家千金养的一个小白脸，他太过目中无人，我正要把他抓起来交给高少发落。哦，一个小白脸就敢？金董事说着，下意识地看向刘玉所指的楚风，随即整个人就僵住了。他仔细地观察着楚风的样貌，与记忆中的形象一一对应。再看他这淡然的气质，除了那位之外，绝无第二个人拥有。楚风，楚先生，是他，他竟然莅临自己这寒酸小店，这是何等的荣幸啊！金董事几乎想热泪盈眶。曾经他重病垂死，是楚先生妙手神医，让他得以起死回生。一直以来，他都想找楚风报恩。3年前，他听说楚风入狱，想着去将楚风从囚笼监狱中救出来。然而，当他真正去了囚笼监狱内部看了一圈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那里面是地狱，每一个罪犯都是打个喷嚏能喷死他的可怕存在，想从这里面捞人，难如登天。而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些让他看一眼就想下跪的罪犯，竟然全都臣服在一个男人的脚下，也就是他想要救的楚先生。他也明白了，楚先生并不是出不去，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待满3年而已。至此，他对楚风的尊敬已经提升到了极点，如今能再次见到他心心念念的楚先生，怎么能不兴奋？而就在金董事陷入回忆无法自拔的时候，刘玉说道：老公，只是一个垃圾而已，没什么可看的，我这就解决了他。说着就要让武者动手。金董事闻言心中一震，瞬间暴怒，转身狠狠一巴掌甩在了刘玉的脸上。贱人，你刚才说什么？你要对楚先生做什么？有种再说一遍。金董事突如其来的态度变化，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沈天风等人更是吃惊的嘴巴都张开了。金董事叫楚风什么？楚先生？是他们听错了，还是金董事气昏头叫错了？刘玉捂着脸，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打了脸，让他又是丢脸又是委屈。老公，我哪做错了？你为什么要打我啊？金董事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再扇这个蠢女人几巴掌。哪做错了？你知不知道你想动的人是谁？他可是……说到这儿，金董事的话语卡壳了，因为他忽然想起3年前楚先生给自己治病之后，告诉他不要声张身份。虽然此事已经过去了3年，但看楚先生这样子，还是没有暴露身份的打算啊。自己还是不要拆楚先生的台位好。金董事深吸一口气，想了想刘玉刚才的话，灵机一动说道：楚先生可是张雅小姐的最看重的朋友，你敢动他，是想得罪整个张家吗？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都陷入了震惊。刘玉也意识到自己差点闯了大祸，本以为楚风只是个普通的小白脸，实际上竟深得张雅小姐的器重。而且从老公的口气来看，两人的关系恐怕不仅仅是朋友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正经八百的男女朋友。这样的人物可绝不是一个小白脸可比的。跟刘玉不同，沈家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异样，尤其是沈若冰，就连原本红润的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原来楚风已经瞒着自己跟张雅有了这么深的联系。楚风的神情则带上了几分无奈。小金啊小金，你不会说可以不说，为何要害我啊？第88章，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快退下，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对了，走之前把这些受伤的保安也抬下去。金董事赶紧吩咐道。众武者不敢怠慢，连忙照做。很快场上倒地的保安们就被清空。沈家众人见状放下心来，不管怎么说能活着走出空中花园了。然而接下来高盛的话又让众人把心都提了起来。高盛不依不挠地叫道：金董事，你什么意思？没看到我的脸被伤成了什么样吗？你不帮我把人给解决了，反而替一个小白脸说话，是看不起我吗？金董事看向高盛，平静道：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只不过是能分得轻孰轻孰重而已。高少，听我一句劝，就此收手吧，不然很容易大祸临头啊。高盛闻言气得脸色都变得扭曲起来。在他看来，金董事的这番忠告就是在看不起他。大祸临头，他一个小白脸也配？高盛的双眼变得极为阴冷，恶狠狠地说道：金董事，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这个叫楚风的小白脸必须死，还有那对姐妹花也必须送到我们高家，否则这件事没完。高盛就不信了，像金董事这样圆滑的人还会跟他们高家死磕不成？然而结果却远远超出了高盛的预料。金董事丝毫没有把高盛的威胁放在心上，淡淡道：对你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楚先生我保了，今天就是你哥来了也伤不了他一根汗毛。高盛愣住了，金董事竟然真这么刚，这个叫楚风的是有什么天大的身份不成？他看了看金董事强硬的表情，
知道对方不是在开玩笑。而且这里还是在金董事的地盘，他们高家虽然家大业大，但势力都在北宫，短时间内根本赶不过来。最终高盛只能咬碎了牙，把这次所受的屈辱往肚子里咽。好，今天这事我记住了，姓金的你给我等着，我看你能护他们到几时。高盛冷哼一声，怨毒地看着楚风等人一眼，转身就走。继续留着也只是自取其辱。高盛的威胁让沈天风等人一阵胆寒。金董事笑着安抚众人道：各位不用紧张，请坐下继续用餐，有楚先生在，高盛翻不起什么浪花。傅莲拍了拍沈天风的肩膀，附和道：是啊，老公，一个小小的高家而已，别忘了咱们二女婿有多厉害，有什么好怕的。沈天风强颜欢笑，应付着点点头，心里面则苦涩无比。哪有什么省城大少，都是假的，等高家找上门来，沈家将必死无疑。不是每次都像今天这样运气好，有人保着。只是这些话他没法说出口。这时金董事注意到躺在地上还在不断抽搐的王振，不由得惊呼道：这位客人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刘玉，快把客人送医院去。刘玉点头称是，吩咐手下将王振送走。做完这些，金董事先是恭敬地看了楚风一眼，然后笑着对沈家众人说道：各位慢慢吃，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叫我。沈家众人连忙起身相送。终于餐桌上只剩下了楚风和沈家众人。正当楚风以为能安稳吃个饭的时候，傅莲又叫嚷开了：楚风，我说你这废物刚才怎么那么嚣张，原来是傍上金大腿了。听着这番挖苦，楚风眉头微微一皱，接着傅莲又嘲讽道：给人当小白脸可真有你的，为了点臭钱连脸都不要了，口口声声说对我家若冰爱的死去活来，结果呢，哼，估计也是为了过上好生活才用甜言蜜语哄骗我女儿的。这样的诋毁让楚风有点忍不了。他并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但在意沈若冰的想法。傅莲的这番话毫无疑问会影响沈若冰对自己的看法。楚风冷冷的开口：我说过，我和张雅最多只是普通朋友，能闭上你那张造谣的嘴吗？傅莲一听不乐意了，生气的叫道：怎么说你两句你还有脾气了？是不是我说到你什么痛处了？我告诉你，我们家不欢迎你这种恶臭的小白脸，也别指望能再和若冰复合。傅莲的话让楚风的脸色愈发阴沉。见此情形，沈灵儿急忙打起了圆场：妈，您别说了，怎么能无凭无据就冤枉人呢？我相信姐夫肯定不会背叛姐姐的。傅莲瞥了沈灵儿一眼，骂道：死丫头，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一个劳改犯什么事做不出来。沈灵儿气得不行，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看向沈若冰，焦急道：姐姐，你说句话啊，难道你也不相信姐夫吗？闻言，楚风的目光也向着沈若冰看去，然而沈若冰只是摇了摇头，平静道：灵儿，你没必要问我这些，我和他已经离婚了，他想和谁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话语中的深层意思就是不相信。楚风听到这个回答，叹息一声，心里不舒服到了极点，但最终他没有说什么，站起身说道：你们慢慢吃吧，我出去一趟。见状，傅莲冷笑着挖苦起来：看看，这就是心虚了，知道说不过我就赶紧落荒而逃了。沈灵儿无奈地看着这一切，有妈妈这张嘴在，这个家怎么可能好得了呀？沈若冰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要叫住楚风，让他解释清楚，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他也很想相信楚风，但一桩桩的事实面前，他不知道该怎么相信。哪怕让楚风解释，也肯定是满口谎话吧。不知不觉之间，双方的隔阂便已经如此之大了。走下天空城，楚风看到了等候已久的金董事。金董事见到他下来了，连忙屁颠屁颠地凑了过来：楚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富贵啊。楚风点点头，虽然金富贵是自己救过的众多病人中不起眼的一个，但曾去囚笼监狱看望过他，所以楚风对金富贵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金富贵受宠若惊，喜道：没想到您这样的大人物还记得我这样的小喽啰，我实在是太荣幸了。接着他紧张地问道：楚先生，我刚才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楚风随口道：还不错。金富贵闻言更加确信楚先生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自己可要守住了。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说道：对了，楚先生，最近咱们江州李尸首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便寻名医也曾找过我，您看要是不忙的话，能出个手吗？第89章，李尸首，你快死了。尸首病了？楚风之前倒是没听说过此事。李尸首作为江州百姓的父母官，做了很多功绩，该救还是要救一下的。可以，你今晚让他来空中花园见我。楚风平静道。金富贵连忙点头，心中啧舌不已，真不愧是楚先生，对一世之手都是如此淡漠的态度。定好晚上的具体时间后，楚风不再久留，直接离开了。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7点50分。天空城的一座豪华包间内，
金富贵和一位稍大他几岁的中年男人等候在其中。中年男人的身材高大，目光锐利，穿着虽然普通，但却带着一股上位者独有的气场，极为不凡。他就是整个江州的一把手，是首李江城。李世手看了看手表，离约定的8点已经不足10分钟。他看向金富贵，既困惑又有些不满：“老金啊，你请的这位神医到底什么来头？架子怎么比我还大？竟然要咱们2个等他！就算是咱们江州第一神医华神医，也不敢如此怠慢我。”金富贵笑呵呵地说道：“这不时间还没到吗？别急，别急。而且不是我说，在我请的那位面前，华神医算不得什么。”一听这话，李世手感觉十分惊奇：“哦，竟有如此厉害，竟然连华神医都不如他，那确实值得我等。”金富贵含笑点头。终于8点整时，一道身影踩着点推开了门。李世手一脸好奇地看了过去，随即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因为来人只是一个除了长相帅气之外，其他都平平无奇的年轻人。他好心提醒道：“年轻人，你是不是走错包间了？要不再出去找找？”然而李世手的话音还未落，金富贵就忙不迭地站起身，恭敬地上前道：“楚先生您来了，快请坐，快请坐。”在李世手吃惊的目光中，金富贵热情地将一个年轻人请到主位上。也就是说，在金富贵眼里，这位年轻人的地位比他还要高。李世手忍不住问道：“老金，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楚神医？”金富贵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是啊。”随即他意识到李世手问这话的原因，笑着说道：“李世手莫非是看楚先生太年轻？不瞒你说，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我敢打包票，当你见识过楚先生神乎其技的医术后，你绝对会心服口服。”李世手点了点头，但也只是在照顾老朋友的面子而已，他心中则很是不以为然。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有什么本事？自己这老朋友怕不是被江湖骗子骗了。金富贵没意识到李世手的真正想法，对楚风说道：“楚先生，这位就是李世手，他最近得了一种怪病，身体关节十分僵硬，虽然不疼，但也影响到了工作。遍寻名医，却没人能找到病因，就连华神医都没什么办法，只能请您出手了。”李世手说道：“年轻人，华神医都没有办法的病，你要是没有把握的话，还是趁早不要在非洲张了。”楚风眉头一挑，看来这位李世手是在怀疑自己啊。他平静道：“华医生看不出病因，只能说明他水平不到家。”李世手皱起眉，这年轻人话说的有些太狂了。华医生曾治好过他的重病，因此他一直将华医生视为医术最高超的神医，结果却被一个毛头小子如此诋毁，让他非常不满。李世手冷哼一声：“那你倒是给我看看，我得了什么病？”说着伸出手腕，准备让楚风诊脉。然而楚风并没有去碰李世手的手腕，只是打量了他几眼，然后缓缓吐出了几个字：“李世手，你快死了。”此言一出，李世手懵了，金富贵也懵了。金富贵小心地说道：“楚先生，要不您再仔细看看。”李世手虽然身体不舒服，但跟死还相去甚远啊。楚风认真道：“我的诊断不会出现错误，要么准备后事，要么现在就治病吧。再拖一段时间，神仙难救。”金富贵听着这笃定的言论，也有些迟疑了。莫非楚先生说的是真的？就在他迟疑之时，李世手厉喝一声：“一派胡言！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可能说死就死？而且你这年轻人连脉都不诊，就妄下论断，简直就是庸医。”楚风摇了摇头，淡淡道：“谁规定看病就必须诊脉了？而且就你这病，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什么可诊的？”李世手都快被气笑了，这小子真够会装的，难怪能把一向精明的金富贵都骗过去。他心中已经断定，所谓的楚先生绝对是个骗子，就算会点医术，也只是庸医而已。李世手冷冷道：“你说我得重病快死了，那你倒是给我看看，我得了什么病？”楚风说道：“我没说是病，你是中毒了。”李世手更不信了：“胡说八道，我1日3餐都有专人负责，每餐之前还会有人试毒。我要是中毒了，那替我试毒之人怎么一点症状没有？”楚风无语地看了李世手一眼：“谁规定中毒就只能靠吃的？皮肤接触同样能中毒。”李世手一怔，楚风接着说道：“而且这毒也并非普通的化学毒素。李世手，你最近是不是碰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李世手想了想，摇了摇头：“没碰过。”随即他冷笑道：“这应该是你骗人时惯用的把戏吧？不干净的东西，这玩意儿可太笼统了，你怎么说都是对的。”金富贵不满道：“李世手，你怎么能这么说？楚先生的医术绝对是顶尖的。”李世手制止住老友的话，认真道：“老金，你别说了，你受蒙骗太深了，我这就揭穿这个小骗子的真面目。”说着他又看向楚风，傲然说道：“我说了，没有碰过任何脏东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楚风平静道：“肯定碰过，你自己再好好回忆吧。”李世手一脸不耐烦：“说了没有？你要我说几遍？”
楚风深深地看了李世手一眼。好吧，既然你不愿意配合治疗，那我也没办法了，自求多福吧。说完，直接起身离开了。第90章，又见面了，李世手。楚先生您慢走。金富贵连忙起身去送，将楚风送出了包间外后，无比歉意地说道：楚先生，我也没想到李世手会这么倔，一点都不听您的，您千万别生气。楚风摇摇头，但笑道：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无非就是白跑一趟罢了。人各有命，既然李世手不想治他的怪病，我不治就是。说罢，楚风没有丝毫的留恋，直接就离开了。这一幕如果让妇联看到了，一定会痛骂楚风是败家子。这么好一个巴结李世手的机会，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说扔就扔了。送别楚风后，金富贵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包间。见状，李世手不满道：老金，你有什么可伤心的？不就是轰走一个骗子吗？省得他继续骗吃骗喝。金富贵真的好无语，楚先生是不是真的高人，他能不清楚吗？不说医术，光是那让无数凶徒臣服的手腕，就足以说明楚先生的牛逼之处了。他沉声说道：李世手，我跟你交个底吧，楚先生的身份绝对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可怕。李世手愣了愣，随即摇摇头：我说老金啊，你被骗得太深了。金富贵无奈，看来自己说什么李世手也不信了。但楚先生敢说李世手不久之后就会死，绝不是无的放矢。他忍不住问道：李世手，你确定真没有碰过任何不干净的东西吗？李世手不假思索地说道：千真万确，这种事我有必要骗你吗？那就奇了怪了。金富贵陷入了疑惑之中，而李世手说完没多久，脑海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在1个星期前，他去过一趟古玩市场，但很快他就将这个想法一笑置之。怎么可能呢？哪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都是迷信而已。饭局结束，很快就到了2天后。中午，李世手将上午的工作做完，活动了一下越来越僵硬的手腕，想要伸个懒腰放松一下。然而，正当他准备抬手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想放下笔，想看看是个什么情况，结果却发现指头也变得僵硬无比，连笔杆子都松不开。很显然，这不正常。李世手有些慌了，拼尽全身力气挣扎起来，发现全身都已经不听使唤。扑通一声，他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办公桌上的书籍哗啦啦地倒了一地。但李世手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发现自己身上除了脑袋以外，其他地方都僵得动不了了。难道自己是全身性瘫痪了？一想到这儿，李世手就变得惊恐极了。好在门口的张秘书听到声音后，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进来。看到李世手姿势怪异地倒在地上，张秘书立刻明白事情大条了。世手您坚持住，我这就去叫救护车。医院内，单人病房内，华医生、朱局手以及一众医生围在病床前。朱红国之所以来，是因为女儿的病床就在隔壁，现如今领导住院，他理应过来慰问慰问。医生团队讨论着李世手的病情，但越讨论脸色就越发的异样。这一幕让意识还清醒的李世手焦急无比，赶紧问道：各位，你们查出是什么病了吗？能不能治？医生团队面面相觑，最后一名医生硬着头皮说道：李世手，恕我们才疏学浅，实在是检测不出来您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另一个医生小心翼翼地说道：像这种没有病因的病，很可能是心理作用，您可能是因为心理问题才导致身体瘫痪的。一听这个理论，李世手气得爆了粗口：我去你妈的，什么叫心理作用？心理作用能把人整瘫痪吗？医生畏畏缩缩地说道：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可以。李世手无语了，他感觉自己就算没病死，也要被这帮庸医气死了。而他的心中愈发的恐慌，难不成自己真的要因为怪病不明不白地死在病床上？恍惚间，他想起了2天前的晚上那个骗子的话：李世手，你快死了。难不成他当时真的看出了什么？就在李世手越想越害怕的时候，华医生开口了：李世手，事到如今，我们医院是彻底没有办法了，但我认识一位神医，他或许能治这奇病。听到前半段话的时候，李世手已经绝望了，但听到后半段话，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李世手激动地问道：华神医，你说的那位神医真的那么什么？朱红国笑着回答道：李世手，华神医说的没错，如果真有一个人能治你的病，那只能是他了。前不久小女身中奇毒，就连华神医都失手了，结果却被他轻松治好，可见其医术之高深。听着2人的描述，李世手对2人口中的神医越发相信。他赶紧道：华神医，快将那位神医请来吧，我这病恐怕拖不得了。华神医点点头：好，我这就去打电话，不过楚神医愿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确定，麻烦华神医了。李世手诚恳道。说完，他忽然意识到了丝丝不对劲，楚神医怎么也姓楚？应该不会那么巧吧？不过李世手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翘首以盼，等待神医的到来。
足足半个小时，李氏手都快僵的脖子都动不了之后，终于他看到朱举手和华神医走出病房，热情的去接待一个人。李氏手的眼睛瞬间亮起，肯定是那位神医来了。但当那位传说中的神医走进来之后，李氏手呆住了，就连眼睛都瞪得滚圆，没有丝毫仪态可言。楚，李氏手说话都变得结巴了。他之所以这么惊讶，因为来人不是别人，而是2天前自己亲手赶走的那个江湖骗子楚风。看到李氏手惊讶的神情，朱举手笑着问道：“莫非是手跟楚神医认识？那太好了，想请他出手可不是易事，你们认识就好办了。”李氏手还能说什么，只能扯出一抹尴尬的笑容。楚风也看向了李氏手，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我们又见面了，李氏手。第91章，抱紧楚先生大腿。楚神医，上次的事是我唐突了。李氏手很快认识到自己上次对楚风的态度有多离谱，语气立刻变得谦和无比。要知道自己的命恐怕只有眼前这位年轻人可以治了。楚风淡淡道：“我早说过，你中的毒会要你的命，可惜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现在毒发了才知道后悔，不觉得有些迟了吗？”张秘书对楚风嚣张的话语很是不满：“你小子什么意思？怎么跟李氏手说话的？简直没大没小！让你治你就治，哪来那么多废话？”李氏手厉喝一声：“小张，你给我闭嘴！快给楚神医道歉！氏手，可是这小子对您的态度，让你道歉你就道歉，哪来那么多废话？”李氏手严厉的语气让张秘书缩了缩脖子，只能不情不愿地朝楚风道了声歉。李氏手这才放过他，苦笑着楚风说道：“楚神医，我确实知道错了，还请您再出一次手吧，我这病拖不得了。”楚风点点头：“好吧，看在你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我可以再出手一次。不过在解你这个毒之前，我要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碰过不干净的东西。”李氏手赶紧道：“上次您离开后，我想起前不久逛了一趟古玩市场，您看这2件事有关联吗？”“那就对了。”楚风解释道：“你肯定是因为摸过某个墓主人贴身的陪葬品，染上了尸毒。此毒用现代的仪器是检测不出来，一旦感染，不出10日，身体就会硬如死尸，直接咽气。”说着，楚风深深地看了李氏手一眼：“你离咽气也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此言一出，李氏手、张秘书以及围观的华医生等人都不由得为之胆寒。竟然是尸毒，难怪查不出病因。这种奇毒，我也只是有所听闻，行医大半辈子，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实例。华医生喃喃道，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赶紧看向楚风，紧张而又激动地问道：“莫非楚神医知道这种奇毒的解法？”楚风理所当然地说道：“这有什么难的？把尸毒逼出来不就行了？”说着，他取出一个针袋，摊开，里面是大大小小的银针，足有上百根。楚风让闲杂人等退下后，脱掉李氏手的衣物，开始施针。华医生像是一个学生一般，认真地旁观着。随着楚风将一根根银针刺入李氏手的穴位，轻挑慢捻，渐渐的，穴位周边的皮肤从死尸般的僵硬，重新变得红润有弹性，而雪亮的银针则变得一片漆黑。银针表面的黑色，正是被逼出的尸毒。楚风一根根地将银针刺入，再将吸满毒素的银针拔出，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看得华医生叹为观止。他万万没想到，楚神医年纪轻轻，不仅对中医药里的参悟无比通透，在针法上竟也如此的出神入化。哪怕药王在世，恐怕也不过如此了吧。许久之后，当刺入的银针不再变黑，也就意味着李氏手身上的尸毒已经被彻底清出了个干净。李氏手活动着身体关节，感觉无比通泰，不光是病好了，身体还比以往更轻松了，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他感激地看向楚风，感叹道：“后生可畏啊，楚神医的医术是我见过所有医生当中最高明的一位。现在想想，我之前以貌取人，简直是犯了大忌，还请楚神医多多担待。”楚风平静道：“李氏手严重了，你是江州百姓的父母官，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出手相助。”李氏手愈发的满意，像这样20多岁的少年英才，本应该眼高于顶，谁都不放在眼里。但这位楚神医却不骄不躁，也没有恃才傲物，颇有大家风范。这样的英才，江州都只能是他的跳板，功成名就只是迟早的事，必须趁现在与其好好结交一番才行。而就在这时，李氏手忽然想起老友金富贵在介绍楚风身份时讳莫如深的画面，他心中一动，难不成这位楚神医还有其他逆天的背景和身份不成？得找金富贵问清楚。他先是和楚风寒暄一阵，等楚风告辞离开后，急急忙忙地下地。张秘书见状，赶紧上前搀扶，着急地劝道：“师手，您才大病初愈，不宜运动啊，您还是在医院再住2天再走吧。”李氏手挣开张秘书的搀扶，说道：“我的身体状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住什么院？备车去空中花园。”来到空中花园，李氏手紧赶慢赶，找到了金富贵，问出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老金啊，那位楚神医到底是何等身份？不管是他的医术还是气概，
都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金富贵看到李世手这番急急忙忙、求知若渴的样子，心中已经将事情猜了个大概。他故意问道：“李世手，你之前不是一直不相信楚先生吗？难不成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见识到了楚先生的厉害之处？”李世手感慨地点了点头，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金富贵。金富贵叹了口气：“你要是早听楚先生的，也不用遭这个罪了。”李世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继续追问道：“老金，你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现在和楚神医结交也不晚。”金富贵神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沉声道：“楚先生的真实身份，我是真不方便说，我只能说，医术仅仅只是他真实能力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你要是真有和楚先生搭上线的方法，别犹豫，拼尽全力去巴结楚先生就行了。只要能让楚先生记住你，那你今后的路将一帆风顺啊。”李世手听完，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他已经尽可能的在高估楚风的身份了，但听到金富贵的回答后，还是陷入了震撼之中。他相信金富贵不会欺骗自己，也就是说，楚风真有如此恐怖的身份，那自己可得时刻关注楚先生的动向了。一旦有自己出手帮忙的机会，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第92章，王振跑路了。楚风回到沈家，发现别墅中空无一人，只有一只狗在。看来一家人都有事出去了，楚风也不在意，自己做了点饭吃，顺便喂了狗。没多久，门外有钥匙开门声响起，沈家众人回来了。当楚风看到沈家众人的表情后，有些诧异，因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忧心忡忡、失望和彷徨，就连一向活泼无比的沈灵儿都摆着一副苦瓜脸。楚风忍不住问道：“你们出去干嘛了？怎么都这副样子？”傅莲看向楚风，本来就有气没处撒的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直接向楚风开炮了。都怪你，你这个废物，为什么就这么没用？楚风无语了，我做什么了？你又喷我？紧接着，傅莲的嘴像是连珠炮一样骂开了。没用的东西，上次王振让我们买他的地皮的时候，你怎么不拦住我们？你当时要是把我们拦住了，能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吗？哎，家门不幸啊，都是因为你这个丧门星，自打你出狱之后，什么坏事都让我们家给碰上了。楚风更加莫名其妙了，这种破事也能怪我？再说，我又不是没有阻拦过，只是没有人愿意相信而已。而这时，沈若冰制止了傅莲喋喋不休的谩骂：“妈，别说了，这件事跟楚风没关系，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局势，才导致事情变成了这样。”沈天风抽着烟，整个人都显得苍老了几岁，长叹一声：“1亿2千万的债务。”从三人的话中，楚风也渐渐听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无非就是尖花岭区地皮贬值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呗。从他们买下这块地皮开始，就注定了会有这一天的到来。不过，这个消息应该还没有公布才对，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楚风看向沈灵儿：“灵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沈灵儿此时的心情也很是慌乱。沈氏集团本就有4000万的外债没还，现在又背了8000万的债务，整整1亿2千万，把她这个本来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沈灵儿眼圈红红的，很无助地说道：“姐夫，我们刚才去医院探视王振，结果发现王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了。然后我们又去了王家，发现王家也人去楼空，一查才发现王家已经出手了所有的地皮，昨天就已经卷款跑路了。尖花岭区的那块地已经成废地了，打原价的1折都没人要。”听完沈灵儿的描述，楚风有些无奈：“我早就说过，王振不可信，不过他跑了也好，这样也能让你们认清他的真面目。”傅莲一听，气得叫道：“臭小子，你还在说我们的风凉话？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楚风耸了耸肩，没有去跟傅莲掰扯什么，这个女人已经被气昏头了，现在不管跟她说什么都没用。傅莲对着空气叫骂了半天，才一脸期待地对沈灵儿说道：“灵儿啊，你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你老公？对楚少这样的省城大少来说，1个亿应该算不了什么吧？”沈灵儿心中苦涩，我要真有省城大少当老公的话，还至于愁眉苦脸吗？1个亿，你让姐夫去哪弄去？就在沈灵儿准备想个说辞蒙混过关的时候，沈天风先一步开口了。他严肃地看着傅莲，喝道：“怎么，你还想向楚少借钱去弥补咱们家的亏空？被人骗了8000万，还嫌不够丢人吗？要是被楚少知道了此事，把咱们家看扁了怎么办？到时候灵儿的婚事都要告吹。”傅莲闻言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只能郁闷地点了点头。看来这欠款的问题，二女婿那边是指望不上了。一整天的时间，沈家都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而第二天的一大清早，沈家众人是被一阵阵砸门声叫醒的。沈天风等人出去一看，大门外聚着一大帮讨债人，拿着钢管、甩棍等武器，神态嚣张，不停地敲击的大门似乎随时可能破门而入。这一幕看得沈家众人脸色都苍白了起来，赶紧打电话报警。好不容易才将这帮瘟神送走，紧接着催债电话又跟不要钱似的打来，让沈家众人烦不胜烦。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是因为尖花岭区那块地皮变成废地的事，在一夜之间已经被传得人尽皆知。
银行急于收回8000万贷款，之前的那些债主也害怕沈氏集团破产，双方拼了命的催债，想逼沈家还钱。催债倒也罢了，勉强还能应付过去，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得知沈家欠下巨额贷款后，沈氏集团的合作商为了止损，全都选择了和沈家解约，拦都拦不住。短短几个小时内，沈氏集团已经陷入停转，整个沈家都危在旦夕。沈天风坐在家中，面前的手机一次又一次的响起催债电话，而他已经懒得去接，双目无神的看着前方发呆。妇联、沈若冰和沈灵儿坐在旁边，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有楚风神情还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他看着沈家众人，平静问道：“你们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妇联回过神来，像是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一般，生气的叫道：“楚风，你什么意思？看见我们这副狼狈的样子，你很开心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这个月的工资，你1毛钱都别指望拿到。”楚风见状，心中已经确定沈家确实已经走投无路了。可不是吗？妇联就连骂人都变得有气无力，足见事态的严重性。忽然，沈若冰站起身说道：“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出去一趟。”说着向外走去。楚风见状，心中感觉到了一丝不妙，上前将沈若冰拽了回来，看着他的眼睛，皱眉问道：“你要去干什么？难不成你有还债的办法？”沈若冰目光微微有些闪躲，但语气却冷硬无比：“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楚风也有些不爽了，有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憋在心里，就不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吗？他没给沈若冰留面子，直接拆穿了他的想法。让我猜猜你要去做什么？是想去找银行的人求情，请他们宽限几天，还是想去找那些追求你的公子哥们，求他们给你钱还债？沈若冰闻言，眼中闪过一抹怒色。楚风，你说这些是存心羞辱我吗？楚风摇摇头，握住了面前玉人冰凉的小手，认真无比的说道：“我只是不希望你作践自己，你难道不明白吗？不管是银行高官，还是那些富家大少，他们想要的都是你。你去找他们求情，是在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第93章，穷鬼别装。听着楚风的劝说，沈若冰的神情缓和下来，心中微微一暖。楚风的心思还是像以前那样敏锐，关心自己。但很可惜，在这家族存亡之际，几句关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用。他摇了摇头，神情重新变得冷漠。除了向那些大人物求情，我已经别无他法。我是沈氏集团的总裁，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集团破产。而他心里自然也非常清楚，他能打动那些大人物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他的自尊心无时无刻不在劝自己不要委曲求全，不要向那些大人物卑躬屈膝。但为了偿还那1亿2千万的债务，他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去讨好那些目光无比下流的男人。除了楚风，沈天风也看出了女儿的打算，这让他一阵心痛，想要开口阻拦，但一想到那山一般的债务，到嘴边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而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也就是说，有人把那块地皮原价买下，你就不用求人了，是这个意思吧？”沈若冰、沈天风等人闻言一愣，道理当然是这个道理，但一块没用的地皮，想要卖出去，谈何容易？沈天风喝道：“楚风，别说这种没脑子的话，这没你什么事，去楼上去。”楚风瞥了沈天风一眼：“让我到楼上去，然后等着若冰去那些公子哥的家里受尽凌辱，是这个意思吗？”沈天风表情一致，脸都憋成了猪肝色。虽然这是谁都心知肚明，但说出来就不一样了。楚风盯着他，继续道：“我记得当初若冰是不同意买王家那块地的，是谁宁愿贷款也要卖地的？现在出事了，让亲女儿去讨好那些比他爹还大的男人，还能要点脸吗？”沈天风握紧了拳头，却被对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因为他自己知道理亏。“楚风，你别说了。”沈若冰打断道：“你说这么多又有什么用？难道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吗？要是解决不了，就给我闭嘴。”楚风看向沈若冰，沉声道：“你们手中的那块废地，我买了。”此言一出，沈家众人都被惊住了。妇联立刻挖苦道：“废物，你装什么装？就你那点臭钱，能买多少地？1平米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吧，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赶紧看大门去。”沈若冰的眉头则是深深的皱了起来。“楚风，你有钱？”楚风点了点头，这让沈若冰的神色更加难看。“难道是张雅送你的钱？如果是他送的，我宁肯不要。”在他看来，楚风才出狱没多久，既没有存款，工作还老是被克扣工资，怎么可能有钱？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是楚风傍上了富婆，也就是张雅。这让沈若冰的内心一阵难受，又怎么可能愿意接受这笔钱？妇联立刻嘲讽起来：“难怪你小子现在说话这么硬气，原来是傍上富婆，腰包鼓了，真够恶心的，就知道吃软饭。”沈天风却不这么认为，他他妈缺钱都缺疯了，哪管得了这笔钱是什么来路？他笑着道：“哎，话不能这么说，现在钱这么难挣，楚风不管怎么赚到的钱都是他的本事。
干净钱有什么好可耻的？是吧，楚风？你要是有闲钱的话，还是快快出手，帮帮咱们家吧。傅莲闻言也不说话了。是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楚风的钱是哪里来的干嘛？还是赶紧骗到手里才是正路。沈灵儿看着父母姐姐各不相同的态度，心中很是无奈。这下好了，姐夫拿钱买地会让姐姐不高兴，姐夫不掏钱买地又会被爸爸妈妈骂，左右为难，简直就是在将姐夫架在火上烤啊。楚风也皱起了眉头，他还什么都没说呢，就被定型成了小白脸。他的钱是出狱时张半成送给他的那1个亿，虽然也是张家送的，但跟当小白脸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只好先解释道：我的钱是朋友送的，跟张雅没关系。但越解释越让人觉得是欲盖弥彰。沈若冰的俏脸越发的冰冷，而沈天风则是一脸笑颜，说道：我说楚风啊，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谁说你的钱是张雅送的？没人说过。我知道你的钱绝对来得堂堂正正，所以千万别藏着掖着，该用就用啊。楚风无语，这怎么越描越黑了呢？但没办法，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释清楚的，先把地买了，再和若冰慢慢解释吧。楚风拿出一张银行卡，交给了沈天风。你看看这张卡上的钱，够原价买你们手上多少地，用完为止。好好好。沈天风一脸喜色地接过银行卡，搬出一台笔记本电脑，输入卡号查询余额。而这个时候，沈若冰再也忍不住心中汹涌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他冲上前，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领，失望无比地喊道：楚风，你为什么要收张雅的钱？为什么要跟那种女人搞得不清不楚？为什么你就不能踏踏实实赚钱？楚风本想挣开沈若冰抓他衣领的手，但就在这时，他看到沈若冰眼角闪烁着的泪光，他真的对此感到伤心，或许可以说是吃醋了。这让楚风的心情莫名的好了起来。吃别的女人的醋，说明还是在乎她的。他的目光温柔了下来，耐心无比的说道：若冰，你听我解释，其实……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沈天风的惊呼声给打断。怎么回事？这钱怎么才这么点儿？闻言，楚风微微一怔，这么点儿？他记得卡里有1个亿吧，都没怎么花。难不成沈家已经扩到嫌1个亿少的地步？众人都凑到电脑前看了一眼，结果却发现楚风那张卡里的余额只有40多万。沈若冰微微一愣，看向那张卡，这不是自己给楚风50万分手费的那张卡吗？他的心情一下就好了起来，看来自己误会楚风了。他说的钱原来是这一笔啊，虽然不多，但也是楚风的一番心意。而且这钱还不是从张雅之类的狐狸精手中要的，这说明楚风并没有去当什么小白脸。沈若冰眼底的喜色都快藏不住了，而与之相对的是沈天风的失望。他把电脑啪的一合，气得爆了粗口：妈的，这40来万顶个屁用，穷鬼一个，装什么装？第94章1个亿没了。相比于沈天风的失望，傅莲的表现更加激烈了。他腾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楚风的鼻子就开骂：好你个废物，原来上次我问你要的那张卡是假货，难怪你给的那么痛快。谁给你的胆子拿着我的50万去乱花，现在就剩40万了，你这废物怎么这么能花钱？沈若冰闻言皱起了眉头，原来楚风刚出狱那会，妈妈不仅去找了他的麻烦，还想抢走自己送给他的钱。看来楚风在暗地里受了自己家里人的不少欺负，这让沈若冰有些心疼。而楚风的心里也充满了困惑，这不对啊，傅莲上次来他婚房讨要银行卡时，明明已经把这50万给他了呀，怎么还在自己手上？而自己手上目前就这一张银行卡呀。忽然间，楚风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莫非是自己上次给傅莲银行卡的时候给错了，错把张半成送他的那张给了傅莲。果不其然，愤怒的傅莲从钱包里抽出了楚风给他的那张银行卡，啪一声折成了2半，还扔到地上，狠狠地踩了踩。楚风的嘴角微微一抽，傅莲弄坏的那张卡确实是张半成送他的那张，而里面有着整整1个亿。不过现在好了，没了。沈若冰看向楚风，语气温和了起来：楚风，你自掏腰包帮我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么大的事你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管了。楚风赶紧道：若冰，你先等我一会，我会有办法的，你用不着去找其他人求情，最多半个小时我就会彻底解决此事，你愿意等等吗？听着楚风坚定的话语，沈若冰不由自主的想要相信楚风的这番话，但理智又告诉他，楚风一个出狱没多久的小劳改犯，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是他说大话的毛病又犯了，或许是想用这种善意的谎言留住他，但不管是哪种可能，本意都是好的。而半个小时自己又不是等不起。想到这儿，沈若冰故作冷漠的点了点头：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楚风心中一松，离开沈家，开车来到张半成的府邸中。张雅此时并不在家，只有张半成一人，他热情地将楚风迎到了主座。楚先生，什么事竟劳烦您大驾光临，
打个电话知会我一声就行了。张半成笑呵呵地说道。楚风敲着桌面问道：尖花岭区的那块地皮变成废地这件事，你知道吧？张半成点点头，说道：那里原本是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重心，但城市规划变了，那里现在变成了废地，这也是最近刚传开的消息。楚风道：沈家被人蒙骗，买了那块废地，亏损了8000万，濒临破产。我要你把那块地按照原价买下来，弥补这次的亏损。张半成闻言心中松了口气，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原来就是这么个小事。不过这种小事楚先生竟然会亲自跑一趟，对沈家真可谓是天恩浩荡啊，自己一定得办妥了，绝不能引起楚先生的丝毫不满。他赶紧点点头，属下这就去办。而就在他准备打个电话收购这片地的时候，忽然又被楚风叫住了。等等！张半成连忙停下手中的动作，耐心地等待楚风新的指令。楚风轻敲着桌面，陷入了思索。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能用张半成的名义收购这片地，不然容易被沈若冰误会成是张雅收购的这片地。到时候不仅自己在沈若冰心中的名誉受损，以沈若冰的性格也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施舍的。想到这儿，他只是道：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让他经手这件事，不要暴露此事和张家之间的联系。张半成会意，楚先生这是想深藏功与名啊。他懂。片刻后，一个50多岁看起来精明能干的老者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向着两人一一行礼。张半成介绍道：楚先生，他是我的老管家张万的弟弟，张谦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绝对能信得过。收购事宜就由他负责，直接与您对接，您看怎么样？楚风对张半成对办事效率很是满意，点了点头。可以，就这样吧。张半成看向张谦道：这位是楚先生，面对他要想面对我一样尊敬，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事后我会有重赏，明白了吗？张谦连忙躬身：请放心交给我，老爷。心中也是万分震惊，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老爷对别人如此尊敬，自己一定得把这位楚爷给伺候好了，多察言观色。要是等到楚爷亲口说出来才做，那自己就太失职了。楚风和张谦交换了联系方式，回到沈家，准备将这一好消息告诉沈若冰。然而当他回到沈家的时候，却发现沈若冰已经不见了踪影。不是说好了要等自己30分钟吗？这时间还没到，为什么要离开？沈若冰不是那种不守承诺的人，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他将询问的目光看向了沈灵儿。沈灵儿看到楚风回来，连忙起身焦急道：不好了，姐夫，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一流世家赵家的大少赵东良给姐姐打了一个电话。赵东良说愿意给我们家贷款，但要求姐姐必须10分钟内赶到，不然就没得谈。姐姐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才……楚风闻言表情阴沉了下来。赵东良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赵家和王家同为一流世家，但赵东良比王振聪明了何止10倍，阴狠也多了何止10倍。而这个赵东良也极好女色，若冰到了他的贼窝，恐怕凶多吉少。楚风看向傅莲和沈天风夫妇，冷声道：为什么不拦下若冰？我不是说了我有办法让你们等我吗？傅莲一脸轻蔑地看向楚风：你能有个屁的办法？赵少愿意伸出橄榄枝，若是不赶紧抓住，我们沈家可就完了，等你干什么？楚风深吸了一口气，不去和傅莲理论，看向沈灵儿：灵儿，你姐姐去哪了？把地址给我。第95章，沈总，你不介意2个人一起吧？云端会所，沈若冰走进会所中，心情充满了忐忑。他按照赵东良给的地址来到了一间包厢门口。请进。一个轻佻的声音从门后响起。沈若冰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而入。包厢内迷醉的灯光晃得他微微眯起眼，好一会才适应过来。眼前的包厢面积极大，装饰奢华，内部的小舞台上，几名衣着暴露的舞女正卖力地唱唱跳跳。而在舞台正对面，一名气质阴冷的男子，一手一个搂着2个嫩模，好不快活。此人正是江州一流世家赵家的大少赵东良。沈若冰见到对方这番做派，不由得皱起了眉，有些不喜。看到沈若冰到来，赵东良笑呵呵地说道：沈总来了，挺准时啊，快坐吧，咱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聊。沈若冰摇摇头：赵少的好意我心领了，恕我家族事务繁忙，不便久留，就不做了。赵东良也不在意，故作同情地说道：沈家的事我都听说了，那么大一笔钱被王振骗了，确实很可惜。沈若冰平静道：此事已经过去了，再提也没有意义，解决当下的难题才是最重要的。赵东良笑了笑：沈总的豁达真是让我佩服。说起来，王振曾是我的好友，他做错了事，我这个做兄弟替他补偿一些也是应该的。那这么说来，赵少的胸襟也真是大度啊。沈若冰客套地说了一句，但心里却很不以为然。都是场面话罢了，赵东良的真实想法绝对不是如此。沈若冰不想跟他继续虚与委蛇下去，直接挑明了话题：赵少，
您刚才在电话中说过愿意半价收购尖花岭区的那块地皮，请问这话是否属实？赵东良点点头，当然，我说话向来算数。沈若冰立刻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签合同吧，沈家对这笔钱有急用。赵东良慢条斯理地说道，我说沈总，你是不是有些太急躁了？咱们两个见面后还没有说了100个字就开始谈钱，这不太合适吧？沈若冰闻言心中微微一叹，果然这笔合作没那么好谈，不过他对此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赵少，你想让我做什么？沈若冰沉声问道。赵东良呵呵一笑，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简单，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沈总你把这瓶酒干了，一切都好说。说着朝桌上一瓶50多度足有500毫升的白酒一指。沈若冰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脸色瞬间一变。他除了必要的酒局碰过酒以外，其他时候滴酒不沾，现在让他喝这么一大瓶，喝完了绝对会出事。沈若冰赶紧道，赵少，我不会喝酒，要不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赵东良闻言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身边的嫩模，舞台上的火辣舞娘也纷纷停下了欢声笑语。一时间包间内的气氛冷得可怕，浓重的压力几乎压得沈若冰喘不过气来。赵东良冷冷道，沈总，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声沈总，但别真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沈氏集团总裁。你以为你来我这是干什么的？说好听点叫谈合作，说不好听那就是乞讨来了。端正好你的态度，你还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沈若冰咬紧了银牙，藏在背后的拳头攥紧又缓缓松开。赵东良的话说得很难听，但也确实是残酷的事实。我明白。沈若冰咬着牙说出了这3个字。说完之后，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一般，整个人都黯然下去。明白那就喝。赵东良命令道。沈若冰沉默地走上前，拿起白酒，打开瓶盖，仰脖将酒液灌了下去。辛辣无比的味道刺激得他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一丝丝酒水从嘴角溢出，划过他的玉颈。这无比香艳的一幕看得赵东良喉头直动，眼神中只剩下了贪婪。终于一瓶白酒被一口气喝干，沈若冰放下酒瓶，只感觉眼前天旋地转，连忙扶住了桌子，这才没有摔倒。酒劲一阵阵上涌，让沈若冰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他咬紧牙关，恢复了一丝清明，看向赵东良道，酒喝完了，现在可以签合同了吧？然而赵东良的脸色却变得愈发戏谑，他冷笑着道，开什么玩笑，当我是送财童子吗？喝一瓶酒就想让我送你4000万，世上哪有那么美的事？沈若冰闻言立刻就意识到了赵东良想做什么，对此他不是没有预料过，但真的到了这个时候，心中却慌乱无比。赵东良嘿嘿一笑，沈总，以你的聪明才智，我不信你不知道我的意图，江州第一美人的滋味，我早就想尝一尝了。沈若冰屈辱极了，很想转身离开，但沉重的债务让他不得不强忍心中的恶心，留在这里。他低下头，低沉着声音说道，我明白，但在此之后还请赵少信守承诺，以4000万的价格买下那块地。赵东良对沈若冰的态度很是满意，笑呵呵的道，放心吧，我会的。真没想到昔日的江州第一美人竟然会沦落到为钱向别的男人求欢的那一天，简直跟我会所里的小姐们没什么区别。在场的舞女和嫩模们闻言都被逗得咯咯直笑，看向沈若冰的目光满是戏谑。沈若冰的脸色愈发难堪，但最终没有说任何反驳的话语。忽然赵东良又道，对了沈总，既然你的下限都如此之低了，那2个人一起也没什么问题吧？下一秒他看向一处暗门，出来吧。沈若冰见状顿感不妙，他艰难地看了过去，暗门被推开后出现了一个让他极为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王震。沈若冰瞪大了美目，眼中满是不敢置信，随即露出了浓浓的愤怒之色。是你？你骗了那么多人的钱，怎么还有胆子回江州？王震看着沈若冰，整个人的气质相较之前已经大变样，带上了一抹挥之不去的阴柔。他盯着沈若冰露出了一抹阴笑，声音尖锐，贱人，我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们家害的，不报复过来我怎么可能一走了之？沈若冰有些困惑，我什么时候害过你？明明是你骗了我们家的钱，怎么显得你很委屈一样？第96章，知道了真相，但也死了。沈若冰不知道的是，在王震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心路历程。在得知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太监后，王震感觉整个人的人生都灰暗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做快乐的事情了。紧接着他又仔细地思考起来，自己变成现在这样究竟是谁造成的？最大的罪魁祸首肯定是楚风，但自己凄惨的遭遇跟沈若冰也绝对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沈若冰，他又怎么可能接连得罪邵家、高家2大顶级家族？楚风有张雅护着，我动不了，但你沈若冰一个2流世家的大小姐，我还动不了吗？正好楚风对你一片痴心，玩坏了你，同样算是报复了楚风。
沈若冰虽然不知道王振心中的想法，但他看到赵东良和王振不善的目光后，心中再也维持不住镇定。他最终还是接受不了委身于这些人渣，强打起精神，转身想要逃离这个魔窟。然而沈若冰才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没几步，王振就一个箭步冲上前，将沈若冰给拽了回来，一巴掌狠狠地扇了下去。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将沈若冰直接扇倒在地。贱人，你还敢跑！沈若冰艰难地撑起身子，大脑一片混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口中一股铁锈味。一摸，手指上立刻染上了红晕，他的嘴角被那一巴掌给打破了，这让他的心中生出了极大的恐惧。自己接下来会遭遇什么？赵东良笑着制止道：“王兄，你下手有些太狠了，这么国色天香的女人，要是被你打破相了，可就不好玩了。再说，你们不是差点结为夫妻吗？怎么一点都不念旧情，下手如此狠毒？”他还不知道王振的篮子已经没了，哪怕是至交好友，王振也不会把这种事告诉他，所以沉默着没有说话。赵东良见状也不在意，算了，老王你不想说就不说了，还是想用眼前的大餐要紧。来人，给我把沈若冰架起来，扒掉她的衣服。是，赵少。舞台上的舞女们点头称是，上前将沈若冰从地上拽了起来。看着沈若冰这比她们漂亮了不知多少倍的容颜，舞女们心中充满了嫉妒，下手一点都不留情，伸手狠狠地撕扯起了沈若冰身上的衣服。沈若冰虽然意识混沌，但感觉到威胁的她本能地挣扎起来。只可惜这样的挣扎没有丝毫的作用，只能引起在场众人更加强烈的施暴欲。赵东良已经开始宽衣解带，跃跃欲试。他看向王振，有些奇怪地问道：“老王，你不是做梦都想玩到这个女人吗？现在机会都摆到你面前了，怎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激动啊？”王振心中苦涩无比，激都动不了了，还激动个屁！他四下看了看，抄起了桌上的一个啤酒瓶，比划了一下，冷笑道：“我有这个就够了，无稽之谈又如何？用别的东西，照样能把女人虐得死去活来。”就在两人准备进行自己的受刑之时，忽然包间的大门被狠狠地踹开了，一道身影带着浓重的煞气缓缓走了进来。赵东良被开门的响动吓得一个机灵，欲念全无，这让他立刻就怒了：“他妈的谁啊？不知道老子在办事吗？闯进来找死！看门的呢，都给我死哪去了？你是说你的那些小弟吗？他们都已经被我解决了。”来人语气平静，却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赵东良愣住了，连忙从包间门口向外看去，震惊地发现不知何时自己门外的小弟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只剩下了喘气的能力。这让他的头皮一阵发麻，死死地盯着眼前之人。阁下到底是谁？我应该没得罪过你吧？为什么要擅闯我的云端会所？这时王振结结巴巴地开口了：“老赵，他是楚风。”什么？赵东良不由得一愣，眼前的这名年轻男子竟然是楚风，那个据王振所说是个废物的楚风。但这怎么看，对方也不像是个废物啊。如果真是废物的话，自己的几十号小弟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放倒吗？楚风冷眼看着赵东良和王振两人，又看向被几名舞娘扶着已经神志不清的沈若冰。当他看到沈若冰带血的嘴角和红肿的脸颊后，心中一痛，随即杀意大盛。若冰的脸是谁打的？在场众人都沉默了，没有一个敢吭声。楚风眯起眼睛，冷冷道：“我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到时间还不肯说的话，以同罪论处，也就是死。”终于有舞女顶不住压力，虽然不敢明着说，但偷偷用手指指向了王振。下一瞬，楚风出现在了王振面前。“那一巴掌是你打的？”王振吓得浑身都哆嗦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没。”啊！他试图狡辩的话语变成了一连串的惨叫，而他的右手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扭曲成了诡异的形状，豆大的汗珠从王振的额头上滚落，他痛的五官都变得扭曲，抱着手跪在地上，不住地哀嚎着。赵东良看到这一幕，吓得凉气直冒，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楚风仍不觉得解气，冷冷地看着王振：“你连卵蛋都没了，还敢染指我的女人？王振，摆在你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王振闻言，就连手上的疼痛都暂时忘记，惊骇无比的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楚风露出了一抹冷笑，淡淡道：“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你忘了不久前我亲手帮你摘了一颗蛋吗？”王振彻底傻了，呆呆地看着楚风。慢慢的，楚风的身影和邵家那位戴着面具的楚神医融合，他惊恐无比地叫了起来：“原来你就是楚！”楚风伸出手，直接捏断了王振的喉咙，带着这个答案下地狱去吧。王振的眼中渐渐失去了光泽，但死前那极度惊恐的表情永远的定格。楚风的心情则变得舒畅了不少。接着他又看向了赵东良，淡淡问道：“说吧，你又想怎么死？”然而赵东良接下来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楚风的预料。
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倒了地上，哭丧着脸求饶道：“楚先生饶命啊！打人的是王震，跟我没关系啊！而且沈总来我这个会所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逼过他，还请楚先生明察。”第97章，沈天风，还有人性吗？你的意思是我老婆的错？楚风目光冰冷，看起来十分不善。赵东良一惊，连忙摆摆手：“没有，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是我刚才说错话了，都是我的错。沈总是受害者，我愿意向您赔礼道歉，只求您能给我一条活路。”狗一样的东西！楚风嘲讽地看着跪在地上卑微求饶的赵东良。早知如此，之前为什么要生出染指我老婆的想法？6根不净，用不用我帮你断成绝念？赵东良闻言，只觉得胯下一紧，恐慌到了极点。他毫不怀疑楚风能做出这种事，因为这个狂徒太过胆大包天，就连王震都说杀就杀，废自己命根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赵东良心中绝望，难道自己今天就要栽在这儿了？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沈若冰忽然捂着肚子发出了一声痛呼：“好难受！”楚风听到声音，立刻就慌了，顾不上赵东良，连忙冲到了沈若冰身边，推开在场舞女，将沈若冰抱在怀中。“若冰，你哪里不舒服？”沈若冰捂着肚子，迷迷糊糊的喃喃道：“肚子和火烧一样，好难受。”楚风立刻明白了过来，沈若冰几乎滴酒不沾，现在猛然灌了一大瓶烈酒，身体怎么能受得住？好在他喝下烈酒还没多久，还能通过催吐将大部分酒水吐出来。楚风当机立断，扶着沈若冰去包厢内的卫生间催吐。看着两人走进了卫生间，赵东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悄悄地挪动着身体，来到了沙发旁边，按了沙发底部一个隐蔽的按钮一下。下一瞬，沙发一翻，一个暗道悄无声息的出现，赵东良不顾形象地往暗道中一扑，消失了。而卫生间中的楚风不是没有感觉到赵东良的小动作，不过比起沈若冰的健康，赵东良这种跳梁小丑不值得他多看一眼。在楚风的手法帮助下，沈若冰终于将胃里的酒水吐个干净，但大量酒精的刺激下，让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昏睡了过去。楚风帮他擦了擦小嘴，直接将他公主抱起向外走去。整座云端会所无人敢阻拦，因为阻拦的人都已经躺下了。回到沈家，沈家众人看到沈若冰这衣衫不整还昏迷不醒的样子，都惊呆了。沈灵儿冲上前，焦急无比地问道：“姐夫，我姐这是怎么了？”楚风解释道：“被人灌了太多的酒，不过已经吐过了，没什么大碍。”沈灵儿松了一口气，瞥了沈若冰凌乱的衣衫一眼，小心地问道：“姐姐她有没有受到那些人渣的欺负？”楚风摇了摇头。沈灵儿彻底放下心来，笑着打气道：“加油啊，姐夫！英雄救美的桥段放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哦，这说不定是你和姐姐重归于好的好时机。”楚风微微一笑，轻轻刮了一下沈灵儿的小穷鼻，希望如此吧。而这时，沈天风沉闷的声音响起：“灵儿，你先扶你姐姐上楼，让她好好休息。”沈灵儿闻言不疑有他，扶起沈若冰去了楼上。姐妹俩都离开后，沈天风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不满，一把上前抓住了楚风的衣领，冷声道：“谁让你去找赵东良的麻烦呢？现在愿意买那块地的只有他。你是不是冲进云端会所大闹了一通，把若冰给抢出来的？赵少怎么样了？他受伤了吗？”楚风听着沈天风的这番言论，眼中闪过一抹怒色，冷冷道：“你没看到若冰被害得有多凄惨吗？你这个做父亲的非但不知道关心女儿，反而还在意仇人有没有受伤，还能有点人性吗？”沈天风被说得无地自容，缓缓将抓着楚风衣领的手给松开。他咬着牙说道：“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还不是因为这巨额债务，我也没办法啊，都到了这个地步了，总不能再把赵家也给得罪了吧？”楚风看着沈天风，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看了看时间，平静道：“别急，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收购这块地。”沈天风闻言很是不满：“你小子先是在道德制高点骂了我一顿，然后又说这种不负责任的屁话。”他冷哼一声道：“楚风，你别给我在这扯犊子，说来说去，你还不是得罪了赵少？滚回去找赵少道歉，不然我要你好看。”妇联也叫道：“就是，你这废物怎么还有脸待在这儿的？”楚风摇了摇头，这对夫妻简直说不通，和他们理论的自己真是傻了。他不再多言，转身就离开了，准备去买点汤药回来给沈若冰醒醒酒。而楚风离开没多久，敲门声响起。沈天风一怔，难道是被楚风说中了？他赶紧吩咐妇联去开门，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来人是沈天雷一家，而他们一家这个时候找来的原因自然不用多说。沈天雷一进门，张嘴就兴师问罪：“大哥，你最近可真是干了一件大事啊！拿沈氏集团贷了8000万不说，还眨眼就赔了个底掉，4000万的债务你尚且还不上，现在又多了8000万。此事要是让老爷子知道的话，肯定要将老爷子给气出个3长2短来。”韩立说道：“大哥大嫂，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那位宝贝女婿呢？”
快点让他帮忙摆平啊！我们家所持的股份都已经跌得不能看了。沈天雷夫妇的逼问，把沈天风和妇联对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后，妇联才憋出一句：“这种丑事怎么能跟我二女婿说？”韩立不依不挠道：“那我们不管，自己惹出的事情，赶紧解决了。真是的，当初就不应该让老爷子把公司交给你们。”沈天雷语气冰冷：“大哥，你要再这么胡闹下去，就给我按原价把我手中的股份收购了。收购了股份，你再怎么折腾，我也不会管了。”沈天风知道弟弟一家说话如此克制，都是看在那位楚大少的份上，否则以韩立的性格，早开始打砸抢，各种撕逼了。但哪怕弟弟一家开的条件很简单，他也做不到，他都穷的100万都拿不出来了，拿头去收购股份。最终，沈天风只能干巴巴地说道：“别急，马上就有办法了，我正在联系收购那块地皮的买家。”沈天雷嗤笑一声：“大哥，你开什么玩笑？就那块废地也会有人买？别以为靠这种话能把我糊弄过去，今天见不到结果，我是不会走的。”而话音还未落下，忽然一位衣着考究的老者走进了大厅，身后还跟着数名随从。他看着沈家众人道：“听说你们沈家有一块尖花岭区的地皮，我想谈谈收购事宜。”第98章，先出狼窝，又入虎穴。老者的话让沈天风和沈天雷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沈天雷，只感觉分外打脸。刚说了地皮不会有人买，结果买家直接就找上门来了。紧接着，沈天风也反应了过来，客气地迎了上去：“您说的对，我们沈家确实有一块地皮要卖，敢问老先生是？”老者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沈天风低头一看，心中一震：张谦，那不是全江州最有名的经理人吗？这位张老办事效率奇高，口碑又好，很多大人物不愿亲自出面时，都喜欢将大事交给张老去办，而能请得动张老，本身就证明了对方势力的庞大。沈天风心中激动起来，忐忑地看向张谦：“张老，莫非是有大人物委托您来收购我们家族的地皮？请问对方出价多少？”沈天风的心理预期并不高，这块地皮只要能卖出4000万，甚至3500万，他都愿意接受。没办法，他现在实在是太缺钱了。张谦淡淡道：“我身后的那位大人物说了，那块地皮你们多少钱买的，他就出多少钱买。”沈家众人闻言，眼睛都瞪圆了。他们听到了什么？按原价买？没听错吧？要知道，同地段的地皮价值都不如原价的1/5，还没人愿意买。但凡脑子正常点的人，都不会花这么大价钱买一块废地。要不是这位张老久负盛名，沈天风都以为是有人故意耍他。张谦看出了沈天风的想法，冷哼一声道：“怎么？难不成你以为我们老板是不懂经商，才花高价买你那块地吗？好好动动脑子想了想，我们老板要的究竟是什么？”沈天风微微一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低声自语道：“莫非张老身后的大人物是对若冰感兴趣？”